我买了瓶冰可乐，连中10次再来1瓶。后世进饭馆吃饭被直接免单，这一操作不仅让导演看傻了，直播间的观众也是一脸懵逼。为啥这小子的100块这么进化？参加100元生存节目，别的选手都在火急火燎的寻找工作，1分钱不敢花，我却抱着白嫖节目组100块的心态疯狂消费。而我的离谱操作却不止于此。直播镜头内，我手揣100块走进了彩票店，先是花50块买了包华子，然后在老板的热情介绍下，掏出了最后的50买了张刮刮乐。看着老板笑得都要裂开的我，一边哼歌一边用刮板去刮下边的数字。很快我就刮完了手里的刮刮乐，最后一组数字14正好是中奖数字。还真的中了，我顿时觉得有些惊喜。随便买一张就中了，看来这中奖率还真的挺高的嘛。虽说中是中奖了，但是金额却不大，50元正好保本。而老板见状也跟着乐呵哈哈，是吧小伙子，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咱家今天新开张，之前都有好多人中奖了，我们趁热打铁再买几张试试，说不定下一张能中更多呢。他还能不知道这些买刮刮乐的人内心在想什么？刮刮乐就是这样，尝了点甜头就盼望吃下更大的。老板脸上笑眯眯的，内心却冷哼了一声，开玩笑，要是真的人人都从刮刮乐里刮到大奖，那这世界上的人都不用长脑子费心思了。我听了这老板的话，觉得似乎有道理，顿时点点头，那行，再来一张50的。好嘞。老板更乐了，中的这50不用给，又看着我抽了张新的刮刮乐，这回我刮得快手脚更麻利了，第2张一下就被刮了个干净。我一眼扫过去，刮刮乐上再次出现了3个中奖号码中的一个06又中了，我也乐了，拿着手里的刮刮乐还冲着老板扬了扬，哈哈，100运气不错嘛小伙子。老板见状脸上的笑容丝毫不减，转了转，照这么下去小伙子你离中大奖不远了呀。确实，本来只是刮来玩的，没想到还真的中奖了。我顿时有些上头，又抽了2张刮刮乐出来，可以，要是再抽个100，等会没准还能吃个宵夜啥的。看我没骗你吧，咱们这店好几个刮出大奖，小伙子你肯定就是下一个。老板看着我一副上头的模样，笑得嘴角都快得到耳后根了。区100，他这当老板的小奖见得多。开店这几天之前，那些来刮刮乐的连个屁都没刮出来，管他50还是100，今天这小伙子中的所有的钱他吃定了。老板想得正美，寻思今天他这新店的活动算是完美收官了。谁知道下一秒，耳边再次传来我惊喜的声音：老板，我又中了1000块啊！见我手里的刮刮乐上062个数字赫然出现在了最后一行下面，跟着对应的奖金金额1000元。上一秒还乐呵呵的老板，下一秒脸就是一僵，啥玩意1000？这特么就中了1000？尼玛呀，这一次中了，比他这一整天刮刮乐刮出来的奖还要多，老板都惊到了，更别说直播间的观众，弹幕顿时爆发，连直播的画面都看不清了。卧槽，好家伙，什么王炸开局，我靠这运气多少有点逆天了，这也行，这尼玛买个刮刮乐就赚到1000。而此刻老板脸上的笑意直接转移到了我的脸上，看来我今天到这个彩票店还是来对了。好家伙，这中了1000块，今晚不但能吃一顿美美的夜宵，还能整个星级酒店套房住着，这老板人还怪好的嘞，中奖率果然很高呢。哎呀哈哈，是吧？可以按你这运气，我之前说的没错吧？之前也有很多客人咕咕出过大奖，但老板可就不开心了。老板半天才回过神，脸上的笑容差点没绷住，一边还得从柜台下边数了10张红票子递给我。那个兄弟，你运气这么好，多买几张说不定还能刮出更大的奖呢。靠啊，这不但连50都没吃进去，反而还倒贴了1000，不行，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吃了他的钱绝不要给他，老老实实的全部出来，说的对，我得乘胜追击才行。我笑眯眯的接过这沓票子，眼神也十分坚定，我这已经刮出1000了，就算再刮几张也是稳赚不赔的嘛，当然要继续刮呀，万一又中奖了呢。接着老板又看着我，再次抽了几张刮刮乐出来，刮了好几张了。我刮这个刮刮乐的手法已经无比熟练了，一下就刮出了好几行。果然我这一回的运气似乎就没那么好，数字28中了个保本的50块，哈呀，有点可惜啊兄弟，差一点就能中大奖了呢。老板看到中奖数字下边那个50元，内心也陡然松了口气，一个人的运气是有限的，哪能每次都能中啊？可以，这波优势在我，没事不亏就行。但我压根就不急，反正已经赚了1000了，不慌稳的一批下一张刮刮乐继续。渐渐的新的一组数字出现了，06又是个中奖号码。我的内心陡然一喜，连忙去看这组数字下面的奖金，5000居然是5000，我都有些惊讶，擦了擦眼睛，还把这刮刮乐递到老板的面前。老板，我这是不是中了5000块？老板的视线缓缓落在了刮刮乐上面的那组数字以及下边的那行奖金上，可不正是5000元吗？这老板人都傻了，接过刮刮乐时手都在抖，他妈的这就中了5000，就这么中了5000，给老板整得脸红脖子粗，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我，啥情况啊？这家伙怎么每一张刮刮乐都能中奖呢？老板极不情愿的点着一沓红票子，缓缓地递到我的手中，5000块整整齐齐麻溜的。老板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感觉自己仿佛活在梦里似的。合着他这新店开业做了好几天活动，这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赔了个大出血，这刮的哪是刮刮乐，这简直就像是在他的心肝上刮刮乐呀！但面前的我接过那大票子，人已经越来越上头，啪的一声甩了张票子到桌面上，兴奋到老板再来2张好吗？1000之后中了5000，这特么谁不接着刮乘胜追击啊？嗨，我说兄弟，你要不看看其他类型吧？老板的心在滴血，但脸上还在强颜欢笑，靠他这一定是刮刮乐不对劲，哪有一个接着一个中的，搁着连连看呢，啥这种的没有。我一听顿时一歪头，看了看自己已经刮出过奖金的刮刮乐，哥们要不你试试这种吧，一样是50块一张，最高也能刮出100万奖金。见我一副不太乐意的神情，老板连忙补充道，好家伙，要是还让这家伙刮下去，他这店还开不开？总不能他这家开业的新店
直接就被刮刮乐刮没了吧？换啥都是换了，那好吧，来2张。我一摆手，这才说道。直播间的观众看着我换了种刮刮乐，准备接着刮，弹幕的气氛也再次达到了高潮。不知道为啥，我现在看到他刮刮乐，内心竟然有些期待。哎呦，你们看彩票店老板的表情，笑得多开心啊！见我总算是换了个刮刮乐，老板此时也缓缓端起了自己都快放凉了的保温杯，打算先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他总算是能歇口气了。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一开始还以为这来了尊财神爷，现在这情况整的到底谁才是财神爷？今天绝对不能有1分钱奖金踏出他的店门，绝对不能！老板重新接了杯温水，刚喝上一口，然而旁边正好刮完一张刮刮乐的我，陡然兴奋地喊了一声卧槽！老板，你看嘛，我又中了！哈哈哈，给我乐得兴高采烈地冲着老板猛地扬了扬手里的刮刮乐。只见刮刮乐上熟悉的中奖数字06再次出现，甚至还是处于整张刮刮乐的正中央，而下边的那行奖金个10百千万10万百万。铺老板刚喝下去的一口水顿时喷了出来，什么玩意？100万这一串零给老板数了。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老板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那张刮刮乐，猛地摸出眼镜戴上，甚至还放在灯下仔细看了看。我靠他妈的，还真是100万！给老板惊得下嘴唇磕磕巴巴看了又看手里的这张刮刮乐，眼神仿佛像是在看一个怪人。这尼玛是人能刮出来的刮刮乐？别说是新店开业以来了，简直是他从事彩票这行以来看到这刮刮乐开过最大的奖。别说老板了，同样目睹全程的直播间观众看到这幕，弹幕密密麻麻，再次将画面盖得一干二净。这钱跟尼玛大风刮来似的，兄弟，这是人类能够拥有的运气吗？这1个小时中奖都不带空的是吧？快让我吸一口怄气！连节目组的导演都看傻了，站在后台满脸震惊的看着画面。是他记忆出现混乱了吗？他们节目组一开始给这些选手的现金不是只有100吗？怎么有人当天晚上直接翻了他妈的1万倍？这选手到底哪来的运气？也太逆天了吧！眼下彩票店的老板回过神来，一边磕磕巴巴的把这张彩票递回给我。这种大奖我可兑换不了。老板的手还在颤抖着，仿佛手上递出去的不是彩票，而是某种新型毁灭性打击的武器。那个咱们这超过1万现金的大奖要去体彩中心兑换走了，赶紧走！彩票店开业期间居然直接刮出100万，这到底是他的福还是他的孽啊？行，等我刮完这张刮刮乐就去兑奖。这人中了彩票还是特么的100万巨额，换谁来谁不激动呢？我的内心当然也是止不住的狂跳，耳根都烧红了。手里还剩一张刚抽出来的刮刮乐，也是激动过了头。刮奖的时候我的动作都不利索，在刮刮乐上扣得歪歪扭扭，但这回老板已经再没那个心思去看我刮刮乐。老板满脸复杂，再次端起了保温杯，打算好好的谢会。不行了，真不行了！怎么会有人中奖跟吃饭似的，一口接着一口啊？这谁顶得住啊？老板缓缓端起保温杯，嘴都还没凑上去，一旁的我接着爆发出一声惊呼：卧槽！接着爆发出一阵惊呼。老板当时内心就涌上来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哈哈，老板你来看啊，又是100万！我操，我今晚运气这么好的吗？刘从高兴的都快蹦起来了，手里扬着那张刮刮乐，冲着老板直晃，笑得超大声。老板，你真是个好人，连中2次100万啊！哈哈哈！老板看着刘从手里那张彩票，简直瞳孔地震。还是那个熟悉的中奖数字06，还是那个熟悉的中奖金额，个10百千万、10万、100万。哐当一声，保温杯在地上砸了个稀碎。你到底？老板简直是震撼，给震撼他妈开门，震撼到家了。刮出一张100万已经够离谱了喂，怎么会有人连续刮出2张100万啊？买1送1啊，200万啊，整整200万啊！这尼玛比他从事整个彩票行业开店以来所有的客人刮出来的奖还要多呀喂！毁灭吧，赶紧的，他累了。卧槽！6666666，我嘻，转发这个欧皇，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老板看的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但直播间的观众可不这么觉得，弹幕顿时呈爆炸式开始增长。我不行了，看他的直播，总感觉我心脏有点受不了。是我的错觉吗？钱原来是这么简单来的玩意。以前我总觉得那种被老天爷赏饭吃的人就够让人羡慕，但是自从看到他，这种乃是老天爷赏饭啊，这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啊！点击查询彩票店老板的精神状态。而节目的演播室里，这上一个100万刮刮乐的余烬刚过，面前的画面上又一张100万的刮刮乐冒了出来。要不是中奖的位置不一样，节目组的主持人和嘉宾差点都要以为这是画面 bug 了。节目组的现场也是一片沉默。半个小时不到就赚了200万啊！不是，这届选手都这样牛逼吗？杨幂悠悠地看着屏幕，缓缓叹气。她辛辛苦苦拍一集电视剧，才200万不到，而眼前这位选手目前为止只是动动手指，200万就到手了。他等会录制结束之后，要不要也去买张刮刮乐试试？杨幂开始认真地思考起这个问题来。可能这就是天选之人吧。旁边的马化云看的也是嘴角一抽，差点没控制住表情。刮2张刮刮乐，200万就这么赚到了？钱来的如此之快，快的连马化云都觉得有些离谱。他都差点怀疑他参加的这个节目不是什么城市百元生存，而是走进科学。导演，200万了。节目组后台工作人员看着面前的画面，再次结结巴巴地提醒着导演。但此时的导演整个人已经跟木头似的呆愣在了原地，双眼盯着面前彩票店里的画面，身体一动不动的。导演，
导演。届时，揣着2张刮刮乐的刘从，一边抽着华子，一边哼着歌，走出了彩票店，打算去彩票中心兑奖。刘从查了下手机，发现彩票中心离这还不算远，自己开车过去也就半个小时样子。他现在身上有个6000块的样子，租辆车的话那是绰绰有余了。他可是要在这座城市生活1年啊，要是能有个代步工具，那以后要是想去个什么地方也要方便的很多呢。刘从很快就在手机上找到了最近的一个车行，沿着路口就过去了。车行很快就到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凯翔车型6周年店庆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只要注册成为本行的会员，就能免费获得抽奖机会1次。刘从一抬眼就看到车行门口拉了大红横幅，门口停放着一整排用来撑场面的名车，从民众首选的小轿车到土豪最爱的敞篷跑车，一应俱全。旁边还站着好几个身姿窈窕的车模，正对着镜头摆着姿势，周围更是音乐嘈杂，跟人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无比的热闹。但人流量最多的还是旁边搭起来的一个台子，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路过看热闹的，几乎都下意识地往那边凑着。难道又在搞什么活动吗？刘从也好奇了，便跟着凑了过去。亲爱的各位来宾，咱们抓紧时间啊！只要花500元注册成为咱们凯翔车行的会员，就参加咱们的抽奖活动。咱们中奖率是100%，更有机会获得最高大奖，1辆价值20万的大众帕萨特。朋友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只见一位西装革履，似乎是车行经理的男人，正举着麦克风，兴奋地为周围人群介绍着他们的活动内容。刘从看着周围，这车行经理的面前正摆着一个铺着大红布的桌子，上边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抽奖箱，旁边站着2个面容清秀的妹子工作人员，正朝着人群标志性地微笑着。而车行经理的身后，则是停放着那台被标为特等奖的大众帕萨特。车的旁边用红丝绒的围栏围着不说，车前盖上还铺了一朵大红花。好家伙，这车不错呀，好歹买也要花20万呢。哈，那可是特等奖，抽到的几率得多低啊！管他的，万一呢？就算是2等奖和3等奖也不亏呀！哈哈哈，这会员怎么注册啊？兄弟能不能教我一下？显然，周围围观的人群不少都被奖品吸引了注意力，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好了，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小姐姐将纸条放入抽奖箱里。车行经理在台上笑呵呵地说道。接着就看到那2个妹子将桌上写着奖品的小纸条折叠了起来，一个一个的放进了抽奖箱里。特等奖就是那辆出尽风头的大众帕萨特，2等奖和3等奖则是专用导航、高档坐垫套装以及购车代金券等等。安慰奖就是一些车内的装饰品、车模、汽车模型之类的。大家看好了，咱们这抽奖也维持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说100%中奖就是100%中奖，绝对不弄虚作假。车行经理举着话筒，口若悬河地对着周围的围观群众说着，眼睛却不经意间的朝着旁边的妹子瞟了一眼，飞快地使了个眼色。正在装小纸条的妹子立刻会意，脸上笑容不变，但往里放小纸条的手也有了小动作。抽奖箱的内侧的盖子上，他们已经提前在里面糊了一层胶水，什么特等奖、2等奖、3等奖，通通都被贴到了那层胶水上。纸条粘在盒子的内壁上，剩下的全是安慰奖。妹子们手速很快，不一会儿就手脚麻利的把写着奖品的小纸条全都装进了抽奖箱里。我先来。很快，人群里靠前的一哥们就有些猴急的喊了一声：哈哈，大家不要急，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之后，再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里进行验证，就可以抽奖了。车行经理更乐了，兴高采烈的接着说道：不过一人只能抽1次哦，祝大家好运。在喊着要抽奖的那哥们和车行经理的带动下，活动现场的气氛也变得更加热闹了。刘从听了半天也觉得有意思，反正抽奖只需要500块吧，抽就完事了。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正好这会，场内的其他工作人员妹子也开始游走，身上还穿着红色的绶带，笑容甜美。其中一个很快就发现了正一副感兴趣神情的刘从，立刻迎了上来。抽奖的话，只需要花500元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就可以了哦。行，抽抽看吧。刘从爽快地应了下来。哎，我这运气不行啊，只才抽了个安慰奖。我也是，我要这代金券有何用？抽奖活动拉开序幕，周围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抽了奖。靠，怎么突然感觉这500有点亏？早知道我就晚点抽了，没准机会还大一点呢。想啥呢你？晚点抽，万一前面就有人抽中了咋整？但既然是抽奖，那肯定就分中奖的概率和不中奖的概率，这道理就跟买彩票一样。刘从寻思，反正剩下的这5000多，里里外外都对他租车没什么影响。抽奖进行的十分迅速，很快就轮到刘从了。这抽奖箱还挺好看的，跟围着那辆大众帕萨特的围栏有些相像，摸着都是丝绒材质的。刘从手伸了进去，很快就摸到了里面一个个被叠起来的纸条们。各位朋友，咱们抽奖活动进行已经有15分钟了，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任何3等奖及以上的奖励，各位朋友们加把劲啊，争取把这辆帕萨特开走啊！哈哈。车行经理还举着话筒站在抽奖台旁调侃着，
中间还不忘跟之前放置纸条的工作人员交换一番眼神。开玩笑，抽奖活动，不会真的有人相信自己能开出特等奖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有商家会蠢到把纸条老老实实的放进抽奖箱吧？看看今晚谁才是我们特等奖的获得者呢？车行经理在台上看着下边排队抽奖的人越来越多，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后根了。抽奖吗？懂得都懂，能割一个是一个。等会，我这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是怎么回事？500块的抽奖，终究是我不配了。戳了，对有钱的来说那才是抽奖，对没钱的来说就是白给。楼上说得好，下次不要说了。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着再次展开抽奖的刘从，甚至弹幕都跟着紧张了起来。只见画面里，刘从的手已经伸入了抽奖箱，谁知道原本被工作人员妹子粘在内壁上的纸条压根就没有粘稳，已经脱落了抽奖箱里。刘从的手一伸进去，正好摸到了那张从内壁上掉落的纸条。纸条被拿了出来，刘从缓缓打开，上面3个大字：特等奖，红色加粗，耀眼夺目。刘从一愣，而身后手把手带着刘从过来抽奖的那位迎宾妹子正笑容甜美的凑了过来。帅哥，你开到什么了呀？笑容当场僵硬在了脸上。没看错的话，这个是特等奖吧？刘从抓着纸条，眼神甚至还有些许的迷茫。他今天运气似乎好到爆炸呀！这身旁的迎宾小姐就更不用说了，甜美的笑容都差点裂开，眼神瞬间惊恐了起来。第8章，您就是抽奖仙人，特等奖！迎宾妹子一双美目睁到了极致，下意识就喊了出来。啥？特等奖？卧槽兄弟，你这运气不错啊！而随着妹子的一声惊呼，旁边的围观人群也瞬间看了过来。写着特等奖3个大字的纸条足够引人注目了，周围的人群也爆发出了一阵惊讶的呼叫。好家伙，一台车就这么抽到了！哎呦，这车行能出，还真的能抽出特等奖啊！我还以为是骗人的呢。哈哈哈哈，真厉害呀，小伙子！而台上车行经理还没来得及知道中奖的事情，还在兴高采烈地接着介绍后面的活动。朋友们，大家就算没抽中大奖也不要气馁，我们凯翔车型在下个月8号还有一次活动，咱们先保留一下神秘感，等到下个月我们再一同开启。经理！直到身后一个满头大汗的迎宾妹子急冲冲地跑了过来。车行经理一回头，迎宾妹子便连忙在经理的耳边说了好几句。只见车行经理的脸色上一秒还高高兴兴的神情，顿时肉眼可见的转化成了疑惑，最后又转化成了震惊，一时间连话都忘了说，直勾勾的看向台下的刘从。而刘从正笑眯眯的拿着那张写着特等奖的纸条，找到了之前2个工作人员妹子装纸条的地方。请问领奖是在这边吗？是的，帅哥，这边领奖哦。妹子也亲手把中奖的纸条粘在抽奖箱内壁上的那2位，看到又有人来兑奖，自然也是笑脸相迎。那行，赶紧给我兑了，我赶时间。接着刘从便把手里的那张特等奖的纸条递了出去。再看到面前的刘从以及刘从手上的纸条，特等奖，这他妈是特等奖！这个特等奖的纸条刚才不是被他们粘在抽奖箱的内壁上了吗？怎么还被他抽中了？2个妹子人都傻了，还一脸懵逼的互相对视了一眼。啥情况啊？这是他们放的方式不对吗？操，又是特么中奖了！笑死！您就是抽奖仙人？我靠，这家伙上辈子不会是锦鲤吧？上去一抽就抽到一台车，尼玛啊！我车贷都还没还完，你特么告诉我这就反手中了一辆车！直播间的观众看的弹幕都快笑疯了，这什么逆天的运气！好家伙，节目开始第1天赚了200万不说，还中了一台车。这节目收视率还愁，导演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啊！哈哈哈！只见2个兑奖的妹子一回神，连忙去看车行经理，本来还想看看经理要怎么处理这件事，而台上的车行经理早已经看着这一切，脸色简直一阵变幻莫测，一会红一会黑的。靠啊，这个抽奖活动明明只是用来割韭菜的做样子的，怎么还真的中了个特等奖啊？哎呦，这小伙运气真好啊，上来就中了个特等奖。哈哈，是啊，我要是有这么好的运气就好了。嗨，运气这种东西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啦。旁边还站着不少抽到个安慰奖的围观群众，这回都围在刘从的身边，眼神简直羡慕至极。那个刚才工作人员向我汇报，我们这一次的抽奖活动特等奖的得主已经诞生了。而当着这么多注册充值会员的面，车行经理当然也不好食言。车行经理用力捏着话筒，强颜欢笑的看着台下，嘴角还一抽一抽的。恭喜刘从先生成功拿下我们的特等奖，一辆价值20万的大众帕萨特。话虽然在报喜，但语气就跟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似的。让我们恭喜刘从先生，20万啊，20万，这特么得吸引多少个会员才能回本啊？
完了，完了，完了！这要是被店长知道，这个月的工资怕是不保啊！领奖的过程也十分迅速，刘从在填了几个简单的表格，把车子过户之后，就从车行经理那里拿到了车钥匙。刘从先生，欢迎你下次再来。车行经理在给刘从递钥匙的时候，脸上的笑简直比哭还难看。哈哈，那必须的。刘从乐呵呵的接过这车钥匙，寻思这车行的服务态度都还挺不错的嘛。只见画面上，刘从上了帕萨特，发动引擎，扬长而去，逐渐融入了道路的车流里。这车还是刚从领奖台上开下来的，无论是车里还是车外都是崭新的。刘从一手搭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上夹着根华子，一边抽一边开，甭提多潇洒了。节目组演播室里，嘿嘿，那个马化云先生，对于刘从的这种情况，您觉得他正常吗？主持人小撒正缓缓回过神，率先打破了这阵尴尬的寂静，看向了马化云。啊，马化云嘴角狠狠抽搐了一下，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他只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这个问题多少有点超纲了。难道这个问题不应去问隔壁的走进科学吗？马化云的内心如此想着。啧，现在的年轻人牛逼啊！哈哈哈，连我们的马总都看不透这位选手了呀。小撒一看马化云颇无奈的神情，自己差点也没绷住。好吗，连内行的都看不透了，他们这些外行的还能咋整？没关系，小撒，咱们接着看就行了。还是杨幂这个当演员的反应快，已经从一开始惊呆了的神情，切换成了平日里笑靥如花的样子，正笑容甜美的看着小撒。这位选手的开局运气的确不是一般的好，但时间可有1年呢，这1年内肯定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情的。毕竟人总不会一直这么幸运下去，你说对吧，小撒？马总，嗨，是啊，的确不会一直幸运下去。知道杨幂是来给解围的，但不知道为啥，小撒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但节目还在继续，小撒连忙一挥手，示意导播赶紧把画面切了，让我们看看其他选手，他们此时正在干什么吧。第9章，没关系，各有各的活法。老板，就这些，多少钱啊？一共？来了，一共52块啊。小吃街的某家麻辣烫店里，陈科选了一大盘的菜，正站在收银台前结账。作为城市百元生存节目的选手，他也跟其他的选手一样，节目一开始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找起了工作。虽说下午处处碰壁，小吃店不要他，餐馆也不招人，整个滨城跑了个大半，也没有找到肯收留他的地方。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让他在电线杆上的广告里找到一家正在招工的电子厂。电子厂月薪4000，包吃包住，这谁能不心动啊？而面试也通过得很顺利，今天晚上他就能去厂里的宿舍住了，明天准时去流水线生产车间报到就行。这下工作的问题顺利解决，这节目组给的100块，当然要晚上好好消费掉，简单的犒劳一下自己。陈科白天刚出去找工作的时候，连一瓶水都舍不得买，眼下点个麻辣烫已经硬气了不少，几乎把店里的肉菜都点了一遍。诺，给你钱。陈科一脸大方的把手里的100块给递了出去，看到旁边的冰柜里摆着不少饮料，又随手拿了一瓶，再加1瓶可乐。行，找你43块啊。陈科收了零钱，在店外找了凉快点的地方坐下了。在电子厂上班，1年下来能存4万8，这还拿不下前几名啊。像他这样节目开始头1天就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还能解决食宿问题的选手有多少呢？今晚怕是有不少选手要留宿街头了吧。陈科靠在座位上，一边乘凉一边喝着凉丝丝的可乐，悠闲的不行。1年存个4万8，中间要是再加点班，没准还能拿得更多。等节目结束，估计那些赚到钱的人也不会比我多太多。算了，各有各的活法，跟我有啥关系？陈科摸摸下巴，一边这么想着。毕竟起步都是100块，要想赚大钱几乎不可能。眼下大家恐怕跟他一样都在找工作。说得对，如果我没看刘从的直播的话。醒，隔壁的刘从刚中了一辆20万的车，你这是连人家的尾巴尖都看不到啊喂！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陈科这幕，弹幕都看乐了。没关系，无知是福啊，无知是福。哎呦，看你小子这么开心，哥们真替你难过呀，哈哈哈。麻辣烫很快就端了上来，热腾腾香喷喷，陈科一下就看饿了，拿起筷子刚准备美滋滋的吃上他的晚餐。而这时马路对面一辆崭新的帕萨特正缓缓停了下来，驾驶座上很快下来一个帅气的青年，潇洒的一关车门走向了对面的烧烤店。帅哥，吃烧烤啊。烧烤店的老板娘见来客了，立刻笑容满脸的迎了上来。一共几位啊？要不要试试咱们店的招牌小龙虾？一位，可不正是刘从吗？刘从一摆手，在老板娘的带路下入座。眼下已经是晚上，恐怕彩票中心都关门了，干脆今晚在城里逛逛，休息一晚，明天再去领奖好了。不过车开了这么一会，兜了会风，在滨城里转了几圈，他还真的有点饿了。正好看到附近有个评价不错的烧烤店，刘从便把车开了过来。招牌小龙虾，那行，来一份。
好嘞。桌上摆着菜单，刘从拿起随便看了2眼。你这还有什么吗？帅哥，咱们这的海鲜都是现捞的，连蘸酱都是自制的，味道绝对保证，就没有不好吃的。见刘从是个爽快的，老板娘也更加热情地推销起自家的烧烤来。然而，这一切也正好落在了陈科的眼里。新车？这都算了，在滨城里有车的人还少吗？直到陈科看到刘从头顶的那架悠悠盘旋的无人机。等等，无人机？陈科夹着培根的筷子猛地一顿，这家伙跟他一样都是参赛选手。陈科看着对面正洋洋洒洒点着各种海鲜的刘从，以及路边停着的那辆崭新的大众帕萨特，又看了看自己面前这碗麻辣烫，陈科当场瞳孔地震。要不是那家伙头顶有着一架跟自己同款的跟拍无人机，他都差点以为自己这是活在梦里。怎么回事啊？这家伙今天才是节目开始的第1天啊！喂，为什么他就开上车了？甚至他白天去街上找工作的时候还看到这车的广告了，起码也要个20万啊！这家伙就开上了，就这么开上了。问题是这才是第1天啊，第1天，这他妈是赚了多少钱啊？到底？难道这家伙去抢银行了不成？信息量过载，给陈科 CPU 都快干烧了。哈哈哈哈哈！你看吧，我说什么来着？无知是福啊！哈哈哈！没关系，兄弟，你们各有各的活法吗？哈哈哈！楼上你虾仁诛心啊！而陈科的直播间里，观众们看到他一脸懵逼、浑身僵硬的神情，弹幕顿时一阵爆笑。这座城又多了个伤心的人。有一说一，如果我是选手，估计此刻跟他的表情没差别吧？啊！刘从，我不管，先干猛一个选手再说。这给陈科整的，瞬间就觉得面前的麻辣烫都不香了。捏嘛，刚才还觉得自己点个50多的麻辣烫已经很奢侈了，对面那家伙才叫奢侈吧？随便点点就是一桌的海鲜啊！喂，连老板娘的表情都眉飞色舞的，大嗓门都传到对面街了。6号桌再加一份油焖大龙虾，海鲜全家福一份，极品蒜蓉烤生蚝一份，马上上菜。来之前还乐呵呵的陈科，在老板娘一声声报菜名中逐渐怀疑人生。陈科缓缓再次看向自己面前的麻辣烫。什么？吃麻辣烫？这还吃个屁啊！早点回厂里得了。第10章，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因为运气太差根本笑不出来。滨城到了晚上，温度也降了下来，偶尔会有凉风吹过。这烧烤店生意火爆，但上菜是真的快，不一会儿刘从点的那些海鲜就陆陆续续的端了上来，什么油焖大龙虾、蒜蓉烤生蚝、轰炸大鱿鱼等等。总的来说，这也算是他穿越之后在这座城市的第1顿夜宵，当然要吃得尽兴点啊。反正吃不完打包就行，浪费食物是不可能浪费的。等刘从吃的差不多已经开始打包的时候，这烧烤店里也还是人头攒动，刚上桌嘻嘻哈哈点单的，一边埋头狂炫一边喊服务员的，喝得满脸通红还在唠嗑的，人流量丝毫没有要减退的征兆。不少人还开着跑车过来吃，可见这家店的确是口碑不错。帅哥欢迎下次再来啊！结完账走的时候，老板娘正忙着给别桌点菜，中间还不忘冲他乐呵呵的笑着。看得出来这位小哥是个潜在的大客户，当然要给人家留个好印象嘛。行，有机会再来。刘从一摆手，手指甩着车钥匙坐上了驾驶座，一边抽着烟，刘从一边打开手机，打算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酒店。吃的差不多的，接下来也该解决睡觉的问题了。夜渐渐深了，但滨城的街头却还是人来人往，仿佛城市的霓虹已经模糊了时间概念，无论去看滨城都是这么一片繁华的景象。此时滨城索菲亚国际酒店的门口，几位穿着一身整齐正装的门童正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先生，这边请，我来帮您停车。谢谢。刘从点点头，一边跟着门童进了酒店大厅。大厅里装潢的金碧辉煌，天花板上吊着奢华的水晶灯，旁边还摆着一尊的断臂维纳斯石膏像，大理石的地板，满满的欧式贵族风扑面而来。这种星级的酒店，他上辈子跟他们老板出差的时候倒是住过几次。要说住宿的体验的确很不错，服务也很到位，毕竟价格摆在这里啊。甚至连价格表都装裱在了墙上，一行行4位数的阿拉伯数字，旁边贴着金属的雕花。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而刘从到了前台，前台接待的妹子们一抬头，神情似乎还有些惊喜，笑眯眯的跟刘从四目相对。这几天上这来住的客人，不是什么秃顶的集团老总，就是挺着个啤酒肚的企业高管，还有一些烫着小波浪卷的富婆什么的，属实是给他们有点精神疲劳了。眼下忽然出现这么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哥哥，前台妹子们都显得精神了很多，个个都心花怒放的。你们这还有房间吗？今天是周末，看到外边人还挺多的，刘从便试探性的问了一句。有的有的。妹子脸色羞赧，耳根泛红的看着刘从。小哥哥，你一个人吗？咋的？这是看不到我一个人站在这里？刘从乐了，顿时看了面前的妹子一眼。不是，我身边还有2只鬼。几个妹子沉默。
噗！看着这幕，主持人小洒差点笑出声。这小伙子简直不按常理出牌啊！还好，他作为主持人，受过严格训练的，无论多好笑都不会笑的。哈哈，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自带幽默感啊！马化云也是笑，这个年轻人虽说运气爆棚，物质上丰富了不少，没想到精神这块也十分饱满嘛。怪不得呢，都是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是啊，刘聪选手真是太有趣了，在这样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节目，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逗趣儿的一面，连杨幂都被逗乐了，胸前的事业线也一颤一颤的。等节目结束，我一定要把他签到我的公司里来。看见嘉宾如此调侃，直播间里的弹幕气氛也迅速升温。确实，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因为运气太差的话根本笑不出来啊。得，完美闭环。好家伙，我寻思这程度已经不是普通的运气好了吧？喂，没事，不就参加个节目吗？大家看看图一乐就行，心态放好。谢谢你，心态侠。很快，刘从就开好了房，握着金灿灿的房卡，在前台妹子们整齐划一的注目礼下，刘从上了电梯。这电梯甚至都还是观光电梯式的，从一楼慢慢的往上升，还能看到城市里璀璨的霓虹。升得越高，看得越远，车流和房屋变得渺小，仿佛整座城市都浮在脚下。在刘从的印象里，他上辈子生活的城市也是这样的。哎，虽然大城市的生存规则十分残酷，但是这样的夜景还是很美好的嘛。而刘从住的是总统套房，这样的场景除了在观光电梯里，在他房间里自带的阳台上也能看到。房间进门的左手边放着一个棕红色的檀木桌台，上边则是摆放着一个偏橘黄色的喜马拉雅盐灯，灯光也是暖色调的。这酒店还挺讲究的嘛。刘从也不是没住过总统套房，稍微在房间里环视了两眼，觉得这酒店还行，跟他上辈子住过的那些星级酒店感觉差不多。房间里沙发、冰箱、大屏电视之类的一应俱全，但比起那些，刘从更感兴趣的是浴室。他现在有些累了，只想舒舒服服的泡个澡，然后直接睡觉。生存规则十分残酷，只刮刮乐中了200万之后，还抽奖中了一台车。兄弟，咱们10几年都奋斗不来的东西，你哥这一天就拿完了，别凡尔赛了啊呀！直播间里的观众看着刘从从观光电梯一路上来到了总统套房，现在还听到了刘从这句自言自语，给弹幕都整不会了。听听，这特么说的是人话？他真的，我哭死！浴室里有一个方形的浴缸，洗漱用具都摆放得十分讲究。刘从放好了水，衣服一脱，人往浴缸里一躺，开始舒服的泡起了澡。水温正好，刘从躺在浴缸里，舒服的眯了眯眼。浴室有一扇玻璃门，无人机就在玻璃门外，正好悬停在刘从的侧后方。无人机有最新的感应系统，自然不会泄露选手的隐私。而刘从躺在浴缸里，一睁眼，正好看到悬停在外边的无人机。啊，差点忘了，他这还在参加个什么生存挑战节目呢。刘从顿时拿出了手机，随便搜2下就找到了节目组的在线直播频道，看看其他选手都生存的怎么样了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探测探测敌情了。第11章，哟，欧皇这是来民间视察了。这档名为《城市百元生存》的节目人气早已成为了各大直播平台的第一，直播间的观众平均在线率都是1个亿起步，而节目组背后也有多个集团的支持，自然也是财大气粗的。200名选手，给每一个选手都配备了单独的高科技无人机跟踪拍摄以外，还单独设立了直播间。刘从进了直播平台，正好看到首页上一个正在推广的选手直播间，随手就点了进去。只见画面上一个穿着十分朴素，模样有几分小帅的小哥站在公园的一角，抱着一把吉他，正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唱着歌。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唱的正是周董一首经典永流传的《青花瓷》。哦哟，唱的还不错吗？刘从听了一小节，这哥们每个音都唱准了不说，还唱出了感情。虽然不及原唱周董那么经典，但也有几分自己独特的韵味了。看来这哥们还是个民间音乐人。刘从摸摸下巴，一副颇有感慨的神情。果然，被这节目挑中的选手，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达成成就，在选手直播间里看选手直播。你小子，哥这套娃呢？哈哈，偷懒是吧？还不赶紧营业？今天都200多万的营业额了，看看其他人的直播不过分吧？哈哈哈！刘从看得悠闲，刘从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纷纷跟着调侃。哎呦，一时间都分不清到底谁是选手，谁是观众了。哟，欧皇这是来民间视察了？哈哈哈，我他妈笑死！只见这位名叫唐明的选手，面前的吉他盒子里也零零散散的放着一些围观群众投的零钱，差不多200的样子。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一曲唱完，围观的路人还给他鼓起了掌。好，再来一首，唱得好，再来再来。今个是周末还是晚上？公园里散步的、遛狗的、约会的人多了去了，还真不有少人在围观他唱歌，现场的气氛也是一片融洽。
哈哈，谢谢各位的捧场。唐明一边调整麦克风的位置，也一边兴高采烈地回应着现场观众。看到吉他盒里零碎的钱，唐明内心也十分激动。哈哈，真不枉他白天跟乐器行的人磨破嘴皮子借来这几件装备啊！虽然收了他80的巨额租金，但他的收入已经远远超出他的成本了。没想到在这里才唱了1个小时不到，就能赚这么多，1个小时就有200，那要是唱5个小时，岂不是就日薪破千了？照这么下去，等节目结束进个前5，不过分吧？唐明越想越乐，看着周围还给他鼓掌的观众，当然是趁热打铁。下一首《富士山下》，唐明唱得认真，吉他也弹得十分流畅，不仅现场吸引了不少围观群众，直播间里的观众弹幕也在纷纷为他喝彩。好家伙，这唱功，明年龙国好声音，不请你我不看。这要是去《我是歌手》，就是妥妥的第1啊！别的不说，唱功也还可以，绝对是个的当职业歌手的苗子。楼上加1，我觉得唐明小哥哥的声音很像芊芊，特别温柔，特别有磁性。但毕竟是个城市生存节目，关注选手也得顺便关注选手赚的票子。不过话说回来，这小哥可以啊，1个小时就能赚这么多，要是再多唱几个小时，我说他是今天节目这么多选手里赚的最多的一个，不过分吧？这哥们还挺聪明的，知道选个人流量最多的地方，赚的这么多也是人家应得的嘛。保守估计500，至少500。画面里，唐明一脸深情，已经唱到了第2首歌的高潮部分。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一男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大概是受到了周围热情的群众以及吉他盒里那些现金的鼓舞，这一首 Eason 原唱的粤语歌，唐明唱的比上一首还要认真，还要深情。随着唐明人气的提升，直播间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呜，唱得太好听了！嚯，粤语歌也唱得这么好听，这该不会是哪个歌手隐瞒身份来下凡了吧？好家伙，要是真这么唱下去，没准真的能得第1了喂！他要是真的拿第1，我是服气的哈！然而，正当整个直播间的弹幕都沉醉在唐明的歌声里时，拿第1是不可能拿第1的。隔壁有个选手已经赚了200多万，开上价值20万的车了。弹幕慢悠悠从直播间里飘了过去，届时后边跟着的弹幕几乎全变成了问号。啊，我特么刚才是看错了吗？怎么有人说第1天就赚了200多万啊？卧槽，前面的那个，你给我站住！啥玩意啊？第1天就赚了200多万，还有1台车？好家伙，比明星的出场费还高！我信你个鬼！兄弟，咱们夸张点可以，但是你这也太夸张了。我说前面的那位，你怕是在阴间发的弹幕吧？喂！唐明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那条弹幕，以为是小黑子来捣乱，明摆着不信。谁知道这时又有几句弹幕缓缓地飘了出来。可以啊，哥们，唱得挺不错的，这么一会儿就赚了这么多，加油！在接下来的1年里，一起让生活充实起来。观众们忽然看到这么几条弹幕，还有些不明就里。哥们你谁啊？搁这隔空喊话呢？谁跟你一起加油啊？走错直播间了吧？而很快又有新的弹幕飘了出来。看到你们这么努力的打工，我感觉我在酒店泡个澡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此时泡在浴缸里的刘从正在一本正经的在唐明的直播间里扣子。明天开始我也要认真的奋斗，向你学习。第12章，妈的，最烦装逼的人。但唐明哪里看得到弹幕啊？抱着吉他，依然沉醉在自己的深情中，唱着《富士山下》。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1周，我便化为乌有。你还嫌不够？唱出个1日千里，唱出个恍如隔世。而直播间里之前提到过刘从的那条弹幕，发弹幕的人似乎见观众不信，也再次站了出来。啊，你们还不信是吧？看看前面那几条弹幕就是人家本人发的，不信你们自己去看。给你们个关键词，刘从，自己搜去。这几条弹幕一发出，唐明直播间里的观众又惊了。啥玩意？本人？你意思发那几条弹幕的是个参赛选手？真的吗？我不信。别吧兄弟，玩笑不要开得太过分了，这节目就只给100，这个时候人不在打工，还他妈有时间看直播发弹幕？你以为搁这搞节目效果呢？然而唐明直播间里的观众虽然嘴上这么说，身体却很诚实。在前面的弹幕直接把刘从的名字发出来之后，已经有唐明直播间里的观众去搜了。点进去一看，正好看到已经泡完澡的刘从正披着个浴袍坐在房间自带的大阳台上。刘从面朝着滨城绚烂的城市夜景，背靠着一间奢华到令人眼瞎的酒店套房，不但没察觉到弹幕上的激情互动，还翘着二郎腿，一边抽烟一边兴致勃勃的扣字。兄弟，没想到你这粤语歌也唱得这么好听，明天我领完奖要是有空，一定过来给你捧场。看到这幕，刘从直播间里的粉丝观众率先绷不住了。哈哈哈哈，你这家伙不讲武德呀喂！当面开嘲讽是吧？单走一个6，牛逼！哎，本来还挺喜欢刘从的，现在更喜欢了是吧？这要是被这个叫唐明的选手知道了，怕是会被打死的吧？哈哈。
没事，咱们从哥有车，他追不上。哈哈，我他妈笑死！而那些从唐明直播间搜索关键字过来的观众，看到这幕，这下是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了。见刘从不仅过得比唐明好了多少倍，甚至比他们这些观众过得还好。我靠，你管这叫参赛选手？这酒店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么好的房间，一晚上怕是要好几千啊！这是抢了银行了吧？绝对是抢了银行了吧！本来打算为唐明说话的观众们，顿时感觉被嗷嗷打脸，脑瓜子嗡嗡的。可恶，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炫富的人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好想打死他！妈的，最烦装逼的人！一时间，不管是刘从还是唐明，两人直播间的氛围都达到了巅峰。这个刘从啊，噗！连节目组的主持人小撒在看到刘从还贱兮兮的在其他选手直播间发弹幕，差点又没忍住。好家伙，没想到1年之内，他的职业生涯竟然连续遭遇了2次危机。刘从这家伙的性格，在之前开房的时候他就领略过了，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一波大的。好在他自制力够强大，忍住了，不然又要被康主任逮着扣钱。可以，这刘从还挺会整节目效果的。而刘从的这番操作，反而还让杨幂对他的好感度上升了不少，是个当艺人的好苗子呢。哈哈，运气爆棚不说，性格还很讨喜，还会搞节目效果，长相也很帅，倒是很符合他的胃口呢。哎呦，他有这种运气，还不如来跟我做生意呢。像这种天选之子一样的家伙，要是能成为他集团里的人，杨幂玩笑般的仿佛提醒了马化云一般。马化云顿时也跟着笑了起来。当艺人哪有谈生意赚钱啊？是吗？那可不一定。而杨幂微微一笑，眼神还跟马化云对上了，眼神之间，两人还颇有几分针锋相对的意思。啊，嘿嘿，我们先切换一下镜头，来看看其他选手的情况怎么样了吧。主持人小撒一听，连忙假装陪笑着把话题给跳了过去。至于整个事件的主角刘从，在发完那几句弹幕之后，他就关掉直播间回屋了。阳台的风吹得凉爽，吹得刘从也有些困了。他穿越来这个世界的第一天也即将迎来尾声。可以，这一天过得他还是挺满意的。不过他今晚可得早点睡，毕竟明天还得去彩票中心领奖呢。刘从倒在 King Size 的床上，美美的便进入了梦乡。下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陪我到现在的你们，谢谢。希望我们都能靠自己的双手，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此时，唐明还站在公园的一角，抱着吉他，热情持续高涨。虽说眼下这会围观的人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散步的遛狗的大爷大妈们都回家了，约会的年轻人们也开始进行下一站的深度交流了。但只要有人，就有赚钱的希望，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好运，歹运，总嘛要照起功来行。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因为之前刘从一番骚操作，唐明的直播间里也引来了不少刘从的粉丝。眼下看到唐明唱的这首粤语歌，刘从的粉丝们都快笑到裂开了。笑死，他不会是看到自己直播间了吧？哈哈，戳了，是7分天注定，3分靠打拼。戳了，未来不一定要靠拼，还有可能靠刮。哈哈哈，多损啊你们！而唐明直播间里一些理智的粉丝看到唐明还在如此敬业的卖唱赚钱，顿时都开始同情起唐明来了。哎，可怜的小哥哥，没想到吧，比赛才刚开始就结束了。这首歌送给自己吧。哎，这么晚了他还在继续唱歌，他真的，我哭死。泪目。第13章，欧皇官方认证。直到第2天中午，刘从才慢悠悠的从床上醒来。但刘从这一觉睡的却并不太好，中间还醒了挺多次。哈呀，刘从顶着个鸡窝头打了个哈欠。他这人睡觉认床，昨天他还在自己30平米的小出租屋内被早8的闹钟折磨得神志不清，今天陡然一下在星级酒店的 King Size 床自然醒，刘从一时间还有些不习惯。但这种不习惯的感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他看到桌上随意扔着的那2张刮刮乐之后，刘从顿时一拍后脑勺。哎，我今天还得去领奖呢。酒店的2层就是一家高级餐厅。刘从捧着菜单，这菜单还挺厚实，金丝边，上面还勾勒着烫金的祥云图案，扉页上印着清明上河图，光是这么捧在手里，都能感觉到这菜单上每一个字的价值似的。当然，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菜名后边的跟着的阿拉伯数字，几乎就没有低于3位数的，且每一个菜名都用3国语言标了出来，中式、西式、日式、泰式等等料理一应俱全。然而，对于刘从来说，这本精致的菜单不但没让他产生食欲，甚至还有些反胃。完了，果然是因为昨晚那顿夜宵吃得太猛，有点消化不良了。先生，您要是觉得这些口味太重，不如就吃点清淡的吧。服务员妹子猴精的，虽说只是恭恭敬敬的站在旁边为刘从布置桌面，但也很快看出了刘从的状态，顿时微笑的提出建议。那就这个吧。还有这个，还有。刘从看了半天也没啥想吃的，随手在菜单上点了几张插图。麻烦快点，我赶时间。好的，请您稍等。妹子一点头，接着为刘从斟茶。哎，
昨天吃的口味太重，今天就随便吃点清淡的算了。刘从放下了菜单，开始慢条斯理地喝起了茶。这茶香浓郁，刘从轻抿一口，温度也刚刚好，口腔里充斥着一阵阵清爽的茶香，喝得叫人神清气爽。好茶，好茶。刘从慢悠悠地舒了口气，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我靠，你点餐倒是仔细看看菜单啊！开水白菜1200，狮子头1400。我尼玛，楼上格局小了吧？知不知道什么叫国宴啊？直播间的观众们进来就看到刘从正在点餐的画面，弹幕简直难崩，笑死！昨天隔壁唱歌那哥们唱了一宿，还没这一道菜值钱呢！哈哈哈哈哈！这有啥？200万到手，税后也有160万，吃个1000把块的菜怎么了？吃饱喝足的出了酒店，刘从便打算去领奖。彩票中心的位置离这还有一段路程，但开个车过去也不远，10分钟左右就到了。但刘从到的时候正好午休，还没到上班的点。领奖办公室只有一个看起来刚成年的小姑娘在值班。这个办公室在以往也是有人中奖的时候才会忙一点，最近更是一个人都没有。眼下小姑娘打着哈欠，一边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小姐姐，请问兑奖是在这里吗？陡然头顶传来一阵语气轻松的男声，小姑娘被吓了一跳，手机都差点摔了。哎呀，是这里。一看到面前出现的一个帅气的青年，小姑娘有些尴尬，耳根泛红，连忙正色道：那个，你是来兑奖的吗？证件和票据都带了吗？带了。刘从见这间办公室外竖了个领奖的牌子，这才进来问了一句，一看是这，他便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以及那2张彩票递了过去。虽说前辈子没中过大奖，但是兑奖的流程他还是知道的。小姑娘接过，一眼扫到身份证，姓名刘从，性别男。小姑娘一愣，等会，这个名字好像在哪见过？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刘从一看小姑娘这反应，还以为是他给的证件不对。哎，没有。小姑娘回了神，刚才出了丑，现在赶紧给人兑奖。刮刮乐上有组条码，兑奖的话当然得先核对中奖金额。滴，随着仪器一响，小姑娘的面前出现了一组数字，100万。小姑娘一顿，又把第2张刮刮乐扫了。滴，只见屏幕上同样的数字再次跳了出来，又是100万。这一刻，小姑娘终于回想起了刘从，原来你是那个刘从啊！小姑娘顿时激动的差点蹦起来，一脸兴奋的看着刘从。她就说呢，听说之前有个彩票分点出了个用刮刮乐连续刮出2个100万的，原来就是他啊！就这种连中2次最高奖的记录，就连他们这见过大风大浪的彩票中心都没见过呀喂！欧皇啊，哈哈，我们这的人都这么叫你来着，没想到今天给我遇见了。小姑娘乐得那叫一个花枝乱颤，还从书桌后边绕了过来，手里正拿着手机。那个，我可以跟你合一张影吗？沾沾欧皇的欧气，以后还能跟同事们炫耀呢，哈哈！噗！刘从看着这小姑娘古灵精怪的，顿时忍俊不禁。连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在这领奖的场景，弹幕也被逗乐了。好家伙，官方承认了这是，哈哈哈哈！欧皇，官方认证。捏马，跟欧皇合影能沾沾欧气吗？普通人没准可以，但非球就不一定了，毕竟正负得零啊。楼上说得好，下次不要说了。最后，刘从还是颇无奈的跟兑奖处的小姑娘合了影，照片甚至还当着刘从的面贴到了大厅里那面名为领奖人留恋的墙上。欢迎下次再来啊，小哥哥。小姑娘还冲他嘿嘿直笑，希望咱们很快能再见面呀，加油。拿了单子之后，刘从便驱车去了银行。银行那边收了单子，按照税后的金额，很快便把现金打到了刘从的银行卡上。龙国建设银行，您尾号0606的储蓄卡账户7月6日10 36分兑奖收入人民币160万元。这种在上辈子看来简直就像是钓鱼诈骗信息的短信，没想到这辈子变成真的了。虽说这种激动的心情在他当初刮出那2张刮刮乐的时候他就体会过了，但是亲眼看着这笔钱出现在自己的银行卡里，心情果然还是控制不住的高兴啊。不过很快刘从便陷入了新的苦恼，这钱该怎么花呢？第14章，欧皇下凡亲自带头杀入股市。刘从寻思左右也是闲得蛋疼，眼下这唯一的事情也办完了，顺道去步行街那边转转好了。今天是工作日，还没到读书人和打工人大解放的时刻，滨城中间那几环的道路上还有喘口气的余地。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这里3环外3环的堵得那叫一个水泄不通，这车开进主干道几乎就动弹不得。别看着前边红灯停绿灯行截然有序的，架不住这一条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车流，走走停停。刘从一包华子都抽完了，人都还没从车上下来，卡在车流中间，进退两难，左右为难，难上加难。得，这下刘从是彻底打消了去街上转转的念头了。逛个嘚儿啊，直接回酒店得了。刘从入住的这家酒店还是个双子结构类型的建筑，入住的这一栋看着高一点，似乎是专门用来从事酒店接待的。
而旁边矮一点的那栋像一座综合性的商业中心，高层是办公场地，低层则是 shopping mall， 这儿才是年轻人收割机，购物、休闲、娱乐、饮食样样不缺。从观光电梯看去，人群密密麻麻，几乎水泄不通。不过这会刘从对这样的场景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他才经历了大堵车，烟也抽完了，这会只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正巧这两栋建筑中间的连接处是一所空中花园，今天倒是没有出太阳，到了下午偶尔还有凉风吹来，的确是个休息的好去处。空中花园只有一家咖啡厅，外设的座椅上坐了好些人，办公的、闲聊的，还有2只漂亮的孔雀在花园里悠闲的散步。他上一次见到孔雀还是上辈子他读高中的时候考了个全班第一，全家周末去动物园旅游，那还是他头一次在教科书以外的地方看见过孔雀开屏，给他的内心留下了很大的印象。像这种用专门饲养一些极具观赏性的动物来凸显自己与众不同的高级酒店也不算稀奇。他还见过有养老虎和狮子的，不过那可不能散养，只能关在玻璃窗里，让顾客隔着玻璃欣赏。里面的老虎比外面的顾客还要悠闲，天天躺在地上睡大觉。而随着刘从的动作，头顶的无人机也自动追随，画面同步的传达到了直播间。上流，上流，这地方我之前来看过，只有 VIP 才让进呢。哎，我们这些来旅游的只能在下边看看了。而刘从的直播间在经历了刮刮乐以及公开挑衅其他选手的事件发生之后，直播间的人气也是一路狂飙，在200个选手的直播间脱颖而出，简直是一骑绝尘。谁不想沾沾欧气呢？弹幕的数量只增不减，我愿意称之为欧皇的日常生活。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无聊且枯燥，建议这位选手把钱转给我，我也想体验体验这种无聊。楼上的，你他娘的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这儿可没有卖烟的地方。刘从只好点了杯咖啡，寻思找个地方坐坐，顺便刷会手机。正好看到靠栏杆的位置有个双人座，只不过是并排的。刘从上去询问旁边那男人，问他这里有没有其他人坐。男人正举着电话，一副正忙的神情，朝他点点头，就继续聊了。投入的越多，挣的越多。男人打着电话，普通话标准的很，多少是个主持人级别。这才93，连一包烟钱都不够呢。刘从便下意识看了一眼旁边的男人，这男人一身干练的西装，头上还整整齐齐地梳着发胶，西装外套的衣领上别着一个小巧的徽章，刘从认得那是一家金融企业的 logo。 他被堵在2环上时，正好看到了广告牌上的内容，讲的就是这家企业名下新开的证券公司。男人面前的那台笔记本上面也正呈现着一张股市图。明天再抛，你要是今天抛了，少赚50万，咱不能跟钱过不去，是不是这个理儿？男人滔滔不绝，赚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格局要大。刘从来了兴趣，顿时往这男人的屏幕上凑了过去。卧槽，他要干嘛？他这是要干嘛？我靠，股票？难道这家伙是想炒股不成？直播间的人本来就多，随着刘从这么一动作，弹幕的数量简直呈指数倍，开始往上涨。等等，这可是老天追着喂饭的欧皇啊！看他买那只股，我要跟着一起买。我操，兄弟你真像了，我这就去准备资金，直接跟着欧皇杀进去。互联网何其的发达啊！顷刻间，欧皇下凡亲自带头杀入股市这件事便迅速在直播间发酵起来，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其他选手直播间的观众也捕风捉影的点了进来。杀入股市，带我一个呀喂！我靠，欧皇这是真的要下凡了！等等我呀，我还没上车啊！只见刘从直播间的在线人数瞬间从原本的10万不到，直接突破了100万，连节目组的后台都惊了。昨天的剪辑视频呢？怎么没人发给我审核啊？导演从午休中醒来，刚进节目组的后台，后台十分嘈杂，闹哄哄的一片。虽然所有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但几乎所有人都看着手机，甚至还在一边热火朝天的互相交流。你买了多少？10来万吧，也就。我靠，这么猛！早知道就不提前还贷了，操！距离导演最近的2个工作人员正骂骂咧咧地说着，只不过眼神却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导演也跟着买一个吧。女助手也在这时靠了过来，一脸喜气洋洋地说道：怎么了这是？导演还有些愣神，他这是进错节目组后台了怎么的？怎么跟个菜市场似的？当然是刘从选手啊！女助手连忙指了指画面，他刚才准备进军股市了。第15章，有钱不赚王八蛋。哈！导演愣了片刻，直到看到屏幕上无人机正以一个俯视的视角记录着刘从和一个看起来像金融行业的男人的交流。兄弟，你也对股市感兴趣？男人已经接完了电话，注意到了刘从的眼神，顿时笑着跟刘从搭起了话。还行，刘从随口应了一句，但眼神还落在电脑屏幕的股市图上。我先看看。可以。男人明显眼光一亮，还特意把电脑屏幕往旁边挪了挪，方便刘从观摩。兄弟，你要是想试试，我可以推荐你。接着
男人便开始自顾自地介绍起了股票。刘从坐在男人旁边，虽说眼睛盯着屏幕，但神态自若，叫人捉摸不透。导演，你看我是不是没说错？咱们跟着欧皇买啊，准没错。女助手看到刘从似乎跟着证券公司的人聊得更起劲了，脸上的兴奋劲也叠了一层。这可是连续刮出过2次100万，后边还中了辆20万大中的欧皇哎！嘶！导演一听，顿时陷入沉思。这搁谁身上，谁都顶不住吧？毕竟这家伙的运气的确离天下之大谱。算了，你们要买就赶紧买，别耽误了上班啊！导演一摆手，还是放弃了。仔细想想，就这家伙之前中奖的那些事情，都已经不能用普通的行大运这3个来形容了。这简直就是把运气按在地上摩擦的程度啊！喂，一个人的运气是有极限的，这家伙总不可能天天这么走运吧？再说了，股市这玩意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他还是稳一波，看看情况再说。哟，照这情形，难道刘从选手真的要进军股市？节目组的后台沸腾的不行，前台也是同样的热闹。主持人小撒一副饶有兴趣的神情看着画面，一边调侃着。不过话说回来，这股票的确也是来钱快的手段之一，唯一的缺点就是风险太高。高风险，但也是高回报。一旁的马化云似乎对此颇有心得，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既然要吃这口饭，那也得有端得住碗的实力。我看好刘从。杨幂笑眯眯的，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的。而这时跟刘从激情互动那哥们正一脸美滋滋的拿起了手机。行，那我帮你开个户。经过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再加一顿花里胡哨的分析，刘从似乎终于被说动了。我们明人不讲暗话，股市分析这块，我在我们公司说第2，没人敢称第1。男人笑得一脸灿烂，一边向刘从递出名片。刘从点点头，脸上也没啥特别的神情，接了男人的名片，上边正写着滨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经纪人马户。刘从顿了顿，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这哥们肯定是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主。在刘从看来，买股票和买刮刮乐也没多大区别吧？高风险高回报。刘从摸摸下巴，这不都是下注赌博吗？不过马户先生说得好啊，有钱不赚王八蛋。账号很快就开好了，刘从通过了验证和风险测评，接下来就是入场环节。刘从拿着手机准备转账，气定神闲的，颇有当初在彩票店买刮刮乐的气势。这边的马户经理也笑眯眯的，自己本来只是来这度假，没想到顺道还拉到了一个客户，他能不高兴吗？接着马户一看自己的电脑界面，160万元。不太了解股市，如果有写错的地方，大家也别太纠结吧。马户一顿，作为公司内部人员，他当然能看到任意一个股票账户上的钱。只不过这个叫刘从的，这家伙明明是个刚入门不过半个小时的新手啊喂，居然一次性投了这么多，看来这还是个大客户啊。可以，看来自己这一波还能拿不少提成呢。马户更乐了，笑得脸上都起褶子了。刘先生，你要买哪些股呢？你随便选，我都会从最专业的角度为你进行分析的，绝对让你赚个盆满钵满。刘从虽说不是个资深股民，但 K 线图还是看得懂的。就这个吧。刘从指了指屏幕上涨势不错的一只股票，赛创科技，每股价格26.85美元，目前涨幅 0.5%。他账户里160万元整，全部换算成美元大概26万左右，正好下1万注。刘从一看也没犹豫，想也不想的全投了进去，仿佛自己买入的不是价值100万的股票，而是几十块一张的刮刮乐似的。看得旁边的马户就是一惊，好家伙，自己这都还没来得及分析呢，就这么全买了。嗨，我说兄弟啊，这家公司最近似乎并没有研发出什么新的产品啊，最近连大新闻都很少，而且这个涨势差不多到头了，有非常大的概率会大跌呢。保险起见，要不你再看看其他的股票，人家正常人买股票都是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多多少少给自己兜个底。这家伙倒好，上来就整个梭哈，这要是全砸里面被套牢了，他的提成也跟着石沉大海了喂。兄弟，作为你的证券经纪人，我还是建议你再多看看几只股票再下注。然而马户话都还没说完，只见原本以毫厘之微增长的股票瞬间就有了动静，仿佛一个将死之人服用了起死回生丸，一个垂死病中惊坐起，股票一路涨红，速度就像坐了火箭似的嗷嗷上蹿。股市的动态都是实时的，短短几分钟不到，赛创科技的股票就涨停了，涨幅 10%， 每股价格 29.5美元。而刘从刚投进去的资金顿时就从26万美元涨到了 28.6万美元。马户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是个人都知道，股票的涨跌跟市场需求、公司的发展形势以及国家政策变动等等是密切相关的。作为证券经纪人，马户的反应飞快，连忙点开赛创科技的官网。本公司将在本月月底完成对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并对本公司的最新科技智能系统进行样品展示。新闻的下方显示着更新时间，正好在几分钟前。显然
赛创科技前途一片大好。你，马虎磕磕巴巴半天，硬是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说出来。你是不是有内部消息？不然怎么可能上来就挑中这么一只涨势大好的股票啊？喂，特么还当场涨停了？你告诉我这是新手？这他妈是新手？没有。刘从特真诚的点点头，只是觉得这只股票挺顺眼的。不过他承认他有一点赌的成分，反正跟他买刮刮乐时的心态是一样的。马虎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第16章，我的钱包已经饥渴难耐了。刘从恐怕都差点忘了自己这还是在上节目呢，什么开户啊买股票啊，此时已经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直播间的每一个观众。而直播间里观众的数量翻得简直比股票还要夸张，那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要说之前看到这个名叫刘从的家伙运气爆棚，观众最多也只是看着，除了羡慕到面无狰狞以外啥也干不了。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观众刮不来100万的刮刮乐，跟着买股票这点还是能做到的吧。我操，翻了，真的翻了。媳妇儿你快来看啊，天大的好消息。此时一个秃顶的中年大叔兴奋的都快跳起来了，抱着手机的手都在抖，激动的面红耳赤的。什么东西翻了呀？你自己擦去，没看见我洗碗呢？媳妇儿不耐烦的声音从厨房里传了出来。哎，不是，股票，我买的股票涨了，钱翻倍了。大叔用力擦着手机屏幕，看着画面里那条红艳艳的曲线，眼神简直比在看他高中时期的暗恋对象还要热切。啥？你的股票居然涨了？他打翻了媳妇儿新买的化妆品，媳妇儿没慌。他的股票涨了，媳妇儿反而慌了。你别是骗我的吧？媳妇儿从厨房里出来了，手上的水还没擦，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他。真的？骗你我就不姓陈。老陈都快乐不死鼠了，哆哆嗦嗦的指了指电脑里的节目直播间。你还记得这人不？之前刮出200万，还中了辆车的那个。老陈看直播间里的刘从，眼睛都看直了，嘴里还念念有神。今天我看到他在买股票，我寻思这人运气盖了帽了，就跟着他买了点，谁知道刚买，这股票就跟他妈的吃了猪饲料似的，嗷嗷涨啊！这样热情的老陈，媳妇儿都只在正月初5迎财神的见过，没想到今天这大夏天的还现实返场了黑。不过想来这日日夜夜都在股市里被人任意践踏的韭菜老伴儿也熬出头了，媳妇儿心里当然也高兴得紧。真的吗？那你赚了多少？200块。刘从的直播间里，激动的观众们还在嗷嗷输出。操，真的涨了，涨这么快，也才几分钟啊！我靠，操，我上一次看见这么快的还是博尔特，我尼玛，早知道我就跟着一起买了。保守派的观众正在捶胸顿足，悔的肠子都青了。哈哈哈哈，我他妈直接血赚2000，舒服了兄弟们，下个月房贷不用愁了。从哥继续啊，我们都跟你走。下一只股买哪个？我的钱包已经饥渴难耐了。而跟进派的观众们此时已经打起鼓敲起锣，就差没在家门口放鞭炮了。直播间的观众们陷入疯狂，节目组的台前幕后又何尝不是？卧槽，赚妈了！可以，这一波赌对了，我把私房钱全部拿去买进，直接白嫖1万，美滋滋。导演，明天我请年假，带我女朋友旅游去，哈哈哈。节目组后台那些跟着买进工作人员们，此时也是一副喜气洋洋的和谐气氛。除了导演看着直播画面里那张红的几乎有些刺眼的股票图，呼吸都跟着停滞了一下。我操，还真赚了！导演面如土色，瞳孔地震，感觉自己仿佛错失了1个亿，跟周围一片祥和的气氛格格不入。导演只觉得他们吵闹，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早知道他就跟着买了。导演的心里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哈哈，导演你看啊，刘从买的股票涨停之后，他直播间的人气也更高了呢。女助手似乎没察觉到导演悲痛的情绪，还兴高采烈地拿着工作平板来向他汇报。哎，知道了。导演是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从口里飞走，心情郁闷得很，也有气无力地应了女助手一句，眼睛扫了一眼屏幕，比起眼下爆炸性增长的弹幕以及周围一副喜气洋洋仿佛要过年似的节目组后台，画面里的刘从倒是淡定多了。也是涨了10%，也就多了区区2.6万美元，这对于刘从这家伙来说不过9牛1毛罢了。天，没想到还真的给我们的刘从选手买中了。主持人小撒看着直播间里的画面，表情也惊讶到嘴巴都能塞得下一个鸡蛋了。哎呦，我都想现在请个假跟这位选手买股票了。股票嘛，我们都知道风险越大收益越高，看来这位刘从选手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呀。嘉宾马化云看到那只已经涨停的股票以及买下这只股票的刘从，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情。在他看来，每天都有这么多只股票开盘，每天都有这么多股票涨停和跌停的，偶尔买中了一只倒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啊，每一次运气都这么好，这还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实力啊。杨幂之前猜的就是刘从会赚，虽说这会子猜对了，内心还是有些叹为观止。要是有这样的赚钱运气，他还当个锤子的明星。嗨嗨，
兄弟，你这运气还可以吗？马虎噎了半天，也总算缓过神来了。也就一般般，世界第3吧。刘从敷衍这人都敷衍惯了，眼睛看着屏幕，一副想起来什么的表情。把这只股卖了吧。马虎一愣，都快跟不上刘从的思维了。这么快就卖了？刚新闻上不是还说这家公司取得了一项新技术的突破，今天股票形势也一片大好，估计明天还能涨一波。卖了。刘从又说，等那么久干嘛？都涨停了还不卖？留着回家过年啊。马虎看着面前涨势大好的股票，内心纠结半天，但还是遵循刘从这个客户的意见，把股票卖了。资金又重新回到了刘从的账户里，一共28.6万美金，折合人民币171.6万。刘从在卖掉赛创科技的股票之后，也没看自己的股票账户，而是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继续看了看电脑屏幕上的其他股票。马虎一看这人显然要接着买入，连忙打蛇棍上，笑着说了下去：兄弟，你看这只股票这几天涨幅虽然小，但是这家公司连上了好几天热搜，还跟多家国外的企业达成了合作呢。屏幕里刘从这位选手看起来正在跟证券经纪人聊得热火朝天，看得导演内心也直痒痒，拿手机的手都有些蠢蠢欲动了。刘从这是打算买下一只股票啊？上一波他就没跟上，难道还能再眼睁睁的错过这一波？第17章，赚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格局要大。越看屏幕上的画面，导演内心的那股蠢蠢欲动也渐渐转化成了洪荒之力。但就差临门一脚的时候，导演一狠心，一咬牙，还是硬生生的忍住了。为了100%保险起见，他还是在观摩。要是这一次刘从这家伙还能买到一只涨停的股票，他就把他的全副身家都拿出来跟。画面里马虎还在孜孜不倦地给刘从介绍几只看起来势头很好的股票。哥，看看这只金轮医药，你知道的吗？国民品牌，还在国外承包了很多项目，形势那也是一片光明灿烂啊。刘从在旁边点头，一副在想些什么的样子。还有这只司马食品，虽说是刚上市的公司，但是稳扎稳打，势头可足了。对了，是不是可以加杠杆？刘从也不知道听没听，冷不丁问了这么一句。啊！马虎一顿，随即清清嗓子，又压了压声音。当然可以，以我的权利，可以给你调动10倍杠杆。好歹也是个证券经纪人，在公司里的关系也上下打点了不少，这点权利他还是有的。那行，刘从一脸爽快的点头。买这只股票，给我把10倍杠杆加上。马虎先是看了一眼刘从选的那只股票，光达重工，每股价格16.24美元，目前涨幅0.1%。这只股票不好说，绿的时候那是比他妈在乡下种的白菜还要绿，红的时候那也像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般惊人。而杠杆炒股，通俗点就是借钱炒股，而借的这部分钱就叫杠杆，相当于一个乘号，赚得更赚，赔得更赔，也有点像斗地主里的超级加倍。因此炒股要想赚大钱，杠杆炒股也在所难免。马虎顿时深深地看了刘从一眼，10倍的杠杆，刘从这家伙目前有28.6万美金，加上上10倍的杠杆，相当于286万美金，这他妈的可是一笔巨款啊！这要是输了，光是本金的钱用砸的都能直接给人砸死。怎么，这家伙买起股票来就好像只是下楼买包烟，连加个杠杆都不带喘气的，这么自信的吗？马虎在脑子里快速思考了一番，内心也更加确定了一点。喂，这家伙绝对有内部消息啊！上一只股票不也是这么干的吗？靠，那他刚才害哥那给人家股票分析呢？这特么不是班门弄斧吗？马虎简直恨不得抽自己2个大嘴巴子，清醒清醒。再看着一副老神在在的刘从，不知道为什么，马虎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那东西正在蠢蠢欲动，正在他耳边叫嚣，跟着他买啊！快他妈的干！你小子还不想在2环内买房了？行，兄弟，这波我跟你。想通了之后，马虎的眼里仿佛出现了光。刘从着实没想到马虎冒出了这么一句话，顿时抬头看了他一眼。哪有证券经纪人跟着客户买股票的呀喂？你确定？给刘从都整乐了，亏了可别怪我哈。没事，不打紧。马虎一本正经地说道。赚钱要有心理承受能力，格局要大。证券经纪人都这么说了。刘从直播间的弹幕也再次来了个火山喷发。我他妈直接带头冲锋！马牙兄弟们，白动，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老子棺材本都转出来了，能不能成就看这一刻了。欧皇在上，保佑我保佑我。这只股票要是再能成，我直接把你照片跟我祖宗贴一块，天天给你磕头。操，楼上你小子多少有点缺德呀。有了第一次的欧皇显灵，看到刘从在买股票，观众们简直前仆后继，弹幕炸了个翻天，甚至直播间都出现卡顿了。那个导演，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节目组的主持人小撒一看这情景，趁镜头不在自己脸上，连忙闭了麦，朝着后台的导演使了个眼色。行，赶紧的呀。放心，我很快。小撒抱着手机欢天喜地的出去了。
主持人也是人啊，要恰饭的嘛，赚钱不丢人。主持人暂时离开离，镜头的特写也给到了杨幂和马化云的脸上。这一次，我们的刘从选手又会出现什么新的转机呢？而有了上一次的赛创科技，此时杨幂的内心已经很看好刘从了，看着画面的表情一直都是笑眯眯的。转机？那也不一定。而马化云这个职业商人看起来似乎理智多了，甚至他还跟光达重工的老总有过几番接触。那家伙过于胆小，行事谨小慎微，很多时候明明机会摆在眼前，他都硬生生的错过了。在马化云看来，这样的企业拥有这样的老总实在是难成大器。相对的，光达重工的股票吗？马化云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摇了摇头。如果人人炒股都运气爆棚，那还用工作干嘛？干脆都去炒股好了。的确，不是人人炒股都运气爆棚的。杨幂双手抱胸，又耸了耸肩，一副看好戏的神情。但总会有人。然而话都还没说完，眼前时事股市的画面已经出来了。光达重工在短短几分钟内，每股的价格已经从原来的 16.24 美元涨到了 17.86 美元，而涨幅也从原来的 1% 变成了 10%， 又是一只涨停的股票。马化云当场就愣住了。不是吧？光达重工？马化云差点还以为自己看走眼了。这就涨上来了？涨这么快的？疯了吧？我的天！杨幂也一脸惊呆，瞳孔扩张，右手缓缓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她果然没猜错，真是买哪只股票就涨停。这个叫刘从的男人，运气简直可以用神仙级别来形容啊喂！女人的直觉都是最准确的。旁边的马化云还不信，掏出手机，直接搜索当下的时事新闻。一点开 App， 首页上的头条新闻瞬间映入眼帘。目前，赛创科技已经对光达重工完成收购，并对光达重工所有的债券问题进行整理。光达重工原董事长表示，他们将和赛创科技共同研发最新产品，携手并进。第18章，这是什么财神爷下凡啊？我操，牛逼了，真他妈牛逼！此时，索菲亚国际酒店的空中花园，咖啡厅的休息椅上，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仿佛突然受到了某种刺激似的，激动得面红耳赤，嘴里还爆发出阵阵脏话，属实跟自己那一身高级西装以及领子上那颗象征着金融业的徽章完全不符，惹得旁边休息的人频频侧目，皱着眉头，一脸嫌弃地看着这边。马虎正紧紧抱着电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股票账户里的资金。刘从的本金是 28.6 万美金，加10倍杠杆，涨停之后等于赚了 28.6 万，一共加起来也就是 57.2 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就是 343.2 万。而他虽然没有刘从这么的大手笔，身上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就 10.2 万美金。眼下他的资金也翻了一番，变成了 20.4 万美金，折合人民币 122.4 万，双倍的美金，双倍的快乐。哥，你就是我亲哥，不，比亲哥还要亲。马虎激动的眼睛都充血了，一把抱住刘从的肩膀，浑身都在止不住的颤抖。根据几分钟前收到的新闻，居然是赛创科技收购了光达重工，他就知道这个家伙绝对有内部消息。要不是周围人的目光实在是刺人，马虎现在都想抱住狠狠亲刘从一口。这几分钟赚的已经快赶上他从大学毕业来到这个城市到现在赚的所有钱了。这刘从简直是个财神爷啊！那倒不用，你看起来比我老，还是喊我名字吧。虽说赚了钱，刘从也高兴，但跟马虎比起来，他显得冷静多了。从哥，马虎的嗓门更大了，我要跟随你一辈子。但跟马虎比起来，此时刘从直播间里的观众弹幕那才叫一个疯狂。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刘从就是我亲爷爷了，财神爷的爷。滚犊子，那是我爷爷，你搁后边排队去。他妈的，我本金20万，刚收盘时看足足有40万，爹，你就是我亲爹，呜呜呜！别说了，兄弟我投的30万，加个杠杆，直接翻到60万了。刘从哥，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我操，楼上你小子占谁便宜啊？这下好了，光达重工涨停，新闻也落实了。节目组的现场，马化云是信的信，不信也得信了。但比起什么光达重工，更让马化云震惊的还是画面上那位刘从选手。真有这样的人存在？买哪只股票，哪只股票就涨停？这是什么财神爷下凡啊？只是商人的理智告诉马化云，若是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那岂不是整个世界的经济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而眼前的画面又无比真实的出现在了眼前，给马化云都整晕了。他一时间都想不通，到底是这家伙买中了涨停的股票，还是涨停的股票被买中了。整个演播室安静如鸡，马化云和杨幂两人大眼瞪小眼，硬是冷场了半天，一句话都吐不出来。倒是节目组后台简直热闹的堪比菜市场。操，翻了，老子翻了！操他妈的，老子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果然跟着刘从加杠杆也加对了。我去，你小子杠杆也跟着加了，真他妈贪心啊你懂个屁，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兄弟们，根本辞职不干了，明天带老婆环游世界去了。给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一帮老爷们乐的，个个高兴的就像是刚高考完在教室里扔卷子的高中生，文件稀里哗啦的撒了一地，要不是摄影设备贵，恐怕也被一视同仁的扔出去了。而原本站在后边因为错失第一波机会而懊悔不已的导演，在看到眼下这种堪比国足进世界杯级别的庆祝场面时，导演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稳了，这波绝对稳了。看来这个叫刘从的选手运气果然堪比神仙级别，那是不同凡响啊。是时候了。看到周围的工作人员兴奋的激进疯癫了，导演的情绪也被感染到，哆哆嗦嗦的掏出手机，当场拨通自家老婆的电话。老婆，你马上准备500万，直接打到我卡里。啊？那头的导演老婆还在高级养生馆里闭目养神，一接电话就听到导演开口要钱，脸上的黄瓜片都惊掉了好几片。什么？500万？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导演老婆的语气充满质疑，但导演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赚个盆满钵满了，哪里还愿意跟他废话？你一个女人管那么多干什么？赶紧给我转过来，我要干大事。导演老婆在这头都气笑了。姓冯的，你这是被穿越者盗号了？敢跟我这么大声说话？最后还是在导演一番苦心解释，外加发了几个就算赚到钱了也永不变心的毒誓，还答应买下当季所有高档品牌最新款的包包之后，500万到账的消息才发到他手机上。看着自己账户里的500万，又看着画面里的刘从，导演的笑容逐渐变态。他仿佛已经看到美好的未来和明天在向他招手。500万，要是按刘从这么个买法，光是想想日后的生活，导演美帝差点口水都要滴下来了。那行，我先回房间了。然而画面里，刘从选手，那个此时在导演的眼里浑身仿佛镀上一层神圣的金光的选手，此时却忽然站起了身子。今天的股票就到这吧，坐久了脖子有点酸。刘从一边揉了揉脖子，顺便伸了个懒腰。导演眼前一黑，脑海里仿佛瞬间劈下数道响雷，炸得他脑瓜子嗡嗡的。就到这了，股票就到这了。短短的6个字，此时仿佛一盆冰水给导演浇了个透心凉，好像这6个字不是人类的语言，而是杀人的利器，在他的心窝子里狠狠搅动。导演站在原地，许久过后猛地抽了自己一大嘴巴子。该死啊，我真该死啊，我为什么不早点跟着买？这一大嘴巴子抽的铿锵有力，虎虎生风，给旁边的女助手都看呆了。导演您怎么了？导演别这样啊，导演，把股票卖了，在扣掉你们的手续费之后，记得把钱转我啊。这会刘从和马户2人准备一同坐观光电梯下去了。好嘞哥。直到现在马户都还乐得直抖，就像一只开屏的正在抖羽毛的孔雀。等我回去好好给你算算这笔钱，下午5点之前一定给你转过去。马户满口答应，眼神里还是满满的崇拜。按理说这些钱应该要等到明天才能提取出来，不过从哥今天带他猛赚了这么大一笔，转钱什么的根本不在话下。谁不想跟财神爷打好关系呢？就算让他当场给从哥磕3个响头，他也愿意啊。第19章，今晚加个鸡腿好了。直到2人分开的时候，马户还跟刘从千恩万谢。从哥，今晚咱们好好去外面玩玩，就去天上人间。刘从对滨城还不熟悉，缓了一会儿才明白天上人间原来是一家酒吧的名字。那地方我熟，从哥你甭跟我客气，那地方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2人从空中花园返回到酒店，马户脸上这笑容就没消减过，反而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了。行，刘从寻思，他昨天才来滨城，甚至昨天才来到这个世界，熟悉周边环境也行，便点头同意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但这还没完，刘从住的是总统套房，15楼起步，马户住的标间10楼往下。刘从出了电梯，眼看着门要关上了，里边目送刘从的马户陡然想起了什么，一把薅住了门。对了，晚上我请你吃饭。客气了。刘从觉得自己刚跟这人认识还不到2小时，刚要拒绝，这马户好像知道刘从要拒绝他似的，根本就不给他拒绝的机会。哎，说什么呢哥，这个机会你可一定要给我，咱们微信电话联系哈。电梯门正好关上，刘从顿时失笑。好吧，看得出来马户也是一片热心，那他也不好推脱了。不过离吃饭的时间还早得很，下午他就是因为没烟抽才转而去了空中花园的咖啡厅。刚跟着那马户玩了会股票，这回回到了房里，刘从闲了下来，躺床上玩了会手机，刷到几个搞笑的视频，乐得刘从哈哈大笑，下意识去摸床头柜，但只摸到个空的烟盒子，手里没烟，总感觉不自在。这样的酒店通常都是没有烟卖的。刘从一拍后脑勺，早知道刚就问马户那家伙要几根烟来抽了。没烟的刘从根本待不住，一翻身又出门了。正好手机上弹出一则消息，
提醒他是否要续房。他之前住这酒店就是因为彩票中心近点儿，现在奖也领了，自然也没有要待在这里的必要了。刘从退了房，从酒店出来，打算先去买包烟。好在烟酒行不远，就在这步行街对面，过个马路就到了。刘从出了酒店，还没走2步，隐隐约约似乎听到了一阵歌声。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Eason 的浮夸，刘从听得没有100遍也有1000遍了，下意识就朝着歌声的方向望了过去。关键在这唱歌人的声音，怎么好像有点耳熟？只见靠近街角的位置，一个青年抱着吉他，对着面前的麦克风唱得无比认真。面前的吉他盒里放着散乱的零钱。刘从摸了摸下巴，这不是那个唱歌卖艺的唐明吗？好吗？隔了1天不见，还知道换个地方唱歌呀？这唐明身上还是昨天晚上刘从在他直播间里看到的那身装束，而唯一不同的则是这家伙现在头上还戴了一顶牛仔帽，配上胡子拉碴的脸，看上去还真的跟个流浪歌手似的。刘从直播间的观众此时也看到了正在弹唱的唐明，画面上也飘过几句无关痛痒的弹幕。哎呦，又是唱歌这哥们，可以啊，这身行头整挺好，专业。不过今天看起来生意惨淡啊，你行不行啊，细狗？唐明之前在附近的公园卖唱，收获还不错，有个小几百。但今天是工作日，公园里的人自然没有商业广场的多，他便也转移了阵地。4木头4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唐明的状态也跟昨晚一样，唱得十分专注认真，眼睛也情不自禁地闭着，唱的简直比专业的歌手还要专注。他还忍痛花了80块买了一顶牛仔帽，用来装点一下自己流浪歌手的形象，看看能不能更加吸引路人的眼光。但不知道怎么的，不管唐明唱得如何努力，周围连侧目的人都很少，更别说驻足停下来听他唱歌了。这1天下来，吉他盒子里的零钱也寥寥无几，总共加起来都还没他这顶帽子的钱多。完了，今天是血亏啊！唐明扫了一眼几乎空空如也的吉他盒，内心也愁得不行。果然啊，这就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大城市。连唐明直播间的观众也为他可惜。哎，多好的一个小哥哥，就要这么埋没了吗？没关系的，这好歹也赚了几十块钱吧，今晚晚饭有着落了。哎，哥们，实在不行，咱们找个厂上班得了。今天这运气不行啊，1天了都没几个人。弹幕一条条的从直播画面上飘过，但很快，只见唐明的直播间画面里，一位青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青年出现在了面前寥寥几人的观众中。青年一边听，还一边点点头，一副十分认可的神情。但唐明当然不认识刘从，面前的观众对他来说都千篇一律，何况这首歌快唱完了，最后还有个高音，他更加得集中注意力了。我飞你杯茶，也可尽情的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生杀啊！最后这个高音，唐明唱的忘我，嗓子都快喊哑了。而面前的青年脸上也跟着露出了赞许的表情，还跟着啪啪鼓掌。青年一掏口袋，随手拿了张红票子出来，扔到了唐明的吉他盒里。卧槽，100！遇到土豪了，这是？开玩笑，这可是槟城数1数2的国际酒店，有钱人满地走好吧？唐明直播间的粉丝看到有人打赏了100元大钞，内心也十分激动。感谢这位大佬，可以，今晚可以加个鸡腿了。但很快，直播间里的其他观众就发现了，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等会，你们不觉得这个土豪好像有点面熟啊？我也觉得，我是不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见过？卧槽，那特么不是刘从吗？啥？刘从？这个名字出现，唐明直播间的观众简直惊了。你说是之前还来直播间给唐明加油的那个？靠，这家伙不也是选手吗？还有心情搁这看别人赚钱啊喂！第20章，要恰饭的吗？不丢人。兄弟，唱得不错呀。此时，刘从正一脸兴奋的跟其他的围观群众站在一起，可劲鼓掌。果然啊，在现场听的感觉比在手机里是要好多了。继续加油啊！我看好你。一看还真是刘从，两家的观众凑到了一个直播间里，弹幕也跟着井喷式爆发。喂，过分了呀！跑到别人面前来炫富是吧？谁稀罕你几个臭钱啊？退！兄弟，人家刚炒股赚了几百万，时间多的是。咱们从哥也是观众啊，怎么都不能听？笑死！之前从哥不是说会来现场看吗？这还真来了。从哥他好讲信用啊，他真的，我哭死！没礼貌！什么从哥啊，叫从爷。有的选手还需要观众的鼓励，而有的选手已经开始带着观众赚钱了。没事，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活法嘛。哈哈哈哈！楼上老阴阳人了。直播间的弹幕正在激情互动，而现场的刘从见唐明哥已经唱完了，一抬眼正好看到人行道对面正好亮起了绿灯，想起自己还得去买烟，便匆匆忙忙去赶绿灯了。唐明一曲浮夸豪玩，看到周围还是有几个观众在认真听他唱歌，唐明内心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好，至少还是有人看的。
直到唐明弯下腰，打算喝口水润润嗓子，忽然就看见面前的吉他盒子里出现了一张红彤彤的票子。卧槽，100！唐明甚至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猛地定睛一看，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100。钞票上熟悉的老人正朝他露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微笑。唐明的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靠，100！居然真的是100！刚才观众都没几个，他还是记得人的。唐明猛地抬起头，朝着周围看去，果然一眼就看到了正在过马路的刘从。这哥们他有几分印象，不正是刚才带头鼓掌的那位吗？他今天这是遇到贵人了呀！唐明看着吉他盒里的100元大钞，简直感动得热泪盈眶。果然大城市还是好人多啊！但下一秒，唐明就看到了刘从头顶的上空，正慢悠悠跟在身后的无人机。等等，这无人机不是他们这种参赛选手才有的吗？但刘从早过了马路，夹杂在形形色色的路人里，唐明甚至连刘从的长相都没看清。这家伙也是参赛选手？唐明一脸震惊地看着吉他盒里的那张100。这100，难道这是节目组给的那100吗？难道那位选手把他的启动资金全部给我了？现在才是节目开始的第2天啊！100元对于他们所有的选手来说都是救命的稻草啊！没想到这位兄弟就这么给他了。唐明的眼里已经闪烁着泪花。刘从离开的背影在他的内心瞬间高大了起来，仿佛一个巨人永远地留在了他的内心。兄弟，虽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我一定会带着你的那一份钱走到最后的。而看到唐明这一脸感动的神情，直播间观众简直难崩，弹幕再次刷新了一堆。兄弟你醒醒，憋哥这自我感动了，人家根本不缺钱啊喂！表情下划线捂脸哭。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可能是看你嗓子都唱哑了，觉得你可怜才给你打赏的100？哎，你们别说出来啊，我还想看看这家伙要怎么带着这份感动来报答咱们从爷呢！哈哈哈！从爷，你没事吧？我去，没见过你们这么损的！哈哈哈！噗！连节目组的现场主持人和嘉宾目睹全程，差点没当场笑出声。哎，没想到我们的刘从选手还是这么一位有爱心的人士啊！小撒憋笑已经快憋不住了，连忙转移话题。哈哈，我看这是多管闲事才对。马化云也看乐了，跟着调侃了几句。都说多管闲事和有爱心只有一指之隔呀。哎，人家小刘做个慈善，献爱心嘛，尽力而为就行。杨幂更是掩嘴直笑，只觉得这个叫刘从的选手似乎越来越有趣了。节目组的演播厅一时间充满了快活的气氛。到了小卖部，刘从也买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华子，点烟吸上一口，刘从顿时感觉自己那个身心舒畅的呀。工作日的商业步行街，人流量就没有昨天那么多了。刘从想起自己昨天在2环上被堵的那个水泄不通就无奈，昨天他就打算到这商业街逛逛，今天也正好补上了。炒股那钱马虎还没打过来，刘从也顺便点了点自己兜里剩下的现金。开房的吃饭的，加上刚才打赏的，总共剩下1000把来块钱，也够他一天的开销了。刘从点着烟，一边看了看手机，还想搜搜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这步行街宽敞，除开节假日爆满的人流，平日里倒也挺适合慢悠悠逛街的。尤其是今天还没出太阳，温度也不像平日那么热，出来散步的人不少。刘从还看到了好几个老人，不是坐在长凳上休息，就是拄着拐杖沿着街边走，倒也悠闲自在。而刘从一边走一边看着手机，也没怎么仔细看路。谁知道下一秒，只听哐的一声响，前方陡然出现了一丝骚动。刘从一抬头，就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躺倒在地上，捂着膝盖哎呦哎呦的呻吟着，拐杖落在旁边，还断成了2截。周围离得近的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老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扶，反而还下意识后退了好几步。几个年轻人们脸色一窘，相互对视了好几眼，连忙假装没看到的走掉了，一副生怕沾上什么事的神情。刘从离得不算近，听到这动静了，第一反应就是往老人的位置赶。这期间，老人躺倒在地上呻吟了好一会，周围人来人往的，居然也没有一人上前。第21章，毕竟是人情的社会嘛。现在这都什么世道啊！刘从在内心骂了一句，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老爷爷，您感觉怎么样？这老人身着朴素，看上去刚过花甲之年，虽说头发花白，但精神似乎看起来还不错，就是摔得这么一下，脸色渐白了。旁边断了那根拐杖，也不过是一根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木拐杖。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这么一副热心肠的样子，弹幕也瞬间刷新了好几条。好家伙，这不会是碰瓷吧？不是，这大白天的路这么平还能摔，总觉得很可疑啊。咱们从哥不会上当吧？是啊，最近不是出了好几个这样的新闻，小伙子好心扶摔倒老人，结果被讹了个倾家荡产。哎，总不至于吧？这青天白日的，咱们从哥还能这么倒霉，刚好碰上。只见老人抱着膝盖，看到面前有人靠近，颤颤巍巍的抬起手。小伙子，我腿脚不方便，你能带我去医院吗？刘从蹲下了身子，一副正在仔细观察老人的神情。那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在碰瓷我呢？老人颤颤巍巍的手一僵，小伙子，这你放心，这地方有监控呢，我绝对不会碰瓷你的。老人说的一脸坚定，顺便还指了指旁边头顶那个刚好的对着他们的摄像头。哦，那监控要是坏掉的呢？刘从又说。胡说！老人一本正经的说道。我之前还看过了，那上面还亮着红灯呢，绝对是好的摄像头。哦，原来是这样。刘从顺着老人指着的方向去看，摄像头里面有一个小红点正在闪烁，还真是好的。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刘从看着老人笑道。那是，我这么大年纪，怎么可能骗你们这些年轻人？老人也一副信誓旦旦的神情，连连点头。刘从甚至都觉得，要不是这老人摔了，现在没准还会立刻站起来，拍着胸脯跟他打包票了。怎么感觉哪里不太对劲啊？刘从一脸怀疑的摸摸下巴。这是在干什么？刚来，请问这是在演情景剧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扯什么摄像头的事情了喂。真就一个敢说，一个敢问啊，哈哈哈。喂，老年人在地上坐久了，对身体可不好啊。给直播间的观众都给整笑了。但很快，刘从就发现这老人的膝盖和右手正有些不自然的颤抖，手掌上也擦破了皮，可能是真的伤到了。事实如此，他当然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这样吧，老爷子，你先起来，地上凉。刘从一边说，伸手就要去扶老人。哎呦，你可慢点，我的腰啊，还有我的波棱盖啊。老人刚准备坐起来，这一不小心似乎又碰到了什么地方，嘶的一声又呻吟了起来。老爷子，你有你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吗？我帮你通知他们一声吧。刘从一看这情况不对，神情也恢复了正经。我一大把年纪，哪里还记得这个？老爷子连连摇头。唉，老爷子，那你先坚持一会儿，我送你去医院检查检查。这下倒是能确定是真的摔到哪儿了。刘从也没辙，只能轻手轻脚的先把人扶到长椅上。老人虽然还是一副剧痛难忍的神情，但还是颇感激的看了刘从一眼。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啊。哎，你先歇会吧，有话咱们上医院再说也不迟。他的车还在酒店的地下车库停着呢，那总不能让人一直在地上躺着吧，只能先把老人扶到椅子上了。刘从一摆手，转身去开车了。嗨，虽然过程有些奇怪，但咱们的刘从选手果然是一个十分有爱心的人啊。节目组的主持人小撒看到这幕，差点都没缓过神。这看着像碰瓷，但其实又不是碰瓷的即视感是怎么回事？好在直播间的弹幕似乎提醒了他，小撒这才赶紧把场面圆回来。不过没关系，就算真的是碰瓷，他们的无人机也拍得一清二楚呢。他们节目组自然要公平公正地保护每一位选手的合法权益啊。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周围那么多年轻人都看到了，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出手，实在是令人寒心啊。另外两位嘉宾马化云和杨幂顺着小撒的话也附和着点点头。这样的热心肠在如今的世道真是很少见了呢。哎，毕竟我们龙国是一个讲究人情社会嘛。很快刘从便开来了车，抱着老爷子上车的时候差点又没磕到哪儿，老爷子又哎呦哎呦了好几声。哎呦，手脚轻点儿，差点撞到我这一把老骨头。老爷子被刘从抬进了后座，也不知道是撞的还是装的，又听见在那哼哼。得，这话等上了医院，你跟医生好好说道说道吧。刘从失笑，也没跟老爷子计较，一边在手机上搜索附近医院的信息，给医院那边打了急诊电话之后，刘从一踩油门朝着医院出发了。而刘从一到地方，早已经接到通知的医生护士们就涌了上来，连忙把老人小心翼翼地挪到了急救床上。小心点啊，老爷子好像是摔到腿和手了。刘从也在旁边搭把手，把老爷子落在后座上的衣服也给拿上，跟着进去了。老爷子被推进去的时候神志还是清醒着的，但跟之前还在步行街上的时候比，倒是疲倦了不少，大概是折腾了一路，人老了累得快。刘从也不能进去，只能在外边干等。但他一不知道老人的家庭情况，二也不知道老人身体的具体情况，再者电话是他打的，医院这边也得有个联系人在场比较好。刘从寻思，来都来了，送佛送到西，等这老爷子没事了，家属什么的都来了，自己再走也不迟。不过这老爷子估计一时半会出不来，这回先去医院外边抽根烟好了。然而刘从拿了烟刚要出去，一阵默认的手机铃声忽然响了起来。第22章，是他穿越的不对吗？刘从还愣了一下，寻思这不是他的手机铃声啊。但很快刘从就反应过来了，这似乎是从老爷子衣服里传出来的。刘从一顿，下意识把手机从衣服口袋里摸了出来。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名字，李长青。难道是家里人打来的？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老爷子的情况转告给他家里人啊。刘从想也不想，直接按了接听键。喂，刘总，之前您要找的有关遗产的律师，现在他已经到了会谈室。那头名叫李长青的人声音听上去十分焦急，电话一接通就是一大段一大段的话砸了过来。还有昨日跟亲日集团签的合约，
他们似乎想反悔，甚至还要求我们将天印集团10%的股份转让给他们。刘总，您看这……但还没等那头的李长青把话说完，就被刘从给强行掐断了。你是李长青？赶紧来一趟医院，老爷子刚摔了，直接进医院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接着就是一阵叮铃咣啷的声音，听上去像什么东西砸了似的。什么？刘总摔了？李长青的声音听上去更加焦急了。在哪家医院？我马上过去。就在步行街这边，滨城中心医院。刘从麻溜的报了地址。赶紧过来啊，老爷子推进去有一会儿了。我马上到。电话那头的李长青火急火燎的挂了电话。而没过多久，老爷子也从急救室里被推了出来，手臂倒是没事，就是这腿。医生看到刘从还守在这里，手里还拿着老爷子的东西，下意识就以为他是这老爷子的家属。老人一把年纪了，出门好歹也找个人陪着啊，还好事情不算太严重，这要是摔得再重点，没准会留下后遗症。医生俨然已经把刘从当成这老爷子的家属了，上去就一阵数落。哎，我也不知道老爷子怎么会摔倒啊。嗨，没事就行。刘从没听出个所以然，只顾着看老爷子腿上已经打上了石膏，脸色苍白了许多，麻药的劲头还没过去，还处于昏睡中。得，正好这老爷子没什么大碍，他刚才也通知了这老爷子的家人，他也该退场了。哎，你也是心大。医生摇摇头，刚准备离开，而走廊的尽头陡然冲出一道人影。刘总，刘总您没事吧？一名西装革履的青年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过来，一眼看到刚被推进病房的老爷子，冒冒失失的就扑了上来。医院内不准大声喧哗，医生看得直皱眉，顿时轻声呵斥了那小伙一句：抱歉，抱歉，我太着急了。青年连声道歉，似乎还是一路跑上来的，脸上满是汗。刘从在旁边打量了这小伙子一番，一身笔挺的西装，虽说现在有些失态，但也举手投足间也不失气度，看上去倒是跟马虎那家伙有些相似，甚至西装衣领上也别着一枚徽章。那医生也是个负责的，见李长青看起来也是老爷子的亲属，又千叮咛万嘱咐了一遍。好的医生，我一定注意。李长青连连点头，还跟医生握了握手。谢谢您。行了，以后注意点吧。医生满意的看着李长青的神情，也小声嘀咕了几句。总算来了个靠谱的家属啊。家属。李长青一听，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不自然的神情。是啊，之前是那小伙子送来的，老爷子摔倒了，他还挺乐观。医生便指了指屋里正站在老爷子床边的刘从，他是这老爷子的孙子吧？你们可别让他照顾老爷子啊，换个细心点的人来。等等，你是？李长青这才看向刘从，一副疑惑的神情。我就是刚才电话里的人。刘从见老爷子确定没什么大事了，便把手里的东西给递了出去。这是老爷子的东西，你拿好了。还有，这是医疗费单子，你看咱们是微信转账还是现金？他好事可不能白做呀。刘从笑眯眯地看着李长青。好，不愧是你。笑死，从哥还是你从哥啊。没事，这叫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捏嘛，我刚还觉得从哥是个大好人，还有点感动呢。可恶啊，把我的感动还给我。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这么一副贱兮兮的神情，弹幕都被逗笑了。怎么的？那咱们从哥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就是救人可以救，但咱又不是搞慈善的，找个报销很合理吧？但此时的李长青看着刘从手里的票据，又看了看刘从。等等，你……李长青的视线停在了刘从的脸上，一副发现了什么的神情，眼神还有些震惊。刘从看李长青这副神情，还以为他不想给。我可没骗你，急诊费、手术费、住院费，这里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刘从还寻思，怎么的这小哥穿的是一表人才的，不会连这老爷子的医疗费都拿不出来吧？上药的钱我可没算进去，就当白送你了。打断一下，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直到李长青冷不丁开口问了这一句。刘从啊，怎么？刘从脱口而出。接着刘从就看到李长青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疑惑瞬间转化成了狂喜。是你？你就是刘总唯一的孙子吧？这回轮到刘从一脸疑惑了。谁？刘从还回头看了看周围，不对，这病房没其他人啊。你呀。李长青高兴坏了，还上前去猛地一把握住了刘从的手。早就听刘总说他有一个遗留在外的孙子，今天说是要去找他呢，想必就是你了吧？幸会幸会，我是老爷子旗下天印集团的总经理李长青，跟了老爷子几十年了，以后还请小刘总多多指教。刘从脑子里的问号都快从脑子里溢出来了。什么？他是老爷子的亲孙子？他怎么就不记得这宿主还有这么个爷爷啊？是他穿越的不对吗？第23章，杨幂，你没事吧？给刘从整的当场硬生生的在脑海里回想了一遍这宿主生前的细节。别搞了，这倒霉孩子宿主连爹妈都没印象，这哪蹦出来的爷爷啊？当他是葫芦娃呢？你认错人了吧？不，绝对不可能认错。
李长青已经兴奋到了极点，刘从的2只手被他紧紧地攥住，刘从甚至还看到这家伙眼眶里闪烁着泪光。但还没等刘从说点什么，手腕陡然一紧，李长青一把拉住了刘从的手腕，转头就往外跑。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人都冲出医院大门了，刘从人都没反应过来。你干嘛啊？撒手啊！撒手！再不撒手我告你非礼来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刘从的这一顿输出真的起到了一点作用，李长青还真的停住了。非礼不非礼的先放在一边。小刘总，你是不知道，现在我们公司面临了非常大的困境，需要老爷子来坐镇。不过既然老爷子身体抱恙，那小刘总去坐镇也是一样的。李长青一字一句说的一丝不苟。都说了我不是，说的刘从都差点信了。那你告诉我老爷子怎么受伤的？李长青认真的看着刘从。他自己摔的。刘从急答。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我送他过来的呀。刘从逐渐失去耐心。医药费你还没给我呢。哈，还说你不是老爷子的孙子。然而李长青听了刘从经的话却笑了。这世道，路上老人摔倒，不是亲人的话谁敢扶？你这都什么破理由？我再说一遍哈，你找错人了。刘从人都惊了，差点要骂2句出来，但李长青似乎根本不给刘从说下去的机会。行了好了，小刘总，你已经过了叛逆的年龄，请你马上跟我回一趟公司吧。我已经通知了公司的几位董事，他们都是之前跟着年轻时的刘总创业时的老董事了，会带你熟悉公司事务的。我熟悉个鬼啊！都说了，你们认错人了。刘从已经在爆粗的边缘疯狂试探了。这是在干什么？难道穿越后的这个世界这么离谱吗？小刘总，公司需要你，集团需要你啊！快别闹了，赶紧跟我回公司吧。李长青神情无比严肃地拉着刘从。我们知道这些年你没能认祖归宗，在外面受了些委屈，这个怪我们办事不力，一直没能把你找回来。但是你不能不认刘总啊，他可是你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现在你们爷孙终于能团聚了，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李长青说的认真，说的头头是道，听得刘从简直头皮发麻。这他妈都哪跟哪儿？现在老爷子在睡觉，我已经请了靠得住的人来守着，这点你不用担心。接着一脸懵逼的刘从就被李长青一把拉上了一辆加长版劳斯劳斯，一路疾驰而去，驶入大道，单走一个溜。啥？就这么被带走了？夭寿了？从哥被绑架了？何止是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也惊呆了。靠，不过那是天印集团啊，就这么把从哥给绑走了？这就是欧皇吗？下一秒会发生事情，我们永远也想不到。我真的服了，你们这些有钱人找继承人都这么随便吗？靠，能不能也来个集团把我拉回去坐镇啊？楼上你小子在想屁吃呢？更别说此时的节目组，演播室里沉默，空气都凝滞了似的，连一向接话利索的小撒此时都没了声。这个天印集团，半晌还是嘉宾马化云开了口，3年的市值大概在100亿左右，如果集团运行正常，现在已经翻了1倍也说不定。虽说马化云是个已经不知道见过多少大风大浪的商人了，但就算是他，此时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啊！看这个叫李长青的架势，是要给天印集团找个继承人啊！这上来随便拉上一个人，就这么继承一个市值上百亿的集团，马化云人都骂了。一时间他都不知道是吐槽这个叫刘从的家伙的运气离谱，还是吐槽这个天印集团寻找继承人方式更离谱了。还好他当年创业的时候没有这么好人物，这要是遇见了，他现在还能不能混出头都还很难说。这个叫刘从的要回去继承天印集团了。杨幂更是瞪大眼睛，下意识指着屏幕上的画面说道：这个叫李长青的是脑壳有包吗？旧家伙就这么认定刘从是他们的小刘总了？杨幂顿时扶额，没问题吧，天印集团？这要是真的把刘从请回去，这天印集团恐怕不但不能解决内部的问题，怕是还会产生更多新的问题吧？喂，杨幂不由得在内心默默祈祷，但愿人没事。小刘总，你渴不渴？想喝什么？咱们车内冰箱里有拉菲、白兰地、茅台。车内，在得知了刘从的身份之后，几个穿着西装的小弟已经凑了上来，一脸谄媚地看着面前的刘从。这车内的座椅都是真皮的，空中飘着一股淡雅的熏香，光线一暗，还能看到车顶棚上一点一点的闪烁着的光，就跟星空似的。座位前一排、后一排人都是面对面坐着。加长版的劳斯劳斯，车内空间宽敞得很，但此时刘从却只觉得挤得慌。小刘总，你累不累啊？我来给你捏捏肩。对面就坐了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女，穿着猩红的紧身短裙，衬得肤白胜雪，身上该露的和不该露的全露了，一双事业线更是巍峨，简直比杨幂还要挺拔。美女呵呵笑着，娇软的身躯靠了过来，小手在刘从肩膀上肆意妄为的捏着。喂，赶紧给我报销，我自己都没钱了。但刘从和他们的悲欢并不相通，甚至只觉得他们吵闹。刘从一阵恶寒，连忙掏出了医院的缴费单，试图转移话题。第24章，刘从，幽默你大爷啊，幽默。
谁知道李长青一听到这话，伸手就打了个响指。头儿，有什么吩咐？旁边的小弟立刻凑了过来。没听见小刘总没钱花了吗？赶紧给小刘总转200万过去。是。小弟点头如捣蒜，立刻看向刘从。小刘总，麻烦你把银行卡号告诉我一声，几分钟前就会到账的。刘从看了看手里的那张医院缴费单，愣住。直播间里目睹全程的观众也愣住了，合着这是随机抽取一名幸运选手回去继承集团啊？刚来，咱们从哥这是被包养了。哈哈，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这给直播间的观众看的，那一个个羡慕嫉妒恨的呀！笑死！咋的？咱们从哥现在可是集团未来的接班人，区区200万而已，瞧瞧你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懂了，这不是反向碰瓷呗？别人碰瓷老人赔个倾家荡产，你在这碰瓷，人家老人还倒赔你家产啊！捏嘛，嫉妒使我面目全非。眼下好了，事发突然都算了，事情甚至还朝着更加离谱的方向发展。这离谱！马化云简直难崩，这特么也行？这小子昨天还是选手，今天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身价100亿的集团继承人了？闹呢？好家伙，他甚至都想去查查这小子的生辰八字，看看是不是祖上冒了青烟，这辈子怕是走路上踩到的狗屎都是香的吧？噗！杨幂都不知道说啥了，当语言都无法形容他此时的心情时，他只得跟着尬笑。嗨嗨，这有什么不好的？从某个程度来说，这不比炒股来钱快？杨幂甚至都感觉自己看到了冠军。不过想想时间，今天似乎是节目开始的第2天吧？杨幂一副看戏的表情。哈，这刘从选手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呢。这乃是炒股啊，这是直接坐庄，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能直接掌控股市了吧？主持人小撒一脸哑然，半天才这么说了一句。好吗？这刘从选手连台上这2位资本家看了都直摇头啊！要不他等会去跟导演说一声，这节目干脆改名叫刘从的奇妙冒险得了。小撒无奈地想着。天印集团坐落在滨城的中心，那是一幢比刘从之前住过的索菲亚国际酒店还要高的大厦。刘从透过车窗看到那座几乎高耸入云的建筑时，嘴巴都不由得张了张。小刘总，不要惊讶，作为天印集团的继承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刘从留给你的。李长青坐在刘从的对面，察觉到了刘从颇为惊讶的神情。李长青还一脸骄傲地跟刘从介绍着。刘从已经懒得跟这家伙解释了。下了劳斯莱斯，门口已经站了2排西装男。小刘总好！刘从下了车，整齐划一的呼喊声如同排山倒海般的朝他涌了过来。刘从脸上毫无波动，甚至还有些想笑。好了，我们直接进去吧。李长青在前方殷勤地给刘从带路。董事们还在会议室等你呢。都说了，老子不是小刘总啊。虽说此时的刘从很想这么骂一句，但是已经到了人家的地盘，恐怕更没人会听他的话吧。没辙，在周围一堆保镖和美女的簇拥下，刘从心不甘情不愿地被李长青拉进了天印集团的大楼。此时，附近的某家便利店里，陈科刚从电子厂下了白班，寻思正好出来市中心这边逛逛，见见世面。逛到肚子饿了，这才去便利店买了一碗泡面，打算在附近找个长椅坐着吃。嘿嘿，今天改善伙食，加个蛋好了。陈科心里美得很，把泡面放到长椅上，打算把刚买的鸡蛋剥了壳放进面里。忽然，从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骚动。陈科一抬眼就看到一辆加长版的劳斯，车身锃亮，上面前后下来一帮子人，黑西装戴墨镜，低胸装大白腿，浩浩荡荡的，动静不小，惹得周围的路人频频侧目。都不用看，这肯定是哪个集团的老总出行，这么多保镖，还跟着这么多美女。陈科一边缩面，还想找几个美女看看，养养眼。然而美女是一时间没看到，倒是看到被乌泱泱的保镖簇拥在中央，一个面熟的不能再眼熟的人。卧槽，那特么不是他昨天吃麻辣烫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从大众帕萨特下来的选手吗？陈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直到看到了那家伙的头顶一台更加眼熟的无人机，正慢悠悠地拍摄着，给陈科看的震惊的浑身颤抖，手里的泡面都差点翻了。昨天才看到他开大众呢，今天就特么开劳斯莱斯了，还是加长版的。这，陈科当时腿就是一软，泡面啪的一声连蛋带面的砸地上了，人都差点从椅子上滚下来。渐渐的，直到那一大帮子人的背影消失在了大厦里，陈科这才回过神，肚子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声响。陈科看了一眼地上洒了满地的泡面，连开小灶的鸡蛋都不知道滚哪去了。唉，良久，陈科缓缓起身，一声沉重的叹息。算了，这节目果然不是他这种普通人能参与的。陈科崩溃的都想泪奔了。做人果然不能满目自信啊。专用的董事长电梯直达顶楼的大平层，刘从被夹在中间，前2个西装男，后2个西装男。李长青站在刘从斜后方。小刘总，一会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们，不要有顾虑，
想到什么说什么就是了。我不是小刘总。刘从回头一本正经地跟李长青说道。小刘总，你真幽默。李长青只是笑，还慢条斯理地推了推眼镜。看来你丝毫不紧张呢，是我多虑了，真不愧是小刘总，果然见多识广啊。幽默你大爷啊，幽默。刘从在内心骂道。第25章，确实兵不厌诈。很快，刘从就见到了跟爷爷一路过关闯将，风里雨里杀过来的几位老董事们。小刘总，今天终于见到你了。幸会幸会，小刘总真是一表人才啊，这下老刘可以安心了呀。哎，可惜老刘住院了，没想到我还能活着看到老刘找到他的孙子，真是太好了。老董事们看到刘从，个个都是老泪纵横，紧紧握着刘从的手，连拥抱都相当用力。看刘从的眼神简直就像是在看自己的亲孙子似的。老董事们个个都是头发花白，看起来也跟老爷子年纪差不多，眼神不怒自威。董事们，我们长话短说，寒暄完毕，事情也快速进入了正题。赛创科技那家伙口气不小，居然还有这种野心啊！我们天印也是那种小企业能吃得下去的。我们天印最近虽然股票下跌，但是也不至于沦落到被他们骑到头上来的地步啊。赛创集团为了收购我们天印，估计早就跟青日集团勾结到一起了吧。这可能是刘从人生中第一次参加董事会。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神情紧张地商议着最近集团发生的大事。刘从虽然被李长青以及其他几个董事强行按在了最头等的位置上，但心思却压根没在这上面。这会议室布置的还真是古香古色的。此时刘从正跟个没事人似的四下打量着檀香木的书架、元青花、唐三彩，还有一尊玻璃种飘花的观音像，纯净而细腻，光是这么远远的看着都给人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就差没直接把有钱这2个字写在墙上了。说到底，我感觉赛创科技那个老东西不知道是不是吃错药了。董事会还在进行，一位老董事的眼神逐渐犀利了起来，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刻向青日集团倒戈，真是个老不死的。兵不厌诈嘛，商场如战场呗。另一位老董事冷哼一声，唉，如果我们不对赛创科技进行收购，扩大产业链，这最后的市场被他们抢去，那我们天印集团可就真的前功尽弃了。又一位老董事叹了口气，连调侃的话都夹杂着悲伤。要是天印集团再不注入赛创这一剂强心剂，那我们可就真的要驾鹤西去喽。不过这一点我倒是很奇怪，就算我们天印集团的经济收益缩水，但收购一个赛创科技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我们两家历来都有合作，在产品技术这方面，我们天印还给了他们不少帮助嘞。他们居然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倒向青日集团。另外一位老董事也气得直哼哼，吃里扒外的东西。这赛创到底是什么时候和青日勾结到一起的？鬼知道。董事会开展得更加激烈了，听得刘从下意识就想打哈欠。这样的会议让他下意识想到了他读大学上高数课的时候，不管老师在上面讲的多么带劲，下面的学生也没有几个在听的。没办法，那听不懂就是N听不懂。小刘总，你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说，不用顾及他们的看法。李长青相当于一个董事长助理，坐在刘从旁边，一直在观察刘从的神情。李长青的眼神无比坚定，还充满渴求。刘从上一次看到这样的眼神，还是在南岳烧香的时候，财神爷面前的人最多，门庭若市的，而每个过来磕头的人的脸上，就是此时李长青的表情，跟后来跟他买股时的马虎也有的一拼。刘从想了想，转头从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我对你们公司运营的不了解，不过我昨天晚上吃宵夜的时候捡到了这个，你们应该有用吧。此时赛创科技的董事长办公室，徐总靠在真皮高级沙发椅上，左手揽着一位性感尤物，右手叼着雪茄，两腿直接搭在办公桌上，悠闲的不行。徐总，听说天印集团那边找到了刘天印失散多年的孙子，现在已经请回去主持大局了。助理正站在旁边正儿八经的汇报着。哈，老的都不行了，到现在才找到个小的，有个屁用。徐总轻蔑的笑了一声，左手拍了拍美女的腰，美女心领神会，起身理了理衣服，扭着小蛮腰乖巧的离开了。我们收购了光达重工，还跟青日集团谈成了合作，甩掉一个天印简直是绰绰有余。那是我们赛创科技能有今天，全靠徐总一人的苦心经营啊。助理也是个识时务的，见老板心情不错，赶紧拍几句马屁。那还不多亏我们的前队友，要不是他们那么相信我们，这一天也不会来得这么快呢。徐总冷笑了几声，右手夹着雪茄，朝着助理一招手。行了，你先把我们最近跟青日集团签的合同原件拿过来，我再仔细看看。好嘞。助理点头哈腰，连忙转身去翻公文包。然而助理翻着翻着，动作却不由得僵硬了起来，整个人仿佛跟雕塑似的僵在了原地。快点。徐总眉头一皱，怎么找个合同还磨磨蹭蹭的？那个徐总。只见助理磕磕巴巴，面色苍白的回过头，两条腿抖得跟筛子似的。合同不见了。哈。徐总瞳孔一缩，什么？你他妈给老子再说一遍！此时
天印集团的会议室。等等，这是……啊，我刚不是说了吗？之前吃烧烤的时候捡到的。刘从说：“你们刚才说的什么赛创啊、青日啊？这上面好像写了这几个集团的名字，你看看有没有用？”不得不说，那烧烤店的生意实在是太火爆了。来这吃烧烤的既有红儒也有白丁，以至于这文件根本是从谁的身上掉出来的看不出来。而此时的李长青捧着这份件，简直瞳孔地震。第26章，小刘总来了，今天就有了。李长青还在愣神中，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们已经炸了，这他妈也行？还有这种操作？兄弟，这种程度的文件是企业机密吧？你他妈吃个烧烤就捡到了？操！我特么严重怀疑这个叫李长青的是不是知道了咱们从哥财神爷的身份，才把他直接绑来当继承人的？简直是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离谱到家了呀！观众哪里见过这架势啊，人都看傻了，弹幕就跟放烟花似的，炸的一波接着一波。喂，你们这些身价100亿的资本家们，平日里都在想什么呀？这样的机密文件就这么被人随便捡来了，笑死！这波是商业鬼才！完了，这特么真给天印集团捡到宝了，哈哈哈！从哥，你特么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别说直播间的观众了，此时连节目组演播厅的马化云，自从刘从被这个叫李长青的拉到天印集团总部，直到董事会会议召开到现在，马化云震惊的表情一刻都没有放松过，甚至脸上的肌肉还因为绷得太紧有点发麻了。他马化云什么人啊？18岁白手起家，20岁只身前往美国创办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这中间他经历了多少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尔虞我诈，集团和集团之间的暗中勾结，给自己的合作伙伴背后插2刀的事情更是看了不知道多少次。这一路上他简直是历经了千辛万苦，中间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挫折，才建立他如今的商业帝国。而做到这一步，马化云一直觉得自己是100年一遇的商业奇才，直到他参加了这个节目，看到了这个名叫刘从的选手。可别小看那样小小的文件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几张薄薄的纸，往往就掌握着企业的命脉啊！就被这家伙这么拿到了，吃烧烤的时候拿到了。马化云甚至都产生了一种自己即将被时代淘汰的错觉。恐怖，真是太恐怖了！马化云再次在心中庆幸，还好自己早生了那么几十年。要是他的敌对公司出了这么个离谱人物，那还开个屁的公司啊！啊，这，惊得杨幂都忘了整理自己的形象，下巴张了半天都忘了合上，差点都快垂到地上去。还有这种事情的？杨幂人都傻了。他还以为这天印集团的李长青把刘从当成集团继承人这件事已经是他见过的最离谱的事情了，直到看到刘从拿出了那份文件。喂，从某个程度上来说，这天印集团跟刘从这家伙还真是绝配啊，都是各有各的离谱啊。话说你们这些100亿的大资本能不能正常啊？为什么会有人把公司的机密文件落在烧烤店啊？这是如你们所见，这正是赛创科技在反水之前跟青日集团签订的合约。这样一来就能解释为什么赛创科技会倒打一耙，转而去投靠青日集团了。此时李长青已经把文件的复印件挨个发到了董事们的手中，上一秒还在争论不休的董事们，下一秒便收到了文件，上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该有的都有了，不该有的也有了。这老头们看着手里的文件，激动的颤颤巍巍，拿老花镜的拿老花镜，掏放大镜的掏放大镜。这是赛创跟青日的合约？这文件你哪来的？哈哈，这还用说吗？李长青何尝不是激动的手抖啊，甚至眼眶都红了，简直比他第一个儿子出生时还要激动。当然是我们的小刘总，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小刘总的杰作。各位董事，有了这份文件，我们天印集团就有救了。果然，他就说他没找错人吧。小刘总来了，天印就太平了。小刘总来了，今天就有了。小刘总，董事们浏览完文件，眼神也骤然变了。合同白纸黑字，每一条都罗列得清楚无比。就他们天印集团作为赛创科技的合作方来说，瞒着他们跟青日集团进行暗箱操作，这可是实打实的违法事件，相当于赛创科技的一个致命把柄。要是这些文件捅到有关部门去的话，赛创科技的结局可见而知。有了这个，收购赛创科技那可就简单多了，甚至他们还能把收购的价格压得更低，顺便狠狠地给青日集团一个下马威。要是顺利的话，没准还能把青日集团一并吞了。这份文件可是实打实的起死回生药水啊！小刘总真是神通广大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天印集团终于有救了！老刘啊，真希望你现在能在现场，现在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啊！真不愧是我们天印的小刘总啊，真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刮目相看啊！老董事们再一次老泪纵横，眼神更是感激涕零。小刘总，你可真是神仙下凡啊，比菩萨还灵！哎，我这一把年纪也该退位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有手段，
看到小刘总这么厉害，我们这些老东西也就能放心养老了呀！哈哈，赶紧召开公司会议，我们要好好给赛创科技那个老东西一记重创。老董事们高兴地抱成一团，一边擦着眼角激动的泪水，上赶着要跟刘从握手。刘从刚准备喝口茶冷静一下，一看到这么大阵仗，茶杯差点没拿稳。啊，等等，这只是我捡到的。小刘总，你就别谦虚了，我都懂得。然而刘从话还没说完，就被李长青给打断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对外宣传说这是小刘总给出的文件。只见李长青捧着那份原文件站在刘从身后，肃然起敬地朝着刘从竖了一个大拇指。刘从差点把茶水喷出来。第27章继承人的奇妙冒险。没过多久，天印集团的高层会议室就变得更加热闹了。刘从递出来的那份文件已经成为了拯救了整个天印集团的关键道具。老董事们亲自出马，整个天印集团的高管们接到了通知，哼哧哼哧的往顶层会议室赶。小刘总，晚上庆功宴你可一定要来啊！李长青笑得脸上都快起褶子了，站在刘从的面前，一边激动的搓搓手。我一定要在天印集团的全体员工面前好好的介绍一下你。我都说了我不是小刘总啊！哎，小刘总，你可真调皮。李长青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我懂得的神情，还用手肘拱了拱刘从。你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份文件，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天印集团的小刘总也不是吃素的，一定要让赛创和青日这两个狼狈为奸的东西血债血偿。累了，毁灭吧这个逼世界。刘从叹气。就这么说定了，晚上的庆功宴。但李长青不但没察觉到刘从的神情，反而脸上这笑容自从刘从掏出那份文件之后就再没下来过。在李长青还打算说点什么的时候，手机意外的响了。喂，我是李长青。李长青乐呵呵的一接电话，随着电话那头的叙述，李长青顿时一脸惊喜。什么？老爷子醒了？太好了，我马上带小刘总过去。但去的时候，刘从却发现这似乎不是去滨城中心医院的路啊。老爷子已经转移到我们旗下的私人医院了，那儿清静。劳斯莱斯上，李长青笑着给刘从解释道，而且距离我们集团也要近一点，方便我们随时照顾。哦，刘从点点头，倒也知道这些有钱人的套路，不过他更关心的是，等见到老爷子，这一切说开了之后，他这趟离天下之大谱的继承人之旅也该画上一个圆满的问号了吧。老爷子受的伤并不严重，加上身子骨本来就硬朗，麻药劲一过，人就悠悠醒了。到病房门口的时候，李长青却只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并没有跟着刘从进去的意思。刘从疑惑地斜了李长青一眼，小刘总，我想这个时候刘总应该比较希望跟你单独见面呢。李长青一副郑重其事的神情拍了拍刘从的肩膀，眼神里竟然还蕴含着几分感动。看啊，多么感人的一出爷孙重逢大戏，他这个外人当然不能进去打扰，得让他们爷孙好好团聚，好好说话才行。李长青看着刘从，还擦了擦眼角的眼泪。你先进去吧，等刘总召见了我再进去。刘从看向李长青的眼神就像是再就看一个傻子。那我进去了。你他妈爱进不进。刘从推门直入，头也不回的把门关上了。刘老爷子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虽说腿上还打着石膏，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的神态。老头眼神里精神满满，脸上还洋溢着和蔼的笑容。小伙子，你来了。老爷子看着刘从，笑得眼睛都弯弯的。我说老爷子，你可把我害惨了。刘从挨着病床坐了下来，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直到现在我们认识也不过3个小时，老爷子你现在醒了，可得跟你那个鬼助理说清楚啊。说清楚什么？老爷子一听刘从的话，脸上的笑容反而加深了。当然是我不是你孙子这件事啊。你看这事，经过那个姓李的鬼助理这么一闹腾，现在你公司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你的继承人了。刘从一本正经地看着老爷子，表示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挺好的吗？然而老爷子却一下笑出了声。啊？刘从愣了片刻。你刚说啥？再说一遍。我刚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公司的事情你办得非常不错，我一定要好好嘉奖李助理，给我找到了一个这么有本事的继承人。刘从一顿，怎么这个集团上下没几个正常人？这关我屁事，我又没干啥。喂，别转移话题啊，你得跟你公司的人解释清楚我们的关系。刘从说完还指了指头顶的无人机。我还在参加城市生存节目呢，奖金将近1个亿，你可别耽误我赚钱啊喂。但老爷子听了这话，连眉头都不带皱的。天印集团市值100亿，我占股51%，都是你的，不比你参加的这个什么节目香。刘从一听，顿时一副陷入思考的表情，接着又是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激动地扑向老爷子，一脸夸张地紧紧攥住老爷子的手。爷爷，你是我亲爷爷啊，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噗！看到刘从如此浮夸的演技，坐在床上的老爷子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操，啥情况这是？真成集团继承人了？好家伙，我一开始还以为那个姓李的助理脑壳有包，感情这位老总也是这么想的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从哥要不了多久就会继承这家拥有几十亿资产的集团了吗？兄弟，这还叫城市生存吗？这特么直接起飞啊！看不下去了，兄弟们，我也出去扶老头去了，等我喜讯。人在警局，刚扶老头，被讹50万，真好，66666啊！楼上的兄弟，害的是你。这下好了，别说是直播间的观众们看的简直心态爆炸，连节目组的主持人和嘉宾们都是一副瞠目结舌的神情。尤其是马化云，看的那叫一个震惊啊，胸膛一阵剧烈起伏，眼睛已经是毫无顾忌的直勾勾的盯着屏幕上的刘从，眼神好像是在看什么怪物似的。还有这种操作，这又是什么操作？这相当于是白捡了一个100亿集团啊！白捡？那他这么多年的努力都算什么？算什么啊？马化云俨然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终究是他不配了啊！这是连商业的专业人士马化云都看傻了，杨幂这个半吊子也一阵磕磕巴巴，惊恐地看向主持人小撒。我说啊，这还能继续参加节目吗？第28章，社畜是不可能再当社畜的，应该可以的吧？主持人小撒一脸僵硬，这才缓缓回答杨幂，毕竟他没有违规，市值100亿的集团就这么到手了，连他这个当主持人的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喂！但两位资本大佬都一副怀疑人生的神情，小撒甚至觉得自己的存在有点多余啊，这就是人生吗？嗨嗨，老爷子，事到如今我也不跟你见外了。刘从干咳了2声，神色稍稍震惊，你怎么就选中我当继承人了？你还记得之前在步行街时的事情吗？记得，那就是我对集团未来继承人设的考验啊。老头坐在床上，笑呵呵地捋了捋胡子，一副气定神闲的表情。小伙子，你很不错，通过了我的考验。这他妈也行？碍于自己今天已经经历了太多离谱的事情，如今老爷子把这话说出来的时候，刘从的内心甚至都不觉得这是有什么奇怪的了。不是今天这么惊险刺激的吗？他扶了个老头，这老头居然要给他当集团继承人。你们集团选继承人的方式都这么离谱吗？呵呵，不用这么惊讶，小伙子。老爷子靠在床头，还悠闲地给自己捋直的背角。在现在这个人情冷淡的社会，你还愿意冒着风险来扶我，你很善良，小伙子，这是你应得的。而且你不是也向我们很好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吗？呵呵，我看天印集团交给你是再适合不过了。老爷子看着刘从，眼神里满是慈爱，但很快刘从便冷静了下来。等会，老爷子，你先别动，我去外面整箱啤酒过来，再听你慢慢吹牛好了。刘从一脸严肃地看着老爷子，老爷子一瞪眼，一拍被子便骂骂咧咧了起来。你这小伙子，我都几十岁的老头了，有必要跟你这小家伙吹牛吗？哦，刘从明摆着不信。你都说这是你设置的继承人考验了，还不是吹牛？那你没有其他的亲戚吗？刘从又问。我只有2个哥哥和1个姐姐。老爷子摸了摸胡须。你这不是有亲戚吗？刘从一歪头。你完全可以让你哥哥姐姐的孩子继承啊。不过75年前他们都参军去了，还没回来呢。老爷子依旧缓缓摸着胡须，但语速却不知不觉中变慢了。虽然当时我也想跟他们一起去呢，但是当时我年龄太小了，哥哥姐姐都不让我去。刘从看着老爷子的表情，神情一顿。直播间的观众们弹幕也有些惊讶，这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怎么之前老爷子一个人去步行街散步，原来只有他一个人啊！哎，老爷子孤身一人，白手起家，这一路上肯定很不容易吧？没想到这老爷子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弹幕一阵唏嘘。那你的孩子呢？他才是你公司的第1继承人吧？刘从又问。当时因为家里没人，只有我一个，也没人给我说媒呢。老爷子说道，一边摆摆手。不过后面开始忙事业了，也就没有在意这么多了呢。这样啊。察觉到病房里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刘从顿了顿，还想说点安慰这老爷子的话。哎，算了算了，我困了。谁知道老爷子一翻身裹上被子，直接用后脑勺对着刘从。我先睡一觉，等我睡醒过来，你就跟我去继承公司。说完这话，老爷子便没再吭声了，裹着被子也不动弹。我说啊。刘从当然知道这老爷子没睡，思索了一番之后，还是起身了。你这份事业太沉重了，我可不想打脸。刘从一边给老爷子掖被子，一边半安慰半耿直地拍了拍老爷子的背。虽说他本来就不打算当什么小刘总，而如今老爷子这么一说，他就更加不打算继承老爷子的集团了。人家一辈子打拼下来的集团，他就这么拿了。再说了，打理集团多累啊，他现在手里还有几个钱，没事炒炒股，乐呵乐呵过也差不多了。他上辈子就是个社畜，咋的这辈子还是社畜？集团老总也不过是个高级一点的社畜把位。老爷子你身体还好着呢，集团的市值再翻个2-3倍也不是问题啊，不用这么早就想着后事啊。老爷子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怎么样了？老爷子还好吧？出了病房，李长青就在门外等着。
看到刘从出来，李长青连忙上前几步，一脸关切地问道：“老爷子恢复的还不错。”刘从实话实说：“行了，你赶紧进去吧。”哎，李长青赶忙应了一声：“小刘总，我们晚上见。”刘从却没回李长青这一句，转头出了医院。这一天给他忙的，怎么感觉比上辈子通宵加班还累啊？刘从掏出车钥匙，下意识去找车。等会，妈蛋！之前在医院门口直接被这姓李的强行带过来了，车还停在医院门口呢。我他妈真是！刘从一阵骂骂咧咧。喂，他晚上都跟马户那家伙约好去酒吧了，头一次跟人约定好，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谁知道这回正好，刘从摸出手机打算看看时间的时候，手机一震，马户的信息冒了出来：“从哥，你还在酒店吗？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刘从看着微信，寻思正好让马户那家伙来接他好了。至于李长青说的庆功宴，他都没打算继承人家天印集团，还去个锤子的庆功宴啊！抬手给马户发了个地址之后，刘从便到了路边等，旁边还有小弟们探头探脑的朝着刘从走了过来。“小刘总，你是要去哪里吗？要不要我？”“不用了。”刘从一摆手。“还有，别叫我什么小刘总了，别听那个姓李的瞎说。”“啊！小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懵逼。”马户这小子果然很守时，不一会儿就到了地方。“从哥！”马户热情地朝刘从挥着手。刘从应着，一边上了副驾驶。但马户这小子的眼神还在周围乱瞅，好奇心极其浓重。“我说从哥，这地方我记得好像是某个老总的私人医院啊，你在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第29章，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没事，就是觉得这私人医院挺好看的，上这来逛逛。刘从上车之后便直接瘫到了椅子上，一副懒散的神情，甚至连敷衍都不想了。怎么回事呢？明明他今天也没干什么事啊，怎么就觉得这么累呢？哈哈，从哥你可真幽默。然而旁边的马户听着似乎也没觉得什么不对劲，只是眼神一副意味深长的意味，看了刘从好几眼。“咱们先去吃饭吧。”刘从说道。“成。”马户应了一声。“我知道有个味道很不错的火锅店，我请你。”“行，开快点吧，我眯一会。”这么说的话，他拒绝了您的要求啊？“是啊，他的确是一个很正直的小伙子。”此时病房里，刘天印老爷子坐在床上，一边看着李长青送来的报告。连继承公司这件事他都不感兴趣啊，事到如今，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见了。哎，可能是小刘总心性高，还想在外面历练几年吧。老爷子大致把刘从在病房里说的那段话跟李长青说了一遍，但也不是全盘托出。李长青至今还认为刘从是老爷子的亲孙子，见老爷子一副惋惜的表情，连忙安慰道：“现在的年轻人本事都大得很呢，您等着看吧，相信小刘总很快就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成绩来了。”在听老爷子说起小刘总拒绝了刘总继承公司的要求之后，李长青不但不觉得奇怪，反而还觉得很有道理。果然是小刘总啊，心怀大志，面对金钱的诱惑毫不动摇。看来这世上很快就会有第二个天印集团了呀。李长青不由得欣慰地笑了。呵呵，是啊。但老爷子态度模糊，见李长青还真是一副不知情的样子，脸上笑呵呵的，也没有戳破。不过年轻人在外，事事都要用到钱啊。接着老爷子一翻手里的报告，气定神闲地端起了旁边的热茶。这钱虽然是身外之物，但是要用的时候还是多多益善的好，这点您放心，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李长青当了多少年董事长助理了，人精一个，看到老爷子的神情，顿时心领神会的笑了。现在小刘总那边差不多也收到信息了。滨城购物广场的上层，这里汇聚了不少网红美食店，火锅、烤肉、炒菜，泰式料理、韩式料理、日式料理，物美价廉，很受年轻人的欢迎。从哥，我跟你说啊，这一块我经常来，就没有我不知道的店。火锅店里，马户手上忙着下菜，牛肚、五花肉、虾滑，嘴里更是不得空，嚼着刚捞上来的肥牛，还一边跟刘从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你住这？而刘从比起聊天，他更在意吃，忙着夹虾滑呢，应付马户就更加敷衍了。住这？我也想啊。马户乐了，我是经常上这来出差，不过这一次是公费来的，不然我可舍不得住那么贵的酒店啊。哎呦，不过这一次就算是自费我也认了，毕竟认识了从哥你啊。刘从点头，见马户还要说，抬手夹了块酥肉过去哦。来吃啊，多吃点。哎，怎么劳烦从哥给我夹菜？马户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情，但从表情来看，明显是更高兴了。对了，马户吃着吃着，陡然想起了什么。从哥，你之前炒股那300多万，我给你转过去了啊，你收到了没？我看看。马户这么一说，刘从也想起来了，他都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刘从拿出手机，刚准备看看自己账户余额，谁知道手机屏幕上2条最新的信息弹了出来。龙国建设银行，您尾号0606的储蓄卡账户7月7日收入人民币1000万元，付款方账户名天印集团。信息：
发件人李长青，刘总的医药费，请收下。噗！刘从一个没忍住，当场喷了出来。从哥，咋的了？这是？给对面马户顿时吓了一跳。钱不对吗？啊，没事。这老爷子还真够大方的哈。刘从在数清了有几个零之后，不由得小声嘀咕了几句。哎，这就是不当继承人的后果吗？但刘从这么嘀咕，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坐不住了。后果？咋的？你小子还不乐意了是吧？听听，这他娘的是人话。兄弟，这后果我愿意替你承担。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大家都是自己人，这钱我感觉是假的，不如你把账号告诉我，我来替你验证验证。楼上的你他妈是算盘家吧？每次都看到你哥这打的啪啪响。靠，能不能给我也整一个啊？我不想努力了，呜呜呜！弹幕叠了个一层又一层，早就看不清画面了。从哥，咱们等会8点过去啊，我已经跟边的人说好了。马户坐在刘从对面，一想到等会跟刘从去酒吧，正好让自己好好跟他攀攀关系，内心也十分激动。我跟你说啊，从哥，那天上人间可是这块最好的酒吧，订个座都要掐着日子等呢，稍不留神就爆满了。行，听你安排。刘从这会已经放下了手机，在内心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大起大落之后，此时已经归于平静了。妈的，上辈子社畜当的累死累活，最高1个月也才赚个小万，这辈子穿越过来，一天啥事没干，1000万就这么到手了。再加上之前炒股的300多万，还有李长青给的200万，现在自己账户里的所有现金总共1500来万，这辈子钱来的也太快了吧喂！刘从悠悠叹了口气。怎么了从哥，觉得这酒吧不好吗？对面马户一听，还以为刘从不满，连忙问了一句。那倒不是，我对这块不熟，听你的就行。刘从这才回过神来，应了一声。算了，反正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正好今晚好好犒劳一下自己，放松一下。第30章，万恶的资本主义。天上人间坐落在步行街的街尾，刘金的招牌虽然在一众灯红酒绿的霓虹灯中显得有些低调，但却丝毫不掩奢华的气度。刘从上辈子也到过酒吧，但基本大部分都是因为应酬。上辈子他的老板就经常带他到酒吧谈生意，甚至还有夜总会和私人会所之类的地方，公司的很多业务都是在这种地方谈成的。这一次是纯属是因为来玩的，刘从还觉得新鲜。马哥，你来了。哎呦，这不是咱们的马总吗？欢迎欢迎，今天怎么这么晚啊？这可不像你。马户一带刘从进去，穿着西装小马甲的小哥便满脸笑容的迎了过来，旁边也还有好几个熟客，看到马户还笑呵呵的朝他招手。嗨，哥们今天结识了一位贵人，就算来的再晚也不迟。马户乐呵呵的摆手，算是打过招呼了，跟着酒保小哥往里走。酒吧里的灯光偏暗，到处都飘荡着香烟和酒水的味道，嘈杂声、嬉笑声和音乐声交织在一起，台上的美女们忘我的扭动着腰肢，台下的观众们也跟随着音乐纵情摇摆着。马哥，这边请。酒保小哥正轻车熟路的在前面领路。这边卡座不少，但坐在卡座的大多都是中年人，有的身边美女环绕，笑得一脸开怀，而有的一脸惆怅，喝得面红耳赤。刘从还饶有兴趣的打量着，旁边似乎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边。马哥，你怎么才来啊？这位是化着浓妆的妹子，穿着热辣的妹子笑呵呵的攀上了马户的胳膊。看到马户身后的刘从，妹子顿时好奇的打量了起来。听好了，这位可是我大哥，你们可不能怠慢啊！马户哈哈大笑，拉着刘从坐下了。差不多得了啊！刘从失笑，顿时拍了马户一把。而说是卡座，这地方其实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小包厢，只不过把门的部分换成了水晶般的门帘，座位柔软，台面反射着酒吧内闪烁的灯光。虽说位于整个酒吧的最角落，但却能清楚无比的看到酒吧的每一个地方。不但能清楚的看到舞台，还具有一定的隐私性，更不会叫人随便就能看到这边的情景。酒保小哥是何等的人精，马户好歹也是他们这里的 VIP 客户了，看到他对刘从这么一副殷勤的样子，酒保小哥一个心领神会。那么祝您玩得开心。酒保小哥点头哈腰的下去了，顺便还朝着旁边使了个眼神。对于马户带来的这位新来的客人，在酒吧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注目了，这一眼神仿佛是肯定了周围人内心的猜疑。顿时酒吧里的妹子们便涌了过来。马哥，你怎么忙才来啊？害得人家好等。马哥，这位是谁啊？也不向我们介绍。妹子们轻车熟路，借着马户靠了过来，撩帘子的撩帘子的，落座的落座，挽胳膊的挽胳膊。那么容许我再次向你们隆重介绍一下。妹子们一多，似乎整个卡座都飘满了妹子们自带的体香，香甜无比。妹子们虽说一时摸不准刘从的底，但是对于马户还是轻车熟路的。有几个胆大的妹子已经紧挨着马户坐了下来，熟悉的触感如同触电一般传了上来。马户当场就是一股热血上涌，嚷嚷着就要给刘从介绍身份。而这一行为对于刘从来说，简直不亚于小时候每逢过年时家长强行把自己拉出来表演节目。得，
就不能让我先看看菜单？刘从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哎，行，今天您最大，都听您的。马虎也不闹，反而更加笑嘻嘻地凑了上去。从哥，你今天第一次来吗？真是一表人才啊，从哥，以后要经常来看我们哦。而看到马虎的反应，妹子们一个心领神会，脸上的笑容也更加甜美了。有硬件条件的妹子已经贴着刘从坐了过去。从哥，你喜欢喝酒吗？要不要来上一杯呢？妹子坐下来的时候，事业线也跟着抖了几抖。哎，喝酒的话，当然要带上我吗？又有事业线傲人的妹子贴了过来。干嘛啦？喝酒这种事情，当然是人多才有意思啊。更多的妹子朝刘从靠了过来，温香暖玉，柔软无比，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就是喝酒吗？直接给我上10瓶黑桃 A。刘从只感觉眼前一片花白，晃得他简直眼晕。这他妈谁顶得住啊？哦，真不愧是从哥呀，大气。马虎一看这架势，甚至还识趣的往旁边挪了挪，给其他的妹子腾地方似的。这里10瓶黑桃 A。一位豪爽的妹子朝着正在附近转悠的酒保小哥一招手。好的，马上来。酒保小哥笑呵呵的点头，转头就去取酒了。很快10瓶黑桃 A 香槟被砰砰砰的被开了瓶盖。从哥好大方，我好爱。从哥一定要常来哦。从哥有空的时候记得想我啊。妹子们黏着刘从一阵哄笑，还用高脚杯摆起了香槟塔。从哥，我敬你。马虎更是笑得无比灿烂的朝刘从举了举杯。这刘从炒股玩的贼溜不说，刚才还从那家老总的私人医院出来。刘从这个关系他攀定了。干了干了。刘从一抬手接过妹子已经给他斟满的酒杯，跟马虎一碰，仰头一饮而尽。操，这就是土豪的生活吗？捏马，这地方1瓶黑桃 A 至少得上万1瓶吧喂。别说了，这种会员制的地方就是烧钱用的。刘从头顶的无人机还跟着，就算酒吧的灯光一闪一闪的，也依旧清晰无比的拍下了这幕。我他妈好羡慕啊！救命，我什么时候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啊！我说，你们谁还记得这家伙还在参加节目吗？可恶啊，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第31章，从哥好厉害，人家好喜欢。从哥，再来1瓶嘛，人家还想喝黑桃 A 呢。卡座里，妹子正妖娆的枕在刘从的大腿上，故作半醉半醒的咕哝着。从哥，人家也要。从哥，跟你喝酒最开心了。还有几个妹子坐在旁边，整个身体都快挂到刘从身上去了。一个妹子带头，剩下的妹子们蜂拥而上，几乎将刘从围了个水泄不通。酒过3巡，此时的刘从感觉自己躺在棉花糖里似的，身体周围软绵绵的，鼻子里闻到的气味也甜丝丝的。虽然香槟酒的度数不算高，但这么一杯接着一杯下去，大象来了都得倒。刘从老早就喝高了，朝着妹子一摆手，不就是黑桃 A 吗？加，给爷狠狠的加，把所有好酒给我整上。这话一出，妹子也更兴奋了。哎呀，从哥最好了。从哥，你这就倒了，人家都还没感觉呢。从哥，来嘛，喝嘛。旁边的马虎早就躺下了，之前喝嗨了，还把领带系到了额头上，整个一标准的醉鬼，神志不清的躺在了沙发上。朦朦胧胧间，又看到了身在万花丛中被妹子们上下其手的刘从。真不愧是从哥。马虎打了个9嗝，高，实在是高，甚至还朝着刘从竖了个大拇指。哥，只见刘从一仰头，又是一杯酒滚下肚。哇哦，从哥海量呀，从哥好厉害，人家好喜欢，再来一次吗？从哥。旁边陪酒的妹子们一阵欢呼，倒酒的倒酒，捏肩的捏肩，鼓掌的鼓掌。看的直播间里原本就心有不爽的观众，此时简直心态爆炸。操，好羡慕啊，好想打死他啊！嫉妒使我面目狰狞。捏马，我也想要妹子这样陪我喝酒啊！楼上醒醒，该搬砖了。又喝了几轮，刘从是喝爽了，看谁都仿佛影分身，一个分成2个，两个分成4个。从哥，来嘛，我们继续喝啊！妹子们丝毫不觉得累，反而伺候得更加卖力了。拿上来的酒一瓶瓶的往高脚杯里倒，仿佛这高脚杯里的不是什么香槟，而是白开水似的。喝的刘从简直整个人嗨到不行，摇摇晃晃的，眼神一阵迷离，看到了附近正在打碟的 DJ 顶着一头脏辫，正带着舞池里的人摇头晃脑，显然是整个酒吧的气氛核心。把那家伙给我叫来！刘从一上头，指着那摇头晃脑的 DJ 就嚷了一声：哎，马上！无处不在的酒保小哥立刻应了一声，转头就过去了。卫星来的，把这些给 K1那桌送过去。眼下将近晚上10点，酒吧的人气也越来越火爆，无论是陪酒的妹子还是送酒的酒保小哥们都忙得不可开交。台上跳舞的妹子都换了好几茬了，台下舞池里的年轻人们也越来越多。来了！杨宇还在收拾桌子，听到经理的召唤，一边擦手一边跑了过来。
主台这边，经理从库房里陆陆续续的拿出了5瓶黑桃 A、3瓶龙舌兰、4瓶朗姆酒，甚至还有一些洋语都叫不出的名字的。听好了，你送过去的时候一定要给人说点好话，给客人哄高兴了，说不定还会赏你点小费，知道了吗？经理一边小心翼翼的把这些名贵的酒放到专用的小推车上，一边语重心长的教着杨宇：“你小子不是缺钱吗？给我好好干啊！”好的，经理。杨宇也无比的认真的点点头。K1可是他们店里最好的卡座，经理还特意取了单词 King 的首字母。听说那桌今晚已经点了不下20瓶黑桃 A 了，眼下居然还要加这么多。果然，做这一桌的客人不是土豪就是超级土豪啊！杨宇看着自己面前满满当当的小推车，顿时感觉一阵压力山大。今天才是他在这酒吧打工的第2天，这要是手抖摔了一瓶，他怕是得当场收拾东西滚蛋了。没办法，作为城市百元生存节目的选手之一，最要紧的任务就是攒钱啊。不过杨宇还是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这可是滨海最受土豪欢迎的酒吧啊！1个月底薪就有8000，加上提成和小费，七七八八的加起来也有1万多了，还包吃包住。他只要稍微节省一点，1个月至少也能存上1万元，1年下来就能存12万。等到节目结束来清算的时候，保守估计也能进个前3吧。杨宇小心翼翼地推着小推车，打起了12分精神，看了一眼 K1卡座。那卡座位于酒吧的最角落，门口还吊着水晶门帘，隐蔽性极好，叫人根本看不清里面坐着什么人。等等，杨宇刚要走，经理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把他叫住了。再加上这个。经理转头又一脸郑重地报出了1瓶唐培里浓，就说是店里赠送的，知道了吗？好的。杨宇顿时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好家伙，这1瓶唐培里浓跟黑桃 A 的价格简直不相上下啊！啧，果然是个大土豪，经理这是下血本了呀！如此一想，杨宇更加不敢怠慢，朝着 K1走了过去。然而，在杨宇快要走到时，从 KI 卡座里忽然跑出个 DJ， 只见 DJ 满脸兴奋地回到了台上，一把抢过麦克风，震声吼道：“今晚所有的消费由从哥买单！”呜呼！话音一落，酒吧全场瞬间响起了阵阵欢呼声。呜呼！好耶！从哥！现场还响起了音浪，欢呼声更是一众压过一众。而卡座那边也更加热闹了，妹子们的娇嗔也一阵接着一阵的传了过来。从哥，你是我的偶像！从哥，又是1瓶！从哥你好厉害啊！第32章，城市套路深，他要回农村。666666，那害的是欧皇才有这样的底气啊！操，果然还是看别人花钱最爽。好家伙，这酒吧包一场不得100万起步？楼上格局小了吧？这300-500万开销是没得跑。酒吧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而直播间的弹幕也冲上了高峰。捏马，我现在打个飞的过去还来得及吗？靠啊，我也想蹭欧皇的酒喝。醒，这是会员制的，你以为想进就能进啊？而节目组的马化云和杨幂看到这幕，再次默契的对视一眼，顿时无奈的笑了一声。啧，这个刘从啊，没脸看了。现在的年轻人都玩这么花吗？啊，这主持人小撒顿时扶额。今天才是节目开始的第2天啊，这钱烧的他看着都心疼。干，主持不下去了，没意思。碰到这么个选手，简直特么的逆大天啊！这是专业的都看不下去了。杨宇这个酒吧刚来2天不到的新人，哪里见过呀？靠，看来这位爷是真的有钱啊！他等会可得好好表现，没准这位爷一高兴，赏他一笔丰厚的小费呢。杨宇强压着内心的兴奋，推着小推车到了 K1卡座前。打扰一下，这是你们点的酒。杨宇一抬头，第一眼看到倒在沙发上醉得不省人事的马户。马户整个人睡得死死的，连一点翻身的动静都没有，呼噜打得震天响。怎么看也不像包场的从哥啊！来了呀，放那儿吧。倒是卡座里边传来了一阵醉醺醺的声音，但听上去也有随时倒下的可能了。好的，这是我们经理赠送的唐培里浓。杨宇用力扬起一个微笑，一边端着酒瓶，一边抬眼看向坐在中间的那位。酒吧灯光昏暗，杨宇第一眼没看清这人的脸，但是这人头顶那个还在闪烁着小红点的无人机，此时倒是显得无比惹眼。无人机？杨宇的笑脸瞬间凝固在了脸上。哦，唐培里浓啊，来，给我满上。坐在里边已经醉倒温柔乡的刘从压根就没注意面前的杨宇，一听这酒名来了兴趣，便晃了晃手里的高脚杯。但此时的杨宇整个人都惊呆了，这就是从哥？这特么不是这节目组的参赛选手吗？不仅点了一堆酒，还包场的从哥，杨宇简直瞳孔地震。要知道这1瓶酒都赶上他1个月的工资了，居然还在这种酒吧包场，这特么真的是参加节目的选手？要不是身体还有一点残存的理智，恐怕手里的那瓶唐培里浓已经跟着他的理智一起碎一地了。选手和选手之间的差距
也太大了吧，这还能叫选手吗？这特么都能去当个公司的老总了吧喂！啊，嗨！而看到浑身僵硬，甚至面对刘从的要求还一动不动的杨宇，旁边的妹子坐不住了：“从哥，让人家给你倒吗？”坐在靠外一点的妹子反应飞快，连忙哄了一句，夺了杨宇手里的糖培里浓，埋怨似的飞了杨宇一记眼刀。开玩笑，要是让这位爷觉得他们这酒吧服务不周，那损失可就大了呀！杨宇浑身一颤，这才回过神，但已经晚了。实在是不好意思，他是新来的，反应有点慢。旁边一直抽空在留意这边动静的酒保小哥也过来了，一把拉上表情几乎裂开的杨宇。好在刘从本来就没注意杨宇，整个人醉醺醺的，视野里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哪里还有心思去注意其他的？从哥，来，我们继续喝。喝他妈的！刘从兴致高昂，猛地一举酒杯，里面的香槟洒了一半出来，剩下的一半才被刘从喝进了肚子。而见刘从似乎没反应，妹子们也松了口气，继续娇嗔着给刘从倒酒。但此时的杨宇可就不一样了，你这家伙，亏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是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啊！杨宇被带到了经理面前，经理一个大发雷霆，就差没指着杨宇的鼻子骂了：要是得罪了这位顾客，你知道对我们店的损失有多大吗？经理一副惊魂未定的神情，这一次是你小子走运，有人帮你救场，要是下一次你再犯这样的错，谁还来救你啊？但此时的杨宇眼神空洞，脸上更是一副生无可恋。马德，他这还打个锤子的工啊，回家洗洗睡得了。杨宇欲哭无泪的想着，果然是城市套路深，他还是回农村种地吧。再好的电影也会落幕，再伟大的人物也会退出舞台，再热闹的酒吧也得散场。从哥，一共是678万8500元。经理伫立在刘从的身旁，一脸谄媚。但你是我们的贵宾，我们给你最高的折扣，您只需要支付678万元。今晚这两位也是喝了个爽，而他也赚了个爽。不过重点还是这位叫刘从的爷。要知道他们酒吧从开业到今天，第一次上门就包场的客人，金盖可是头一个呀。可见这位刘从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了，以至于刘从睡到现在，他也没忍心叫醒。看刘从有些恢复意识了，这才赶忙出声。眼下酒吧里的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只剩了几个清理人员，四周回荡着酒瓶碰撞的脆响。刘从正倒在沙发上，眼都没睁，哼哼唧唧的掏出卡，又迷迷瞪瞪的付了款。再一看马户，这家伙已经从沙发上睡到了地上，两个酒保小哥一前一后，正打算把马户扶起来。随即刘从眼前一黑，再次一头栽倒在沙发上，彻底睡死了过去。刘从甚至都忘了自己是怎么离开天上人间了。没办法，晚上喝得太嗨，后劲也贼猛，以至于第二天早晨刘从清醒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头痛得快要裂开了。刘从皱着眉头揉着太阳穴，脑子是疼的，双眼紧闭，龇牙咧嘴的。妈蛋，他昨天这是喝了多少啊？但很快身边传来了一股典雅的幽香，这香味很好闻，不但不觉得熏人，反而让他觉得清醒了不少。刘从缓缓睁开眼睛。第33章，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陌生的天花板。此时刘从的记忆还停留在天上人间，他明明清楚地记得他睡过去之前看到的天花板还是黑色的，以及各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令人眼花缭乱的射灯都是酒吧特有的存在，而不是像眼前这种严谨的几何图，周围是一幅幅对称的欧式宫廷画，连边角线设计成了金色纹路，整片的天花板就像是一件庄严的艺术品。再一扭头，柔软的床上，他的右手边一个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人形凸起，枕头上正散落着一头深棕色的柔软长发，白嫩的手臂露在被子外面，丝绸的肩带慵懒地顺着胳膊滑了下来。刘从当场一个愣神，这特么是哪啊？而下一秒，枕头上那颗后脑勺此时也转了过来，一张睡得毫无防备的清丽素颜陡然放大，近得刘从都能看清那双微颤的睫毛，还有轻抿着的朱唇。是个妹子，还是个长得好看的妹子。刘从看了看旁边这妹子，又看了看天花板，一定是我醒来的方式不对。刘从把眼睛一闭，再睁，妹子还在，甚至还往他这边蹭了蹭。这下好了，刘从的脑子是彻底宕机了。刘从尝试对昨晚在酒吧的记忆进行读档，但不管他怎么想，记忆也停留在桌上那一排排一列列的酒杯上。完，真不记得了，读档失败。刘从顿时感觉自己这是一个头两个大。好吗？看来他昨晚玩的还挺嗨啊。果然喝酒误事儿。当事人一副游神天外的神情，但这对于直播间的观众来说，画面简直冲击力太强，弹幕已经爆炸。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卧槽，一大早就这么刺激，吓死！我还以为我昨晚看完忘了关电脑了。楼上你小子看的什么好东西交出来？无人机拍摄的画面虽然是在线直播，但也考虑到选手的隐私问题而设置好了拍摄时间。只不过眼前这画面对于观众来说，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似的。好家伙，瞒着兄弟们恰独食。
这么漂亮的妹子，就这么被这小子糟蹋了。但话说回来，直播间的观众激动归激动，也还是有稍微理智一点的观众。等等，这个妹子我觉得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拉倒吧，你在梦里见过是吧？别解释了，神秘代码给我整一个，哥们免费帮你验验。滚犊子啊！你们，这妹子叫沈木秋，是我公司的总裁啊！这话一出，本来就密密麻麻的弹幕再次爆发式增长，直播间都差点卡死。操！刚查了一下，还真是个女总裁。不是吧，阿 Sir？ 昨天老头设计让这小子继承家产，今天他就睡了个总裁，害的是你啊！哦黄。而很快，床上的沈木秋也渐渐转醒。他昨晚也喝了不少，脑子清醒了，但身体还不想动弹，右手下意识在枕头下一阵摸索，这才摸到了手机。一看上面的时间，这么晚了呀！沈木秋叹了口气，早知道昨天就不喝那么多了，他等会还有个会要开，还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沈木秋刚要掀被子起身，一抬眼就看到了坐在旁边一脸头痛欲裂的刘从，四目相对，沈木秋的表情瞬间凝固。你，只见沈木秋一双杏眼简直瞳孔地震，手还颤抖地指着刘从，别这么看着我啊，我还纳闷呢。刘从一看这妹子震惊的神情，就知道她要说什么，开口便把话头给截了。这下沈木秋是彻底清醒过来了，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穿着还在，也没有什么别的痕迹。沈木秋顿时松了口气，还好，神情放松了下来。沈木秋也不由得进入独当状态了。昨晚他心情不好，从公司出来之后的确是去了酒吧。他隐隐还记得喝到后半场的时候，好像有人说了什么全场买单，当时他在心里还嘲讽了两句，还真有这种人傻钱多的家伙存在啊。不过他当时心情也不好，也没想太多，干脆就敞开了喝了。然后呢？沈木秋正努力独当，果然喝酒误事儿。喂，没事吧你？刘从见这妹子半天没吭声，又抬眼问了两句。说起来怎么没见着马户？这酒吧可是那小子介绍的呀，难不成这妹子也是他介绍的？刘从一寻思，又多看了沈木秋两眼，摸了根烟缓缓点上。马户这家伙也真是的，好歹也跟他提前打声招呼吧。这一大早看到这种场面，多少有点刺激了。不过看在这家伙眼光还不错的份上，他就不跟他计较了。而这会沈木秋也正抬眼打量着刘从，眼神又再次撞上了，两人顿时都尴尬了起来。嘿，那个，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吗？沈木秋决定主动出击。不记得。刘从急答。确实不记得了，不过还能发生啥事儿？不就那点事儿吗？刘从悠哉地抽了口烟。那好歹告诉我你叫什么吧。沈木秋顿时扶额。刘从。沈木秋念叨了两遍，杏眸转了转，似乎想起了什么。这张脸他不记得，但是这个名字他好像有点印象。等等，昨天那个脏辫 DJ 喊的全场的买单的那位，不就是个什么从哥吗？难道就是眼前的？想到这里，沈木秋脑子里的服务器也总算连上了，断片的记忆顿时如潮水般卷了过来。然而好不容易恢复镇定的沈木秋将昨晚的事情彻彻底底的捡了起来之后，脸颊却疼的一声涨得通红。没记错的话，昨晚好像是他把刘从拉到酒店来的。第34章，只有马户受伤的世界达成了。甚至刘从结完账的时候他都还在，只不过以他当时的状态，刘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马户已经被经理叫醒了，毕竟是熟客，经理也习惯了，还贴心的帮他们叫了车。但马户也喝高了，扶着一个意识全无的刘从，走路都在发颤，摇得像个帕金森，啪的一声跟后边的沈木秋撞上了。迎面撞上来两个大男人，沈木秋刚要发脾气，但抬眼看到刘从，长相正好是他喜欢的类型，身高也是标准的1.8米大高个。俗话说得好，喝酒壮人胆。在酒精的催化下，沈木秋当时兴致就上来了，一个上头，沈木秋看都不看旁边的马户，拉上刘从就跑。然后就到这了。想到这里，沈木秋虽然脸上一副风平浪静的样子，但内心简直堪比10级惊天海啸。原来他喝醉了会干出这么离谱的事情啊！难道是见色起意？沈木秋下意识瞟了刘从一眼，而刘从这会已经起身了，站在地上去掏衣服口袋里的手机，浑身上下就穿了个裤衩。这刘从身材高大，肌肉均匀，尤其从后边看，安全感也满满。可这下沈木秋连耳根红了个透。好吧，是有那么一点，不过七情六欲也是人之常情啊，他这也不算过分嘛。刘从拿了手机一看，上面好几个未接来电，都是马户打来的。一看时间也不早了，刘从也打算离开这里。你叫什么？刘从一边穿衣，这才注意到坐在床上似乎在发呆的沈木秋。这妹子有点意思，长了张玉姐的脸，但却生了个天然的性格。马户这人能处，有妹子他是真的介绍啊。
沈木秋，刚才刘从是背着身的，陡然一下转过身，沈木秋一个猝不及防，这才慌慌张张的移开视线，脸红的仿佛要滴血。好的，沈木秋。刘从已经麻溜的穿戴整齐了，手上正握着10来张红票子。没办法，这已经是他身上所有的现金了。接着，刘从把这1000来块钱塞到了沈木秋的手里。你赚大发了，我还是第一次呢。啊！沈木秋看着手里的钱，顿时一脸懵逼。啥玩意？什么意思啊？那么有缘再见喽。接着刘从拿上手机，朝着床上呆坐着的沈木秋一摆手，潇洒离开。看到啪的一声合上的房门，沈木秋这才猛地回过神来，这家伙居然把他当成陪睡的小姐。沈木秋哗的一声就把手里的钱给扬了，连枕头旁边的手机都没能逃过一劫，咣当一声摔地上了。好，很好，刘从是吧？你给我等着。哈哈哈！卧槽，66666，好，不愧是你啊，从哥。直播间的观众还看到刘从给完钱还潇洒离开这幕，弹幕简直笑不活了。笑死，我他妈还是头一次看到我们总裁气成这样，哈哈哈哈！刘从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哈哈哈！在滨城，沈木秋也算个实实在在的名人，人长得漂亮不说，还一手创办了秋红集团，手握几10亿资产，20出头的年纪就成为了滨城头一个女总裁。连龙国公认的商业巨鳄马化云也跟秋红集团有过不少商业上的往来。沈木秋能走到今天，其手腕自然了得。马化云作为业内人，还颇欣赏这位赫赫有名的女强人，但他也没想到，这位女强人今天还有这么失态的时候。而依照这位沈总的性子，看来咱们的刘从选手以后的日子可精彩的很啊！呵呵呵，马化云光是想想就没忍住笑出声。这节目果然没白来啊，是吗？不过依我看啊，沈总还真不一定能在刘从身上占到便宜呢。杨幂也是一笑，乐呵呵的看着屏幕上正一脸神清气爽的跟马虎通电话的刘从。嗨嗨，只是开个玩笑啊，并没有别的意思哦。哈哈，咱们的刘从选手可真是把他的欧皇属性发挥到极致了。主持人小撒也跟着笑道，不过他本人似乎依旧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呢。嗨嗨，下面让我们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从哥，这里。此时某家咖啡厅里，刘从进了门就看到马虎正坐在窗边的位置朝他招手。两人都没吃早餐，这回都饿坏了。马虎已经点了一桌，卷起袖子就准备开吃。哥们，够意思，昨天你找的那个妹子真漂亮。刘从落了座，顿时一脸揶揄的拍了马虎一把。没想到啊，你小子深藏不露啊，这样的妹子都能给你找到。马虎刚咬了一口三明治，顿时一脸茫然的看着刘从。从哥你说啥呢？我没找啊。啊？刘从刚喝了口黑咖啡，差点呛住。你没找？昨晚我也喝高了。马虎摸了摸后脑勺，后边经理不给我喊醒了吗？本来我打算跟你一起离开酒吧来着，但是刚出了门，好像就被一个人给推开了，然后我就在酒吧睡着了。马虎这一段话下来，给刘从听的是一愣一愣的。啥？还真不是这家伙给他找的小姐？嗨，你说那人推就推吧，劲还挺大。你看这给我整的。马虎一边说，一边把额前那团头发给撩了起来，里面还正贴了块纱布，还上了药，怪不得这家伙今天没打发胶，原来是为了掩盖伤痕啊。这还是酒吧的人给我包扎的。但听了马虎的话，刘从都惊了，简直一句一个大霹雳啊！靠，他昨晚到底经历了什么啊？好家伙，你小子还以为咱们大名鼎鼎的沈总是那种女人啊？我就说呢，我家总裁怎么在欧皇的床上醒过来？真相原来在这里。直播间的观众也听到了马虎这番实锤，弹幕顿时一阵起哄。确实，我还以为是刘从这家伙见色起意推了马虎跑了呢，哈哈哈哈！笑死，只有马虎受伤的世界达成了。第35章，这就是人生啊，大起大落的。不过从哥，你刚说的那漂亮妹子又是怎么回事？倒是马虎这个局外人上来就听了刘从一顿稀里糊涂的话，又看到刘从的表情，给他自己整不明白了。嗨，没什么，随便问问。刘从一摆手，但这么说的话，好像还是他占的便宜更大啊。算了，反正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萍水相逢也是有缘，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都不一定呢。刘从一边在心里这么安慰着自己，一边缓缓喝着咖啡。刘从敷衍马虎都快形成肌肉记忆了，而马虎被刘从敷衍的也敷衍出了个神经反应，点头应了一声，便开始刷手机了。开玩笑啊，他家从哥是什么人啊？哪个超级有钱人身上没几个秘密的？正常，再正常不过了。刘从咬了口三明治，一边掏出手机打算找个电子榨菜来下饭，刚点开屏幕，一则新闻就自动弹了出来。即日起，天印集团将开展赛创科技的收购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一收购计划进展的前所未有的顺利，且收购价也令天印集团十分满意。青日集团的股票再次跌停，
专家戏称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新闻里双方正在参加一场新闻发布会，因为天印集团的董事长身体抱恙而不能亲自出席，只能由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而赛创集团的徐总一脸强颜欢笑，满脸写着高兴，看着40出头的年纪，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0岁似的，无比憔�悴. 反而旁边的那位天印集团的老董事一脸意气风发，笑得那叫一个开心。哎，赛创科技被天印集团收购了呀，啧。显然对面的马户也看到了这则新闻，好歹也是个金融人士，顿时一脸唏嘘地感叹了一声。赛创我记得才收购光达重工不久吧，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为天印的囊中之物了。啧，这些集团们互相扯皮，到最后也逃不过大鱼吃小鱼的宿命啊。是啊。刘从一如既往的敷衍，这则新闻他也只是扫了眼就划走了。他可不是什么金融人士，这种互相收购扯皮的新闻对他的吸引力，甚至还没有微信关注的那堆乱七八糟的公众号要高。凯翔车行周年庆活动完美落幕，感谢各位会员长期以来的支持，我们将在下个月隆重开启第1个会员纪念日，望各位会员前来捧场。这不是他之前中了一辆大众帕萨特的车行吗？刘从顿时来了兴趣。哟，这又要搞什么活动啊？是啊，之前赛创科技还涨停呢，没想到今天就暴跌。啧，还好咱们抛得早。马户不但没察觉刘从的溜号，反而越看越认真，还一本正经地夸起了刘从。不过炒股嘛，有赚就有赔，这就是人生啊，大起大落的。马户放下了手机，乐乐呵呵地喝了口咖啡。不过谁让他幸运地结识了这位财神爷呢？他可得好好抱紧这条大腿念。沈总，青日集团对我们前天签那份合同似乎还有其他附加要求，我们要不要？哪儿这么多要求？告诉他们，我们能给的只有合同上的那些，不满意就滚蛋。此时秋红集团的总裁办公室，清脆的高跟鞋声由远及近。沈木秋刚开完会，眉头皱着，语气也冷冰冰的。听说他们之前跟赛创科技私底下勾结，已经被天印集团拿住把柄了。总裁助理齐穗一步不落的跟在沈木秋身后，颇有些严肃的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天印集团那边虽说表面上没有对付青日集团，但成为了天印集团的对立面，这以后的日子恐怕也不好过呢。那就跟他们断了，断得干干净净。沈木秋进了办公室，一摆手，又冷冷的下令：我们最近好不容易才跟天印集团攀上关系，可不能做出违背他们意愿的事情啊。好的，我马上去办。齐穗一点头，抱着文件就要出去。还有，我听说刘总住院了。沈木秋坐了下来，包臀裙下的长腿翘着。帮我问问李助理，方便的话我们即刻准备过去看望。齐穗点头，在笔记上记下了。那好，辛苦你了。沈木秋轻叹一口气，揉了揉肿胀的太阳穴。昨晚宿醉都算了，早上还遇上那么些个糟心事，晦气。沈总，你还好吧？齐穗一抬眼就看到沈木秋眼底的那片淡淡的淤青，顿时有些担心地问了一句：昨晚是不是没睡好？我没事，你赶紧去办吧，正事要紧。沈木秋一摆手，一副不想多说的神情。齐穗虽然担心沈总，但他也不敢违抗命令，记了工作内容就要出去。等等。而齐穗刚到门前，又被沈木秋喊住了：帮我查个人。沈木秋的脸色明显变了变，在纸上写了个名字，越详细越好。齐穗凑过去一看，刘从。齐穗这位总裁助理的办事效率的确很高，不一会，刘从的信息档案就送到了沈木秋的办公桌上。就这么点。沈木秋2根手指捏起了摆在自己面前的那张纸，可不就一张纸吗？照片、姓名、性别、电话，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实习单位、工作单位、家庭状况、婚姻状况等等。要说详细吧，确实很详细，连这家伙最近买了多少彩票，中了多少钱都写得明明白白，但都不是沈木秋想要看到的。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刘从的所有信息？我从人事部那边随便找一份应届生的简历过来，都比这个丰富。沈木秋额上隐隐有青筋暴起，但还是被他忍了下去。是的。齐穗点点头。那你告诉我，这种人能在酒吧一夜花600多万？沈木秋顿时震声问道。齐穗顿了顿，在酒吧花600万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问了银行的熟人，听说天印集团给他转了一笔钱，这件事还是刘总吩咐李助理着重交代的。什么？刘总吩咐的？沈木秋神情一变，听到天印集团这几个字，沈木秋顿时认真了不少。给他转了多少？1200万，分2次转账。齐穗推了推眼镜，第一次赚了200万，第二次赚了1000万，这么多？沈木秋纳闷了，有查到是什么原因吗？这个，齐穗又顿了顿，表情也古怪了起来。信息部那边查到的是天印集团刘天印老爷子摔倒，当时是刘从送到医院的，还赔到了老爷子出手术室，这笔钱就是支付给刘从的医药费。啊！第36章，孙子，爷爷来给你介绍对象了。一时间，办公室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这种说法
也太勉强了吧。沈木秋顿时扶额，摔了一跤就给1000多万的医疗费，集团再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啊！你还不如直接告诉我他是刘老爷子的亲孙子呢。霎时间，沈木秋赫然想到了什么，等等，这个刘从不也姓刘吗？但众所周知，刘老爷子无后啊。齐穗顿时在旁边提醒了一句：是吗？但沈总可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巧合之说，平平无奇的家伙还能在酒吧花600多万包场，天印集团还会给他转这么多钱？档案或许可以造假，但事实却摆在眼前啊！沈木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难道这个叫刘从的真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这么一想的话，似乎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呀。刘老爷看上去都是一副慈祥随和的神情，但执掌这么大一家集团，其城府自然是深不可测。而对外宣称自己无后，完全有可能是为了使对手放松警惕而放出来的烟雾弹，其实暗地里已经在栽培继承人了。那家伙果然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呢。想到这里，沈木秋不由得自言自语出声。不过这么说的话，他不但没亏，似乎还血赚了呀。哈！沈木秋瞬间就觉得自己的心情好多了，嘴角都下意识地勾了起来，乐得像只狡猾的小狐狸。沈总，怎么了？齐穗整个一蒙在鼓里，看着自家沈总今天这脸色是一阵雨一阵晴的，顿时一脸莫名其妙。没什么，齐穗，这件事你办得不错。沈木秋轻咳2声，这个月奖金双倍。哪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齐穗顿时受宠若惊地扶了扶眼镜，见了沈木秋似乎心情恢复的样子，内心也不由得松了口气。不过怎么感觉今天的沈总有点怪怪的？算了，可能是他想多了吧。齐穗之前给李助理发去的信息也很快得到了回复，那边表示下午正好有空，老爷子精神不错，可以过来看望。老爷子的私人医院就在天印集团的附近，从集团直接赶过去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医院的门口，带路的小弟已经老早在门口候着了。沈总，这边请。小弟在前方领路，电梯直达上层，而这整个6层就只有一间病房，门口还站着巡逻的保镖。看到沈木秋和齐穗过来，目光稍作审视了一番，这才开了病房的门。刘天印老爷子正坐在床上看报纸，李长青则是站在床边，微微向沈木秋鞠躬。沈总，您来了。哎，不用这么生分，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叫我名字就行了。沈木秋连连回礼，齐穗也不敢怠慢，两人跟李长青寒暄了一番，这才在旁边的会客椅上坐下了。许久不见，沈总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孩喽。刘老爷子看着沈木秋，似乎很满意的样子，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可别这么说，要是当年没有您的指点，我哪里还能走到今天啊？沈木秋也谦虚而又礼貌的笑着，敬了礼数，还尽显大气。老爷子在行业内的口碑相当不错，虽说辈分摆在那，但是一点都没有架子，还鼓励年轻人创业，经常给他们这些初学者们指点迷津。这不，沈木秋觉得自己已经算是最先来看望老爷子的这批人了，但病房里还是摆了不少慰问品，桌上放不下，地面还摆了不少，包装精美，价值不菲。不说天印集团地位如何，可见老爷子的个人魅力也是很足的。当然，老爷子是个明白人，也知道坐上这个位置的人哪日不是日理万机。沈木秋这孩子心善，肯过来看他，他当然也不能让人家白来嘛。小秋这么年轻就事业有成，身边肯定有不少追求者吧。刘老爷子不动神色，脸上还是乐呵呵的神情，右手也缓缓端上了一杯茶。董事长这副神情，旁边的助理也如出一辙。李长青嘴角一抿，顿时一副看戏的表情。嗨，现在正是忙的时候，我哪有心思注意这个呀？沈木秋失笑，连忙摆手。在他看来，这话是出于长辈的关心，一时间也没想太多。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事业虽然重要，但哪里重得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老爷子一脸严肃地说道。趁现在年轻，找个合适的，说不定对自己的事业也有帮助呢。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瞧瞧，孤家寡人的。哈哈，您这么说的话，我倒也想啊。沈木秋乐了，知道老爷子的性格，还顺着老爷子的话打趣。老爷子，您要是看到合适的，可不能介绍给别人，一定要想着我哦。哎，那感情好。老爷子顿时哈哈大笑。小秋，你可得说话算话呀。现在手下也管着几千号人，可不能食言啊。嗨，瞧您这话说的。沈木秋捂嘴接着笑，神情颇有些无奈。我什么时候跟您食言过了？好啊，好。而面前的老爷子也不知道怎么了，神情似乎高涨了许多，激动的连说了几个好。沈木秋又坐了小半会儿，直到旁边的齐穗提醒他下午还有一场会要开，沈木秋这才起身。老爷子，改日我再来看您。沈木秋临走时还有些不舍地握了握老爷子的手，又跟李长青打了招呼，这才带着齐穗离开了。刘总，您这是？看着沈木秋离开病房，李长青眼神里的兴奋已经按捺了不住似的，连忙看向刘老爷子。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老爷子一副老谋深算的摸了摸胡子。小邱是个好孩子，心善，能力也很出色，就是不知道刘从那孩子喜不喜欢。老爷子对沈慕秋的印象一直都很不错，集团董事，本领扎实，性子善良，气质出众。这么优秀的孩子，要是能成为他指定的继承人，相爱结合，那可真是一件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嗨，刘总，让他们见一面不就行了？李长青在旁边乐的简直比自己结婚时还要高兴，激动的搓了搓手。反正咱们跟秋红集团还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以后也少不了要打交道。而这件事要是能早点成，那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咱们集团都是百利无一害啊。是这个理儿。老爷子呵呵一笑，眼神犀利。那就交给你去办吧。不过我们也不能太急，年轻人嘛，还是先试探试探他们的心意，找个机会暗中撮合一下就好了。明白。第37章，这就叫事在人为。啊，阿 T， 怎么了，从哥？感冒了？此时商业步行街，刘从刚从某家店里出来，忽然就打了个喷嚏。旁边的马户一看，顿时调侃了两句：“这店里空调打得这么足啊，还给咱们从哥吹感冒了。”不是，忽然觉得鼻子有点痒。刘从也是一脸莫名，咋的？难道是有人在背后夸他帅？得，从哥，那我先回一趟公司啊。马户点点头，一把拍了拍刘从的肩膀，眼里是满满的不舍。没办法，他这趟来还是出差，时间都是跟上边说好了的，就算自己上班时间相对自由，那也得回公司报到。不过你放心，从哥，只要你需要我的地方，微信喊我一声，我使命必达。马户一本正经地看着刘从说道：“你可拉倒吧，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而这2天跟马户相处下来，刘从也觉得马户这小子不错，跟他相处得来，两人的关系似乎也上了一层楼。所以说，男人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么简单。刘从一摆手，头也没抬：“走吧你，再拖下去，小心赶不上飞机。”从哥，那我走了。马户上了车，还在驾驶座上冲他眼泪汪汪的挥手：“干啊！要不是上司命令他回一趟公司，他才不想跟眼前这位行走的财神爷分开啊！”刘从又笑骂了几句，这才跟马户道别。眼下正是下午，头一天他就想逛，卡在2环动弹不得。第2天遇到了刘老爷子，还有那个姓李的，眼下他可终于能好好逛个街了。甚至今天还是个工作日，街上的人流量并不算多，散步也行，购物也行，怎么悠闲怎么来。有一说一，今天是不是咱们刘从选手最悠闲的一天呢？主持人小撒通过无人机看到这幕，顿时笑着调侃道：“看啊，刘从选手这2天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大钱之后，现在终于能开心的玩一会儿了。”哈哈，是的，看他脸上悠闲的表情就知道了，相当于是给自己放假了。马化云也跟着笑道，被这选手震惊好几次了，眼下忽然看到这位选手回归了普通人的日常，他竟然还有点不习惯。哈哈，就算咱们节目其他选手身上拥有的现金加起来，都没有他这3天赚得多吧？杨幂轻声一笑，优雅的翘着长腿。哈哈，事实是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就知道了。小撒一笑，朝着后边的导播使眼色。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此时其他选手正在干什么吧。听好了，像这样新建的小区，尤其入住率还挺高的，这种拆下来的样板门啊、窗啊，那都多得不得了，而且价格很低，住在这儿的业主那都是有钱人。你要是口才好，脑子转得快，说几句好话，说不定人家还白送你呢。此时，一处名为紫金阁的高级小区附近，一位皮肤黝黑、身材有些走样的中年男人，正坐在大树旁的阴凉地里，手上还拿着个太阳帽，一边扇风，一边跟头顶的无人机唾沫横飞地介绍着。对了，还有我之前提到的，也不仅仅是什么门啊窗的，这种刚才的边角料也很不错，这么一捆，今天的烟钱是有了。赵四说着说着也休息够了，戴上太阳帽，麻溜的翻上了旁边的3车轮上，一边指了指附近的紫金阁。兄弟们，今天的路线我已经踩好了，咱们现在就去那个小区看看，说不定会有什么好东西。赵四在加入城市100元生存挑战之前就是个生意人，做的中间商，赚的就是这个差价，干了有3、4年，颇有起色，也算个小老板了。一看这节目在招选手，他想也不想就报名了。赵四对这节目还颇有自信，自己可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这节目一开始给个100，然后就开始创业赚钱，自力更生，对他来说可不就是个专业对口吗？不过他大字不识几个，外表形象也就那样，服务员、收银员这样的活儿也干不来。工厂的流水线他又嫌累，不愿去。但也是因为一次机缘巧合，赵四正好路过一个正在新建的小区，里边好些个人凑在一起，正在收集工地旁边那些个钢筋废料，还有几大根钢材之类的废料。赵四当时 DNA 就觉醒了，猛地一拍大腿。对啊，他可以来卖这些废品赚钱啊！滨城这几年的开发力度不小，区域划分下来了，住宅小区那都是扎堆扎堆的建，这样的钢筋废料，那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吗？而且不仅成本低，来钱也快。既然已经决定自己以后要干的事情了，赵四也没急，还花了点时间打听打听消息。
有钱人都住哪，都喜欢往哪钻，以及废品站的位置等等。不说是这些建设废料了，日常的废品当然也不能落下。他就负责收集废品，再倒卖给废品站，狠狠地赚上个差价。头一天赵四是试水，拉了些钢筋和钢材卖了，就赚了个100左右。赵四尝了个小甜头，更不墨迹，当即花了150租了个小3轮，开启了他在滨城的收废品生涯了。而干这事还有个好处，往那有钱人多的地方去，翻个垃圾桶就跟开盲盒似的。比如说昨天吧，赵四远远的就看到路边有一对小情侣在闹分手，两人吵得还挺凶，女的更是当着那男人的面把花和一个小盒子扔垃圾桶了。这是个男的都得生气吧，当时头一转，两人就此分道扬镳。这回就轮到赵四出场了，两眼放光的就开始翻垃圾桶，找到那个红丝绒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小块吊坠，看品相应该也能卖个小几千。赵四简直是心花怒放，抱着小盒子连亲了好几口，丝毫不在意旁人投来异样的眼神。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在人为。大家都是凭本事赚钱，还分什么高低贵贱？他赵四可是要拿到最终大奖的男人啊！好了，朋友们，咱们现在已经出发了呀，看看这个紫金阁能不能捞着点好货。赵四心情好的不行，一边哼着歌，一边蹬3轮，朝着紫金阁的方向去了。第38章，干一行爱一行。而对于赵四的行为，原本他直播间的观众还对收废品这事有些无法理解。这哥们是个狠人啊，垃圾桶都敢翻。我说咱们这滨城也是个1线城市，你去餐厅端个盘子也行啊，至于这么埋汰吗？嗨，尊重祝福。而在看到这赵四拉了几天的废品，每天稳稳当当300-500收入，只高不减。赵四本人更是每天都吃香喝辣的，偶尔还能买包华子抽抽，观众们的看法也跟着变了。加上这赵四又是个话多的，一边跟观众互动，还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不像其他选手那样跟个闷葫芦似的，只知道赚钱。一来二去，赵四直播间里的观众不仅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观众的数量也增加了不少。牛逼啊，老铁，靠收废品发家致富，可以可以，我支持你，真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紫金阁是赵四老早之前就听说过是一个小区，甚至还是他参加这个节目之前时听说的。这小区靠近中心商业街，走个5分钟就能到索菲亚国际酒店的双子大楼。而能住在这样的小区里，那已经不能说是有钱了，那简直是相当有钱啊！就这种寸土寸金的小区，就算从毛坯房上扣块砖下来，他这一周的吃喝恐怕都不用愁了。嗨嗨，当然是他的幻想。紫金阁他已经惦记好久了，而今天他总算能去把这块肥肉给吃了。等会他连垃圾桶都不能放过，万一运气好翻到块劳力士呢？这想象给赵四美的3轮都快给他蹬出火星子来了。兄弟们，等咱们资金累积的差不多了，咱们就自己开一家废品回收站，赚大钱。赵四蹬3轮的时候还不忘跟头顶的无人机互动。滨城真是个好地方啊，哈哈！等我有钱了，直播间的兄弟们可以来滨城找我，包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而赵四直播间的观众已经习惯赵四这性子了，听到这个心情正好，一脸豪爽，弹幕也跟着乐呵。笑死，你小子还挺乐观。节目结束有1年呢，不急不急呀，哈哈哈！赵四这人能处，他是真不把咱们当外人啊。很快紫金阁便到了，小区装潢也足够豪横，仿的欧式宫廷风，大门两旁都雕上了古希腊旧神塑像，中间搭了个音乐喷泉。倒是赵四的破3轮停在门口，显得颇为突兀了。赵四一脸猴急的进了小区里，毛坯房的门和窗落了好几片，一排排一列列的，甚至还有不少厚重的防盗门。这样的防盗门也是值钱的，比那些什么门啊窗啊什么的值钱多了。显然这毛坯房交付，这小区有一大半的业主选择重新装修，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防盗门。普通的2手防盗门也就300-500的样子，但这紫金阁的防盗门怎么着也得上千了吧？果然啊，土豪就是土豪。赵四丝毫不觉得自己在这里格格不入，反而还点燃了自己的斗志。哈，等着吧，等1年后他也要住到这么好的小区里。赵四美滋滋的想着。而通常来说，这些从毛坯房扣下来的门和窗，这些都是能进行2次售卖的。不过赵四当然不管这层关系，能搞到手那就是他的，不然他就白下重金跟这里的保安搞好关系了。搬得动吗？要不要我帮你叫几个人？保安看着赵四忙前忙后，自己在旁边看着，还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免费的吗？免费的就叫几个。赵四一摆手，得，您忙。保安耸耸肩，回保安室了。反正这东西暂时还没人来收，他也没接到通知，赵四这钱不赚白不赚。赵四忙到天黑，保安都吃完盒饭了，才看到赵四收工。只见赵四一边用粗布把3轮车后边的东西搁上，又跟保安打了声招呼，乐呵呵的拉走了。今天这收获可不小啊！9扇防盗门还是9成新的，除了他在搬的时候蹭破了表面的薄膜以外，看起来就跟全新的一模一样。他500一个回收的，可把他这些天的积蓄全部都给榨干了。不过好在，以这些门的质量，估摸着能按1000一个来出手，9扇门就是9000了。这样算起来，
这一趟戏也赚4500。赵四的心情美得都快上天了，真不枉他干到现在啊！虽然腰酸腿痛的，但也值了。兄弟们，今天我这收获够可以的吧？赵四笑眯眯的跟头顶的无人机说道。晚点再来，顺便把盲盒开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意外收获。赵四收废品收久了，甚至都有了自己的一套专业词汇。这3天他从其他地方收了不少废品，全部都堆在一起，打算清理好了之后再去卖掉。所谓的开盲盒的意思，其实就是把这些废品清理好。要是还能像之前那样翻出个小锦盒，那今天可就真的是赚大发了。不过话说回来，照今天这出货架势，他一个人都有些忙不过来啊。兄弟们，你说我要不要给自己找个助手什么的？咱们赚钱是得赚钱，但是再来个人，那也是赚双倍的钱啊。赵四寻思着，下意识对着无人机自言自语。不过多一个人也相当于多一份支出。他现在虽说身上累积了不少钱，不过这日后的开销吗？想到这里，肚子咕噜的响了一声。算了，先去填饱肚子吧。赵四也懒得想，一边哼着歌，打算找个什么地方好好吃一顿。紫金阁附近就是商业街，好吃的不少，但是价格也不便宜。不过他赵四今天心情好，点了不少菜，还买了几瓶啤酒，打算晚上再好好爽一下。嘿嘿，哥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眼下商业广场这边人不少，赵四跨上3轮，哼哼唧唧，正准备离开这里，把车上这些东西卖了。然而下一秒，赵四忽然看到前面不远处空中似乎有个无人机。这无人机他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呀。赵四顺着那无人机飞行的方向看了过去，只见一个面容俊秀的青年正坐在广场的长椅上，似乎也是饭后，正一边翘着2郎腿一边抽烟。第39章，你小子又开始霍霍其他选手了。从哥，我已经公司了。哎，上这个破班真是无聊啊。从哥你等着，我马上就跟公司申请出差去找你。此时刘从正坐在长椅上，一边抽烟一边给马户回信息。你靠这个吃饭，还是老老实实在公司待着吧。刘从回复道。拉倒吧，跟着从哥你，那不比公司打工什么的强多了。马户回得很快，甚至着重加了好几个感叹号。刘从回了一串省略号过去。加油，打工人。又接着发了条微信，刘从就把手机揣回兜里了。刘从在步行街逛了一下午，玩也玩了，吃也吃了，逛的那叫一个痛快。作为滨城的商业中心，刘从在这里也看到了不少头顶无人机的同事，尤其到了晚上，摆摊的出来摆摊，发传单的发传单，无不卖力的吸引着周围的路人。哎，这么晚了还出来摆摊啊，真努力。刘从还看到了一个哥们，之前吃饭的时候刷手机时看到的直播，这哥们白天在店里端盘子，晚上出来摆摊，深夜就去网吧通宵接游戏代练。网吧通宵便宜啊，10几块而已，住宿问题也解决了。看到那哥们，刘从一拍脑门，哎，差点又忘了自己还在节目拍摄中了。想当初自己还在工作的时候，天天3点一线习惯了，放假就在家里睡觉，也没什么心思出去玩。现在是有空了，怎么回过头来还有点怀念在公司上班的生活了呢？难道社畜属性也跟着他的灵魂一起穿过来了吗？刘从一摸口袋，烟盒子又空了，起身刚准备去买包烟。哟，兄弟，看起来过得很不错吗？身后赵四大步流星过来了，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怎么称呼？赵四自来熟惯了，一看面前这小伙子看起来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手里拿着烟盒就递了过去。刘从一抬眼，看到这人一身运动汗衫，头上戴了个遮阳帽，大概是常年在太阳底下奔波的缘故，晒得浑身黢黑，头上还顶着个跟自己同款的无人机，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劳动人民啊喂！叫我刘从就行。刘从客客气气的接了烟。行，我姓赵，家里排第4，所以我妈给我取名赵四。赵四一看这人还挺爽快，心思也迅速活络了起来。兄弟，你这是准备去哪儿啊？还不知道去哪呢。刘从一摆手，无聊得很。哎呦，咱们这些人无聊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小伙子看着年轻，细皮嫩肉的，身材看上去也壮实，脸上一点沧桑感没有。他就算说自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赵四也觉得没毛病。不过挺好，这种没什么心机的社会小白，给他来打下手再适合不过了。嗨，不死就行了。刘从耸耸肩，哈哈，敢问一句，兄弟在哪里高就啊？赵四见这个叫刘从的搭腔爽快，顺着又问一句，我还没找工作呢。刘从特真诚地回答道，哎呦，在滨城还没工作，兄弟这日子不好过吧？赵四一听，内心顿时乐了。啧，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脸皮薄，哪里是找不到工作啊，分明是不想吃苦吧。不过正好，这可正中他的下怀了。还行，就是有点无聊。刘从说，话说回来，他还没想好今晚住哪呢。之前住的那个什么索菲亚好像还不错，难道又住回去？刘从一歪头想着，不过那地方餐厅的味道可真不咋样啊，要不换个酒店住住得了。兄弟别说了，我都懂。但赵四毕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脸上还是装出一副惋惜的神情。都说滨城是有钱人的城市，但是咱们跟那些阔少不同，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啊。接着赵四话锋一转，一副惋惜的神情看向刘从。不过兄弟，你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啊。嗨，我之前赚了点小钱，填饱肚子倒是没是问题。刘从看着赵四，似乎也相当认同他的说法，一脸严肃的点点头。我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得了。哎，你这又是何苦？赵四一听，更是一副扼腕叹息的神情。但这回刘从直播间的观众可就不这么认为了。赚了小钱，指天印集团直接赚了1000多万。你小子又开始坑蒙拐骗了呀！哈哈哈！好久没看，又搁这霍霍其他选手呢。从哥真是坏透了！哈哈哈！弹幕俨然一副准备看戏的气氛。紧接着，一根烟抽完了，赵四也开始步入正题。兄弟，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我呢最近比较忙，正好缺一个帮手。你要是实在没事干，不如暂时跟着我吧。我给你开200块一天，你看怎么样？赵四说完，看向刘从的眼神还有些怜悯。你这家伙连工作都找不到，哥们给你开200一天，已经够意思了。小样，这还拿不下你？哟，真的？只见刘从一挑眉，正愁着无聊，不知道该干啥呢。你是干什么的？给你看看我今天的收获，你就知道了。赵四一看这家伙果然上钩了，内心也跟着高兴了起来。接着，赵四就带着刘从到了自己的3轮车前。别看哥们这车不咋的，但可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呢。赵四已经开会，迫不及待地介绍起了自己今天的胜利果实。只见赵四轻手轻脚地捏住盖着3轮车后边的那块布，掀开了一小部分，里面的高级防盗门赫然露出了神秘的一角，在灯光下闪烁着一丝诡异的光。他当然不能这么敞亮着说话，这可是他最重要的商机呢。这里人多眼杂，还有很多同行的周围，天机不可泄露。兄弟，这些门可不是普通的门，这可是德国产的进口防盗门。而赵四一谈到自己今天的收获，话头就收不住了，开始口若悬河地介绍了起来。倒卖出去一扇就赚个400多，要不是我拉不动，你看我不直接给他搬空喽。第40章，喂，前面可是地狱啊！我跟你说，哥们经过这段时间的打听，门路什么的已经摸清了，跟着哥们干，保证你不吃亏，起码顿顿都能吃上肉啊。兄弟，我也是看你有缘才跟你说这么多的，毕竟赚钱嘛，多个人多个伴，你也不亏啊，是不是这个理儿？赵四一边说，一边观察刘从的表情，顺便又递了根烟过去。而赵四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赵四正一副苦口婆心的神情劝着小伙子，弹幕也不由得跟着调侃了几句。这是准备扩大生产规模了呢？哎呦，要不说扩大生产规模的第一步就是招兵买马呢。不过这小伙子看上去一脸单纯，不会拖赵哥的后腿吧？赵哥真是带善人啊，居然还为别人介绍工作。不过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我也觉得，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啊。接着就看到画面里的刘从一点头，成，我跟你干了。刘从一点头，接了赵四再次递过来的烟。没办法，毕竟他现在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家伙已经回去上班了喂。没办法，谁让他太闲，只能靠没事打打工来打发时间了。不过张弛有度，那才叫生活嘛。何况这赵四看起来也是个实诚人，就当多认识个能说上话的人也挺好。但听到刘从的回答，刘从直播间的弹幕也瞬间达到了高潮。哈哈哈哈哈哈！操！天印集团，你小子跟我抢人是吧 ？Big 胆，居然敢挖咱们天印集团的小刘总跟你去收废品！我操！我他妈直接笑死！大叔快跑啊！这个男人远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完了，大叔，这是雇了个爹呀喂！喂，前面可是地狱啊！那就这么定了。赵四一拍大腿，实不相瞒，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刘从还看了看这辆破3轮后边的那些厚重的防盗门，确实都是质量极佳的，甚至好几扇门上的那层薄膜还没有撕，几乎是全新的状态。虽说赵四没有挑明了说，但是刘从也猜了个七七八八。这种门一看就知道是从毛坯房上拆下来的，尤其这种进口的，本身价格就不低的，就算二手转卖出去也值老鼻子钱了。而这样的货都会有专门的厂子上门回收，这哥们能摸出一条路来还真不简单。可以啊，这人门儿清，是个行家。刘从顿时兴趣更浓厚了。是这样的兄弟，今天太晚了，咱们主业得留到明天。既然事情已经敲定了下来，赵四也得好好分配一下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自己一个人想怎么瞎干都成，眼下多了个人，当然要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等会我先带你去发展副业，就当练练手，你看怎么样？行，听你的。刘从爽快地应了。他2辈子加起来都没干过这种事情呢，心情还真有点小激动。甚至为了庆祝刘从的加入，赵四还去了趟便利店，忍痛买了一捆啤酒。咱们好好干，一起赚大钱。赵四举着啤酒罐，跟刘从手里的那罐狠狠碰了一下。赚他娘的！刘从一仰头喝了半罐，
爽快的不行。两人在长椅上喝了不少，又唠了会嗑。哎，你说这节目整的小气巴拉的，一开始就个100，红傻子嘛，这不是哥？赵四显然有些醉意了，翘着二郎腿，嗓门也高了起来。尤其这还是滨城，你也不看看这逼城市的消费水平，我老家跟这地方比，那你妈就跟个原始部落似的。还好哥们有点经验，摸到了一点门路，不然可能撑不住3天就饿死街头了。这年头钱难赚啊！赵四哼哼唧唧，又跟刘从去碰杯。是啊，钱难赚。刘从连连点头，一副十分认同的神情。你不知道吧？我之前还看到个哥们在街上卖唱，也是咱们节目组的选手。就这纯属靠天吃饭啊！人流量大，打赏的钱就多，也人流量小，可能连糊口都是个问题。刘从说完，还一脸唏嘘的摇摇头。哎，大家都不容易啊！赵四一听，也跟着叹了口气，内心虽然有些触动，但更多的则是庆幸。还好哥们机灵，现在不仅吃饱穿暖，甚至偶尔还能去酒吧喝点小酒呢。但此时看到刘从跟赵四讨论着的话题，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难崩。我特么信了你的邪！大叔你清醒点，你旁边这位昨天才去酒吧花了600来万啊喂！注意注意，我方从哥已经成功打入敌方内部。哈哈，唐明勿 Q， 唐明不爱别伤害。哈哈哈操！眼下虽然时间渐渐晚了，但步行街还热闹得很。到了晚上，出行的人也就多了起来，牵手逛街的小情侣比比皆是，光是刘从看到的就有好几对。今天也不是周末啊。刘从看得多了，下意识便问了一句：嘿嘿，这你就不懂了吧？赵四在旁边一边打着酒嗝，一边说道：小情侣好啊，小情侣发起火来，没准咱们还能捞点好处呢。这话刘从却没听太懂，于是赵四便把之前他翻出个小锦盒，里面还有个小几千的玉坠子的事情跟刘从说了。哟，可以啊老哥，运气不错嘛。果然听得刘从脸上的表情也更加兴奋了，这不是开盲盒吗？那感情好啊。嗨，所以说这行啊，当真是奇妙无穷。赵四还在回味着，越想越得劲，嘴角都咧到耳后根去了。今天的运气真不错，不但到紫金阁那边收获满满，还收了个合得来的帮手，双喜临门。不过咱们这是第一天，我也不要求你干什么重活了，你等会只需要帮我整理我收来的那些东西就行了，我教你怎么分类。赵四乐乐呵呵的拍了拍刘从的肩膀说道。行。旁边的刘从虽然有点听不懂这赵四在说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牛逼的样子。第41章，生财之道就在其中。而为了方便收废品，赵四还特意在这附近租了个小仓库。鉴于赵四之前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收废品这行啊，仓库当然要租在出货率高的地方，比如工厂多的地方或者住宅小区多的地方。工厂和住宅小区都是出货率最高的地方了，尤其滨城这样的城市，不管是工厂还是住宅小区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啊。于是赵四把仓库的位置选在了这里。哎，这里位置还不错吗？刘从跟着赵四到了仓库，这地方就在小吃街的后边，后面靠着一排相对老一点的小区，面前就是小吃街，再多走2步就是紫金阁以及索菲亚商业双子楼。刘从进了门，一脸好奇地打量起了这间小仓库内的环境。单看面积，好像跟之前他住的那间总统套房差不多吗？如果把卧室的面积单独拆分出来的话，那是当然，无论在什么行业，地段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啊。赵四笑呵呵地说道。都说天时地利人和，咱们虽然不能左右老天爷的看法，但是地利和人和还是要拼尽全力去争取的嘛。有道理。刘从点点头，眼神已经在这仓库内扫了一圈。他算是知道为什么这家伙会招助手了。纸箱盒子叠了一堆，拆分好的和没拆分好的，旁边还有不少没拆开的快递，角落还放着不少乱七八糟的书，塑料瓶、旧电视机、旧微波炉，还有胶桶等等，都杂七杂八的堆在地上。空中隐隐飘着一股潮湿的霉味，白炽灯在天花板上一闪一闪的。赵四正将3轮车后边的那些门一个一个搬了下来，跟旁边的铝合金窗框堆在了一起，就是有点小。刘从摸着下巴说道。其实作为一间小仓库来说的话，这样的大小还是刚刚好的，问题就在于这里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看起来才会显得很拥挤啊。喂，可别小看滨城的租金啊。这话仿佛精准无比地戳中了赵四。赵四嘴角一抽，一副痛心疾首的神情。喂，这可是寸土寸金的滨城啊，就算这么一个小小的仓库，那都是他跟房东那个臭老头磨破了嘴皮子才谈下来的。嗨嗨，总的来说，等明天咱们在一起把这些东西给卖了吧。赵四说道。来吧，我来教你怎么整理。行。而说是整理分类，其实也就是把同种类的废品挑出来，然后再打包到一起，这样最后卖给废品站的时候价格能高上那么一点。这件事并不难，刘从看着赵四示范了2次之后就会了。小兄弟，我跟你说啊，可别小看这些废品啊，说不定还能捡到值钱的东西呢。赵四把相对轻松的整理工作交给了刘从，
自己则是正在整理这些天来收集的门窗。难得眼下有个人在旁边，赵四也打开了话匣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跟刘从聊了起来。真的？刘从点点头，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赵四。哈哈，当然是真的。赵四乐呵着，这些废品我收得多，不过有你帮忙，今晚的进度估计能快很多了。那这里面也会有好东西吗？刘从一本正经地问道。哈哈，要是你能捡到好东西，就算你的。赵四哈哈大笑，虽说他之前就捡到了一个好东西，但要是人人收废品都能捡到好东西，那还有那么多工作干嘛？所有人都来收废品，捡漏开盲盒得了。赵四耸耸肩，现在的年轻人啊，天天就想着一步登天一夜暴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赚钱啊，当然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累积资本才行啊。而此时，刘从负责整理的就是那些堆在角落的书籍。这些书也不知道是赵四从什么地方收来的，小到孩子看的《奥特曼大全》，大到成年人看的马化云的《商业帝国》，以及学校的教材、专业书籍等等。把这些捆成一摞就行了吧？刘从又问。对的对的。赵四正在给他的进口防盗门量尺寸，看也没看刘从，随口答了一句。行。刘从应了一声，转身去捡掉在地上的一本书。毕竟地上的书散落的乱七八糟，他得先把这些书收集起来，再逐一整理好。然而刘从刚捡起一本名叫《生财之道》的投资类书籍时，从书页里一张红彤彤的票子飘了出来，缓缓落在了地上。刘从一顿，一低头，顿时跟那张红票子上面容慈祥的老人四目相对了。刘从看了看手里的书《生财之道》，又看了看地上的那张票子，愣住。刘从蹲下身仔细去瞧，等等，这钱是真的。接着刘从便开始翻起了手里的《生财之道》，一张、两张、三张。刘从每翻个10页，里面都夹着一张红票子，整整齐齐，平平整整，看上去就跟新的一样，不多不少，正好30张，就尼玛离谱！哈哈哈哈！我操！靠，真就生财之道呗！生财之道，物理上，生财之道就在其中，给刘从直播间的观众整乐了，弹幕瞬间就是一个爆炸输出。我特么笑死！谁藏私房钱的书被当成废品卖了呀喂！哎呀，现在滨城的某处肯定有人在抱头痛哭吧？哈哈哈！这波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哈哈哈！操，真黄金屋啊！什么意思？收废品也能中奖啊？果然是金子总会发光，是欧皇总会中奖啊！捏马，这在哪里收的？我也要去收。但赵四哪里知道这情形啊？还在逐一给他的宝贝进口门量尺寸。小兄弟啊，那些书你随便整理一下就行了，这都是我从旁边的小区收来的。嘴上也没闲着，一边跟后边的刘从嘀嘀咕咕。你懂吧？就那种家里一堆书，但是基本都不会看的，纯粹把书当摆设的那种人。兄弟，你在听吗？忽然见后边的刘从没了声音，这才回过头去看，只见刘从左手生财之道，右手一沓红票子。赵四，你看我发现了什么？第42章不就是开个盲盒吗？赵四当场愣在原地，手里拿着梁门的尺都差点摔了。啥？甚至差点还以为是自己天天想钱想疯了，出现了幻觉。钱啊！哇！刘从乐得不行，3000块钱捏在手里，红色的一沓票子在这间光线暗淡的小仓库里显得无比刺眼，也深深地刺痛了赵四的眼睛。你这是哪来的？当然是从这书里翻出来的呀！说完，刘从还把生财之道冲着赵四扬了扬。赵四的表情都快裂开了，这小子怎么回事啊？这他妈能行？从书里掏出几十张100，什么玩意啊？这看这一沓，恐怕都有小几千了吧？比他要死要活拉1周废品赚的钱还要多呀！喂，你说的对啊，这废品里还真的有宝贝。刘从高兴坏了，还上前来狠狠握住了赵四的手。他居然还肯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果然是个好人啊！谢谢你，赵哥。不用。赵四一口牙都快咬碎了，脸上强行扯出一个狰狞的微笑，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看吧，我之前说什么来着？废品里也有宝贝呢。赵四此时只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他真是他妈的闲得蛋疼，才会说出如果翻到宝贝就算你的这种狗屁话，真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喂！哈哈，是啊。刘从乐乐呵呵的把钱揣兜里了，生财之道也整整齐齐的放到了已经整理打包好的那堆书里。哎，你们看看这个赵四笑得多开心啊！那可不，满脸写满了高兴念。笑死，我之前说什么来着？这是请回来的爹啊喂！赵四你可真是个带善人啊！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们都快笑傻了，而赵四直播间的观众们就不一样了。卧槽，不是吧兄弟，这小子运气这么好的？操，我们看赵哥收了这么久的废品，也就收到了那么一个宝贝啊！这小子居然上来就翻到了一个，靠，不是，谁他妈会把钱藏书里啊喂？
谁能想到这层啊？让这小子捡了个便宜。虽然赵四直播间的观众无不为他感到惋惜，但还是有见多识广的观众反应过来了。我想起来了，这家伙是刘从啊！我靠，刘从，居然是刘从，那个之前被天印集团的刘老爷子当成集团继承人的刘从。是啊，就是那个中了200万和一辆车，还跟秋红集团的总裁一起睡觉的那个刘从啊！我尼玛，不会这妖巧吧？如假包换啊喂！不信你们去他直播间看看。这话一出，赵四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了。完了，那完了！赵哥，快跑啊！喂，赵哥，喂！但愿人没事。哎，那个小兄弟啊，这些书我来收拾吧。此时，看着刘从把那几千块钱揣进兜里之后，还打算继续整理那些书时，赵四猛地回过神，一把按住了刘从。刘从一脸疑惑的回头：“赵哥，你不是在量那些门的尺寸吗？”嗨，小兄弟，这些废书你整理的还不错。赵四顿时尴尬的咳嗽了2声。又稍作正经地看着刘从，在收拾废书这块，你已经做得很完美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哎，真的？行啊。刘从点点头，倒是没怎么在意。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没想到这个叫赵四的大叔人品还真的很不错，这么快就打算教他新东西。是啊，这个也是咱们收废品中最重要的一环，拆快递。而见刘从丝毫没有怀疑的神情，赵四内心也稍稍松了口气。听好了，这个拆快递呢，它包含了许多工作在里面。众所周知，快递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有可能是化妆品，也有可能是塑料玩具啊，或者生活用品之类的。我们首先要把快递盒子整理好，同时还得把快递里面的东西重新进行分类整理。赵四为了彻底引起刘从的好奇心，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自己真是大意了，没想到那些废弃书里还藏着这么大的惊喜呢。他居然疏漏了这么重要的一环，剩下的那些书怎么说都得自己亲自整理才行，绝对不能再交给这个家伙了。好的，我明白了。刘从听了赵四的一顿输出，似乎也明白了拆快递的重要性，一脸严肃的点点头。这个大叔对他这么好，人家交代的事情，他当然也得好好完成才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你拆完这些快递就回去休息吧。见刘从是被他彻底转移注意力了，赵四便继续关心似的说了一句：行。刘从高高兴兴的应了一声，转头去拆快递了。这拆快递的确比整理书要复杂多了。赵四收来的这些没拆封的快递大多都是小盒子，刘从拆了好几个，里面的东西也跟赵四之前说的一样，都是一些小孩的塑料手枪玩具，或者牙刷牙膏套装，还有自拍杆什么的。刘从拆着快递，一边盒子压平不说，一边还得把里边的东西归类。这样反复多拆几次，刘从拆快递的动作都熟练了不少，速度也越来越快了。而旁边赵四正在认真无比的整理书籍，从地上捡起一本不说，还哗啦啦的来回翻上好几次。难道只有那一本藏着钱吗？赵四一边翻，嘴里还一边嘀嘀咕咕。然而这边的刘从在拆完手中的快递，拿起下一个的时候，这个快递盒子明显要比之前的那些要沉的许多，甚至里面还叮叮当当的直响。刘从也没当回事，毕竟废品嘛，东西本来就很杂乱。直到拆开之后，刘从这才看清里面的东西，明晃晃的，沉甸甸的，都快把他的眼给闪瞎了。这特么居然是一条大金链子！第43章，飞球收废品，欧皇淘金。虽说这金链子跟他印象里的不同，不是用什么丝绒锦盒装着的，而是用那种菜市场装猪肉的塑料袋，黑黢黢的，隐私性倒是挺好的。但刘从还是狠狠惊了一下。赵哥，看看我又发现了什么！刘从当时一个激动，冲着还在一丝不苟整理书籍的赵四都喊了一声。什么？赵四被刘从这声喊的整个上半身都抖了一下，连忙回头去看。金链子啊，你看看这还挺闪的。刘从乐得不行，拎着这条金链子在赵四面前晃了好几下。这一条恐怕都有1斤重了吧。对了，现在黄金是多少钱一克来着？然而赵四看了看刘从手里那条金链子，又看了看用来装金链子的那个塑料袋。噗，嘿嘿，我说小兄弟啊，你冷静点。赵四差点当场笑出声，连忙咳了几声，开始一本正经的跟刘从解释了起来。实不相瞒，这些快递都是我从一个倒闭的快递站收来的，要是真的有金子，也早就被人家拿走了，怎么可能还被我收来呢？你小子还是老实拆快递吧。哈哈，这家伙刚捡到个几千块，这回还能开出个金链子？做梦呢，哥这！唉，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好像也是。刘从一听赵四的话，又仔细端详了一会手里的金链子，摸了摸下巴。那万一是真的呢？嗨，你用打火机烧一下不就知道了。赵四一摆手，一副懒得再搭理刘从的神情。这种假金链子他之前又不是没收到过，那玩意基本都是用铜染的，压根就不值钱，白送他都不要。再说了，就这种金链子，谁特么会用塑料袋装啊？哥这走私呢？
他书还没整理完呢，别打扰他赚钱啊。有道理。道士刘从听了他的话，顿时一拍大腿，正好他身上带了个打火机，还是防风的。接着，只见刘从直接从这链子上边掰了一小块下来，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个镊子，夹住这一小块金子之后，右手啪的一声点了打火机。我说啊，你小子怎么就是不死心呢？刚小赚了一笔，这么快就想捞第二次啊？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他好歹也收了这么久的废品了，真有这种好事，他还能遇不上？赵四一瞥就看到刘从端着个防风打火机，烧的那叫一个专心致志，防风的小火苗屹立在金子下边，动都不带动的。赵四顿时叹了口气，一边整理自己的书，一边苦口婆心地劝导着刘从：你有这时间，还不如多拆几个快递呢，说不定能拆出个二手 iPhone，那还能值点钱。然而话还没说完，眼角的余光倒是瞥到那块金子，在小火苗的灼烧之下，越烧越亮，越烧越亮，亮的那叫一个触目惊心，亮的那叫一个惊心动魄。赵四内心当时就升上来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只见刘从看到那被烧得锃光瓦亮的一小块，似乎也被惊了一下。随即刘从抄起旁边桌上的矿泉水，对着那发光的一小块浇了下去。滋了，金链子发出一声极其悦耳的声响，很快便恢复成了原来的样子，黄澄澄，亮闪闪。啊，赵哥，这个好像是真的。刘从看着赵四，语气逐渐激动，表情逐渐上头。赵四人都傻了，啪的一声把手里的书一扔，抄起剩下的那团金链子扔到嘴里，用力一咬，拿下来一看，上边清晰的印着他的牙印。我操！赵四目眦尽裂，整个人都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了起来。这是真的，这他妈是真的，这他妈居然是真的！赵四顿时一阵呼吸急促，一口气差点没缓上来，人都差点当场撅过去。这尼玛的快递里还能开出真金？你他妈的在逗我吗？为什么他之前收了几天都没开到过啊？这小子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是老天爷特意派来惩罚他的吗？赵四的心态简直血妈爆炸！卧槽！卧槽！好，不愧是你！好家伙，这么长一条金链子，从哥牛逼啊！果然欧皇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哈！从哥正在大杀特杀，你小子上这淘金来了呢？这下好了，两人直播间的观众们都惊呆了，弹幕更是炸成了一锅粥。我服了，赵四辛苦这么久，给这家伙几分钟就赚回来了，心疼赵四一直以来的努力全部木打。你管这叫收废品？到底谁是废品啊？懂了，飞球收废品，欧皇淘金。欧皇你带我走吧，带我去收废品吧。说实话，刘从选手都能连续买中2次涨停的股票，这条金链子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吧。此时节目组里目睹全程的马化云不但不觉得离谱，反而还觉得十分合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区区一条金链子。马化云一点头，还觉得自己说的很有道理。看来我们都习惯了刘从选手的赚钱模式了呢。主持人小撒已经无奈了，喂，再这么下去，这个节目没准会提前结束啊喂！这么看来，似乎冠军已经确定了呢。杨幂也掩嘴笑着，一副标准的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神情。话可不能这么说，1年的时间还长着呢。小撒顿时咳了几声，恢复的严肃的神情看向镜头。还有，以上画面均为选手的个人行为，跟节目组无关哈。正在观看本节目的，不管是观众还是选手，还是请你们好好工作啊，千万不要随意效仿刘从选手的行为哈。但观众听到节目组的分析，简直难崩，弹幕顿时一阵骂骂咧咧的回应。你搁这免责声明呢？翻译：飞球切勿尝试。你好，我什么成分我还是知道的，我谢谢你的关心哈。别骂了别骂了。第44章，欧皇行为，飞球切勿模仿。那个，我说小刘啊，剩下的快递盒子就交给我吧。可是这里还有这么多快递，你一个人拆得完？拆得完？没问题的。好的。赵四的废品仓库里，在亲眼看到刘从这家伙在废品里翻到3000块现金和一条金链子的赵四，已经彻底坐不住了。小刘啊，你干这么久也累了吧？这些书啊、快递啊什么的都交给我好了，你再去帮我整理整理那边的废品吧，那都是最近收到的，还没有开始整理呢。嘿嘿。赵四一边说，尽量让自己的脸上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喂，他之前有这么倒霉吗？为什么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的金子一直都没能发现啊？行，刘从一点头，答应的挺爽快，显然心情很好的样子。而赵四最近去的都是老城区一带，那边也在进行拆迁了，拆迁户搬家，很多东西都不要了，都是一些旧家具和旧家电之类的，什么桌椅、冰箱、洗衣机、屏幕碎成渣渣的笔记本什么的，甚至那堆废品看起来也是他这间仓库里最破的一堆。不过这些东西价格倒也可观，毕竟价钱是收费站那边定死了的，大多也都是老物件，只要没有太多损坏，通常按类别落到一起就行了。这一下总没问题了吧？喂，
这家伙就算真的有那么离谱，也不能从电视机里面掏出金链子吧？喂，不管是贪官还是走私犯，也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里面吧？喂，看到刘从去整理这堆废品了，赵四内心总算是稍稍放心了。啊，真他妈累呀，这一天过的。本来他还想着自己找个助手能轻松一点，眼下这招了个助手，反而还更累了。赵四一边叹了口气，难道他最近是惹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怎么这钱不进反出啊？话说这附近有没有庙？他有空还是去上香好了。旁边，啊，刘从似乎发现了什么，一下弯下腰，从一个破烂的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刘从拍去了上边积着的灰，转过头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赵哥，你看这是啥？赵哥，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用客气。赵哥，现在还不算太晚，我请你去吃烧烤吧。不用了，你自己去吧。此时赵四的仓库门口，虽然头口上说的是等刘从拆整理完那些废品就可以下班了，但这会明明那些废品刘从都还没开始正式整理，刘从就被批准提前下班了。不管怎么说，刘从的心情简直好的批爆啊，手一伸就跟赵四勾肩搭背上了。我说赵哥呀，这顿夜宵你可一定要让我请你啊！我知道一个味道超好的烧烤店。这年头大家还都是选手，虽说大家平日里偶尔见到，口头上都说着有钱大家一起赚，但实际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这赵四可真是个好人啊！刘从在内心一个肃然起敬。我说你自己去啊。但此时赵四脸上强颜欢笑，额头上的青筋隐隐暴起。嘿嘿，我是说你看我后边还有那么废品要收拾啊，你今晚就自己去好了。赵四脸上的笑容简直比哭还难看。这样啊，那好吧，既然人家不愿意，那他也没办法了。刘从便朝着赵四乐呵呵的招手。那明天见，赵哥。明天见。赵四的手正在微微颤抖。眼看着刘从走远了，赵四回到自己的仓库，桌上放着那个盒子，盒子普通的很，上边都落灰了，盖子正打开着。赵四缓缓坐到桌前，呆呆地看着盒子，双手向前，慢慢把盒子给捧了起来。造孽啊！陡然，赵四眼眶一红，捧着盒子嗷嗷大哭。那个叫刘从的家伙哪里是什么助手啊，简直就是魔鬼啊！把属于他的钱吃得干干净净啊！这盒子其貌不扬，谁知道一打开，里面的东西都差点把他的眼给闪瞎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块劳力士水鬼，歪歪斜斜的倒在盒子里，那表盘子绿的简直比他老爷在乡下种的白菜还要绿啊！下边就是一对镶着紫宝石的镯子，宝石圆润，重水透亮，周围还镶着用来点缀的碎钻，就算被仓库头顶上的那种白炽灯照着，也是一片光彩夺目，仿佛星空一般。这里面装的是表和镯子，这他妈是往里塞了套房吧？喂！赵四此时简直想买块豆腐撞死自己。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这种盒子啊？喂，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要不是后边有无人机跟着，他早就直接抢过来了。甚至这家伙还要拿着从他这里赚来的钱请他去吃夜宵，杀人还要诛心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太恐怖了。没办法，赵四这么晚还要加班，刘从只能自己去吃烧烤了。哎，真是努力啊！明明看上去很累的样子，这么晚还要继续加班。这样的人一定很会赚钱吧？自己跟着人家可得好好向人家学习学习才行。刘从开着车一边想着，惨，赵四惨，好惨啊！赵四，这简直是我看过最惨的选手了。哎，我早就说了，这是请了个爹回去啊喂！而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都给整笑了。操，所以这年头收废品都这么卷了吗？我特么也想去捡废品啊！楼上你醒醒，没看到节目组还给直播间旁边贴了个免责声明吗？笑死，欧皇行为非求切勿模仿的意思是吧？随即刘从看了一眼旁边自己今天的收获们，金链子、手表、手镯，原来收废品这么赚钱啊！刘从不由得啧啧嘴，怪不得赵四能干得这么开心，肯定赚了不少钱了，真好啊！这么一想，刘从反而还下定了决心，明天他要早点上阵来，好好跟赵四学学怎么收废品。第45章，你小子真是油盐不进啊！那是一种特殊的蓝宝石，不对，也不能说特殊，只能说它经过不同颜色灯光的照射会产生变色。此时节目组现场气氛相当活跃，马化云和杨幂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刚才的紫色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若是在日光下，它还有可能变成蓝色或者蓝灰色。马化云正缓缓介绍着，还有一种鸽血红的宝石也会在不同的光照下变色，不过刘从选手的这枚无论从成色还是雕工来看都很不错。马化云一顿啊，说不下去了。马化云顿时扶额，所以为什么会从废品站收来啊？到底是哪个怨种把这么贵的东西当成废品卖了呀？喂，要是知道的话会跳楼的吧？绝对会跳楼的吧？不过有一说一，真有这样的运气存在的话，他等会要不要动用一下自己的关系，私底下好好跟这位选手认识一下呢？
自己的商业帝国要是有了这位财神爷的加入，那岂不是如虎添翼，直接起飞？哎，这种宝石我倒是知道一点，斯里兰卡特有的，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呢，很多都是有价无市的那种。杨幂的眼神还落在刘琮拿来的那对镯子上，宝石闪亮啊，连旁边的劳力士水鬼都显得黯然失色了。我之前还想入手来着，不管怎么谈人家都不肯卖，甚至那镯子还随着车的颠簸跟着抖上几抖，时不时发出几声叮当的脆响，看得杨幂简直是心惊胆战的，就差没咬手绢了。那真的是废品战吗？还是说这个叫刘琮的选手拥有什么点金术啊？能变废为宝怎么的？这种蓝宝石居然能从废品站里捡到啊！这家伙真是地球人吗？话说，真有这样的运气存在的话，他等会要不要动用一下自己的关系，好好跟这位选手认识一下呢？认识一位行走的财神爷，这可比认识什么导演、认识什么董事长要好得多了。嘿嘿，毕竟废品站嘛，可能东西藏得太好，最后自己都忘了放在哪里了吧？资本看得都惊呆了。旁边的主持人小撒表情更加难绷，说句话都要费了半天的劲。毕竟运气也是一个人的能力吗？哈哈哈哈！喂，真有这样的运气存在的话，他等会要不要动用一下自己的关系，加到这位选手的微信啊？小撒不由得在内心认真思考了起来。他这还当个锤子的主持人啊，直接跟这位选手拜个把子，下半辈子就吃穿不愁了吧？喂，阿 T， 刘琮到了烧烤店，刚下车，冷不丁打了个喷嚏。怎么回事？最近怎么老打喷嚏？刘琮一脸纳闷的揉了揉鼻子，难道自己真的感冒了？烧烤店还是原来的烧烤店，老板娘也还是原来的老板娘。看到刘琮过来，老板娘一下笑容满面的迎了上去，欢迎光临。这次要来点什么？还跟上次一样吗？老板娘当然记得刘琮这位出手相当阔绰的爷，笑呵呵的抱着菜单过来了，随便来点吧。但刘琮哪里记得自己上次吃了什么，反正也不是没来过，刘琮也懒得再点，随便招呼了两句。得嘞，正好咱们店有刚捞上来的龙虾，马上上菜。老板娘最喜欢跟爽快的客人打交道了，尤其是钱多还爽快的，当时抱着菜单就乐呵呵的往后除去了。这一会刘琮也没点的太多，随便点了几个爱吃的，一边吃一边刷手机。好巧不巧，马虎那家伙正好这个时候发微信过来了，手机叮咚一声，信息就弹了出来。马虎，琮哥，你在干嘛？是不是准备睡觉了？刘琮，有事。刘琮慢条斯理的咬了一口龙虾肉。马虎，我还在加班啊，他妈的烦死了。刘琮，哦，马虎。刘琮看着屏幕上那串省略号，正好趁着自己刚剥完龙虾摘了手套，抬起手机，对着一桌子荤素搭配的刚好的烧烤，啪的拍了张照片发过去。刘琮，图片。马虎，琮哥你做个人吧。刘琮，加油，打工人。马虎，对方正在输入。但刘琮没打算继续跟这家伙聊下去，点开了其他 app， 寻思找几个视频来下饭。近日，天印集团及秋红集团首次在房地产行业达成合作，天印集团与秋红集团携手并肩，再创辉煌。手机上顿时弹出好几条新闻，上面当然还有集团负责人的合影，但刘琮是个不怎么爱看新闻的，一下就被略了过去。而等吃完了夜宵，也差不多到了要睡觉的时间点了。刘琮照旧打开手机，在地图上面寻找着酒店，这附近就是商圈，酒店换来换去也都是那几种风格，都是索菲亚的那种调调。刘琮也懒得挑，找了个顺眼的酒店便驱车过去了。把车钥匙扔给门童去停车，刘琮便径直走入了酒店接待处。这家酒店也同样装修的金碧辉煌，标准的欧式宫廷风，就差把财大气粗4个大字贴在大堂正中央了。你好，住店。刘琮拿着已经准备的身份证。还有房吗？接待妹子本来还有些困倦，一抬眼看到刘琮，眼神陡然一亮。有的，当然有。接着两个接待的妹子便笑靥如花，一边红着脸问道：帅哥，只有一位吗？刘琮失笑，怎么？难道这些星级酒店的前台妹子都一个性格吗？啊，我旁边还有一位呢，你没看见？妹子们一愣，一脸茫然的对视。好家伙，这一幕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啊。你哥这没开2度呢？哈哈，你小子真是油盐不进啊！上班时间呢，不准摸鱼，哈哈。刘琮直播间的观众们看乐了，弹幕也跟着调侃，看给人家小姑娘迷的，笑死，妹妹杀手是吧？第46章，琮哥在吗？琮哥，我今天跟项目经理出差，投资方的那个女负责人长得老漂亮了。琮哥，七夕快到了，我想找个女朋友。琮哥，你睡了吗？刘琮刚泡完澡出来，身上就系了个浴袍，头发还湿淋淋的，就听见扔在床上的手机一直在响个不停，全是马虎那家伙发来的。刘琮回了一串省略号。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那头的马虎回得贼快。明天不用上班吗？上啊。刘琮回道，他明天可得早点去赵四那里上班呢。想想赵四他连夜宵不去吃，还专门留在仓库里加班，刘琮都觉得有些良心不安。哎，
这么有本事的人还这么努力，他还有什么资格躲懒啊？从哥，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平日工作肯定很忙吧？仔细想想，他之前可是亲眼看到从哥从那家私人医院出来。喂，那可是天印集团老总的私人医院啊！还有之前在天上人间包场那600来万，说包就包了。这特么用后脑勺想都想得出来，从哥肯定跟天印集团有关，说不定还是个太子爷。马虎抱着手机，思绪转得飞快。虽说自己最近没有再去冰城的机会，但是跟从哥的关系可不能就这么断了呀。他可一定要跟从哥好好维持关系才行。但过了好一会儿，刘从才回了消息过来。刘从，还好吧？不算忙。刘从最近在学收废品。马虎看着屏幕上的消息，马虎顿时嘴角一抽。哎，他的从哥还是这么富有幽默感啊。马虎，嗨，这是有什么好瞒着的呀？从哥你不道德呀，哈哈哈。刘从，骗你干嘛？刘从，你看看，这都是我收废品捡的。刘从，图片。马虎看着刘从发来的2张图片，一块绿的叫人心慌的劳力士水鬼，一对亮的差点把眼睛闪瞎的镯子。马虎，喂，这家伙在凡尔赛吧？绝对在凡尔赛吧？刘从刚泡完澡，头发都还是湿的，把手机扔回床上，转去浴室吹头发了。由于刘从浑身就只有个下半身围了个浴巾，刘从自己是打算等会吹完直接睡觉了，但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却迷之沸腾了起来。吓死！爷一进直播间就看到这么刺激的画面，还以为我进错网站了。什么网站？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从哥是真不把兄弟们当外人啊！好家伙，女粉福利！戳了，是男粉福利。楼上的，你不对劲呀喂！夜半3更了都，弹幕还在持续输出，怎么还裹了个浴巾？差评！笑死！我特么直呼老公，老公你在干嘛呀？赶快把衣服穿上呀！该穿衣服的是你吧，喂楼上的，这层统统给拷走。然而第2天，等刘从悠哉的到了赵四的废品站时，没看到赵四，只看到一面紧闭的仓库大门以及门口一个正在贴旺铺出租广告纸的老头。刘从一愣，还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左右环视一圈，没错呀，这不就是赵四的仓库吗？门口这不都还留着3轮车的车痕啊？老爷子，昨天租在这里的人呢？刘从疑惑了，上前去问那个贴广告的老头。谁啊？你说那个姓赵的？老头凶巴巴的一抬眼，仿佛憋了满肚子的牢骚似的，看到刘从上来问人，顿时就跟机关枪似的巴巴了起来。不知道，凌晨的时候突然跟我说要搬走，连东西都收拾好了。啊，搬走了？刘从一摸后脑勺，怎么回事？昨天不还好好的吗？突然就搬走了？搬去哪儿了？他有说是什么原因吗？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外地来的真是莫名其妙，签了半年的合同，说走就要走，一点信用都没有，什么人啊都是。老头骂骂咧咧，还上下瞅了刘从2眼。怎么，你也要租？没有，我只是问问。这哥们走得这么急，难道是出了什么事不成？刘从摇摇头，顿时叹息了一声。哎呦，早知道他就加个微信了。不过相逢即是缘，祝他成功吧。难得在滨城遇上几个能聊得来的，居然就这么不辞而别了，实在是可惜啊。哈哈哈，赵四怕是连夜跑路啊！笑死，连夜扛着火车跑了。赵四溜了。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顿时笑得不行。不行啊，赵四，懂不懂啊？你跟财神爷一起收废品多好啊！老板糊涂啊！这么好的一个跟从哥共事的机会，你丫就这么跑了？这人不行啊！大家都是出来赚钱的，怎么一点心理承受能力都没有？你看看人家马虎，多懂事啊！哈哈哈！小李啊，是时候了吧？是的，听您的吩咐，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可以，准备行动吧。好的。此时，天印集团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刘天印老爷子一边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一边懒洋洋地跟助手李长青吩咐着：“记得叫人看着呀，我可不能错过这场好戏。”那是当然。李长青笑呵呵地应着。对了，小邱那边没起疑吧？当然没有。李长青还颇骄傲地挺了挺胸膛，只要以新的合作项目为借口，沈总就绝对不会起疑。哈哈，不错。刘老爷子笑得像只阴谋得逞的老狐狸。接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小邱那玩意儿，他一看就是好生养的，长得又标致，他的好孙子可要好好把握住啊。不过我们这边当然还得好好给他们提供机会才行呢。那我们怎么让小刘总过来呢？卖惨啊！卖惨会不会？老爷子一本正经地摸了摸胡子，就说：“老爷子我孤独，想让他来陪一陪。他那么善良，一定会过来的。”好的，那我马上去准备。李长青朝刘老爷子行礼，又笑眯眯地出去了。老爷子都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甚至李长青都有些忘了老爷子上一次心情这么好是什么时候了。老爷子常年孤身一人，在内心深处肯定很渴望家庭的温暖吧。
是要是成了，老爷子也能光荣退回幕后，纵享天伦之乐了。李长青顿时暗暗在心里鼓劲，千万不要辜负老爷子的期望啊！第47章，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赵四连夜跑路，刘琮也被迫再次闲了下来，想找点事做，怎么这么难？刘琮一边抽烟，一脸无奈。而商业中心这块，这边他在几天前已经逛得差不多了。算了，先把这些东西卖了吧。刘琮身上还带着昨天从废品里捡来的手表和镯子呢，东西是好东西，只不过他没一样喜欢的，还不如变现。不过这滨城他人生地不熟的，上哪卖去啊？要是能找个熟人帮忙出手就好了。刘琮掏出手机，还打算在网上找找附近有没有能回收这些物件的店。等等，刘琮陡然想起，他还真认识一个熟人。此时，另一边，从董事长办公室出来的李长青，手里拿着手机，表情无比严肃。周围几个过来送文件的员工看到李助理这副表情，惹都不敢惹，纷纷避退3尺。李助理这是怎么了？我怎么知道？难道是刘总那边下达了什么重要的命令？很有可能，不然神情怎么这么恐怖？别说了，送完文件赶紧回去吧，要是被抓包再偷懒，可就有的受了。快走快走！李长青看着手机，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他可得好好思考思考，怎么把这条约小刘总的短信编辑的声情并茂，好让小刘总心甘情愿地过来。这可是关系到他们天印集团下一代的头等大事啊，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然而，都还没等李长青抠出一个字，手机陡然地响了起来。来电提示：小刘总。李长青内心顿时一惊，随即狂喜。好家伙，小刘总居然主动打电话过来了。李长青连忙按下接听键。你好，小刘总。电话这头的刘琮明显顿了顿，说了多少遍了，我不是小刘总啊，喂。好的，小刘总，没想到居然会主动打电话给我呢。李长青乐呵呵地说道。请问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哦，也不是什么大事。接着刘琮便把自己要脱手的手镯呀、手表啊这些东西的事情跟李长青简单说了一遍。没问题。李长青一听，脸上的表情更乐了。我马上就去帮你找人，好吗？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没想到小刘总居然主动打电话给他。呵呵呵呵呵，小刘总啊，小刘总，这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哟。而挂了电话，几乎2分钟不到，李长青便发了一个地址过来：解放大道 A 栋。嚯，这就是董事长助手的办事效率。刘琮看着手机上出现的地址，不由得感叹了一声。不过东西这么快能出手也行。按着李长青发来的地址，刘琮上了车，疾驰而去。沈总，所有的资料放在这里了，这里还有一份跟天印集团最新合作的附加合同，需要您签字。很好，放这里吧。秋红集团。工作日的上午一如既往的忙碌，沈木秋手上还接着电话，手里一边签字，眼睛还在看着旁边的合同。那就这样，我马上找人跟你对接。好的，麻烦你了。好不容易挂了电话，沈木秋又马不停蹄地拿起另外一份文件。而这时助理齐穗急匆匆地从外面进来，一边看着手机。沈总，李助理发信息过来了。真的？沈木秋一喜，顿时转头去看齐穗。跟天印集团合作的机会难得，滨城的上市公司多如牛毛，能跟天印集团搭上边的简直寥寥无几。而秋红集团好不容易跟天印集团签下了合同，他当然得比之前更加努力才行，争取给天印集团留下一个好印象。李助理的意思是，上层对于这次的合作很重视，合同的事还想跟您深入探讨一番。齐穗兴冲冲地说道。李长青可是刘老爷子的首席助理，他的话就代表着老爷子，代表着整个天印集团，齐穗当然高兴啊。太好了！沈木秋一拍胸膛，一副松了口气的神情。沈总，李助理发来了一个地址，准备一下，我们马上过去。好的。解放大道 A 栋。将公司的事情交代一番之后，沈木秋便带着齐穗前往了李长青发来的位置。这地方偏离了商业中心，离他的集团还有些远。沈木秋甚至闯了好几个红灯，这才到了地方。这里看起来好像是私人会所。齐穗打量着周围的场景，顿时有些好奇地问道。这一带远离喧嚣的城区，且背靠海滨，因此私人会所居多，成为大多数有钱人躲懒的地方。往常他们跟天印集团谈合作的地方，大多都是在公司或者商务酒店，像这样的休闲场所倒是第一次。显然眼前的私人会所也是天印集团旗下的，低调的同时不失奢华，风格跟老爷子的私人医院极其相似。沈总，恭候多时了。而李长青正站在里面，看到沈木秋往里走，便面带微笑地迎了上去。我来为您带路，不好意思，让老爷子久等了。沈木秋一见到李长青，便连连道歉，路上有点堵车。没关系。李长青却只是笑。在李长青的带领下，沈木秋和齐穗上了电梯。电梯直达顶层。老爷子怎么样了？身体还好吧？上了电梯，沈木秋又问。他老人家很好，您放心吧。李长青笑眯眯地说道。那就好，不过
这里距离私人医院好像很远，不会不方便吗？沈木秋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李长青笑而不答。见面的地方是走廊尽头的会议室，而到了门口，李长青却没有进去的意思。沈总，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忙，您自己进去吧。说完，李长青就麻溜地撤了。好的，麻烦你了。目前为止，沈木秋还完全没有起疑。之前在跟天印集团谈合作的时候，李长青也不是每次都在场。目送李长青离开后，沈木秋转身，正准备推开面前的大门。第48章，完了，这波直接白给。然而，沈木秋的手刚接触到门把手，从屋子里面一道熟悉的声音陡然响了起来：“啧啧，这加工真是精细啊！周围居然还镶了这么多钻石，我就说怎么这么闪？可不是已经先一步到达这里的刘从妖？”刘从离得近，先沈木秋一步过来。同样是李长青接待了刘从，还将他安排到了这间大会议室。小刘总，我马上过来，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李长青离开之前还这么跟刘从说道。这么快就找到买家了？刘从还纳闷呢，顺口就问了李长青一句。那可不，这东西罕见着呢，很多人都抢着要呢。李长青忙不迭应着，内心还算着沈木秋达到的时间，哄了刘从几句就下去了，留下刘从一个人在这会议室里等。这会议室虽然没有天印集团的那间大，但是周围装潢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瓷器摆件和水晶灯以及装裱在墙上名画之类的，该有的一个不落。刘从左等右等，闲来无事，想起这李长青离开前说了那几句，便把玩起了那对宝石镯子。这镯子在那间破仓库的灯光下都亮闪闪的，眼下到了高级会议室，被头顶的水晶灯那么一照，那叫一个熠熠生辉啊！而透过窗外的阳光，这宝石的光芒还能变成淡淡的紫色，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啊！啧啧，怪不得这信里的说罕见呢，确实挺漂亮的。镯子捧在手里，刘从端详的仔细，中央一颗珠圆玉润的蓝宝石，加上周围用来装点的碎钻，肯定能卖不少钱。这东西女孩子一定会很喜欢吧？刘从一脸的感慨。哎呦，他一个男的看得都快心动了。而这些话正好被门外的沈木秋一字不落的给听了进去。沈总，旁边的齐穗一脸疑惑，您怎么了？这声音很耳熟啊喂！沈木秋一皱眉，脑海里某个家伙的脸清晰的浮了上来。沈木秋果断按上了门把手，咔的一声，大门被推开。接着沈木秋一抬眼便看到了坐在里面的刘从，果然是那家伙啊！沈木秋顿时眼睛一眯，怪不得，他就觉得李助理的神情好像怪怪的样子，原来坐在这里的不是刘老爷子，而是刘从。紧接着沈木秋便看到了刘从手里的那对镯子，镯子上明显能看出镶了宝石和碎钻，在水晶灯的照射下一闪一闪的，煞是好看。他对珠宝首饰这类向来眼光挑剔的很，此时都不由得被那对镯子吸引得挪不开眼了。沈木秋顿时想到之前听到女孩子一定很喜欢之类的那些话，沈木秋当场脸就是一红。果然啊，他就说天印集团怎么突然把合作地点选在这种私人的场所呢？原来都是这位集团太子爷的安排，还特意买了一对手镯。怎么，是想为上次的事情赔礼道歉吗？嗨，刘从，别来无恙啊。不过看在这镯子这么好看的份上，要是他诚心道歉的话，原谅他也不是不行呢。想到这里，沈木秋笑得更加动人了，优雅地走到了刘从的身边。怎么样，好看吗？刘从见到他，笑着举起手里的手镯。好看，我很喜欢。接着沈木秋手一伸，接过那对镯子，捧在掌心端详了两眼，便麻溜地往手腕上一套，甚至这镯子的口径还跟他的手腕相匹配，尺寸大小都刚刚好。沈木秋肤白纤细的手腕上再配上这么一对熠熠生辉的镯子，衬得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叫人看上一眼都舍不得将目光移开半步。沈总，这宝石镯子跟您的手真配啊！看得旁边的齐穗也是一脸惊叹，立刻连连赞道：是吧，我也觉得。沈木秋高兴了，伸出一双手腕放在阳光下瞧，镯子上宝石的光芒婉转，华美无比。转眼去看刘从，又娇笑道：好吧，上次的事情就原谅你了。这么好看的镯子确实少见呢，没想到这位太子爷还挺有心思的嘛。啊！刘从看到这人突然进来，本来还一脸莫名其妙的，直到听到了这句话，刘从顿时一愣。等会，上次？哪个上次？刘从一顿，视线再次落到沈木秋的脸上。等等，这家伙好像是……刘从嘴角一抽，瞳孔地震。被他睡过的那个小姐？不是吧？居然是他！那个叫沈什么来着？沈木秋？沈总？哪次啊，沈总？这话刘从是听懂了，但齐穗却没听懂，又一脸疑惑地看向沈木秋。没什么。沈木秋优雅地把头发别到耳后。你假装没听到就好。哦。齐穗缩了回去。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好看的镯子呢。沈木秋反复看着手腕上这对镯子，越看越喜欢，脸上高兴的不行。谢谢你，刘从，我很喜欢。你开心就好，呵呵呵呵。而刘从此时的表情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完了，完了完了！沈小姐怎么他妈的一个翻身变成沈总了喂？还有镯子，她的一对镯子，这镯子做工这么精细，还镶嵌了宝石和钻石，怎么说也得值个3-5万吧？直接尼玛白给了，血亏，简直日妈血亏啊！刘从感觉自己的内心都在滴血。靠，还好他没把那块绿水鬼跟金链子拿出来，这2样东西价值小几十万了，要是被这娘儿们盯上，那岂不是更亏？但看到那位沈总对那镯子一副爱不释手的神情，刘从又不由得松了口气。行吧，反正这镯子也没绿水鬼值钱，被当作赔礼，好像还挺划算的。这么一想，刘从心里顿时舒服多了。操，都怪那个姓李的，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买家的信息啊？害他白等这么久，还他妈白给了一对镯子。买家是没等到，反而等来的要债的。这2个家伙不会是串通好来蒙他的把位？第49章，英雄难过美人关。哈哈哈哈哈哈！太草了，没给我笑死！难得看到刘从吃瘪的场景，直播间的观众们一阵无情嘲讽：“你小子也有今天！”哈哈哈！笑死！这不是棋逢对手了？沈总，一句话让刘从送我一对镯子。从哥啊，多么痛的领悟！强制征收啊！哈哈哈！弹幕都快被笑死了。那个老爷子，这样的事情交给我们去做就好了吧？您在办公室等着我们汇报结果就行了，不用亲自过来的。那怎么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要亲耳听到。此时会议室门外，李长青和刘天印老爷子2人正扒在门外，听得全神贯注，听得一丝不苟。但由于老爷子腿脚还没恢复，坐在轮椅上不方便，还是2个保镖一左一右扶着老爷子。会议室的门简直承受了他不该承受的重量。太大声了呀，老爷子，他们都还在里面呢。李长青显然劝不动这位爱孙心切的老爷子，也没再劝下去了。还是小刘总这边的事情要紧啊。不过听上去他们好像相处得很不错的样子吗？果然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呢。哈哈哈！老爷子听着听着，顿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连小刘总这样面对集团继承都毫不心软的男人，也拜倒在沈总的石榴裙下了呀。李长青也跟着笑道：“瞎说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两情相悦吗？你没听到小秋刚才说的话吗？没想到刘从这小子连镯子都准备好了啊！”哈哈哈！而听到会议室里的情况，此时恐怕没有比老爷子还要高兴的人了。若不是他们还处于一个偷听的状态，老爷子恐怕都要冲进去祝福这对新人了。嗨嗨，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老爷子还是忍住了。这下好了，天印集团不但成功的找到了继承人，连继承人的继承人都有希望了呀！双喜临门，真不愧是他的孙子啊，没想到还藏了一手呢。老爷子，果然啊，我们今天把他们2个约到这里是正确的。看来老爷子的心愿也很快就要实现了呀。李长青听得热泪盈眶，右手一边缓缓抹泪。等等，他来的时候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算了，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没有眼前的事情重要。不过话说回来，这对镯子你是在哪里收到的？会议室里，沈木秋的心情好得不行，显然已经把他当初为什么要来到这里的目的给抛到脑后了。沈木秋正笑着看向刘从，我很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镯子了呢。废品站收的。刘从急答，脸上跟着沈木秋一同微笑着，一副十分悠闲随意的神情。噗，什么嘛，你可真会开玩笑啊！哈哈，沈木秋一下就被逗乐了，捂嘴笑个不停。没想到啊，这个男人还挺有幽默细胞的嘛。看来之前都是他误会他了，还好今天解开了误会，不然他的损失可就大了呢。各种意义上的。沈木秋笑意渐浓。很好，刘从，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力。不，沈总，他说的是实话你。是的，沈总，我可以帮你作证。我当时还截图了。事实证明，不要小看开玩笑时说出来的话啊，喂，因为那很有可能是真的。啊，不是，这样的玩笑话，恐怕只有欧皇这样的家伙说出来才有可能是真的吧？喂，看到了吗，兄弟们，收废品不但能发家致富，还能用来勾搭妹子啊！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简直难崩。可恶啊！我现在改行去收废品还来得及吗？喂，不要被这样的表现给蒙蔽了，真正现实中的收废品就真的只是收废品啊！你们都给我好好看节目，免责声明啊！喂，好的很，那你们都去收废品，从哥这边你们就放心的交给我好了。看到沈木秋一副跟刘从说说笑笑的神情，甚至还颇有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的架势。齐穗作为见证沈总从一开始的创业到现在成为集团董事长，一直跟在沈总身边时间最长的助理，都还从来没见过沈总今天这副神情。齐穗冷静地推了推眼镜，陷入沉思。真少见啊，沈总，
他还从来没见过沈总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啊，连签下跟天印集团的合作条约时都没有今天这样激动啊。难道眼前的这个男人跟沈总到底是什么关系？不，真的是废品站收的。什么嘛，不愿意告诉我就算了。面前沈木秋还在跟刘从调笑的时候，吱呀一声，会议室的门缓缓打开。有点事情耽误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李长青正推着刘老爷子进来，老爷子坐在轮椅上，笑得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这要巧，你们都在这呢。李长青推了推眼镜，脸上一脸平静，内心却笑得比谁都大声。小秋啊，你们谈得怎么样？老爷子看向沈木秋，更是打出了一记直球。没怎么样啊。沈木秋一看到刘天印老爷子和李助理，这才猛地回想起来自己来这的正事。完，跟刘从聊得太开心，把这事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沈木秋当场就闹了个大红脸。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呢。李长青眯眼笑道：哎呦呦，年轻真好啊，要不是跟沈总还真的有正事谈，他们都舍不得打扰到这对新人呢。不，你们来的正是时候。谁知道这时旁边的刘从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只见刘从表情僵硬，跟老爷子打了声招呼，假装一副匆忙的神情。老爷子，我今天还有急事，下次再来看你。哎呀，随时欢迎。老爷子笑呵呵地摸了摸胡子，害羞了呀，小伙子。跟他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呢。第50章啊，这万恶的资本主义。虽说两位主人公中的一位已经下线，不过没关系，该掌握的事情已经掌握得明明白白了。好了，合同那边的事，你要是还有什么要求，直接跟李助理说一声就行。刘老爷子显然心情很好，谈了好一阵商业合作上的事情，也不觉得困倦，精神看上去还越来越好似的。接着老爷子话锋一转，一脸慈爱地看向沈木秋。不过我都没想到，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啊。也算是之前认识的吧。沈木秋微笑道，不过也是因为阴差阳错呢。哎呦，小秋，你要是早点告诉我，我今天也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我是说早点介绍给你们认识。老爷子差点说漏嘴，连忙把话题找不回来。我也没想到嘛。沈木秋脸上的笑意更深，这世上还有什么比打开天窗说亮话更简单的事情呢？更何况对面还是天印集团，他今天的运气果然很好啊。沈木秋笑靥如花地看着老爷子，反正不管是对于集团还是对他个人来说，横竖都不吃亏呢。当然他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好啊。老爷子乐呵的不行，当即一拍大腿。这样吧，小秋，我看什么时候再有空，咱们一起好好吃个饭。当然还包括我那孙子，全听您的安排。沈木秋笑靥如花地握住了老爷子的手。会议室里一度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但这会刚坐电梯下来的刘从心情可就没这么好了。甚至刘从走出私人会所大门，脸上的表情还紧紧绷着。今天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晦气，真是晦气。难道他出门要看到黄历吗？他一看到那个姓李的，火气当时就上来了。他是来出手东西的，不是来当慈善家的。干，这么一想，他还不如找马虎呢。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啊！要不是老爷子在场，他这暴脾气。然而门口的西装男们看到出来的刘从，连忙一脸热情地迎了上去。小刘总，您打算去哪？要不要我们送你？都说了我不是小刘总了呀。刘从原路返回了酒店，折腾大半天，刘从是又累又困，打算回房间好好睡上一觉。刚到酒店门口，正好手机上弹了则消息出来，提示他是否要续房。这短信倒是提醒了他，这酒店再怎么换，环境也就这样，就算装修再怎么个奢华，哪有自己家舒服？天天搁这住酒店也不是个事啊。接着刘从又顺手查了查自己的余额，之前在酒吧花了600多万，还剩900多万，要不先去买套房算了。刘从一歪头，滨城的房价可不便宜啊，小城市的人可能兢兢业业个10年，存款才够在滨城买个洗手间，900万应该够了。算了，先去周围看看。刘从叹了口气，反正至少要在这滨城待上1年啊，总不能住1年酒店吧。又到了爷最爱的炫富环节。好家伙，你的一句应该，爷一辈子都追不上。嚯，买个房说的跟下楼买菜似的。虽说刘从直播间的这些观众已经习惯这家伙的种种毫无人性的行为，但该掐的柠檬还是得掐。尼玛的，有钱真好啊！我他妈什么时候能这么轻松的去买房啊？痛，太痛了。沈总，下午还有个记者发布会，就在滨城汇悦广场那边。此时从刘老爷子的私人会所出来，沈木秋也重新投入了工作。齐穗正坐在副驾驶上，一边向后座的沈木秋汇报接下来的工作。汇悦广场啊，那赶紧过去吧。沈木秋又这么奔波了一天，揉了揉有些胀痛的额角。沈总，今晚的饭局还去吗？齐穗看到沈木秋一脸疲惫的神情，
内心也有些担心，顿时有问了一声：“帮我推掉吧。”沈木秋说道：“跟他们说，我晚上回去的时候，要是有空的话，会过去看看的。”好的。虽然紫金阁是我们浅显的第一步，但是有了天印集团的介入，我们相信这一步会走得相当成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秋红集团和天印集团将进一步深化合作。此时，滨城郊区一间还算敞亮的仓库里，桌上的手机正播放着今天的时事新闻。秋红集团的沈总站在镜头前，落落大方，亭亭玉立，笑靥如花。面前，赵四正一边嗦着泡面，一边看着手机。哎，这些资本家啊！赵四看着手机上的新闻，神情一阵唏嘘。废品站搬家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更何况他是一个人，忙得他妈的腰都快断了，从凌晨忙到下午，他才有空喘口气。就不能分给我们这些底层人民几口汤吗？明明都那么有钱了啊！赵四喝了2口汤，一边叹了口气。妈的，他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容易吗？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居然还遇到那么一个吸金怪，吸的还是他的金。得，惹不起他还躲不起吗？赵四发泄似的狠狠嗦了口面，接着只见手机的画面一放大，给到沈总一个半身的近景镜头。等等，沈总本来就上镜，近景镜头多也是正常的。但赵四这会注意的不是沈总的脸，反而是沈总的手腕，上边镶着宝石和碎钻的手镯。喂，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啊？赵四连嗦面的动作都停住了，眼睛直勾勾看着屏幕。这手镯跟那个叫刘从的在他这里捡到的那对好像啊！感谢大家支持，希望大家能跟我共同见证。屏幕上的沈总面带微笑，还用手优雅地捋了捋头发，手上那对镯子看起来更加显眼了，甚至还有了点炫耀的意味。连这样大资本家都戴着这样的手镯，看来这手镯的确是价值不菲啊。然而这么一想，赵四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情瞬间又掀起了惊涛骇浪，嘴里的泡面瞬间就不香了。靠，为什么捡到的不是我呀？为什么呀？啊呀！第51章，送套房而已，简简单单。阿 T。 另一边，刘从刚下了车，鼻头一痒，当场打了个喷嚏。靠啊，又是哪个小鼻崽子在背后骂他呢？刘从都无奈了，这人倒霉起来，连打喷嚏的频率都能变高了。刘从到的这地方正好是紫金阁，反正也是在手机上随便看的地方，这紫金阁的宣传图拍的还不错，刘从便过来了。一眼过去，欧式贵族风格，门口还有一座音乐喷泉，连特么巡逻的保安穿着制服，跟个皇族亲卫队似的。刘从感叹了2声，正打算进去逛逛，看看这小区里面的场景。而这时，一辆宝蓝色的保时捷正从马路上朝这边开了过来，路过刘从，刚要往地下停车场开，忽然又慢慢倒了回来。刘从一抬眼，保时捷的车窗缓缓摇了下来，露出了里面一张明艳的脸庞。哟，这不是刘大少爷吗？沈木秋一手撑着下巴，看着刘从笑道：“又打算去哪儿嫖啊？”靠，好家伙，这特么都能遇上。刘从神情复杂的叹了口气：“怎么哪儿都有你啊？”说什么呢？我住这。沈木秋一歪头：“这小区还是我家集团开发的呢，什么叫哪儿都有我？”哈，你家集团？刘从一愣，下意识转头去这小区里的广告牌，4个大字：秋红集团。那可不。沈木秋似乎很享受刘从惊愕的神情，还潇洒地撩了撩头发。哎呦，那可巧了。刘从一转眼睛，立刻换了副笑眯眯的神情，两手搭上车窗：“我正好打算买房，你能不能给我算便宜一点啊？”噗！沈木秋还以为刘从在跟他开玩笑呢，便顺着刘从的话说道：“那行，给你打个15折好了。”哈哈，别啊，好歹我们也一起睡过，不能再低一点。刘从笑眯了眼，还往前凑了凑，又换上了一副吊儿郎当的神情。沈木秋还没反应过来，一旁的助理齐穗一听，当时就是一个瞳孔地震。哈，他刚才听到了什么？这家伙跟他们家沈总还有过一段这样的关系？这他妈是什么惊天秘闻？齐穗看向刘从的眼神更加震惊。好家伙，他之前就觉得他家总裁跟这个男人之间有点什么，没想到居然还听到了个这么劲爆的消息啊！你这家伙！沈木秋反应过来，简直一头黑线。算了，好吧，正好我有时间，陪你去看看房好了。一套房而已，送你也无所谓。再不拿点什么堵住这家伙的嘴，明天怕是整个滨城都要知道这件事了吧？喂，哟，当真？刘从一挑眉，乐了。好家伙，这特么就是资本的力量，一套房说送就送。是啊是啊，只要你继承天印集团之后，多分一点项目给我就行。沈木秋顿时翻了个白眼。啥？天印集团？刘从额上的青筋隐隐浮现，姓李的那家伙又在这娘儿们面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了？愣着干嘛？上车呀！沈木秋见刘从没动，还催了2句：“来了来了。”算了，管他什么集团来集团去的，这娘儿们今天白捡他一对镯子，他白拿这娘儿们一套房，很合理吧？
刘从一耸肩，上了沈木秋的车。车上，沈木秋还不忘朝旁边的齐穗使了个眼色：“喂，刚才这家伙提到的那件事，不准跟任何人说起，明白了吗？”齐穗握着手机，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但等沈木秋刚移开视线，齐穗一领神，瞬间点开同事们私下的一个微信聊天群，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的扣字。齐穗，天啦噜，我们沈总居然被人睡过了！卧槽，这么劲爆吗？这句话一发出去，聊天群当场就炸开了锅。齐穗，真的，我亲耳听到的。齐穗，对方还是天印集团的继承人呢，叫刘从。之前沈总还让我查过他。一段话发完，群消息已经爆了。完了，咱们沈总这颗白菜最终难逃一拱啊！拉倒吧，我怎么觉着是沈总把人家拱了？怪不得沈总这么热衷跟天印集团合作，原来还有这层原因。消息传得飞快，不到一会儿，甚至整个秋红集团的人都知道他们沈总跟一个名叫刘从的男人睡过觉了。哈哈哈，这不是好事吗？说明咱们沈总很有事业心啊！不，我的沈总啊，我的白莲花呀！笑死，楼上你特么节哀呀！哈哈哈。此时沈木秋丝毫不知情，还在跟刘从讨论房子的事情。你喜欢什么样的？江景的还是带花园的？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刘从一脸严肃的跟沈木秋对视。沈木秋沉思片刻，也是，既然是送给天印集团太子爷的房，要不就不送，要送，那当然就要送最好的，不然显得他小家子气。而事实证明，沈总的办事效率的确很高的。沈总打了几通电话便确定了位置，接着沈总亲自带队，带着刘从上了电梯。这是一套一梯一户的大平层，远眺可以看到江景，近观能看到小区内的游泳池和花园。整个房间内的设计风格也沿袭了整个小区欧式贵族风，装修极尽奢靡，从会客厅到厨房、书房、阳台、娱乐室，以及保姆房和宠物房、健身区域和衣帽间等等，一双眼睛看都看不过来。加上明亮的大落地窗，整个屋子的光线都显得十分敞亮，连家电都是齐全的，全房打扫的一尘不染，大理石的地面都在反光似的。这儿应该是紫金阁最好的房子了。沈木秋一边带着刘从参观，一边悠闲地介绍着：“要是你觉得还缺点什么，就联系我的助理，他会帮你处理的。这样的大平层也就500多平吧，你一个人住够了吧？”第52章，富婆，范，还行。刘从跟着沈木秋在这房子里一圈逛了下来，顿时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这客厅大，还能看到海，起码景观这一块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刘从脸上这才露出笑意。行，沈总，那我就不客气了。小事。沈总大大方方的一摆手，我还有事，先走了。后面如果你对这套房还有其他的要求，就跟我的助手联系吧。接着在沈总的示意下，齐穗跟刘从交换了微信和联系方式。卧槽，这么恐怖的吗，兄弟？送了套房，就这么送了？捏嘛，别人送礼送人情也就买烟买酒，你们这就直接出手一套房了。刘从突然的得了套房，他是高兴了，但直播间的观众们却集体看傻了眼。富婆，范，沈总我可以，看看我呀，啧，万恶的资本主义。看啊，我们的刘从选手在短短1周不到的时间里，已经做到了我们选手可能1年都做不到的事情了啊！单从这套房的价值来看，可能还远远不止1年。节目组里，主持人和嘉宾们的视角也随着刘从跟着沈木秋一起在这大平层里逛了一圈。显然，无论从小区地段、周围配套、房内的装修格局以及视野范围等等，可能在整个滨城都挑不出第二套了。看得杨幂表情微微一僵，神情顿时就不自然了起来。就这么一套房，价值起码是8位数起步，甚至上9位数也不是不可能。之前这个叫刘从的家伙炒股，几分钟就赚了几十万，他当时以为那样的赚钱速度够快了，没想到这眼下分分钟的事情又拿下了一套价值1000万的房产，可怕，真是太可怕了。杨幂不由得叹了口气，就这来钱快的，他都望尘莫及呀喂！这套房子在未来或许还有升值空间，咱们可以忽视小区本身的价值，光是这块地，它的价值就已经超出这个数了。秋红集团是真的下得去本啊！而作为商人，马化云倒是冷静分析了一波，再加上天印集团的联手，我看紫金阁这块有戏。等等，他要不要也去分一杯羹呢？马化云认真思考了起来。好的，感谢马化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分析，相信在座的各位对紫金阁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吧？主持人小撒面带微笑的看着镜头。作为主持人，对于某些属实太过逆天的选手，他已经摸清了应对规律了，不用脑子去看就完事了。反正他买不起，也看不懂，他只是一个无情的主持机器罢了。可能大家对未来的形势没有头绪，但是眼下紫金阁的房价也能直观的说明这一问题。反正以我现在的存款，也够勉强买下一间客厅吧。哈哈，嗨，
开个玩笑，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一段广告，节目马上回来。大平层的好处有很多种，尤其这种还是经过沈总独家严选过的大平层，视野广阔，风景优美，配套齐全，领包入住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哪都好，就是太大了。呼，刘从在洗手间里出来，差点没找到回客厅的路。刘从一愣，左边是铺着波斯地毯的过渡走廊，还摆着一架施坦威，右边是一间待客厅，靠墙的一方有个小小的吧台，台面的水晶架子上还吊着晶莹剔透的高脚杯。等会，客厅是在这边吗？刘从纳闷了，凭着身体的记忆找了回去，而穿过待客厅，又到了健身区域，大大小小的器械整齐地排放在特制的橡胶地面上。接着刘从里里外外转了一大圈，什么主卧、次卧、书房、琴房、宠物房都转了个遍，连洗手间都路过了2次，可算是回到了一开始的客厅。靠，这他妈也太大了吧！刘从抄起茶几上的华子，抽上一根，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怎么有点后悔跟那娘儿们要一套这么大的了？这特么在屋里转的，怕是从卧室到门口都要打个飞的了吧喂！看来他还得花点时间熟悉这套房子，不然晚上上厕所的时候都会迷路吧喂！靠，又被这小子装到了，无形装逼最为致命！呜呜，你房子大，你了不起，你清高。刘从是无奈了，看得他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更无奈。尼玛呀，这也太大了吧，都能搁家里飙车了喂！谢谢你让我看到我一辈子都买不起的房子长啥样！呜呜呜！你好，宠物房有人住吗？没人住可以给我住吗？楼上的什么都住，只会害了你。由于整套房间里的东西都是配备好了的，连牙刷和毛巾这样刚需的生活用品都考虑到了，刘从甚至都不需要去补办，当晚就在房里住了下来。天色渐晚，城市的霓虹代替了落日的余晖，无论是车水马龙的地面，还是灯火阑珊的天边，又或者是人头攒动的江面，这样的景色再次登上滨城的夜晚。虽然这样俯瞰的景致刘从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但今天这个角度却十分新颖，丝毫不逊色他之前住过的任何一家酒店。从阳台看去，还能看到不远处的江面上还有豪华游轮缓缓驶过，依稀可见甲板上的人群和灯光。刘从泡了澡，穿着一身浴袍，懒洋洋地躺在阳台的躺椅上，享受着夜晚的凉风，享受着高脚杯中的红酒，舒服。刘从一翘二郎腿，又抿了口红酒，美滋滋地叹了一声。果然，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家的狗窝呀！住了那么多次酒店，到头来还是自家最舒服嘛。而经过一下午的磨合，刘从对这间房子也十分满意。刘从享受了片刻，红酒见了底，刘从又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么好的房子，要是再有个伴儿，就更完美了。第53章，大平层当然最适合养宠物了。狗窝？捏玛，你管这叫狗窝？你小子不要太过分了喂！你这一套狗窝都够我努力多少年了。呜呜，哈，狗窝？从哥还收不收单身狗啊？我可以。从哥，性别不要卡得太死。楼上是什么诡计多端的灵啊喂！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你和我。别秀了兄弟，孩子都要被秀傻了。看着画面里的刘从一手端着红酒，还隔着岁月静好，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更加难绷。喂，现在去滨城还来得及吗？别想了，滨城这么大，本地人恐怕都遇不见从哥吧喂！可恶啊，我也想呼吸一下资本主义的腐朽空气啊喂！楼上，你的发言很危险啊喂，建议严查一下祖上3代。第二天，哈，养条狗？刚进办公室的沈木秋就接收到了来自齐岁的工作汇报，之前就说过让那位太子爷有事跟他的助手联系，这不，事情就来了。是的，还是刚刚发来的。齐岁点点头，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看着沈木秋，听他意思，似乎是在说这房子一个人住太冷清了，找个伴。这种事情就不用汇报了吧喂？沈木秋有些奇怪地看了齐岁一眼，但又想到这位助理行事一向精明理智，他不由得又多问了2句。他还说了什么？还要养运动量大的那种大型犬。哦，沈木秋从文件里探出头，你看着办吧。好的。齐岁笑眯眯的点点头。话说回来，今天财务部的报告怎么交的这么慢？沈木秋一歪头看向齐岁，平日里财务部门的效率不都是最快的吗？啊，报告在我这里，马上就发给您。接着齐岁笑眯眯的下去了。既然已经是沈总的相好，这种事情可得好好对待才行。下午，握手，来，握手。刘从坐在地毯上，右手拿着一块肉干，身后是大包小包的宠物零食袋子，还有眼前的这只，一只颜色黑白相间，皮毛油光水滑的，正乖巧的朝刘从伸出左手的边目。哇，哦，很聪明的吗？刘从乐了，这次换右手啊，来，握手。哇，边目聪明的很，立刻伸出了右手，眼睛还十分鸡贼的瞟了瞟刘从手里的肉干。乖，奖励你小肉干。刘从在狗子的头顶摸了好几把。
真不愧是最聪明的狗子啊，指令什么的一下就学会了。这样养起来的话也会很省心的呀。果然是大集团的人啊，办事效率就是高。他跟那娘儿们的助理联系没多久，无论是狗子还是狗粮什么的就送过来了，连养宠物这种事情的后续都考虑得这么周到啊。就是说嘛，房子这么大，不养一只宠物那可真是可惜。刘从笑呵呵的，手上接着摸了摸狗子的脑门。边牧的智商也相当于人类的7岁小孩了，听得懂指令，也听得懂人话。别说刘从眼前的这只还是经过专业的培养和调教过的，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掌握了基本词汇量了，就算刘从随便训练一手，狗子也能配合得很好。而察觉到人类高兴的情绪，狗子也很懂，扑到人类的身上就开始吐舌头卖萌。很好很好，作为你的奖励，现在就马上带你去散步啊。刘从也知道这样的大型犬体力是十分充沛的，若是不及时消耗掉，估计很快就会像二哈一样开始拆家了。这里是客厅，光线最好的地方，那边还有阳台可以晒太阳，还有这里，这是主卧，人类用来睡觉的地方，狗子不可以随便进入啊。这间宠物房才是你的，在这里睡觉啊、吃饭啊都可以。哦，不过小便的话还是去洗手间吧。此时下午，刘从牵着狗绳从进门的客厅开始，穿过走廊、卧室、书房等等，一直到尽头的宠物房。汪！狗子也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刘从说一句，他便跟在后边叫一句，一人一狗相处的十分和谐。喂，为什么要在家里遛狗啊？明明户外就有公园啊！喂，你小子炫富真的炫上瘾了呀！靠啊，宠物房都装修的这么好。直播间观众们已经彻底绷不住了，房子大了不起是吧？ Sorry 啊，房子大就是了不起。穷逼当场受到了1万点暴击。很好，接下来我们来玩丢飞盘。都说跟狗子处好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跟他一起玩耍了。姓齐的助理准备的东西十分齐全，狗子的吃食生活用品玩具什么的一应俱全。刘从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狗子专用的飞盘。边牧一看到刘从手里的飞盘，知道这是要跟他一起玩了的信号了，立刻退后2步，俯下身子，一副随时准备冲出去的姿势。走你！飞盘嗖的一声飞了出去，飞过了客厅，穿过走廊，飞向了会客厅。在这瞬间，边牧也跟着飞盘一起冲了出去。嗷呜！边牧腾空一跃，精准无比地咬住了飞盘。随即会客厅里传来花瓶落地的铿锵，哐当，清脆无比。刘从闻声赶过去，看到了咬着飞盘坐在旁边一脸无辜的边牧，以及会客厅地面上那堆稀碎的青花瓷碎片。刘从想了想，掏出了手机，拨通了齐穗的手机号码。喂，齐助理吗？你送来的这狗子不行啊，怎么刚来就打坏了我家花瓶？说什么呢？当然要赔钱给我啊！你知道我这个花瓶有多贵吗？这幕看的给直播间的观众都整笑了。喂，为什么要在家里丢飞盘啊？你小子是故意的吧？绝对是故意的吧？真把自己家当足球场了呀！喂，有人想趁机讹钱啊？好，不愧是你。第54章，要小心头上有无人机的家伙。此时附近的公园，空气清新，微风凉爽。罗聪从自己的小出租屋里出发，左手抱着一盒象棋，右手摇着纸扇，一边悠然自得地往公园的方向走。哟，小伙子你又来了。哈哈，我这棋局都还没人能破解呢，当然要来了。哎，都说了你那棋局太难了，谁能下赢你啊？没关系没关系，今天我把价钱抬到300了哦，怎么样，要不要试试？啊，饶了我吧，我昨天就输给你200了，你可不能逮着一只羊薅吧？哈哈，试试也行啊，说不定今天就赢了呢。罗聪一边跟旁边公园散步的人打招呼，找到了老位置小石桌，铺好了棋局。哎，都说了你这棋局太难了，根本赢不了啊。是啊，之前不是连天天来这里下象棋的王老爷子都破不了吗？什么？王老爷子都破不了？哎呦呦，小伙子还真挺有本事的嘛，这年头上节目都这么卷了吗？小伙子加油啊！哈哈。同样作为节目组的选手，罗聪当然也得寻找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啊。罗聪从小就喜欢下象棋，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打败他家那片所有的大爷，长大之后更是师从象棋国手，包揽了大大小小的奖项无数。这盘棋几乎所有的步骤，一兵一卒的走向，他都了如指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象棋了，在罗聪的眼里，这就是他的战场啊！每一颗棋子都是他手下的士兵，在这战场上浴血奋战。自从找到了这样的赚钱办法之后，他就天天在这座公园里摆上一副这样的残局象棋，无论选哪方，只要能赢了他，就能获得300块，但要是输了，就得输给他300块。哎，都只是一些小把戏而已嘛，很容易就会被破解的。罗聪笑呵呵地摇着扇子，周围看热闹围观的人越多，他这象棋生意就越红火。光是昨天一天，他就已经捞了足足600块呢。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他就能从那间小破仓库里搬出来了吧？罗聪的内心不由得叹了口气。虽说参加了节目就得遵守节目组的规矩，但槟城他妈的，不论是物价和房价都高得恐怖啊！节目组给的100，
加上他睡了几天桥洞省下来的钱都这样省吃俭用了，在滨城连一间正常的房子都租不阿伟。他现在只能租到一间又破又小的仓库里，里面一张破床，一张破桌子，连洗漱都要去附近的公共厕所呀。不过没关系，靠着这一副象棋，他现在手头已经攒了好几千，照这样的势头下去，他很快就能搬出那间破仓库了。这公园人多啊，而且附近还有好几个富人小区，来散步的都是有钱人。这些天下来，罗聪光凭一副象棋已经赚了足足5、6千。怎么样，来试试看啊，就当玩玩也行啊。啊，没想到现在还是挺热的嘛。在公园里随便散散步就回去好了。此时刘聪牵着边牧，正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沿着小路过来。消耗狗子精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公园散步，这话是刚才那位姓齐的助理在电话里告诉他的。谁让你在家里扔飞盘了？青花瓷很贵的喂，好不容易从拍卖会上买下来的喂。当时齐穗的声音听上去十分无奈。好好去公园散步啊，但是滨城的夏天还是很热的啊，就算靠近海滨，最高也能达到39度啊，随便应付应付就回去好了。刘从叹了口气，紫金阁这边他甚至还是第一次来啊，只不过他也没想到能这么顺利在这里定居就是了。算了，顺便就当熟悉熟悉周围环境好了。啸天啊，在夏天人类离开空调太久的话是活不了的，这一点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啊。刘从给这只边牧随便起了个名字，既然打算养狗，必要的仪式感也不能少嘛。所以我们10分钟后就回家好了，明白了吗？汪！啸天似乎也习惯了这位人类的语言似的，顿时回头应了一声。但没过多久，在即将在小道转弯的时候，不远处一小撮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倒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什么啊？那边？刘从摸了摸后脑勺，难道这个公园也有什么流浪歌手吗？可恶啊，今天又输了300。哈哈，你小子今天回家又要跪搓衣板了吧？喂，不要随随便便就把别人家里的隐私说出来啊。这有什么？反正今天回家跪搓衣板的人有很多嘛。哎，小伙子真是太厉害了。人群正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哎呦，没关系的，在座的各位也很强嘛，我每次都赢得很惊险啊。而罗聪正坐在小石桌的另一头，一边点着手上的红票子，脸上笑得跟朵花似的。靠啊，今天果然是个好日子啊，短短一下午赚的比前2天加起来的还要多啊。这么看的话，明天他就能搬出那间又老又破又小的仓库了吧？哈哈哈！周围还站着好几个垂头丧气的，都是在之前的交手中输给罗聪的人。牛逼啊，聪哥，今天又狠狠赚了一笔啊！好家伙，一开始我还以为聪哥只会下象棋，赚不到什么钱，没想到几天下来能赚这么多。果然这年头，只要手上有一门本事，在哪里都能吃饱饭啊！聪哥加油，我看好你。罗聪直播间的观众们也看得十分激动，弹幕纷纷给他加油。嘿嘿，还有没有人想来下个几把的？我随时欢迎哦。这下好了，今天罗聪不但是赚了个盆满钵满，甚至还在这小公园里攒了波人气，简直是金钱名利双丰收啊！然而，正当罗聪洋洋得意之时，这里在干嘛啊？啊，象棋！先是一只黑白相间的边牧从人群后边钻了出来，接着就是刘从，一脸好奇的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里。哈哈，是啊，只是下象棋哦。罗聪一看又上来一位送钱的，脸上的笑容更是笑眯眯的。怎么样，这位小哥，要不要来一把？赢了就能赚300块哦。第55章，你惊扰了敖皇。哦，这样啊。刘从打量了一阵，摸了摸下巴，好像很有趣的样子。行，我来试试。接着，刘从便在罗聪的对面坐下了。哈哈，爽快！罗聪当然巴不得有人上来送钱，立刻摆出一副热情的面孔。那我来跟你讲讲规则好了。而周围的人群此时也因为刘从的加入，议论的声音也更加热烈了起来。一看到这也是个头上顶着个无人机的选手，围观的路人甚至还劝上了。哎呦，小伙子，你不会也是个那什么节目的选手吧？我听说这节目的选手不是都很缺钱吗？小伙子，你听我一句劝，你下不过这个小伙子的，还不如去找一份正经的工作赚钱啊。是啊，小伙子，下一次输了就是300块，不划算啊。小伙子，你还有狗要养，这开销恐怕不小哎。刘从哪里听得进去，玩心上来了，10头驴都拉不回来。没事，就当玩玩。刘从一摆手，他还记得他生前逢年过节回乡下的时候，也经常跟爷爷下象棋来着。唉，但是到如今独在异乡为异客，已经回不到那个时候了。是啊，咱们就当玩玩。兄弟，这盘棋你可得看好了，要是输了，你这钱我可是没得退啊。罗聪笑眯眯地说道。没问题。刘从特豪爽的一点头。棋局很快开始，刘从刚拿起棋子，还没来得及下呢，阿嚏！忽然浑身一抖，陡然就打了个喷嚏，手里的马一个没拿稳，啪嗒的一声落在棋盘上了。不好意思，我最近鼻子有点不舒服。刘从有些无奈的摸了摸鼻子。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感冒了？
要不一会儿去医院看看吧？嗨，没关系。不过咱们下棋讲究一个落地生根，这一步棋不能反悔啊。罗聪一脸大方的摆摆手，内心一个无情嘲笑。好啊，这特么是老天都在帮他啊。看来这家伙的钱他闭着眼睛也能赚到了。接着罗聪一看棋盘，正准备自己下一步的时候，周围人是没多大反应，只是坐在对面的罗聪看到那面前的棋盘，脸色陡然一变。不可能，这家伙知道要先走那一步。这残局的棋已经让罗聪捞了不少金，输家少说也有10几个。对这局棋，罗聪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甚至只要看到对手走出第一步棋，他就能猜到结局是什么了。至今为止都没有人接近那个唯一通向胜利的一步，但是眼前这个家伙居然还真的走出了那一步。不可能，等等，冷静一点，这一步只是那家伙误打误撞蒙到的。罗聪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棋局如同战场，一步错，步步错啊！就算这家伙蒙对了第一步，若是在接下来的步数中乱了阵脚，照样也是个输。喂，到你了。刘琮甚至还提醒了他一手，表情吊儿郎当的，右手甚至还在撸狗。不好意思，有点出神了。哼，态度如此松散的家伙，就等着乖乖双手奉上300块吧。接着罗聪一抬手，啪的一声吃掉了红子的炮。哇，真狠啊，这么快就开杀了。真可惜啊，小伙子，折损了1员大将。这可就难办了，少了这炮，这马就危险了吧。哎，看来这小伙子也是无力回天了呀。看得周围的围观群众们一阵唏嘘，又不由得叹了口气。下棋还在继续，而旁边卖热狗的小贩已经下班了，推着小推车从旁边路过。而蹲在刘琮脚边的啸天瞬间就被这香味吸引了注意力，尾巴一翘，做事就要冲出去似的。好在刘琮反应快，牵引绳一下绷紧，及时扯住了要飞奔出去的狗子。嗷呜！狗子是被拉住了，但刘琮手里的棋子也跟着掉了，啪的一声落到了棋面上。喂，再乱跑的话，下次就不带你出来了啊！刘琮一阵懊恼，顿时训斥了一声。呜！狗子一脸委屈巴巴的神情，缩了尾巴趴在了刘琮的旁边。训斥完狗子，刘琮的目光这才回到了棋局上。只见他手里的那枚炮正好掉在了罗聪的车上。啊，这不好像也行得通。罗聪看着刘琮把那枚炮给收走，顿时内心咯噔一声。哦，有戏啊！丢了车，哎，小罗这边亏大了呀。哎，很难的啦，小罗都在这摆了几天了，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被破解？哈哈，丢车保足了这下。说什么呢？我看好这位新来的小伙子，加油啊！棋局的风向陡然变了，连周围看客们的心情都跟着变了，围观的人都变得多了起来。哈哈哈，汪汪队立大功！你玩了姓罗的，你惊扰了欧皇了，你说你惹他干嘛？刘琮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一阵喜闻乐见，笑死，我仿佛已经看到这个姓罗的结局了。哈哈，颤抖吧，烦人！不错嘛，小伙子，还能走到这一步。罗聪的嘴角一阵抽抽，表情都快绷不住了。喂，现在很不妙啊，现在十分不妙啊，怎么好像局势一下对调了似的？他的处境反而危险了起来了。不行，他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慌了阵脚？下棋之人最忌讳的无非就是自乱阵脚，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冷静思考的头脑，这样才能重整旗鼓，出奇制胜啊。接着罗聪提起车，刚要走出下一步，谁知道鼻子陡然传出一阵奇痒，阿嚏，浑身一抖，车落了下去，正好落在刘琮的车旁边。完了呀，完了！罗聪瞳孔地震。啊！刘琮一看棋盘，对面最后的车没了，帅已经彻彻底底的暴露在他的将面前了。刘琮提起将，啪的一声扣在了帅上。我赢了，给钱。第56章，不要靠近欧皇，会变得不幸。等，眼看着整个棋局都跟着崩盘了，罗琮慌的一笔，脸上汗都下来了。我下错了，我那个刚才不小心打了个喷嚏。哎，那可不行。刘琮一摆手，义正辞严地按住了罗聪要反悔的右手。你自己说的落地生根，咋的？想抵赖啊？我他妈的！罗聪心里瞬间刷过无数个妈卖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帅被刘琮的将一个跳杀收走。大局已定，给罗聪气的当时恨不得扇自己几个大嘴巴子。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手呢？打个喷嚏而已，抖什么抖？这一抖，给他300块都抖没了。哈哈哈！笑死！你可能小赚，但我欧皇永不吃亏。刘琮直播间的观众们差点没笑死。哈哈，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感谢琮哥，让我见识到了一种全新的下棋方式。对面直接投了啊，这是。琮哥，感谢象棋大哥送来的300块。但罗聪直播间的观众就没这么乐呵了。我靠，这他妈的也行？你他妈关键时刻打什么喷嚏啊？不是，
你打喷嚏就打吧，你特么手抖什么抖啊？突发性帕金森是吧？得，这波自己给自己送走了，献祭自己，你真牛逼啊你！罗聪的粉丝们简直人都看傻了。不过好在刘聪直播间这边也有不少过去窥屏的粉丝，看到画面上一连串的问号，粉丝们当然慷慨解答了一番。没事啊兄弟们，咱们输给欧皇不丢人。是啊，输给欧皇的人多的是，兄弟们别往心里去啊。作为过来人，我劝你们一句，永远不要跟欧皇斗智斗勇。哈哈哈哈！有一说一，咱们从哥几百万都中过，这几百块给啸天买狗粮都不够。两边直播间的弹幕都一阵乱飞，顿时展开了激情互动。很快，在弹幕的刺激下，罗聪的粉丝也发现了不对劲。啥？从哥？等等，你是的不会是那个姓刘的从哥吧？卧槽，就是那个扶了个老头还被反赚了1000多万的那个传说中被老天爷追着喂饭的家伙吗？卧槽了，这尼玛也能遇上？我就说这小子怎么逆天，落一个子就破一个局。你要这么说，好像一切忽然变得合理起来了。那没事了，来，啸天，到爸爸这来。刘聪起身，笑眯眯地摸着啸天的头。边牧的体格也不小了，跟成年人类雄性站在一块，还挺有气势的。等会儿爸爸就带你去买热狗吃哈。刘聪摸完狗子的头，转头便看向了罗聪。你输了吧，给钱。面前这一人一狗的架子还挺足。罗聪本来心里就郁闷，看到眼前这么一幕，一想到自己今天好不容易赚来的钱要这么吐出去，离自己搬出那间破仓库的时间似乎又变得遥遥无期了起来。罗聪简直心如刀割。妈的，之前还以为老天爷给他送来的财神爷，这哪里是什么狗屁财神爷啊，这就是个貔貅啊！但没办法，众目睽睽之下，他还是赶紧交完钱闪人好了。罗聪不情不愿地从兜里掏出3张红票子拍到刘聪的手里，但这会周围那群围观的老爷子们却不乐意了。好小子，你居然下假棋，你的棋德呢？我们跟你下了那么多次，输了这么多钱，你转手就故意输给他，看我们老年人好欺负是吧？你今天不给我们一个交代，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公园。周围的老爷子们脸都气歪了，尤其是那位姓王的老爷子，昨天输的最多，回去还被老婆子说了一顿，今天看到昨天那盘折腾自己许久的棋局就这么破了。王老爷子气得一阵哆嗦，连话都说不上来，抡起拐杖就要敲上去。连带着周围的老爷子们也瞬间被点燃了心头的怒火，纷纷举着拐杖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下假棋的家伙。哎，这不关我的事啊！罗聪一惊，连小石桌上的象棋都管不上了，抱头就跑。汪！啸天还朝着跑远的罗聪吠了几声，仿佛还在帮腔似的。好了，啸天，咱们也该回家了。刘聪把3张红票子揣兜里，笑眯眯地拉了拉牵引绳。走，咱们买热狗吃去。出来这么一会儿，刘聪也觉得有些饥肠辘辘了，先买根热狗填填肚子，等会再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吃饭的地方好了。啊，这紫金阁附近果然是个不错的地方啊，他就这么随便散散步都能赚点零用钱。汪！听到热狗2字，啸天立刻欢天喜地地转了个头，摇着尾巴跟在刘聪后边走了。噗！刘聪选手这不但是砸了人家招牌，似乎还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呀。节目组现场的杨幂看着画面，顿时扑哧的一声笑了出来。是啊，这年头这么倒霉选手已经不多了，我上一次看到这么倒霉的选手还是在上一次。马化云也有些忍俊不禁，甚至还接了杨幂的话。我记得那名选手好像是姓赵，你说的是赵四选手吧？杨幂顿时更想笑了。哈，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不要靠近欧皇，会变得不幸。主持人小撒也有些忍不住的想笑，但作为主持人还是得矜持一点。不过从节目开始也有1周的时间了，若是真没一点本事的选手，100元也早就被他们花光了呢。回归正题，小撒的表情也正经了一点。稍后我们将统计目前为止的节目进度，统计的所有选手的数据以及被淘汰选手的名单，并在官博上进行公开，请大家务必关注哦。第57章，那个男人是那个男人。行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再发。真是奇怪啊，我记得咱们车行之前不是刚搞过活动吗？怎么又要搞啊？哎，你懂什么？这叫趁热打铁啊！趁热打铁啊！此时，公园附近的小卖部，2名穿着车行制服的员工正坐在长椅上休息，手里还攥着一沓宣传单。发了1天传单了，还剩最后一点，2人寻思在这休息一会儿再开始发。我听咱们经理说，之前不是有个人抽走了咱们的特等奖，导致咱们店损失很大啊。一名看上去年轻一点的工作人员摸了摸后脑勺，神情有些疑惑，说你个新来的什么都不懂了吧？这不是正好可以作为咱们店的策略吗？特等奖被抽走了，这不是正恰恰说明咱们店的活动靠谱吗？看上去年长一点的工作人员抽了口烟，翘着2郎腿说道：听好了，这事情可不能只看到表面，就像咱们现在为了宣传店里活动出来发传单一样，不管看到什么人，不管他的穿着打扮，
把传单递上去，给咱们店里揽客就行了。行，我记住了。年轻人用力点点头。哎，你看那边过来一个遛狗的，那家伙肯定住在附近，咱们可以跟他宣传一下。年长的员工抽着烟，陡然看到了什么似的，一个眼尖，连忙拍了旁边的年轻人一把。只见不远处，公园小道上过来了一位遛狗人士。小伙子挺年轻，相貌也十分帅气，手里还拿着一根热狗，溜着的狗子嘴里也叼着一根。一人一狗悠然自得的神情，正从小道那边过来。住在这一片的可都是有钱人啊，你精神点，多说几句好话，没准这单生意就这么成了。现在的有钱人就喜欢听好话，你给我机灵点，明白没有？明白了。年轻人一脸严肃的点点头，抱着传单朝着公园小道那边就去了。帅哥你好，我们店正在开展最新的会员日抽奖活动，还有机会抽到一辆本田 CR-V 哦。年轻人快步上前，内心谨记着老前辈的经验，一脸热情的朝着那位遛狗人士递出了传单。哦，刘从刚要享受新买的热狗，迎面就走上来了一个发传单的小哥。刚伸出手接过传单，顿时看清这传单上一个清晰无比的 logo， 凯翔车行，这名字好像有点眼熟啊。喂，你们个个都给我警醒着点儿，这一次咱们的回馈会员活动绝对不能出任何闪失。我对你们的要求呢很简单，服务好每一个会员就行了。咱们至少要做的比对面的腾飞车行要好，要是有一个会员过来投诉，我就直接取消你们1个月的工资，记住了吗？记住了。此时凯翔车行值班经理正满腔热血地对着台下的员工们喊话，员工们也十分配合，回应得十分热烈。很好，开始干活吧。值班经理一挥手，员工们也迅速投入了工作，跟来来往往的客人们攀谈了起来。经理从台上下来，背着手在场地里巡逻。唉，这世道生意难做啊，业绩完不成，他们这种店想要生存下去，只能不停地搞活动，才能吸引到新会员啊。妈的，本来生意就难做，谁知道对面居然也开了一家车行，还跟他们家面对面开的。他们的店长都差点没气死，把本来定好下个月的会员日活动直接提前了，绝对不能被对面的那家车行比下去。经理正头大呢，谁知道不远处迎宾小姐的方向似乎爆发出了一阵不小的动静。你不是？迎宾小姐一脸惊恐，手里抱着的宣传册都差点摔地上了。怎么回事啊？经理看了过去，一边嘟嘟囔囔的穿过人群。哟，经理，好久不见啊。人群的尽头站着一个遛狗的男人，刘从正朝着他挥手，脸上还笑眯眯的。你们这要搞活动啊？这回轮到经理一脸惊恐了。是他，那个男人，那个抽走了他们特等奖的男人，他居然又回来了。经理，咱们怎么办啊？旁边的迎宾小姐已经慌了，说悄悄话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这家伙的运气好到爆炸啊，我们可不能再次上当啊！要是咱们这一次的特等奖也被这家伙抽走，那咱们店可就真的……我他妈真是……经理的额上隐隐有青筋暴起。自从这个名叫刘从的男人从他们凯翔车行抽奖抽走那辆价值20万的大众帕萨特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喂，这家伙绝对不是个简单货色啊！加上这几天的热搜，果然啊，这哥们的逆天操作已经不是他们这些打工人能看懂的了，给经理都差点整自闭。那还能说啥？只能自认倒霉了呀喂！寻思这家伙现在高低也是个小刘总了，他们这辈子应该是不会再遇见了。好家伙，那谁知道这家伙简直说来就来啊！喂，见好就收啊，怎么还逮上一只洋号啊？做人怎么能贪得无厌呢？你们这些大资本能不能给打工人留点退路啊喂？是啊。经理嘴角一抽，猛地回过神。哈哈，那行。刘从乐道，正好，我过来看。那个，从哥，话都还没说完，就被经理强行打断了。从哥，你听我说，你先别急。经理似乎总算是冷静了下来，恢复成了往常热情洋溢的神情，但是笑容却十分牵强。怎么？从哥，来。接着，经理一把握住刘从的手，一脸诚恳。看到对面的车行没有？看到了，他们车行啊，今天也在搞活动。经理一本正经地看着刘从，而且活动力度比我们店大多了，你懂吧？对面还是家新店呢，老板有钱得很，奖品都多了。第58章，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哦，顺着经理指着的方向，刘从回头看了过去，对面还真的新开了一家车行，就在马路对面。新店开业，里里外外都张灯结彩的，店员们忙前忙后，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真的，从哥，我都干这行10几年了，那还能骗你不成？那腾飞的车行的老板老有钱了，跟我们老板可是好朋友呢。这经理见刘从似乎还有点犹豫的意思，顿时加大力度。从哥，他们新店开张，最需要的就是会员了。要是你过去成为他们的会员，他们一定会给你更大的优惠政策的。是啊，从哥你本来就是我们店的会员了，
这活动就是我们店长用来招揽客人的，无聊至极。聪哥，你行行好吧，他们也在搞活动，给他们带去一点小小的震撼。周围的员工们也纷纷劝上了，一副舍不得刘琮，但又不得不舍得的神情。而刘琮一看对面的车行，那边甚至还请来了乐队来助兴，在台上吹拉弹唱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聪哥，你也是咱们店的老会员了，相信我，我可不会骗你。接着，经理右手从西装内口袋里摸出10来张红票子，一脸郑重地塞到了刘琮的手里。咱们车行这点奖品，怎么配得上你呢？这个就当是我们车行反馈给会员的一点小礼物。你想抽奖的话，直接去对面车行就行了。听好了，今天咱们新店开业，个个都给我机灵点。这一次咱们的新店开业活动，绝对不能出任何闪失。我对你们的要求呢，很简单，服务好每一个客户就行了。咱们至少要做的比对面的凯翔车行要好。要是有一个会员过来投诉，我就直接取消你们1个月的工资。记住了吗？记住了。对面的腾飞车行，临时架起来的舞台上，乐队的主唱举着麦克风喊着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而店老板则在一旁亲自给员工们训话，就算对面有一个老同行，咱们也不能手下留情。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明白了吗？明白了。老板一番讲话发表完，店内的员工们也各自散开，开始跟被热闹吸引过来的路人们交谈了起来。你好，你们这是不是新店在搞活动啊？而此时店门口外，一人一狗正伫立在门口，一前一后的站着。刘琮看了看店名，确定这地方没找错，这才问向了门口的迎宾的美女。反正都是车行搞活动抽奖，管他什么凯翔还是腾飞，抽就完事了。哎，是的，我们腾飞车行今天。而站在门口的迎宾美女一看到有新客上门，下意识就要笑脸相迎，直到看清面前这人的长相，迎宾美女的笑容瞬间僵硬在了嘴角。这不是那个男人，是那个男人啊！那个中旗奖跟喝水似的，还被天印集团视为集团继承人，以及收割了不知道多少热搜的男人。他怎么会在这里啊？怎么已经住上紫金阁大平层的家伙会出现在他们这样的平民车行啊？难道这里不是腾飞车行吗？刘琮见这妹子半天不开口，还出口提醒了一句：啊，是的，那个里面请。迎宾美女猛地回神，连忙收拾一番表情，强颜欢笑地将刘琮往店里引。靠，这可咋整？这家伙要是参加了他们店里的活动，特等奖指定是不保啊。刘琮？是啊，就是他。哦，就是之前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被称为天选之子的那家伙吗？是啊。而迎宾小姐这边的情况，很快也被店里的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了。看到的那位工作人员也当场一个机灵，转头便跑去告诉了店长。哈，我还以为谁呢？不就那节目组的选手吗？然而店长却是一脸不在意似的挥挥手。正好他头顶有个无人机，也算是给我店里免费打广告了。店长啊！工作人员在旁边急得脑门都快冒烟了。你是不知道这家伙的变态啊！我看过他的直播，那些事都是真的，真的。他的运气真的很离谱啊喂，离谱到不是地球人的程度了喂。你小子一天天的，脑子里都在想啥呢？然而老板看自己员工急得这副抓耳挠腮的神情，都差点笑出声。你清醒点吧，这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啊？都说了那是节目，肯定是搞节目效果搞出来的，这都是基本的营销套路了。节目组立人设来赚人眼球的，咋可能是真的？可是差不多得了啊！你有空在这胡思乱想，还不如多去招揽几个会员。老板一摆手，声音也提高了几度，还训斥了那员工几句。咱们新店开业，来者都是客，懂？抽奖是吧？你们这都有什么奖品啊？此时刘琮已经跟着迎宾美女到了店内。果然这新店开业情况果然跟那凯翔车行的经理说的差不多。新店热闹，车行的工作人员也好，过来办理业务的也好，人山人海。旁边还有一个乐队在台上吹拉弹唱，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而整个场地的正中央可不就摆着这一次活动的特等奖，一辆奔驰 GLC， 车身新的发亮，车前盖上一朵明艳艳的大红花，周围还用红丝绒的护栏围着。哟，这车不错呀。刘琮一摸下巴， SUV 车型，空间大，以后他要是去海边玩，还能把狗子塞车里，多方便。虽然之前那辆大众帕萨特也不错，但哪里有 SUV 车大气呢？这个特等奖就是这辆奔驰 GLC 了。二等奖是一台双开门冰箱，三等奖是……迎宾美女还在一旁介绍，表情都快绷不住了。喂，谁来救救他啊？他不是已经叫人去通知店长了吗？怎么还见到人过来啊？那抽奖的话，只需要注册你们这的会员就行了是吧？刘琮在车行溜了一圈，也观察的差不多了，顺便还摸了摸一旁狗子的头。是的，新会员注册的话，只需要支付500，就能参加抽奖了。迎宾美女笑了起来，表情比哭还难看。第59章，老板，你今天不把这辆车抽到，
就别想走。各位亲爱的来宾，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腾飞车行的新店开业活动现场。此时，腾飞车行的老板已经上了台，举着麦克风正在发表一番激情的演讲。现在只需要成为咱们门店的会员，就能免费参与一次抽奖活动啊！朋友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到现场这辆奔驰 GLC 没有？说不定下一个抽奖的朋友就能成为带走他的幸运啊！咱们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台上的店长演讲的唾沫横飞，台下的活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这店老板特意找来几位青春靓丽的迎宾小姐站在展台的旁边，面前摆着一排排桌子，上面放着好几颗不同颜色的小钢珠，旁边则是放着一个手摇式的8边形抽奖盒，只要转动手柄就会有小钢珠从洞口掉出来。后方则是架着一个巨大的液晶显示屏，画面上正显示着本次抽奖活动对应的奖品，每一种颜色的小钢珠都代表着不同程度的奖品。橙色的对应特等奖，金色则是2等奖，紫色就是3等级，以此类推。大家看好了，咱们的抽奖活动绝对是有凭有据，不搞那些虚的。在店老板一个眼神的示意下，离得近的一个迎宾小姐便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将那些小钢珠们噼里啪啦的倒入抽奖盒里。咱们抽奖讲究的就是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大家放心啊，我身为店长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个担保，一旦凡是来抽过奖的呀，就绝对不会空手而归，保证各位100%中奖。台下参加活动的人情绪也被挑高了，纷纷看向抽奖台，个个都是一副摩拳擦掌的神情。好啊，我就喜欢这种100%中奖的活动，哈哈哈！老爷子在天之灵，保佑保佑我抽到特等奖啊！可别，你们可往后稍吧，特等奖是我的。得，你们都喜欢特等奖是吧？那2等奖给我。瞧你们个个美的，别等会全是幸运奖啊，那可就搞笑了，哈哈！注册完就行了是吧？这会刘从已经熟练的花了500注册好了会员，还拿给了带自己进来的这位迎宾小姐检查。是的，迎宾小姐没辙，只能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注册完就可以抽奖了是吧？刘从笑眯眯的说道。迎宾小姐在内心叹了口气，美女，你帮我牵一下狗，我去抽奖了。刘从一听，顿时把绳子塞到了迎宾小姐手里。我很快就回来，马上。说完，刘从就过去抽奖处登记了。迎宾小姐一愣，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拿上了牵引绳，下意识一低头，还正好跟啸天对视了。啸天聪明的很，看到两脚兽离开，立刻熟练的趴了下来，剩下个站在原地一脸不知所措的迎宾小姐。她可以拒绝吗？她只是一个临时过来打工的，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压力啊？哈哈，恭喜这位朋友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奖，精美车模一套。咱们没抽到大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啊，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有的。台上抽奖活动已经开始了，老板依旧激情四射地主持着活动。新来的会员们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地上来，又一个个欲言又止的下去。恭喜陈先生抽中3等奖，真皮坐垫一套。哈哈，恭喜陈先生，这一次开了个好彩头，下一次来肯定能抽中特等奖的。而看着这些会员们的脸上的表情，老板也更乐了。这抽奖盒可是他特意定做的，里面有个特殊的夹层，象征着特等奖的小钢珠倒进去，不论怎么转动抽奖盒的把手，这小钢珠都不可能掉出来。开玩笑，要是真的有这么容易中特等奖，那他店还开不开了？要恰饭的吗？不过该有的噱头还是要有的。100%中奖，但是中的不多。恭喜李小姐抽中幸运奖，恭喜王先生抽中安慰奖。随着活动开展的越发火热，台下的路人们也热闹的不行，刚抽完奖的有，纯路过看戏的也有，还有等着上去抽奖的。哎，我这什么手气，连个3等奖都没抽到。哈，我他妈只抽到个安慰奖，我说啥了吗我？行吧，看来这抽奖活动是真不适合我呀。笑死，这3等奖还不错啊，真好，我最近准备换坐垫啊，今天这趟没白来。台下热闹的不行，台上的气氛也达到了顶峰。朋友们，大家就算没抽到大奖也不要灰心，咱们这个活动是每个月的会员日都会开启的，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参加啊。如果能带上自己的朋友来注册的话，将免费赠送一次抽奖机会哦。老板也趁着这股热闹劲，乐呵呵的在台上介绍着。再看台下，仿佛那些等着抽奖的人不是什么新店会员，而是新鲜韭菜，割都可以割，狠狠的割。老板笑的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去了。接着下一位抽奖的会员也上了台，只见刘从正从人群里冒出来，哼哧哼哧的往台上走。这会场人多的，抽个奖还得排队，眼下可算是轮到他。刘从顿时在内心一阵骂骂咧咧，这老板也真是的，就不能多弄几个抽奖台吗？欢迎这位小哥，欢迎欢迎。哟，这位可是大名人啊。而老板一抬眼看到上台来的会员，眼睛都快发光了。来了来了，他来了，免费的宣传工具人来了。而台下的路人们看到上去的刘从，顿时也是一阵骚动。好家伙，这不那谁吗？笑死，这不之前在对面车行抽走特等奖的那个小哥吗？今天怎么上这来了？哟，这是有好戏看了。可以可以，
今天这趟果然没白来啊，哈哈哈。而刘从的直播间内，早已经熟悉刘从操作的老粉们早就炸开了锅。老板快跑！喂，老板，喂！笑死！老板，你可知道你面前站着的这位是谁吗？好家伙，这老板的头有够铁的呀！老板，你今天不把这辆车抽到，就别想走！笑死！什么带慈善家啊？老板这么想给从哥换车啊？他真的，我哭死！第60章，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此时背景音乐还在继续。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甚至是单曲循环。没，我只是来抽个奖。刘从一脸冷静的摆摆手，哼，那是当然，小哥你最擅长的就是抽奖嘛。老板还是知道这家伙在对面的车行里抽中特等奖的事情的，不就是个人设吗？人设这种东西啊，那就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要是这家伙的幸运在他的店里被中断，那他的这家店肯定也能狠狠赚一把热搜。标题他都想好了，一代幸运之子竟然在这家店里被现实狠狠打脸。老板越想内心就越嘚瑟，他特么倒要看看到底是这家伙的人设立得住，还是他的狠活靠得住。但此时老板压根就不知道，因为抽奖抽了太多次，小钢珠在抽奖盒里激烈碰撞，抽奖盒里的夹层已经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松动，随时都有断开的可能。那行，刘从点点头，笑眯眯地搭上了抽奖盒的把手，只需要转动这个就行是吧？是的。老板的脸上也笑眯眯的。大家可以看看咱们台上的屏幕哦，若是转出橙色的小钢珠，对应的奖品就是……老板话还没说完，刘从是个动手能力强的，握着把手就转了起来。殊不知抽奖箱里顿时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咔嚓声，夹层赫然断开。啪！橙色的小钢珠麻溜的从出奖口掉了出来。特等奖！老板的笑容当场凝固，整个现场似乎都安静了下来。老板站在台上，简直一脸吃了翔的表情。等等，特等奖！特等奖！这特等奖不是扔在夹层里吗？为什么会掉出来啊？这他妈是啥情况啊？而台下则是瞬间爆发出一阵欢呼。哈哈哈！我靠，我就知道，尼玛，这就是欧皇的力量！今天算是亲眼见识到了。妈的，还能现场看一次欧皇抽奖，这是我没想到的。哈哈，哥们今天就算没抽到奖，这波也不亏啊！笑死，等会我可要跟欧皇握个手，沾沾欧气。拉倒吧你这飞球之魂已经刻在 DNA 里了，欧气也就不了你的。哈，你在骂？刘从直播间的弹幕也跟着爆棚。我他妈就知道，似曾相识的一幕啊！哈哈哈！你说你惹他干嘛？这波老板这波抽奖跟背景音乐配合的不是很好啊。老板，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你能不能恢复一下？观众简直爆笑。不得不说，那凯翔车行的经理很懂嘛。全场最佳凯翔车行经理，笑死！搁这祸水东引呢？楼上你会不会说话啊？什么祸水东引？这他妈叫紫气东来！哈哈哈！腾飞车行老板，这紫气给你要不要啊？场地不远处还给刘从拿着牵引绳的迎宾小姐，以及之前还特意过来劝过老板的那位工作人员，两人就跟约定好了似的，啪的一掌拍到额头上，一脸无奈。店长啊店长，这可是你自找的呀，我们已经尽力了。恭喜刘先生抽中特等奖！老板站在台上，话都说不利索了，人都差点从台上晕过去。这就是欧皇的真正力量。原来那不是节目组刻意立的人设，全部都是玩真的。这一下给老板毁的，肠子都要根裂了，恨不得当场给自己扇上几个大嘴巴子。让你犯贱，让你犯贱！开业当天本都还没捞回来，白白送出一辆40万的车，不带这么玩的呀！呜！最后在老板一阵比哭还难看的表情中，刘从笑眯眯的拿着橙色的小钢珠兑了奖，拿到了奔驰 GLC 的车钥匙，简单的走了个流程，填了几个表，特等奖就这么到手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刘从打开车门上了车。崭新的奔驰 GLC 车内的空间也比他之前开的那辆大众帕萨特开阔不少。哎呦，没想到他的第二台车来的这么快，果然白嫖来的东西就是香啊！看来他今天的运气的确很不错呢，在公园里赢了几百块不说，眼下又抽中了一台车。当然最重要是啸天！刘从摇下车窗喊了一声汪，灵活的狗子很快便从人群里窜了出来。这车空间大的装个狗子简直是绰绰有余。啸天对着刘从打开的车后座的车窗，后腿一用力便跳了进去。接着刘从一踩油门扬长而去。而对面的凯翔车行经理看到刘从牵着一条狗子进去，这会开着一辆奔驰 GLC 出来，脸上的表情简直比涨工资还要高兴。哈，他就知道，看到没有，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刘从拿到了车，腾飞车行在开业当天吃了大亏，这波就是双赢啊！经理看着对面的腾飞车行，在内心可尽感激。谢谢你，从哥。
紫金阁门口，坐在保安亭里的保安一边悠闲地刷着新闻，一边喝着热茶，一抬眼就看到一辆奔驰 GLC 驶了过来，从升降杆下便开了进去。保安倒是认识车驾驶座上的那位，这位名叫刘从的小哥运气好的发慌不说，他之前还亲眼看到这小区的投资方那个姓沈的老板送给这家伙一套几千万的大平层。不过好歹也住在这个小区，这家伙开的车怎么都这么低端。但下一秒，保安就看到了车后座上一只正在车后座上吹风还一边吐舌头的边牧。边牧一脸享受，被风吹得眯起眼睛，一头的狗毛被吹得直往后捋。嚯，这是开着车去遛狗呢？保安都惊了，一口茶都差点喷出来。怪不得只开了个低端车，感情还有这层因素在里面呢。好家伙，现在的有钱人都喜欢这么玩。第61章，我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啊！哟，老赵今天收了这么多啊，这是上哪儿淘金去了？嗨，去了一趟别墅区，正好碰见要卖废品的，赶上了。哈哈，可以啊，你小子今天又拉了这么多，又是好几百吧？哪里？滨城郊区，在外忙碌了一天的赵四正一边蹬着自己的三轮车回到了自己的仓库门口。这仓库租的地方是一个老小区，每到午后都会有邻居出来乘凉。赵四租在这里，一来二去的也跟这些人都混熟了。主要是这地方房租便宜啊，周围的工厂不少，货源跟城区那边也没得差。然而一回到自己的小仓库，把门一关，赵四就跟魔怔了似的，把一捆捆打包的整整齐齐的纸箱全部拆了，每一个都巨细无比的检查一遍。如此重复，好几沓整理好的纸箱都被翻得乱七八糟。这些纸箱还都他从别墅区的保洁阿姨那边收来的。阿姨手脚麻利，干活细致，每次都打包得整整齐齐，他来一次就能直接拉走，都不用费什么劲。但每次这些被打包的一丝不苟的废品被他拉回来，又统统被他拆了个底朝天。今天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吗？接着赵四看着面前被自己翻得一片狼藉的地面，浑身像是力气被抽干似的颓了下去。为什么我就找不到一点值钱的东西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呜！封闭的小仓库里传来阵阵中年男人的哭声。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都有些绷不住了。痛，真的太痛了！这是得了刘从幻想综合症吗？太惨了！震惊是什么让他流下珍贵的男儿泪？赵四老哥太惨了，看他瘦了这么几天，啥都没有啊！阿 T， 这会刚洗完澡出来，手里正抱着一盒哈根达斯的刘从，猝不及防的又打了个喷嚏。怎么回事？最近这特么都是第几次了？难道是着凉了？刘从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哈根达斯，算了，还是不吃这个了。来，啸天，这个给你。说完就准备把哈根达斯喂给趴在旁边咬磨牙棒的狗子。啸天一看有吃的，一边吐着舌头哈气，一边哒哒哒的奔过来了。但还没等狗子舔上去，刘从忽然一副想起了什么事情的表情，陡然又把哈根达斯撤了。等会，这东西狗好像不能多吃。刘从看着自己手里的哈根达斯，叹了口气，算了，我还是勉为其难的吃了吧。狗子都愣了，没看到我正等着吗？你就这么给我拿走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今日的城市百元生存，我是主持人小撒。目前距节目开展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我们将对所有选手的情况进行一个汇总。我们共计200名选手中，有申请退赛的，也有强制淘汰的，当然更多的则是依旧顽强的生存下来的。城市百元生存的节目现场，主持人小撒正面带微笑的看着镜头。据统计，目前已经有24位选手花光了100元被强制淘汰，也有36位选手即使找到了工作也无法糊口，并向节目组申请退赛。接下来我们将对剩余的140名选手进行资产评估并进行排名。主持人小撒正看着镜头做着介绍，后边的2位嘉宾则是一副悠闲的神情。马总，我们要不要猜猜第1名是谁？趁着镜头不在自己脸上，杨幂看向了马化云，正捻着嘴轻笑。啊，这还用说吗？马化云一耸肩，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当然是他。在公布选手的姓名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位选手的总资产评估，总共5105万。演播厅后边的显示屏画面一出来，小撒立即慷慨激昂地介绍道。其中这位选手所居住的紫金阁面积504平米，每平米8万，总计4032万。他名下还有2辆车，加上其他现金资产，总计1073万。是的，这就是我们第1名选手。他在短短1周内的收入，却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奋斗不来的，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啊！他就是刘从。节目组甚至还配上了综艺般的效果音。从直播间的角度看过去，画面的2边还劈了2发礼炮。哈哈，我们节目组的嘉宾们看到咱们的第1名，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呢？接着小撒一转头看向了旁边的杨幂和马化云。没有。杨幂正冲着小撒眨了眨眼睛。1周就能赚5000多万啊！而马化云正看着屏幕上的那条信息，一本正经地摸了摸下巴。我当年要是也有这样的本事就好了。马总，
您说什么？啊，没什么。马化云一回神，嘿嘿，我早就猜到了，果然是刘琮选手啊！现在的年轻人真了不起呢。好的，那么接下来公布第2名。小撒笑眯眯地说道。这位选手也是咱们前10名选手中唯一一位女选手，林轩墨。她目前累积的资产为105300元，稳居第2。这位选手没有购置房产，也没有购买任何理财产品，这些资产全是他凭借着自己超高的商业天赋以及极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几乎跑遍了整个槟城，一单一单谈下来的。可能力气活这方面，我们的林轩墨选手没有什么优势，但是他做起生意来可谓是屡战屡胜，在短短的1周内，他就已经赚到了10多万元，实力可不容小觑啊。而第3名，相信此刻屏幕前的观众也有些眼熟，是的，就是曾经还跟第1名的刘琮进行合作的赵四，他目前的资产也累积了将近5万。果然收废品也是一份含金量很高的工作啊。屏幕前还没找到工作的观众们，现在知道要找什么工作了吧？哈哈，开玩笑开玩笑。第62章，地表最强打工人。那么第4名是，主持人小撒还在津津有味地介绍着，直播间里的弹幕也跟着起哄。好家伙，这第1名和第2名差的也太多了吧！操，这特么超了多少倍啊？太离谱了吧！从哥永远第神，你欧皇永远是你欧皇，笑死！谁又能想到第3名的那位还给从哥开过1天工资呢？哈哈哈！不过有一说一，咱们撇开第1名那个离谱的存在，这第2名也挺猛啊，高出第3名好几倍啊！确实，我也有点好奇了，过去看看。资本的原始累积，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劳动方式。下午的阳光灼眼，空气闷热异常。林轩墨忙碌了2个小时，总算把一批2手空调拉回到了自己的小出租屋里。房子空间不大，一室一厅，卧室用来睡觉，而客厅里则是堆满了林轩墨从旧货市场低价收购的空调。这些空调虽然看着老旧，但运行功能毫无问题，最多只是清理掉灰尘，也依旧能正常使用。林轩墨站在客厅里，一边清点自己辛辛苦苦运回来的货，顺便计算利润。没办法，赚钱不容易啊。作为节目组的选手，这每一笔钱他可都得算得明明白白啊，少一分打算都不行。不过他还算幸运，一开始在海滩附近散步的时候，跟小商贩闲聊，这里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都是人来人往，冷饮这块走俏得很，每次都是最先卖完的。槟城四季如夏，海滩这种地方永远都不缺人。林轩墨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平日里生活做事也十分仔细，能观察到很多别人观察不到的细节。他明白需求2字才是生意的关键，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于是当天他就花了50元去批发市场批发了1箱冰淇淋，拉到海滩上去卖。炎炎夏日，购买冷饮的客人络绎不绝。林轩墨个头不高，不多不少，正好160，长着一张青春洋溢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有2个酒窝。而这样的外表似乎也给了他得天独厚的条件，林轩墨的冰淇淋很快卖光了。这样的买卖让林轩墨尝到了甜头，也得到了启发。他开始在槟城走街串巷的进行调查，寻找那些有需求的群体，对症下药。从一开始在海滩附近卖冰淇淋，到后面去工地附近卖冷饮，一天天就这么好几趟下来，资金也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路过了一个老旧的小区，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小区竟然很少有人安装空调。一眼望去，墙上挂着空调主机的简直寥寥无几。后面经过打听才知道，这片小区居住者大多都是老年人，嫌新空调太贵，2手市场又远，老人们都不想动。加上老人们对旧时的环境似乎总有一股莫名的情怀，这就让他们懒得给屋子里添置新空调了。但这对于林轩墨来讲可是个重大商机啊。于是这天，林轩墨便从2手市场找了一家贩卖2手空调的店铺，跟老板嘴皮子都磨尽，总算跟老板谈好了合作，以800元一台的价格淘来一批2手空调，开启了他的卖空调之路。而事实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老人们虽然住的地方很老旧，但子女们每个月都会给他们转钱，起码在资金这块上是没问题的。加上林轩墨嘴甜，脑子转得快，还是上门来推销空调的，服务周到，价格也十分合理。很快，这片小区的老人们就买下了他手头所有的2手空调，让他狠狠赚了一笔。从一开始他花光所有资金带回来的一台空调，到后面越做越大，资金也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而安装完空调门的老人对林轩墨的上门服务赞不绝口，甚至前2天又有几个周围的小区找上了林轩墨，询问他购买2手空调的事情。林轩墨趁热打铁，立刻从2手市场购置了一批2手空调。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这一次因为单子太多，他忙不过来，他还特意请了几个师傅来帮忙安装。而他的资金也很快就突破了10万，可以算得上是非常雄厚了。林轩墨笑眯眯地清点完自己今天进来的这批2手空调，打算先在家休息一会儿。今天要是能把这些空调都卖出去，赚个1万应该没什么问题。此时林轩墨看着自己这批货，脸上也不由得笑开了花。别的不说，
自己这一天天积攒起来，加上平日里省吃俭用的，在这节目里至少也是个前3吧。而林轩墨在直播间中呈现出来的赚钱之路，也为他积攒了不少粉丝。看到他这么努力的一面，弹幕也在纷纷给他打 call。小姐姐加油，你是最棒的！哎呦，天这么热，又要出去工作，休息一下好不好？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愿意称之为地表最强打工人。好家伙，还好当初没选中我，我恐怕在这节目里3天都活不下去啊！小姐姐别努力了，我养你啊！甚至连节目组的马化云也很看好林轩墨的实力。这位选手对于商机的确有着很独特的眼光啊。马化云摸摸下巴，一脸欣赏地看着屏幕上的林轩墨。既然要选择做生意，对于商机的敏感只有快没有慢的，要是慢上一步，说不定就错失良机了。这位选手的行动能力很强啊，别看女孩子家家的，在这一点上还真的不输给其他任何存活下来的选手。当然，除了某个已经脱离了普通选手范围的家伙。马化云笑眯眯地说道，很有我当年的风范啊。呵呵，是啊，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脚踏实地的选手了呢。连一旁的杨幂也乐呵呵地点点头，甚至这还是一位女孩子，这么拼命实在是难得呀。不过话说回来，或许这才是正常的打工人吧。主持人小撒也连连点头附和，可能是因为他们看某第1名的选手看多了吧。啊，这么说来，果然还是要多关注关注其他选手啊。主持人小撒不由得陷入沉思。第63章，能被打工人推翻的资本，那还能叫资本吗？而这会，林轩墨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之前没来得及卖出去的冰淇淋，坐在沙发上打算先休息一会儿。今天可是个赚大钱的日子，吃个10块的奶油冰淇淋奢侈一把，不算过分吧。林轩墨美滋滋地剥开冰淇淋，一边点开手机打算找几个视频看看。而刚点开他常看的视频 app 推广的节目组直播间就蹦了出来，城市100元生存选手排名大公开，快来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吧。一看到这标题，林轩墨顿时就来了兴趣，自己可是用1周的时间就赚了10来万哎，这节目应该不可能有赚钱比他还快的吧。这段时间光忙着赚钱了，他都忘了关注其他选手的发展了呢。现在正好有空，让他也参考参考其他选手的赚钱方法，没准还能有新的发现呢。接着林轩墨点开了链接，节目组整理出来的排名就挂在首页，醒目的很。林轩墨一眼就看到榜1的那位，姓名刘从，个人资产总计5105万，5105万。林轩墨手一抖，手机都差点摔到地上，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看着屏幕上的那串数字愣了半天，5000多万，甚至因为看得太久，林轩墨都快不认识那行字了。一周就特么的赚了这么多，这尼玛合理吗？林轩墨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还以为自己看错了，这特么是正常人类1周能赚出来的钱。林轩墨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连握在手里的冰淇淋快化了，都还没察觉过来，为什么他这1周才10来万？第1名这家伙就5000多万了，这家伙是中了彩票吧？绝对是中了彩票吧。只见手机屏幕里，主持人小撒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好的，这里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排名前5的选手。而有关本次比赛目前所有的选手排名情况，我们已经在节目首页进行实时更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随时进行查看。接下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插入。林轩墨也重新回到了现实，但此时他只觉得一阵头重脚轻，仿佛当头一棒，脑瓜子嗡嗡的。虽然他现在的排名是第2名，但是跟第1名这家伙差得也太远了啊！1周能赚这么多，不行，我一定要超过他。林轩墨握紧手机，眼神也陡然变得坚毅了起来。啊，也是，像这样的节目，要是没几个竞争对手，让他这么轻而易举的获胜，那才是真正的无聊吧。很好，刘从是吧？你给我等着，看看谁才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他真的，我哭死！别去，你斗不过他的。泪目。而林轩墨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他的反应，弹幕都惊了。喂，上一个质疑欧皇的人已经被抽走1辆车了，笑死！车行老板勿 Q， 小姐姐醒醒，前面可是地狱啊！但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家伙1周就能赚到甚至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说他不好奇那是不可能的。接着林轩墨在手机上一阵操作，很快就找到了刘从的直播间，点进去一看，画面上的刘从人在紫金阁大平层，手里握着个飞盘。走你！汪！一人一狗正在偌大的客厅里玩得不亦乐乎。尼玛啊，这就是1周赚了5000万的家伙的生活吗？羡慕的林轩墨内心直抽抽。不，这不是重点。林轩墨当即选中刘从直播间的直播回放，他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当然，就算是选手们的直播回放，节目组也做了简单的剪辑，每一天的回放都取了标题。震惊！节目开始当天居然刮出200万！震惊！
节目开始第2天居然抽中一台车，震惊！节目开始第3天居然意外继承一家集团，震惊！这节目组也是个懂节目效果的，整齐划一的标题看起来似乎十分普通，但这内容却十分惊悚啊！看得林轩谟整个人是一愣一愣的，这他妈真的是城市百元生存的节目首页吗？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公众营销号吗？这他妈到底什么鬼啊？连着几个回放看下来，林轩谟的神情已经从一开始的震惊渐渐的转为了麻木。他经过这1周的奔波，也算是见识过不少场面了吧？什么赚钱的门路他没见过，没听说过，但像这样清新脱俗的赚钱方式，他还是第一次见识到啊！话说，要是这也能被称为赚钱的话，全天下的打工人都要哭晕在厕所了吧？而林轩谟愣神之际，手机又是一震，装空调的师傅已经根据约定的时间到地点了，正在等他。陡然回到了现实，林轩谟一咬牙，眼底仿佛有火焰在燃烧一般。那他还能咋办呢？赚钱啊！第2天早晨，阳光穿过落地窗洒向地面，黑白相间的狗子准时起来，乖巧地蹲在房门口。而下一秒，只见刘从顶着乱糟糟的头发，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从里面出来。哈呀！啊！你怎么起这么早？汪！一声犬吠，像是在回应。看到蹲在门口的狗子，刘从揉了揉眼睛，也没在意，拿着手机进了洗手间。刘从坐在马桶上，打开手机，打算看看今天的微博。而此时，一个全新的话题已经冲上了热搜：地表最强打工人 vs 天选之子，宿命的对决，请锁定城市百元生存。详情页甚至还 P 了双方的照片，男左女右，一个挥金如土的资本家，一个挥汗如雨的打工人，看得刘从整个人一愣。啥情况啊？这是第64章，记住他现在这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真会搞事啊！这节目组，刘从端详半天，不就是赚了点小钱吗？这就被称作资本了？这帮人对资本的定义会不会太低了一点？话说，既然已经标为热搜了，就不能给他 P 得帅一点吗？汪！而正当刘从陷入沉思之际，洗手间外还传来狗子的催促。狗子都饿了一宿了，好不容易等到两脚兽清醒，他能不急吗？安静一点啊，人类可是很忙的。洗手间里传来刘从闷闷的声音以及冲水的声音。小钱？你管这叫小钱？狗听了都摇头。这样的小钱我也想赚啊！赚了点小钱，只1个星期入账5000万。直播间里，观众们正在无奈叹息。刘从洗漱完毕，这才去给笑天添点狗粮。狗粮是专门装在一个柜子里，里面放的满满当当，零食、肉干、玩具一应俱全。刘从随手拿了一包肉干，一根一根去喂，但这么喂狗也挺无聊的。来，笑天接住啊！刘从又抽了一根肉干，甩手一抛，嗷呜！狗子接的那叫一个干净利落，肉干到嘴里3秒不到就咽下去了。很好很好，再来。刘从仿佛找到了新的乐子，又拿了根肉干，就这么一抛。这根虽然抛得有点高，但狗子眼疾手快，后腿猛地一蹬，直接嗷的一口，肉干是咬住了，但落地的时候，狗爪落到锃光瓦亮的地板砖上，重心一个不稳，当场往旁边一倒，哐当！只见笑天的狗头顿时撞上了旁边小方桌，小方桌上的摆着的玉观音，当场就被笑天的狗头撞飞，啪！当场摔了个4分5裂。人狗对视，沉默。哈哈哈！哈哈哈！操！这一笑给我功德全扣没了。没事啊，各位随便笑，功德算从哥的。观音菩萨，玉观音，请打开麦克风交流。直播间的观众差点没笑死。哈哈哈哈！操！原来边牧也拆家呀！没事，敖笑天，你老爹有的是钱，随便拆。什么败家犬啊！哈哈哈！然而刘从丝毫不慌。喂，刘从拿起手机，熟练的拨通电话。齐助理吗？你送来的这条边牧行不行啊？又打碎我一个玉观音啊！说吧，你要怎么赔我？啊！转眼到了深夜，滨城郊区的电子厂，下班喽！哎呀，累死了，赶紧回去睡觉。哎，兄弟几个今天先别走啊，咱们等会去外边撸串，我请客。眼下刚过晚上12点，正是厂里下班的时候，工人们如同潮水般的往外涌着，有住一个宿舍的就商量着一起3、5成群的往员工宿舍的方向走去。郝建国也正从车间里出来，一下就被几个混熟了的工友们拉上了。又去呀？郝建国应了一声，神情假装犹豫。我这身上没钱，就不跟你们一起了。嗨，不用你自个儿掏钱，成哥今天请客，你那点钱留着以后发财用吧。工友们顿时笑道。哟，成哥这么有钱的？哈哈，这小子这个月能涨工资，潇洒得很。同行的工友嘿嘿直笑。别瞎说，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哈。被称为成哥的那位站在工友们中间，豪爽地摆了摆手。不过我听说这儿附近开了个新店啊，今晚咱们一起去，
谁也别想早退啊！得嘞，就等着你这话。工友们嘻嘻哈哈一片，跟成哥勾肩搭背的走了。郝建国也混在里边，一路上乐乐呵呵的去了外边的烧烤摊。作为节目的参赛选手，郝建国内心深知，一旦节目组给的这100块用完了，他也得面临退赛，跟冠军奖金彻底无缘了。郝建国目标十分明确，比赛一开始就找了个厂上班。说厂里的工作是最稳定的，也不为过吧？这地方可是包吃包住，1个月到手的工资就有4000多。而更幸运的是，他的一位室友还是个性子十分豪爽的，跟他们混熟之后，几乎每天下班都请客在外面喝酒撸串。此时已经过去了1周，他这100块只买了点生活用品，还剩了足足60多呢。眼下他是也爽了，100块也剩了一大半，简直完美。来，大家随便点啊，随便喝。今天不把这些喝完，一个都别想跑啊！撸串的店很快就到了，成哥更是大手一挥，直接叫服务员搬了1箱啤酒过来。哈哈，果然是成哥啊，够爽快！有哪个打工人能拒绝下班之后的喝酒撸串呢？只见郝建国一手啤酒，一手烤串，表情那叫一个美啊，还不忘跟头顶的无人机互动几句。兄弟们，看到没有？这特么才叫生活啊！你们说，咱们老盯着那100干嘛？喝酒撸串他不香吗？反正等月底发了工资，他再去努力也不是不行啊。4000多的工资一到手，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他甩在身后呢。我的人生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失败2字。郝建国酒劲上来了，对着头顶的无人机一阵喊话：哟，建国呀，又开始跟你的粉丝互动了。哈哈，咱们建国可是上节目的大名人，有粉丝都是很正常的啦。建国呀，等你发财了，可别忘了哥们几个。旁边的工友们见郝建国这副模样，也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调侃道：嗨，那还用说，咱们几个可都是铁哥们了。郝建国乐呵呵的打了9嗝，又咬了一大口肉，样子甭提多潇洒了。是啊，没有失败，只有输了，赔钱和狗带。兄弟们，记住他现在这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哟，瞧瞧这样，怕是还没看过节目组最新公开的排行榜吧？但此时，郝建国的直播间里，零星几个路过的观众们有些看不下去了，纷纷在弹幕里吐槽：又是一个活在梦里的。哎，没事，做梦也挺好的，至少还能乐呵。第65章，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喝酒还在继续，郝建国跟几个工友都喝嗨了，抱起酒瓶仰头就喝。而这会店里也更加热闹，来的几乎都是附近厂里的打工人，就趁着下班的时间来喝点酒，放松放松心情。连成哥都喝到桌子底下去了，一瓶瓶啤酒下肚，仿佛喝的不是啤酒，而是白开水似的。郝建国晕头转向的，下意识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只见手机屏幕上一则 App 的通知正停留在上面：城市100元生存选手排行榜新鲜出炉，详情请的点击。什么时候还出了榜单？郝建国迷迷瞪瞪的看着屏幕，算了也好，现在节目已经开始了1周，他现在身上可是还有着60多元巨款呢，正好让他看看他现在的排名情况。郝建国坐直身子，笑呵呵的点开了手机上的链接，点击城市100元生存选手排行榜，正在加载。第1名刘从，个人资产总计5105万。噗，看清了手机上的排行榜，刚喝下一口啤酒的郝建国当场就喷了出来。5105万！郝建国看得手抖，啤酒瓶子都差点没拿稳。这节目不是才开始1周吗？每个人开局不是只有100块吗？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1周就赚到了5000多万，这特么是人是鬼啊？这尼玛赚的是冥币吧？给郝建国看得一阵呼吸凝滞，这一口差点没缓上来。这一届的选手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等，一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郝建国猛地深呼吸一口，一把握紧手机。怎么可能会有人在1周之内用100块赚到5000多万啊？郝建国把手机屏幕一关一开，第1名刘从，个人资产总计5105万。第2次看反而看得更加清楚了，这家伙到底是什么牛马？这一串数字看的郝建国简直觉得自己脑仁疼。等，我呢？我现在多少名？郝建国颤颤巍巍，手指在屏幕上一阵滑动，排行榜几乎要拖到底了，他才看到自己的名字，第134名。郝建国当场石化，5105万，62块5毛。这个资产跟自己的排名也还算相符了。我他妈的！郝建国看了看第1名的资产，又看了看自己的资产，叹气，简直是个废物啊！他娘的，这就算等到月底发了那4000多的工资，他也没那个信心能把排名赚上去。喂，别说1个星期了，就算给他1年时间，能赚到1000万都是奢侈了吧？话说，他要是有那个能力，他还来参加这节目干嘛？啊，果然这节目不是普通人能来的。下一刻，郝建国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那哭的叫一个凄惨，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城市百元生存节目组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小撒。我们的选手排行榜是实时更新的，大家每天都可以查看到选手的收入情况以及参赛情况。节目组的演播厅，主持人小撒难得没有跟嘉宾嘻嘻哈哈，正一本正经的主持着节目。是的，相信大家对我们的节目也有所了解，我们的比赛规则是十分残酷的，距离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选手退出了比赛。接下来宣布今日退赛选手的名单：钱空、金清白、郝建国。小撒正例行公事的念着名单，而嘉宾们则在旁边闲聊。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最近退赛的选手好像有点多啊？杨幂听了一会儿小撒汇报的名单，一边调侃道：“这个嘛，恐怕不是错觉。”马化云一本正经的点点头：“咱们龙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吧？果然是这样呢。”杨幂掩嘴笑道：“导演组选择公开选手的资产排名，这一绝对会不会是错的？不过留下来的选手少，压力反而越大。”马化云笑眯眯地说道：“今日退赛选手共计21人，剩余选手119人。”接着，小撒也将今日的名单汇报完毕了。大家要坚持住啊，不能因为一点小小的困难就气馁。我们节目主打的宗旨就是不要害怕困难，要微笑的面对它。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节目组这场面，弹幕都笑了。高情商，识时务者为俊杰；低情商，打不过直接润。高，实在是高，真不愧是马总。卷都可以卷，给爷卷到死。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内卷什么的都不存在的。你们这节目组啊，真是坏得很。此时，天印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内，刘总，董事长助理李长青正满脸兴奋地走了进来。怎么了这是？毛毛躁躁的。刘天印老爷子正靠在轮椅上打盹，被李长青惊醒，神情还有些不悦。哈哈，您看看这个。李长青却神秘一笑，连忙将手机递了过去。老爷子瞟了一眼屏幕，那上边正是节目组的选手排行榜。刘从稳居第一不说，还甩了第2名选手不知道几条街。哟，真行啊这小子。老爷子一看刘从那中千万级的资产，顿时也乐了，一边慢条斯理地捋了捋胡子。当初这小子可不就是因为说要参加个什么节目才拒绝了他的集团吗？眼下这么短的时间内，这小子就排上第1呀，真不愧是他天印集团的未来继承人啊。哈哈，您看我之前说什么来着？小刘总这段时间肯定在外面闯荡，为了继承集团在磨练自己的能力呢。李长青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是啊，现在的年轻人个个都这么出色呢。老爷子满意的点点头，整个人更是心情愉悦。自己的集团交给他，果然是一个极其正确的选择呀。看到刘从在节目组排名第1，老爷子和李长青十分激动，以至于两人完全忽略了刘从身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来的。第66章，没有抽奖的人生就像没有调料包的方便面。到地方了，来，下车。汪！下午，公园附近，一条黑白相间的边牧正灵活地从奔驰 GLC 上窜了下来。也有一段时间没来这边了。紧接着，刘从也下了车，手上牵着笑天，一边颇怀念的在周围看了看。这地方正是当初节目在开始比赛时举行开幕式的地方，当然，他当时赚到第1桶金的地方，那家彩票店也在这里。而附近正好有个面积挺大的公园，反正自己也要遛狗，刘从便带着笑天开车过来了。好了，咱们就在这里转转吧。刘从扯了扯牵引绳，笑眯眯去散步了。而没走多久，刘从就看到了那家彩票店。福利彩票4个大字引入眼帘，但是店门紧闭，跟旁边人来人往的店铺比起来，简直格格不入。怎么回事？关门了？刘从一脸纳闷，牵着笑天就过去了。打扰一下，这彩票店是怎么回事啊？彩票店大门紧闭，刘从便问了旁边奶茶店里的店员：“老板去哪儿了？”无论怎么说，这好歹也是他赚到第1桶金的地方吧。他甚至还想再买几张刮刮乐怀念一下呢。嗨，别提了。那奶茶店店员一摆手：“还能去哪儿？虚假宣传，被彩民打到住院了呗。”听得刘从一愣：“啊，住院了？别说刘从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一脸懵逼。虚假宣传？不至于吧？可能是另有隐情。从哥在这刮出200多万，咱们可都是亲眼看到的啊。有刮的气息。听听这奶茶店的怎么说，也就1周前的样子吧。”眼下奶茶店的客人不多，店员闲着也是闲着，便跟刘从一五一十的说了起来。就之前微博不是有个人很火吗？刮刮乐刮出200多万，还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呢。这老板就说是他这店里刮到的，还跟疯了一样到处宣传，让附近那些彩民都到他这来买。好家伙，那几天彩票店生意可火爆了，听到消息的人都上赶着跑着来买刮刮乐，我当时也买了好几张呢。店员一边说一边叹了口气。结果呢？你猜怎么着？等那家伙的刮刮乐都卖完了，最高奖金才50，赤果果的虚假宣传啊，不是？嘿，
你说虚假宣传都算了，那家伙还死不认账，非说他的刮刮乐能刮出大奖。你说这特么气人不气人？给店员的情绪都感染上了，一脸的激动。当时给那些过来买刮刮乐的彩民们气的啊，围着给揍了一通。老板被揍的那个惨啊，当天就送医院去了，我当时就在旁边看着啊，也不知道那家伙现在出院了没有啊。不过店没开，可能还在医院里住着呢。店员缓缓说道。这一番叙述听下来，刘从听得整个人一愣一愣的。好家伙，还有这种事情？连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惊呆了，画面都要被问号给刷屏了。好可怜一老板，窦娥见了都不觉得自己比老板更冤了。惨！彩票店老板惨！店员说完，视线又不由得转移到了刘从脸上。这位小哥，我总感觉你很眼熟啊，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诸位同僚们，我们集团正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他娘的，天印集团那老东西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跟赛创科技的事情的？现在提这个还有用吗？我们的把柄已经被人家握在手里了。此时，青日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董事们正围坐在一起，神情严肃，眼神阴冷。他们集团可真是老倒霉蛋了。本来跟赛创科技暗中合作的好好的，不知道突然就被天印集团知道了。赛创科技被天印集团一口吞了不说，还拿捏住了他们跟赛创科技暗中往来的致命把柄。这都算了，在他们打算重振旗鼓的时候，跟秋红集团谈的好好的项目也瞬间黄了。青日集团再这么亏损下去，那特么的可真的要永无天日了。你们懂个屁！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天印集团那个老东西的继承人。一位董事面色阴鸷地说道。老东西从来都是一个人，这是从哪冒出来的一个继承人？恐怕是老东西不行了吧，所以才搬出个继承人来。另一位董事冷笑道。隐瞒继承人这种事情咱们又不是没见过，管他妈的什么继不继承人，只要搞垮天印集团，咱们才能出头啊！啊，这还不好办。忽然其中一位董事阴冷地哼笑了两声。反正老东西也没多少时间了，我们只要做掉这个刘从，天印不就也跟着归西了？这话一出，在场的董事们顿时互相对视一眼。这个有风险吗？有个屁的风险！提议的那位董事说道。我在暗网上有认识的人，当然这件事还要全体同意才行，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意思就是不管成不成功，在场的各位一个都跑不了。为了我们青日集团的未来，董事们勉强犹豫了一下，然后全体通过。随即在所有董事的注视下，提议的那位董事登上了暗网。暗网的界面十分隐秘，也十分复杂，需要经过大量的检测和验证，以及特殊授权。董事熟练地输入一个 IP 地址，发了一段密钥过去。怎么样？其余董事们只觉得紧张刺激，纷纷上前询问。成功了！在暗网下单的那位董事在一番操作之后，顿时得意地勾起了嘴角。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委托，大家放心，这个组织的行动能力非常强，而且十分专业，几乎没有失败的单子。真的？哈哈，太好了！董事们一听，顿时集体松了口气，脸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只要老东西没有继承人，群龙无首，区区天印集团对我们也就构不成什么威胁了。哈哈，走，咱们去喝一杯，提前庆祝一下。第67章，下雨天要记得收衣服啊。夜晚，真是的，好好的怎么下起雨来了？这不怪我呀，啸天，你要埋怨就埋怨老天爷吧，是他不想让你好好散步啊。此时刘从刚从浴室里出来，坐在门口守着他的啸天就围了上来，嗷呜嗷呜直叫。刘从一脸无奈，没办法呀，我也不知道今天会下雨啊。话说无论是两脚兽还是四脚兽，淋湿了都会感冒的呀，明白了吗？冰城的空气沉闷了好几天，暴雨也是说来就来。刘从没办法，只能带着啸天提前回家了。不过还好是开着车出去的，一人一狗也没淋湿。此时窗外雨水正在无情地冲刷着大地，玻璃上响起了清脆的噼啪声，绵延不绝。城市的空中已经浮现了一层朦胧的雨雾，仿佛为夜幕添上了一层薄纱。好了，明天要是天气好，早上就出去散步啊，好吗？早上就去啊。啸天还扒拉在床边，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刘从。刘从困得不行，人已经躺下了，手还停留在狗子的头上，安慰似的拍了拍。现在能不能给我好好去睡觉？呜！啸天嘤咛了一声，只好乖乖出了刘从的卧室。刘从不由得想起了生前老家那条狗子也很喜欢出去散步啊。真是的，难道全天下的狗子都这么喜欢散步吗？见啸天哒哒哒的离开了卧室，刘从这才缓缓闭上了眼睛。算了，反正今天雨下的这么大，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好了。夜深了，雨也下得更大了，闪电如同利刃般劈开夜空，赫然照亮地面。紫金阁的顶楼之间，两道鬼魅般的黑影正在上面跳跃。就是这栋，错不了的，紫金阁的大平层可不是普通人能住得起的啊！做出那样的事情，还敢明目张胆的住在这样的地方，胆子还真够大的。
黑影们如同行走在人间的幽灵，赫然出现在刘琮所在的这栋楼层的顶楼。不过很快，这小子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吧？黑影的眼里闪过几分阴鸷。行了，别废话了，速战速决！行动！此时雨下得越来越大了，劈天盖地的砸向地面，闪电也再一次划过天空。轰隆！只见深夜中楼顶之上，刚才被闪电劈中的位置，好像多了2块人形的焦炭，还在冒着黑烟。第二天早晨9点，节目组的无人机准时开启。啊，昨天的雨下的可真够大的，咱们滨城已经很久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吧？是啊，还有那几声雷打的，好像云要爆炸了似的，真是它太可怕了。而随着直播间的开启，弹幕也阵阵涌了进来。哎，我女朋友都吓得在我怀里瑟瑟发抖，一晚上没睡，害得我累了一晚上，我的腰子哟！楼上你醒醒，你没有女朋友？我尿黄，我来！此时刘琮正躺在被窝里，顿时被一阵嘈杂的声音给吵醒。真是一大早就这么不安分啊！刘琮还以为是啸天这家伙又在挠门了，难道四脚兽就这么容易饿吗？但开了门才发现啸天压根就不在门口。只见啸天正蹲在客厅的落地窗前，聚精会神地往下看着什么，尾巴还在身后一甩一甩的，似乎看得很起劲。怎么了？这是？刘琮挠了挠睡得乱糟糟的头发，朝着落地窗走了过去。昨日的暴雨已经停了，雨后空气清新，大地也被冲刷得十分干爽。只见楼下小花园内此时正聚集着一大堆人。刚来，什么情况啊？这是？不知道啊，好像是出人命了。出人命了？不是吧？我靠，我刚买的房啊，这么快就死人了？晦气！地面上医护人员和治安人员来来往往，担架上正躺着2具乌漆嘛黑的，甚至看不清是什么玩意。周围还拉上了警戒线，站满了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哎，少说几句吧，听说是被雷劈死的，运气真是差啊。是啊，听说还有几个年轻人呢，也是怪可怜的，年纪轻轻，说没了就没了。话说，咱们小区的防护措施不是做得挺好的吗？为什么会有人被雷劈死？可不是嘛，所以才说倒霉啊，真是造孽。但这画面，身在高层的刘琮压根就看不到，也听不清。在刘琮的视角里，他只能看见一波乌泱泱的人群，以及停在外面的警车和救护车。啊，这么早就有人去世了？刘琮看了一会儿，摸了摸后脑勺，哎，应该是谁家的老爷子或者老妈子吧。果然啊，就算是有钱人，也逃不过天灾人祸呀。刘琮随口念了几句，转头便去洗漱了。啸天察觉到刘琮的离开，也立刻转过头，一边摇着尾巴，一边跟了上去。啸天啊，等会咱们吃了早餐就去散步吧。汪！此时，青日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经过一夜，刘琮那小子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吧？那是当然，那可是专业的杀手组织，就连对付几个真枪实弹的成年人都没问题，更何况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哈，刘琮那小子一死，天印集团无后，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了。此时的董事们都很兴奋，手端红酒，面色红润，仿佛今天是个什么大喜的日子一般。对了，听说那小子正在上一个什么节目，还拿了第一。上个屁的节目，上天堂还差不多。哈哈，现在那家伙死了，他的直播间肯定也很热闹吧？不慌，让我来看上一眼。在一阵欢声笑语中，董事点开了刘琮的直播间。啸天，都说了不要随地大小便啊，你想今晚没饭吃吗？你这混蛋！只见画面里，青年牵着一条边牧，正在公园里骂骂咧咧。哎呀，早知道养狗这么麻烦。话虽这么说，刘琮还是弯下腰去，老老实实的给狗子铲屎。但此时董事长会议室沉默。喂，这是什么情况？这小子怎么还活着啊？第68章，杀手和普通人只有一墙之隔。董事们一个目字尽裂，手里的红酒杯哐哐几声砸到了地上。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活着啊！我明明已经给他们发去委托了，怎么会？尤其是负责跟杀手联系的那位董事，话都说不利索了，瞳孔地震的看着直播画面，甚至直播间里弹幕还在跟刘琮打趣。哎呦呦，从哥遛狗也遛得太勤快了吧！爱狗人士表示很赞。哎，真羡慕从哥，这么早居然也起得来，肯定是昨晚睡得好啊。哈哈，也是，毕竟啸天这么乖嘛。只见刘琮的直播间里一度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青日集团的董事们简直越看越惊悚。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那些杀手是专业的吗？不是万无一失吗？怎么连个毛头小子都杀不掉啊？你他娘的不会在骗我吧？可恶啊，钱都已经付了，能不能退啊？喂，你说话呀！哑巴了！董事们震怒，矛头瞬间指向了那位负责联系杀手的董事。靠，我他妈的也想知道啊！联系杀手的董事一阵手足无措，头上也是冷汗直冒。一个专业的杀手组织
一个晚上的时间，居然连一个毫无防备之心的毛头小子都干不掉，真是他妈的见了鬼了！而正当董事们因为这件事争论不休的时候，旁边的大屏电视上早间新闻正在播出。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屏幕上的主持人冰冰脸上正带着一如既往的温柔微笑。昨日，冰城出现了今年第一场暴雨，让酷暑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不幸的是，就在今日早晨8点，紫金阁小区住户发现了2具被雷劈焦的尸体。目前尸体身份不明，警方正在调查，希望能找这2具尸体的家属，让他们早日入土为安。冰冰神情微微严肃，一本正经地看着镜头。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句，大家在雷雨天尽量减少外出，更要小心在户外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哦。新闻继续播出，在场的董事们陷入沉默。喂，这不会就是你说的专业杀手吧？还正好是2具尸体，是巧合吧？一定是巧合吧？董事们的内心顿时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目光齐齐投向了那位联系杀手的董事。但那位董事此时双眼紧紧盯着屏幕，嘴巴下意识张大，连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但惊恐的神情就已经能说明一切了。等等，真的是那些杀手被雷劈死了？董事们面面相觑，人都傻了。要不是已经明明白白的上了新闻，他们甚至还有些不敢相信。不是吧？这也太倒霉了吧！冰城难得下这么一场大雨，居然就这么赶上了，这特么还能被雷劈死？你们杀手原来是这么高危的职业吗？董事们沉默，这他妈可就尴尬了。派出去的杀人居然被雷劈死了呀！这特么跟谁说理去啊？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是觉得那些杀手太倒霉，还是那个叫刘从的家伙更幸运。所以说，我们的计划是不是也失败了吧？毕竟杀手被雷劈死了呢。靠，怎么找个杀手都这么不顺利？我们集团最近也太背了吧！在认清了事实之后，董事长办公室的气氛顿时降到了冰点。然而，好在那位负责联系杀手的董事反应极快。嗨，大家不要慌，我之前就说了，人家可是专业的杀手组织，很讲信誉的。就算前面派出的杀手发生了意外，组织后面也会继续派出杀手，直到任务完成为止。联系杀手的董事一脸冷静地解释道：我跟他们可是打了好久的交道了，虽然今天的确是发生了一点意外，各位放心，刘聪这小子一定会死在我们手里的。靠，虽说今天这种事情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啊，但是人怎么可能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可是专业的杀手啊！刘聪，你小子这一次因为下雷雨躲过去了，难道还能逃过下一次不成？这话一出，在场的董事们这才放下了心。是吗？那就好，你早说啊，害我白担心一场。这一次算那小子走运。行，那咱们就等好消息了。哈，被雷劈死了。是啊，我早上看了一眼，那身体都焦黑了呢。此时，刘从牵着啸天已经散完步回来了，正要上楼，就看到旁边一个保安正在贴告示：雷雨天气，请注意出行。还有这种事？刘从人都惊了。好家伙，他还以为是小区里有谁的亲人去世了，没想到真相居然是这个。刘从不由得一脸唏嘘。哎呦，小伙子，你还不知道，当时就是在这一栋发现的呢。保安一脸严肃地说道。听说还有好几个年轻人呢。不会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走路玩手机才会被雷劈的吧？就这样，小伙子，你住得高，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临走时，保安还顺便叮嘱了刘从2句。这不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吗？话说回来，这得多倒霉啊，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缘分到了吧？可能。而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也不由得一阵唏嘘。好家伙，这帮人不会是说好了一起隔着渡劫呢？笑死！你以为这是修仙啊？不是，你们有钱人也信这个吗？让你们这些人有钱还装逼，看看遭报应了吧？楼上，你这话说的不对啊，那咱们从哥怎么就没事呢？喂，你小子是假粉吧？第69章，心怀鬼胎的人往往能说会道。对于刘从来说，遛狗几乎已经算是养成某种习惯了。遛了这么几次之后，刘从甚至还觉得遛狗还挺好玩。一句话来说就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当然，要是这家伙不随地大小便就好了。想到这里，刘从不由得叹了口气。不过每天这么遛也不是个事啊。而这天下午，刘从遛完狗回来，躺在沙发上，一边看着头顶的无人机，一边缓缓抽了口烟。毕竟他现在还算是个节目选手吧，天天这么无所事事下去也不行啊。啸天啊，晚上我们再出去散步。想到这里，刘从顿时玩笑似的看向了啸天。然而这次啸天却没了前几次的热情，甚至眼神还有些闪躲，一声不吭的把身体一转，将屁股这边对准了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都给整笑了。操！好家伙，狗听了都摇头。啸天，你找个班上吧。笑死，从哥这是硬生生给狗子把习惯改过来了。看给人家狗子整的，
都有心理阴影了。而刘从一看啸天的反应，内心也跟着叹气。啊，果然，好吧，这么说他果然得找点什么事情来干了呀。于是吃了晚饭，刘从便自己独自出门了，留着啸天在屋里看家。或许是因为紫金阁这块地皮太贵，周围几乎都是美容会所、宠物医院以及精品服装店之类的。如果他想买烟，附近就有一家名贵的烟酒行，倒是方便他们小区的人购买。但反正他是出门来溜达的，买烟只是顺便。刘从溜达了有那么一会，正好看到街边有条长椅，寻思找个地方坐会。长椅上正坐着一个秃顶的中年人，大腹便便，右手边的空位上摆着半瓶矿泉水和一包烟。中年人正在通电话。嗨，不瞒您说，这附近可就我这么一家小超市了，周围的人都上我这来买东西呢。哎呦，你要是嫌贵，价钱什么的好商量啊，我这店生意可好了呢，保证你3个月就回本。怎么样？你要是满意，今儿咱们就把合同签了。看到有人过来，男人便把右侧座位上的东西拿开。哦，这样啊，那好吧，你要是满意，早点给我答复啊。唉，男人挂了电话，顿时泄气般的靠在了椅子上。咋了老哥？刘从都坐下了，反正没事干，随口便问了一句。这男人一看这小哥搭腔，眼神一转，内心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连忙客客气气的说道：嗨，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手里有一家店铺，最近想卖出去，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买家。店铺？哎，是啊。男人佯装叹气，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我在老城区那边有一间小超市，平日里生意还行，每个月也还能余几个钱。但是最近我家老爷子身体不好，就我这么一个儿子，等着我回去照顾呢。你说我一个人在这滨城没亲没故的，也没人帮我来打理这家店，就只能卖出去了。男人一边说，还一边偷偷打量刘从的表情。哎，要不是发生这种事情，我还挺舍不得这家店的，毕竟开了这么久，也产生感情了。舍不得个屁啊，他简直巴不得这家店能脱手。虽说地皮是他家的，拿来开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位置风水不好，这店开起来才1年时间，钱是没赚到，他还倒贴了几十万，赔得连棺材本都没了。他得赶紧把这个烫手山芋甩出去回血。但是连续谈了几个接盘的，都跟泥牛入海似的，没了后续。这几天给他急得火急火燎的。这样啊？刘从一听，顿时摸了摸下巴。老城区那边人流量当然跟新城区这边没得比，不过要是地皮是他的，说不定以后还有升值空间呢。毕竟是寸土寸金的滨城嘛。怎么，兄弟也想在滨城开店？男人一看这家伙似乎有些动容，连忙趁热打铁。靠，他现在可是关键时期，能忽悠一个算一个呀。这样吧兄弟，你要是有时间，我现在就带你过去看看。行。刘从思索一番，便点点头。好嘞。男人乐了，顿时一拍大腿。鄙人姓高，叫我老高就行了。兄弟贵姓啊？叫我刘从吧。哎呦，这名字好啊。老高笑着笑着，恍惚之间又隐隐觉得不太对劲，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算了，反正他这间破店能卖出去就行，管他叫什么。很快两人便到了老高的店铺。这是一家小超市，面积的确不小，目测有个100平左右，货柜挺多，商品的种类也挺齐全。就是装修看起来十分老旧，加上店内光线太暗，看起来十分冷清，还有点破败的感觉。怎么样，我这店是不是面积还挺大的？哎，实不相瞒，当初我买的时候也看准这块地了，谁知道今天。老高还在旁边跟刘从磨嘴皮子。兄弟，今天咱们也算是有缘，你要是看准了，价钱方面都好说。是吗？多少？刘从也看得差不多了，这店什么的都无所谓，主要是看中这块地皮。我这地皮一共110平，加上这家店的装修，还有店内的这些东西一起，算你900不800万，怎么样？老高一拍大腿。800万啊，以滨城老城区的价格来说，应该还能再降一点。算了，那样的话太麻烦了，反正这钱他花着也不心疼。那行，那就这么定了吧。哎呦，爽快啊！老高一听，顿时乐得嘴角都要咧到耳后根了。靠啊，这间晦气的店铺终于要脱手了呀！今天回去得放个鞭炮，好好庆祝一下。兄弟，那咱们今天就把手续办了。也行。刘从抽了口烟，淡定的点点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盘个店下来，就算用来打发时间也行啊。第70章，所谓欧皇，不管是人生还是游戏，都充满着 bug。而看到这幕，直播间的观众却坐不住了。好家伙，你这老板不厚道啊，给人忽悠瘸了呀！这是，从哥，你特么清醒点，这店明摆着就是个赔钱货吧？喂，傻子才会到这地方开店啊！不是，要是还相信这傻子说的话，那不是比傻子更傻子吗？弹幕都快炸了。完了，欧皇不欧了，从哥塌房了。你们冷静点，咱们从哥欧这么多回了，这次还能失手？那不能吧？是啊，
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样子。而事情谈成，两人就开始去办手续了。程序走完，店铺加上地皮，老高全部过户给了刘从。小刘啊，你是个好人，这回你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兄弟，咱们后会有期。办好手续之后，老高收到了刘从转过去的钱，便打算回老家了。临走前还一脸郑重了握住了刘从的手。老天爷啊，终于来了个冤大头，肯把他这间破店给收了。从哥糊涂啊，完了完了，从哥这次真的要被坑了呀！靠啊，这800万我看是直接打水漂了吧？不是，从哥，咱们就算再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啊！从刘从跟老高看完店铺，再到过完手续，简直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得一阵捶胸顿足的。好家伙，这就是你们有钱人的生活吗？800万一眨眼就这么花了？靠，你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呢？啊，从某个程度上来说，这家伙的钱还真是大风刮来的。刘从拿着店铺的售卖合同回了家，啸天还以为刘从买了什么好吃的，上来对着刘从手里的合同就一个劲的拱着。啸天啊，今天爸爸买了家店，这日后咱们没事的时候就去店里玩玩好了。刘从笑眯眯的摸着啸天的狗头。话说这店的面积还挺大，110平方，开个什么店比较好？啸天只是蹭着刘从的腿，哈哧哈哧的吐舌头。虽然狗子听不懂两脚兽的语言，但还是能分辨两脚兽的情绪的。看得出刘从现在很高兴，管他的，扑就完事了。哎呦，这么高兴啊！行，明天爸爸就带你去店里看看。刘从还以为狗子听懂了似的，又伸出手去狠狠摸了摸啸天的头。一夜好梦。第二天一大早，刘从便牵着啸天出现在了小超市的门口。进了小超市，啸天一脸好奇，左嗅嗅，右看看。这小超市的装修的确够旧的，光是刘从看到的地方，很多地方的墙皮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磨损，货架上的商品也有一些过期了。刘从歪着头在店里又仔仔细细地转了一圈，何止是墙皮，摆在里面的货架也出现了生锈的迹象，天花板好像还有点漏水。怎么一个破字了得呀？这些个地方还挺隐蔽，不是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太出来。看来得重新装修一下这家店啊。刘从有些无奈，一边摸着啸天的狗头。哎，啸天啊，要不这家店给你算了。啸天像是听懂了，扭头看了一眼刘从，狗眼里满是无语。汪汪汪，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哈哈哈哈哈！狗店长是吧？笑死，狗听了都摇头。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幕，弹幕差点没笑死。操，以前老板骂我，他请一条狗来当店长，管理都比我好，现在狗真的要当上店长了。呜呜，这年头狗都能在槟城拥有一家店了吗？刚开那个狗子，让我来。然而这时刘从正牵着啸天在店里转悠，要不问问那个叫李长青的，看认不认识设计师之类的。不对，那家伙靠不住啊，万一又被他坑了可咋整？刘从正皱着眉头想着。你好，请问这里有人吗？店门口一个穿着志愿者红背心的大妈出现在了门口，手里还抱着一份文件夹。怎么了？刘从一回头，小伙子，你是这家店的店主吗？大妈一边进来上下看了两眼，又笑眯眯地问向刘从。是啊。刘从摸了摸后脑勺。您要买东西吗？今天还没有营业。那倒不是，我是街道拆迁办的人。大妈手里正拿着一沓材料，笑容满面地看着刘从。啊！而几乎同一时间，早晨的新闻正在播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日的朝闻槟城，我是主持人冰冰。主持人冰冰言笑晏晏，开始了今日的新闻播报。近日，槟城的东滨高铁将迎来最新进展，设计时速350公里，正线全长482公里，预计2年内开通。本项目将由龙国铁路槟城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槟城天阁区人民政府负责工程规划红线范围内以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征收范围如下：东至规划和平路，南至规划红线，西至新建铁路。对于槟城来说自然是大事。不到一会儿，这条新建铁路的消息就占据了各大新闻平台的热搜。而得知了这一消息，刘从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炸了开花。卧槽，和平路，等等，和平路，这尼玛不就是从哥买的那家店的附近吗？啥意思？这特么是要拆迁了？我操，不是吧，阿 Sir， 这店昨天才买下来的啊，今天就被政府征收了？哎呀，离我家就差一条街，救命！我他妈心态崩了。这消息仿佛一记重磅炸弹，给直播间的观众们简直炸得脑瓜子嗡嗡的。我嘻，我特么刚才还说欧皇这把血亏呢，这他妈的我就不该怀疑欧皇的欧气。尼玛，真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从哥你这欧气能不能分我一点啊？笑死，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欧皇买下这地方是要开店吧？这波欧皇在大气层啊，哈哈哈。第71章，就算没有中奖也要记得面带微笑哦。小伙子，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这是上面的征收补偿，
小超市里，勉强还算干净的沙发上，刘从正跟大妈面对面坐着，大妈笑得一脸慈祥，从文件夹里拿出了一份文件。怕你看不懂，大妈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呀。你要是有地方住呢，就可以选择货币补偿。诺，这里写了呀，上面是根据市场价估算的，1平米按10万元来换取补助，这里还额外奖励20万，算是你放弃产权调换的补助。哦，还有这里停业停产损失补偿费，上面是按1平米3000块来补的。大妈是个热心肠，文件上边条条框框密密麻麻，特意挑重点指给刘从看，耐心的解释着。这里还有一条，你要是在征收奖励期限内主动签约呢，上面就会奖励你20万，要是在这个期间内交房，还有25万的额外奖励。最后这个，要是这块所有人都完成签约，你们每人还能拿到20万的按约交房奖励。大妈介绍的差不多了，又一本正经的看向刘从。对了，小伙子，你这店有多少平米？大概110平。刘从人已经晕了。啥情况啊？这店昨天才买的呀，今天就拆迁？这拆迁来的也太突然了吧？要不是这大妈之前已经出具了相关证明，他都差点怀疑这家伙是不是骗子。哦哟，110平。大妈也乐了，下意识掐着手指算了起来。110平的店，放弃产权调换补助大概有1120万了，征收奖励一共65万，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就有个33万。哈，小伙子，这么算下来，你总共能拿到1218万啊！刘从还没来得及反应，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串数字，人已经傻了。多少？1000多万？不是，就这么间破店，1000多万？你他妈在逗我？楼上你他妈能不能认真点？值钱的是这间破店吗？值钱的是这块地。兄弟，从哥买了这地方才800万呢，今天就被1200多万收回去了。他娘的，血赚400多万啊喂！直播间的弹幕密密麻麻，画面已经完全看不清了。龟，赚钱这么容易的？懂了，今晚就把从哥的照片贴床头，每天起床睡觉前磕一个呜呜呜。楼上的，这方法不管用，我已经试过了，你他妈死心吧！太恐怖了，这就是欧皇的赚钱方式吗？靠地皮就能赚钱了？拆迁办的大妈交代完这些，跟刘从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哈哈，我的工作呢，就是跟提前你们交代清楚这些事情，让你们好有一个思想准备，等上面全面落实之后，就会派人来跟你签合同的。大妈笑呵呵的拍了拍刘从的肩膀，便去下一家通知了，留下刘从一个人一脸凌乱的坐在沙发上。大妈留下的文件还在台面上摆着。哈，红头文件，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刘从耸耸肩，啸天啊，看来咱们开店打发时间的想法只能暂时缓缓了。哎呦，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没体验过当拆迁户的感觉呢。上辈子在电视上天天看到说这里拆迁那里拆迁，什么拆一代拆二代的，今天倒好，自己也能体验一把了。汪！然而狗子听不懂两脚兽的语言，只能感受到两脚兽的情绪。察觉出来刘从的心情似乎很不错，啸天也兴奋地摇了摇尾巴，似乎是回应。接着刘从牵着啸天一边哼着歌离开了小超市。此时城市百元生存的节目演播厅里鸦雀无声。我说啊，还有人记得刘从选手其实还在参加节目吗？为了打破这阵谜一样的沉默，主持人小撒缓缓开口了。啊，反正已经拿到第一了，甚至短时间内已经没人能超过刘从选手了吧？马化云叹了口气，看来我们的选手排行榜又得更新了呢。是啊，只需要更新刘从选手的数据。杨幂无奈附和了马化云一声。在这位选手的画面里，前来的简直跟喝水一样简单啊！难道滨城的上级是知道这位选手在这里买了地吗？嘿嘿，开个玩笑啦。话说他要不要等下班之后跟刘从咨询一下买地这件事？好的，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一句，大家如果需要买地的话，还是要经过慎重考虑啊，千万不要像刘从选手一样啊。主持人小撒正笑着解释道。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而另一边，卖掉小超市的老高正乐呵呵地坐在回家的高铁上。哈哈，那间赔钱的小破超市终于卖出去了。这次老高还奢侈了一把，选了个商务座，悠闲地享受着按摩椅，一边欣赏着窗外的风景。等回去之后告诉老爷子这个好消息，他一定很高兴吧。坐高铁也挺无聊，老高便拿出手机想刷刷视频打发时间。然而手机刚点开，滨城新建高铁的消息瞬间映入眼帘。近日滨城的东滨高铁将迎来最新进展，本项目的征收范围如下：东至规划和平路，南至规划红线，西至……老高的笑容陡然凝固在了嘴角。等，和平路？他那间小破超市不就在和平路吗？老高甚至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猛地点开政府的官网，只见通知文件上面的规划地区划分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和平路可不正是他那间小超市所在的和平路吗？卧槽！老高紧紧盯着手机屏幕，一条条一页页看下来，看得老狗双手直颤，仿佛身至冰窖，只觉得喉咙收紧，
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他那地方要被拆迁去建高铁了。拆迁？居然要他妈的拆迁了！再一看拆迁补助，光是产权调换那块，每平米10万元，他那间小超市都有1100万元了，再加上其余大大小小各种补偿，老高顿时眼前一黑，咚的一声，一头栽倒了地上。先生，先生！给正好过来检票的乘务员小姐吓了一跳，连忙招呼人过来扶。先生，你没事吧？先生，喂，06号车厢来人啊，这里有位先生忽然晕过去了。第72章，走路的时候随时要注意高空抛物啊。东滨线也要开起来啊，时间过得可真快。是啊，文件也很快批下来了，等划分的土地被全部征收上去，很快就要开始动工了吧。话说回来，前几年西滨线的文件下来的时候，要是我也能成为拆迁户的一员就好了，说不定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能少走一点弯路了吧。哈哈，说什么呢，沈总，几年时间白手起家就能创办这么大一个集团，已经很厉害了呀。眼下正值中午，沈木秋刚结束饭局回到公司，下了车，沈木秋和助理齐穗一边上电梯一边闲聊。在和平路拥有产权的家伙们，晚上做梦都要笑醒了吧。沈木秋正看着手机上弹出来的热搜新闻，真是幸运的家伙啊。嗨，就算是拆迁户也得看产权证上的面积才行呢。齐穗笑呵呵地说道。那倒也是。沈木秋点点头。不过商用地跟民用地的价格还是不一样的吧。很快电梯升到了顶层，叮，电梯门一开，沈木秋跟齐穗刚从电梯里出去。喂喂，你们听说了吗？咱们沈总跟人睡了，还跟睡他的那个男人吵起来了。什么？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吗？是啊是啊，听说是因为沈总怀孕了，那男的不想负责，所以他们才吵起来的。眼下正是午休的时间，白领们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正津津有味的议论着。不是吧？你是不是听错了？沈总明明跟那个男的关系很好，之前还送那男的回家呢。你才是听错了吧？明明是那男的想让沈总把孩子打掉，沈总不愿意。这段时间他们明明在冷战，怎么可能送他回家？渣男！唉，沈总好可怜。然而此时刚进电梯的沈木秋以及助理齐穗两人，沈木秋顿时愣在原地，表情凝固。这家伙讨论的是他吗？被睡？怀孕？冷战？这都什么跟什么啊？齐穗，这到底是怎么？那个沈总，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东西落在车上了，我下去拿哈。而后面的齐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电梯里，脸上正尬笑着，手上正猛戳着电梯的关门按钮。齐穗，你给我回来！此时另一边，紫金阁的大平层，之前的狗粮都吃完了吗？哎呀，早知道刚回来的时候就多买点了。刘从牵着啸天回到了家里，看到狗子咬着自己吃饭的碗，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刘从这才想起来喂食，但一打开宠物房的柜子，这才发现之前其助理给他准备的狗粮都吃完了。不过刘从倒是想起来，之前在冰箱里看到不少新鲜的生肉，就用那个将就一下好了。啸天啊，今天的饭可能有点不合你口味，你凑合吧。但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浪费食物，一定要给我吃完啊。刘从拉开双开门的大冰箱，一边拿肉一边语重心长地跟旁边乖巧蹲着的狗子说道。狗子虽然听不太懂，但是看到刘从从冰箱里掏了一大块大块的肉出来，心情还是很激动的。汪汪汪！给啸天乐的尾巴都要甩断了。不是，这肉，等等，这包装跟之前我家排队预约购买的雪花牛肉有点像啊。操，何止是像啊，这尼玛简直一毛一样啊！我靠，这玩意一斤就要1000多块啊！你特么居然拿来喂狗！本来看到刘从的日常喂狗，直播间的观众们还挺乐呵，但是看到刘从扔到啸天碗里的东西，观众们当时就不淡定了。对了，要注意营养均衡啊，水果和蔬菜也不能少啊。接着又看到画面上，刘从从一个镶着金边的盒子里拿出几颗草莓，以及旁边同样精致的盒子里拿了点蔬菜出来，随便用刀切成小段，扔到了啸天的碗里。等等，这草莓我之前好像刷到过视频啊，你们看那包装不就知道了吗？美丽国进口的皇后草莓啊！什么？皇后草莓？就是那个90块一颗的？我操，你他妈直接喂钱得了！我晕了，狗吃的都比我好啊啊啊！天色渐渐晚了下来，冰城绚丽的霓虹再次登上夜景的舞台，无论何人几乎看上一眼就能沉醉其中。而此时一身黑衣神情冷冽正隐藏在小巷中的男人却根本无心欣赏这一切。男人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正从紫金阁的大门出来的刘从身上。吃完东西要散步，这样就能利于消化了。算了，可能你们狗子消化的比较快。刘从牵着啸天一边自言自语的往前走。话说回来，今天要去哪里散步啊？这附近还有我没去过的地方吗？汪！牵着的狗子也很给面子，回应着主人。一人一狗其乐融融地走在道上。呵呵，原来如此啊！隐藏在小巷子里的男人看着遛狗的刘从，
顿时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冷笑。原来上面要求他暗杀的家伙，居然是这样一个毫无防备心的男人啊！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任务目标，之前派了2个杀手，居然都没干掉，还能被雷劈死啊！这样的家伙，就算侥幸活着，那也是在给组织抹黑啊！下辈子别当杀手了，还是好好当个普通人活着吧。不过这单生意的雇佣金嘛，他就好好收下了。男人冷哼一声，正准备悄悄跟上去，打算找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再解决掉这个家伙。然而下一秒，哐当一声，一个盆栽从楼顶坠落，直挺挺地砸在他的脑袋上，当场碎裂。连带着一起碎裂的还有某个人的头盖骨。男人浑身一顿，只觉得头顶疼了一下，然后就没然后了。扑通一声，男人倒在了地上，浑身轻微抽搐，很快便没了动静。第73章，人类群星闪耀时。龙国数一数二的1线城市滨城，这里四季如夏，几乎1年4季都能充足的享受阳光的照耀。但尽管日照如此充足，也仍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单子，我们可不能马虎啊！任务目标警惕性还挺高的，我们派出去的家伙也不能是毛毛躁躁的新手。是啊，毕竟地位越高的家伙越爱惜自己的小命嘛。话虽如此，我们要派出哪个家伙去执行任务？此时，滨城的某栋写字楼里，这里看起来跟滨城中心其余的写字楼并无区别，打工族们进进出出，只是一个公社畜们上班的地方。但在这间写字楼的地下室，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黑暗正在悄然滋生。地下室当然是特意打造出来的，虽然装修风格十分低调，也正如同它的隐蔽性。而此时正在长桌最前方说话的男人，老魏，正是杀手组织的老大，周围则是坐满了形形色色的组织高层们，正面色严肃地进行着会议。对了，修罗那家伙不是正好接了青日集团的单子吗？那个叫刘从的，青日集团还开了高价呢。是啊，老大，青日集团的总部也在滨城啊，这件事就让他去做吧。当然，暗网只是他们接收委托的渠道之一，杀手组织的消息渠道几乎遍布了整个滨城。可能有些人看起来平平无奇，宛如街边的路人，但其实背地里正是杀手组织的高层也说不定。分配任务这种事情也通常要经过组织里的上下协调，毕竟一步错，他们可能就要面临暴露的风险，损失财力是小，失去执行任务的杀手可就麻烦了。修罗啊，那家伙正在执行前2个家伙的任务吧？难道我们还要分配新的任务给他？老魏的长相并不出挑，但是眼神带着血性，一听手下们的建议，下意识皱了皱眉，神情不微自怒。老大，咱们单是熟人下的，我建议咱们还是万无一失的好。另一个戴着眼镜的高层一脸严肃地说道，眼神闪过一丝贪婪。熟人的单我们得优先考虑啊，毕竟他们给的赏金也是重头戏。不错。老魏严肃地点点头，那就交给修罗吧，确保任务万无一失。修罗是一个代号，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是他们整个组织里成长最快的杀手，已经具备了成为顶尖杀手的潜力。平日里沉默寡言，行踪不定，出手老辣，任务对象从来都是意外死亡，永远的死无对证。这一点连组织里几个元老级别的杀手都很难做到，组织上下都十分看好他。说实话，我就没见过有哪个任务目标能在他手里活过3分钟的，是吧？但是目前为止从没有一桩任务暴露，这才是那家伙的本事啊！也难怪老大这么看好他了，说不定以后还是新的领袖呢。而谈到这位顶尖的杀手，组织里的其他高层似乎也轻松了不少，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说起来，那家伙执行青日集团的任务也有一段时间了，问问那家伙的情况吧。老魏摸了摸下巴，我来问问。戴眼镜的男人收到老魏的眼神，顿时拿出手机，拨通了号码过去，无人接听。眼镜男下意识看了一眼老魏，或许正在执行任务。老魏一挥手，反正这也是常事了，给他的个人账号留言，把这桩任务直接交给他就行了。好的。眼镜男点点头，打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开始在上面操作了起来。然而还没等眼镜男发布完任务，会议室的门口，一个小弟忽然神情慌忙地闯了进来。老大，不好了！小弟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明显的跑得很了。喂，进来怎么能不敲门呢？你以为这是你家呀？你想进来就进来，怎么进组这么久了还毛毛躁躁的？所以我不喜欢这些新人啊，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弟一进来，整个会议室顿时嘈杂了起来。身为杀手，你要学会冷静，泰山崩于面前而面不改色，这才是我们这个职业的基本素养啊。眼镜男虽然神情也有一丝不爽，但作为老魏的助理，还是出言教导了一番。对不起，是我失态了。小弟点头哈腰，连连道歉。说吧，怎么了？眼镜男扶了扶眼镜，这才悠悠说道：我们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修罗死了。小弟下意识咽了口水，这才缓缓说道。这话一出，会议室的空气仿佛瞬间凝滞。
现场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清晰可闻。眼镜男瞪大的眼睛看向小弟，满脸的不敢相信。怎么死的？老魏问。他……小弟连看向老大眼睛都勇气都没有，低着头，颤抖着身体接着说道：躲在小巷子里观察目标的时候，被楼上的仙人掌盆栽砸破了脑袋，又是一记重磅炸弹，炸得在场的组织高层们脸色都焦土化了。被盆栽砸死？喂，说谎话的可是要被拉去灌水泥的啊！小弟一看到震怒的组织高层们，身体顿时抖得跟筛子似的。绝对没错，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是经过反复确认才敢来汇报的。事情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杀手组织的高层们也再次骚动了起来。那家伙执行的任务对象就是刘从吧？修罗可是我们组织最有潜力的杀手啊！怎么会这样？妈的，这个叫刘从的家伙怎么每次都能走狗屎运？这已经是第2次了吧？未免也太巧了吧！见了鬼了，我们之前派了2个杀手过去没能成功，怎么这一次连修罗都失手了？组织高层们的神情更加慌张了起来。安静！倒是组织的老大老魏眼神一凛，一声大喝：越是这种事情就要保持冷静，你们给老子仔细想想，难道不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对劲吗？第74章，平日里吊儿郎当的家伙看起来才是最危险的。老魏清了清嗓子，眼神也凝重了许多。你们也都是组织上的元老了，怎么连这点分析能力都没有？老子可不信这世界上有什么巧合啊！老魏一说完，在场所有的组织高层们顿时互相对视了几眼，纷纷看向老魏。就算被雷劈死这种事情能被视为巧合，但前者被雷劈死，后者就紧接着被落下的盆栽砸死，这合理吗？众人顿时浑身一震，仿佛抓到了什么重点。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老魏眼神一凛，我们派去的这3个杀手全都被是那个叫刘从的家伙给做掉的，而这些意外事故也全都是刘从他自己伪装出来的，就像修罗每次都喜欢制造意外事故来完成任务一样。现场顿时一片哗然。老大说的对啊，被雷劈死这种事情，若是没人亲眼目睹过程，只看到一具尸体的话，根据当时天气情况联想到雷暴，要伪造成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啊。被盆栽砸死这种意外，伪造起来也很简单啊。那这桩任务怎么办？众人猛地恍然大悟，这可是资深的杀手才能做到的事情啊！看来那个叫刘从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吊儿郎当的集团2世祖，这家伙一定是他妈的干他们这一行的，还他妈是个高手啊！难道青日集团那帮老东西们肯给这么高的报酬？原来这家伙这么棘手啊！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场杀手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没法冷静了。大哥，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派出我们组织的头号杀手过去了。是啊，大哥，我们要及时止损啊！万一事情败露，我们可就鸡飞蛋打，一点好处都讨不到了。而老魏的神情也紧绷了起来，面色看起来更加可怕了。快，赶紧通知那家伙！到了傍晚，冰城的空气似乎变得格外闷热。啸天蹲在地上，一边吐着舌头散热，刘从正坐在长椅上刷着手机。警惕高空抛物，熊孩子失手酿成大祸。拆迁户的那些事儿，来自曾经和平路超市老板的辛酸泪。集团秘闻，关于秋红集团董事长背后的男人。新闻一条条刷过，刘从也打了个哈欠，看到旁边趴在地上哈气的啸天。啊，最近遛狗的次数好像是有点多吧？刘从也休息够了，扯了扯牵引绳。哎，是不是人到了夏天就会被加上一层懒得动的 debuff 呀？怎么老觉得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呢？要不明天在家里待着好了，还是说去酒吧玩玩？刘从摸了摸下巴，不过酒吧那种地方，自己一个人也没意思吧？走吧，啸天，回家喽。啸天这才慢悠悠从地上起来，走在了刘从的身侧。然而刘从不知道的是，身后一道鬼魅般的黑影正随着他的起身而悄然出现，以相同的速度缓慢地跟在他的身后。男人看了一眼前方的刘从，眼神阴鸷，带着特有的狠厉，双手插兜，而兜里鼓鼓囊囊，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专业的杀手往往都会采用最简单有效的击杀方式。新的杀手代号独狼，出手速度极快，在任务目标最毫无防备之下展开一瞬间的攻击，讲究一击毙命，且出手更加心狠手辣，连老魏都得敬他3分。独狼虽然没法做到像修罗那样伪造一场完美的意外死亡，但只要毁灭的足够彻底，就能让任务目标从世界上彻底消失。这就是他的行动宗旨。此时他接到了一个最新的任务，干掉刘从，佣金分你一半，而分配到他手里的任务往往都是最棘手的那个。听组织那边的警告，这一次的任务目标似乎还是他们的同行，且城府深不可测，万万不可轻敌，一切要小心应对。想到这里，男人抬眼看了看面前正在等红灯的刘从，你不会又饿了吧？我说你们汪星人一天到底要吃几顿啊？我真是服了。脚边的狗子正冲着他摇尾巴，刘从则是满脸无奈的摸了摸狗子的头。
看起来一脸毫无防备的样子呢。男人隐藏在人群后，诡谲的笑了。不过凭这招就想引他现身，未免也太小看他了。他可是组织里的顶尖杀手毒狼啊！狼捕食猎物，伺机而动，再一口死死咬住猎物的咽喉。绿灯亮了，大批大批的人群开始过马路，刘琮也夹杂在其中，慢悠悠地走到了马路对面。男人看准了刘琮前进的方向，附近正好有一个阴暗的小巷，简直是完美的狩猎场所。然而正当男人准备出手的时候，刘琮只见不远处一位气质冷艳、妆容精致的美女朝着刘琮走了过去。男人赫然一顿，连忙重新隐藏好自己的位置。哟，这不是沈总吗？刘琮一回头就看到正从车上下来的沈沐秋。遛狗呢？好兴致啊！沈沐秋捋了捋头发，颇有些撩人的看向刘琮。那是不像沈总，身在高位，日理万机啊。刘琮一笑，也调侃了沈沐秋两句。你可别笑我了。沈沐秋摸了摸笑天的头，又跟刘琮调笑了一阵，这才稍稍敛去脸色。嗨嗨，好了，我也是有事情找你，就不跟你废话了。啥事？就是沈沐秋一边说，耳根却泛起了一阵可疑的红晕。你能不能跟我拍一张亲密的照片？啊？刘琮一愣，而刘琮跟沈沐秋交谈这一幕，也完完全全的落在了身后那位身在暗处的男人眼里。哼，这女人难道是他的搭档？男人看到正跟刘琮交谈正酣的沈沐秋，脸上顿时不屑的哼笑了一声，连自己的气质都无法隐藏，一眼就能在人群中分辨出来。真正的杀手怎么可能时刻暴露自己这些问题？男人甚至都有些怀疑组织的警告了。喂，这家伙真的是杀手吗？怎么还会犯这种最基本的错误啊？第75章，人生就像传送带一样不停旋转流逝啊。原来是这样啊。这会刘琮听完沈沐秋一番叙述，也没多想，当即便点头同意了。哎，我之前也是为了安慰他们说找到男朋友了，这也是怕他们不信。沈沐秋一番话说完，顿时如释重负一般松了口气。就是这样了，所以想请你帮个忙，跟我一起拍张照片。行。刘琮听完也没多想，当即点头同意了。不过沈总这条件居然还会被催婚，着实有点没想到。那就拜托你了。本来沈沐秋还以为刘琮会拒绝，没想到刘琮答应的还挺爽快，沈沐秋反而更加羞赧了起来。没问题，看在这家伙曾经送了他一套房的份上，他就勉为其难的牺牲一下色相好了。此时隐藏在后方的男人看到在路上交谈甚欢的刘琮和沈沐秋，已经在寻找机会动手了。虽然这个家伙的搭档身为杀手的素质不高，但是这个叫刘琮的倒是隐藏的不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隐藏好自己的气息，这才是一名真正的杀手啊。不过没关系，他会亲自给这两个家伙上课。杀手冷笑一番，刚准备动手，然而明明上一秒还在跟沈沐秋交谈的刘琮，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了他，竟直勾勾的朝着他走了过来。男人浑身一震，毛孔倒竖。等，这家伙是发现他的存在了吗？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啊，他可是毒狼啊，就这么被那家伙给发现了。冷静，别慌，深呼吸。你可是毒狼啊，组织里的顶尖杀手啊，怎么能为这点事情慌了手脚？然而再一看面前朝着这边走来的刘琮，不但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情，脸上居然还带着笑意。完了呀，这家伙绝对是来报复他的吧？之前绝对是早就发现了他的存在，跟这个女的在演戏，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好露出马脚吧。男人顿时头皮发麻，猛地往后退了一步，感觉身体瞬间坠入冰窖，一阵刺骨的冷意一下从后背上炸开。可恶啊，现在就算反抗也来不及了吧？这家伙既然能发现他的存在，肯定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应对准备，现在只是在守株待兔啊！该死，看来今天的任务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啊！那个，能不能为我们拍一张？下一秒，刘琮已经到了男人的面前。反正只是拍张照片，随便找个路人拍一张就行了吧？但话还没说完，男人紧绷的神经在这一瞬间炸开，男人一个后撤步，转头就跑。照片！刘琮当场一愣，人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这位如同离弦之箭的男人飞一样的横穿马路，眼下还是红灯，哐！被没刹住车的泥头车当场撞飞，男人的身影足足飞出去5-6米，地上还留下了一条血痕。卧槽！刘琮当时愣在原地，好家伙，啥情况啊？他只是过来问问能不能帮忙拍照啊，反应有必要这么大吗？旁边的沈沐秋也惊呆了。喂，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两人缓缓对视。话说，这跟我没关系吧？我刚才可没碰到他啊。何止刘琮和沈沐秋两人，现场的路人们也都吓了一大跳。我靠，啥玩意从我面前飞过去了？吓死我了，这人胆子也太大了吧！红灯也敢闯？但下一秒，只见男人身体抽了抽，又颤颤巍巍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可恶啊！这也在那家伙的算计之中吗？真是没想到啊，这家伙的城府居然这么深，
连他的逃跑路线都想到了。男人瞳孔一阵微缩，内心也更加恐惧了起来。没想到这一次的对手真是不容小觑呢，是他大意了。不过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回。哐！又是一辆没刹住的泥头车，男人连一句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跟一块烂抹布似的，再次被撞飞了出去。男人在地上一个脸刹，在地上划了条好几米长的血痕，彻底不动了。刘从和沈木秋站在原地，四目相对，竟无语凝噎。我说，你们城里人都这么会玩吗？我不到啊。刘从直播间的弹幕也都看傻了。我靠，这么惊险刺激的吗？那人啥情况啊？我寻思咱们从哥也没说啥吧。看到没有，这就是闯红灯的下场。小朋友不要看，不要学啊！嗨嗨嗨，泥头车来喽！泥头车想让我完不成招收穿越者的指标？泥头车，你什么档次？当着我的面地闯红灯？很快，警方就到达了现场，开始清理一片狼藉的马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本来我还在等红灯，不知道他从哪里窜了出来，一下就被泥头车撞飞了。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路人如是说道：“老惨了那画面，哎，真的，这红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闯的，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而这会，沈木秋也终于跟刘从拍完了照片。明明只是一张简单的照片，但为什么感觉中间好像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似的？沈木秋凝视着手机上的照片，顿时有些无奈。难道这是上天在暗示着什么吗？暗示他的感情之路注定不会顺利。那个刘从，我请你吃饭吧。沈木秋回过神，想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这位天印集团的太子爷联络感情。但此时正在勘察现场的警察们忽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一下掏出手机照着屏幕比对了一番。队长，出车祸的这家伙是独狼啊！什么？独狼？那个连环杀人犯？不可能吧，那家伙行踪很诡异的，我们抓了他好几年了都没抓到。错不了的，这家伙就算化成灰我都认的。现场的警察们顿时一凑上去，又照着通缉令上的照片一比对。哟，还真是，哈哈，好小子，让你作恶多端，今天算是老天爷开眼，亲自给你这家伙收了。第76章，运气总在被遗忘的时候悄然而至。小伙子等等！于是刚准备跟沈木秋去吃饭的刘从，忽然就被一群笑眯眯的警察给叫住了。谢谢你啊，小伙子，要不是你，这家伙恐怕还在逍遥法外呢。这杀人犯我们追捕了这么久，这案子今天总算能结了。小伙子你放心，就算这家伙已经死了，但是50万的悬赏金还是会照常发放的。不过这个我们需要申请，需要几天的时间。这样吧，小伙子，你留个电话给我们，赏金下来后我们好联系你。犯罪嫌疑人已经上天堂了，警察们心情很好，还一脸欣赏的拍了拍刘从的肩膀。我靠，这特么也行？等会，这算守株待兔吗？这绝对是守株待兔吧？尼玛啊，为什么这种好事轮不上我啊？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幕，弹幕简直集体懵逼。你说巧了吗？这不是……喂，被车撞死的那家伙会不会是被什么神秘力量给控制了？来自欧皇的神秘力量是吧？此时节目组现场看到画面里正给警方留下电话号码的刘从，现场的气氛再次陷入一阵谜一样的沉默。死了一个嫌疑犯啊，合理。合理什么啊？小撒你清醒点啊！我是说咱们龙国的那句古话很合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特么都哪儿跟哪儿？嗨嗨，不好意思，情绪激动说了脏话，各位观众朋友见谅。主持人小撒的神情已经从一开始的一脸懵逼，渐渐转化成了眼下的一脸严肃。是啊，老天爷对于这种杀人犯甚至都不忘补刀，真是明察秋毫的老天爷啊！杨幂似乎被主持人小撒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给感染了，笑着调侃了两句。毕竟是看在被老天爷追着喂饭的刘从选手的份上嘛。马化云也在一旁跟着笑道：“这么说的话，老天爷什么时候能让我这么轻松的赚一次钱啊？”马化云顿时叹了口气：“啊，我刚才也想到了这点。”杨幂立刻在旁边附和：“喂，你们两个应该是这节目最没资格说这句话的人了吧？大资本都说这种话，让我们打工人情何以堪啊！”而看到节目组的调侃，直播间的弹幕再次被点燃：“能不能放我们打工人一条生路？万恶的资本主义！”我说沈总啊，不如今天这顿饭我来请吧。在找刘从做了一点记录，又留了电话号码之后，警察也回到案发现场去了。刘从转过头，笑眯眯地看着沈木秋，毕竟刚才他好像又赚了一笔小钱呢。今天心情好，任性。好啊，不过下次一定要请务必让我请回来哦，哈哈哈。虽说天印集团的太子爷请客吃饭这件事对他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但话说回来，怎么感觉好像自从遇到这家伙之后，身边发生的离谱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难道是他的错觉吗？沈木秋脸上的笑容春风满面，但内心却不由得飘起一层疑云。算了，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城市百元生存节目，自从这节目公开了每位选手的综合资产，
还煞有其事的弄了个排名，甚至还搞成实时更新的状态之后，林轩墨的压力也呈直线上升。林轩墨至今难忘那个在小出租屋里的下午，看到了官方的公布的排名。第一名刘从，个人资产总计5523万。是的，又比上一次看的时候多了400多万。林轩墨当时看到的时候又惊呆了，400多万，这可是实时更新的数据啊！这家伙到底的怎么赚的？太恐怖了吧！林轩墨不信邪啊，再次点进去看直播回放，拆迁款，居然是拆迁款！为什么是拆迁款啊？喂，给林轩墨幼小的心灵再次受到了强烈的暴击，以至于至今林轩墨都没再点开官方的排名，他怕再看那组数字再接着涨上去。别再涨了喂，能不能给他们这些排在后面的选手留下一点生存空间啊？林轩墨不由得想起自己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台词，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但这么看来，这个叫刘从的榜一大哥才是真正的大山啊，恐怕还是后面所有选手心中的大山吧。这几天下来，林轩墨更是死了命的工作，该装空调装空调，该卖冰棍卖冰棍，最近他还揽到了新活儿，七夕的时候到步行街卖花。虽然最近林轩墨的收入还算不错，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他手头的资金也翻了一番，大概30万左右，但是区30万都还不够榜一大哥的一个零头啊。要真的想超过榜一大哥，光靠这些小打小闹可不行啊，他得再寻找新的商机才行。而老天不负有心人，在林轩墨某一次逛便利店的时候，偶然结识了一位进来问路的穿着朴素的大叔。由于大叔问的是一家已经申请破产且老板还跑路了的建筑公司，得知那位大叔只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一家建筑公司才进来问路的，林轩墨顿时来了兴趣。直觉告诉他商机来了。在林轩墨一副3寸不烂之舌的交谈下，他已经打听到了这位大叔，不对，应该是吴叔的全部情况。吴叔是滨城周边附近一个位置偏僻的小村中的一个小河沙厂的老板，平日生意最多就是村落附近谁家要建房子，找他买上几单河沙，但并不是每天都有人要建房子。虽然附近的小县城里偶尔会有单子过来，但数量很少。久而久之，吴叔的小河沙厂生意惨淡，手下干活的工人们也走了一大片，没了生意，厂子开不下去，糊口都成了问题。吴叔简直是愁得头秃。第77章，生意不就是简单的供需关系吗？偶尔一次听村里的年轻人说起滨城好，龙国的一线大城市，公司一数一大片，生意满天飞。吴叔一咬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了滨城。但吴叔之前根本没来过滨城，这几天下来就跟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更别说怎么联系买家了。林轩墨一听，简直两眼放光。吴叔，今天你遇到我，算是碰上了。你等着，我马上就给你找到买家。毕竟这河沙可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虽说现在工地上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机制沙，但机制沙颗粒相对尖锐，表面粗糙，还容易引起混凝土的质量的缺陷。而河沙表面光滑，颗粒圆滑，是极佳的建筑原材料啊。况且河沙开采起来成本较低，利润极高，基本都在70%左右。吴叔听完林轩墨一番解释，一开始还有些不信。真的？你能给我找到买家？哎呦，小姑娘，我怕你没听懂，我要的是那种稳定的类，不是1、2单，吃了上顿没下顿那种。嗨，骗您干嘛？林轩墨乐的都快合不拢嘴了。不过话说回来，要是你的生意能谈成，我要拿20%的提成，只要你能谈成，就给你20%。吴叔也是个爽快人，满口答应了下来。很快，林轩墨就找到了卖家，那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建筑公司，最近正好承包了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经理正因为采购不到优质建筑原料的事情而愁得头秃。一听到林轩墨说的河沙厂，项目经理当场眼冒金光，当天就找到了吴叔谈合作，当即便提出要到现场看看，合适的话就直接把合同签了。可惜身为节目选手的林轩墨不能离开滨城，不然他还真想跟这两人到现场亲眼看看吴叔这小河沙厂的样子呢。显然跟吴叔到现场看过之后，无论是项目经理还是施工方都很满意，对这些河沙简直赞不绝口。于是在经理回到滨城之后，建筑公司直接把吴叔的小河沙厂给承包了，每吨河沙300元的价格，项目期间的全部建筑用沙这块就从吴叔的厂子这边运输了。给吴叔高兴的，临走时还跟林轩墨千恩万谢，非要拉林轩墨回村里好好招待几天。要不是林轩墨说自己是节目选手，没法离开滨城，都差点没房住。一吨就是300元，盖一栋房子则至少需要200吨。而这个项目林轩墨也看到合同上清楚的写着，规模是20栋，总共就是120万。而他有20%的提成，那么他至少能拿24万。这一单就能拿24万了，甚至他还没花费什么功夫，说穿了只是跑了几天腿，就拿到了这么多，简直爽歪歪呀！而这一单赚的，恐怕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单子了吧。给林轩墨乐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没舍得合眼。林轩墨的直播间看到他这么快就谈了个大单，直播间的观众们也为他高兴。卧槽，厉害啊，小姐姐，
上一次我进来的时候才20万出头，今天又翻了一番啊！牛逼，这妹子是我看过的最会赚钱的妹子了。天，我要是有这妹子一半的赚钱能力就好了。小姐姐加油！但直播间里当然也有其他选手的粉丝。哇呀，这么快就赚了20多万啊！速度可以啊，小姐姐，加油加油，早点超过我家从哥。小姐姐牛逼啊！这么看来，超过榜一那位简直指日可待啊！我特么笑死，你们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是故意的。哈哈哈！操，合着你们全是刘从那边过来的内鬼是吧？甚至看到林轩墨这一整套赚钱方式下来，节目现场的马化云脸上都是一副赞扬的神情。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生意，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人啊！马化云笑呵呵地说道。不过，这位林轩墨选手头脑和胆色也比一般人要强上一点呢。杨幂也在旁边连连点头，要不然什么时候商机已经降临了，自己还没察觉到呢。所谓生意，就是简单的供需关系嘛。对于马化云来说，林轩墨算是专业对口了，马化云也是一番赞不绝口。这位林轩墨选手，不管是头脑还是胆色都十分不错，恐怕连当年的我都比不上啊。某个离谱的家伙看久了，眼下再来看点老实人，总算是有点脚踏实地，找回老本行的感觉了呀。而主持人小撒则是笑眯眯的，又慢悠悠的将目光投向了马化云。是吧？那马总认为跟林轩墨选手比，我们的刘从选手怎么样？只见马化云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凝滞了一会儿，一旁的杨幂没吭声，只是低着头，捂着嘴，肩膀抖个不停。哈哈哈！妈妈生的，急打！小撒呀，你小子是真的坏呀！哈哈哈！哈哈哈！撒，老师你也太皮了，给咱们马老师直接整不会了。你看看，给咱们大秘密笑的。而观众看到节目组现场这几个人的互动，弹幕都快笑岔气了。马总，那您觉得第2名有超过刘从选手的希望吗？只见主持人小撒一脸认真，又接着问道。应该有吧。马化云的表情顿时难绷。有个鬼啊！刘从那家伙能用正常人的标准来评价吗？就算他还能讲道理，这家伙的运气可不讲道理啊！这就涉及到我的专业盲区了呢。马化云皮笑肉不笑的说道。话说回来，节目看了这么久，他要是真的能看出什么道道来，那他还能在这里吗？看到节目组的这一幕，观众也再次绷不住了。哈哈哈哈！我不行了，怎么还带补刀的？小撒你也推不厚道了。哎，回手掏，没想到吧？小撒你当的主持人还真是屈才了呀！哈哈哈！第78章，永远也到达不了的地方。很好，接下来就按照这个速度，继续照着这个势头下去的话，说不定追上那个家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林轩墨躺在床上，刚看完了吴叔发来的合同，心情那叫一个美的呀。他都跑了这么多单生意了，还能不清楚吗？靠自己的双手赚来的钱才是最稳定的啊。运气这种东西，就算过程再怎么离谱，也会有用完的那一天的。脚踏实地才是真正的生财之道啊！不就是座大山吗？看他一铲一铲的给他挪走，事在人为啊！只要能到达那个地方，有志者事竟成。好的，那么我们按照惯例来看看本周的选手排名情况如何吧。林轩墨一点开直播间，正好看到节目组的主持人小撒在分析当下的选手排名情况。第1名依然是我们的刘从选手啊，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吧？哈哈！不过经过1周，刘从选手的资产也出现了微妙的浮动。主持人小撒正笑眯眯地解释着，目前我们刘从选手的总资产为5573万。听上去好像没有什么不同啊。旁边的马化云似乎还有些疑惑，我记得之前不也是5000来万吗？哈哈，所以说只是微妙的浮动啊，其实是比上一次我们汇总统计要高出50万呢。小撒一脸开朗地解释道。不过跟刘从选手目前的总资产来比，这50万确实不太显眼。就是说啊，接着节目组的现场一度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啊，50万？那家伙又靠着什么样的方式赚到了50万啊？上一次侥幸拿了一大笔拆迁费，这一下也应该要老老实实赚钱了吧？但看得林轩墨还是呼吸一紧，连忙点开刘从的直播间，背景上就是几个大字：滨城天阁公安分局新闻发布会。只见画面上，刘从正抱着一个大红色的面板，笑得那叫一个春风满面。面前一位警服笔挺的警察也正微笑地跟他握手合影。只见面板上：心怀正义，为民除害，滨城破获违法犯罪个人奖金50万元。周围拍拍照的咔嚓声不绝于耳。刘先生，谈谈你对这一次成功协助警方破案的感想吧。台下还有记者一脸激动地举着麦克风进行采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除暴安良，维持社会稳定。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啊。台上的刘从抱着红色奖状面板，一本正经地看着镜头说道：事在人为。等，悬赏金，居然是悬赏金啊！给林轩墨看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拆迁费已经够离谱了吧？这一回居然是悬赏金，这个叫刘从的家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除了赚钱以外什么都会？这家伙哪里是为社会再尽一份力啊？这特么明明是社会在为他尽一份吧？要不是头顶还有个无人机，林轩墨差点当场绷不住了。可恶啊！能不能好好赚钱啊？这可是在参加节目啊，能不能好好尊重一下节目组的良苦用心啊？但这回林轩墨已经彻底睡不着了，精神力就跟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漏了出去。林轩墨内心那个恨啊，自己好好的没事看什么排行榜啊，这不是存心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唉，还是收拾收拾心情，明天早点出门吧，看看还能不能多找几个生意。林轩墨叹了口气，准备睡了。而这会林轩墨才看到吴叔发过来的短信：小林啊，虽然我也看不懂你在参加什么节目，不过你这么努力肯定能拿到第一吧，大叔我也会给你加油的。谢谢你，吴叔。此时天色渐渐晚了下来，步行街的咖啡厅里，从哥，我想死你了。许久不见的股票经纪人马户准时出现在了刘从的面前。从哥，部长一派我出差，我连工作都不考虑就过来找你了，怎么样，够意思吧？还行，差点意思。刘从也一脸调侃，示意马户坐下。话说回来，从哥啊，你这段时间很忙吧？马户笑眯眯打趣道。这也不怪他八卦，实在是热搜对脸上，他就算不想知道也得知道。秘闻，秋红集团董事长背后的男人竟然是他。少女的挑战书，打工少女 vs 天选之子，收入的激烈角逐，连环杀人犯归西，欧皇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独家发布，手把手教你欧皇的生财之道，非求勿近。而看着这些新闻，不知道为什么马虎内心总有一股奇妙的感觉。怎么回事？怎么感觉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错过了10个亿啊？是吗？我还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刘从没搭理马虎，一如往常的敷衍了2句，感觉好像住到紫金阁这边来之后他就更闲了呀。尤其是这几天好像光遛狗了，啥事没干。要不是啸天这家伙已经被遛得烦不胜烦了，恐怕今晚害得被他牵出来。嗨，这么下去可不行，他好歹也是个节目选手，而这节目一开始的目的好像就是鼓励他们创业来着。好吧，事到如今，刘从也觉得自己该干点正事了。哈，我懂。然而马户一听，又是一副不用多说懂得都懂的神情。哎呦呦，集团的太子爷还搁这谦虚呢，果然是从哥呀，低调又谦虚，跟那些中了几百万彩票的暴发户完全不一样呢。嘿，不过话说回来，从哥，你这次约我过来，其实是有什么事情要找我吧？接着马户的神情也跟着严肃了一点。是啊，我想问问你，认不认识什么售卖店铺的人，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刘从这才说道。哎，谁让他之前盘的那块地被国家给征收了？要想干点正事，在这方面他还是问问专业的人好了。不过正常来讲的话，问李长青的话肯定更管用。拉倒吧，那家伙好像每次跟李长青沾上边之后都不会发生什么好事吧。正好马户也来到了滨城，刘从就给人约过来了。哟，从哥这是想去哪儿岁月静好啊？马户一听还以为刘从在跟他开玩笑，顿时乐了。你要这么想也不是不行。刘从慢悠悠地喝了口咖啡。那好吧，晚上请我喝酒，我就告诉你。马户笑眯眯地说道。你挑个地点吧。第79章，累的时候就好好奖励一下自己吧。此时天上人间酒吧。哟，这不是从哥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里面请里面请。服务员小哥一眼就看到了从门口进来的刘从，顿时笑容满面的迎了上来。是那个男人，来的第一晚就包场的那个男人，他又回来了。小哥热情如火的给刘从带位。从哥，咱们这一次还是老位置吧。但还没等刘从开口，小哥对着里面就喊了一声 K1 卡座。哦，还有马哥呀，欢迎欢迎。小哥回过头看到了马户，也下意识招呼了一声。是他的错觉吗？感觉一下就被区别对待了喂。马户顿时无奈，好家伙，自己怎么说好歹也曾经是老 VIP 啦，这帮家伙也太实在了，服务态度转化的有点快啊。而刘从一落座，周围的妹子也再次涌了过来。从哥，你终于来了，我好想你哦，从哥。哎呀，从哥，你是来看我的吗？说什么呢，从哥明明是来看我的。臭丫头，你才来几天啊？认识从哥吗？你怎么不认识从哥？从哥可是咱们的大名人呢，我连做梦都能梦见他。甚至有了第一次经验，这一次的妹子们胆子更大了，上来就左右开弓的围着刘从，可劲儿将自己最柔软的地方贴过去，仿佛还在跟卡座外那些还想参与进来的妹子们宣示主权。嗨，刘从正努力的从面前一片软绵绵的白花花的视野中跟马户保持对视。你还是这么喜欢这个酒吧呀？那是，从哥，这地方可能不是滨城最贵的酒吧，但肯定是生意最好的。你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有印象吧？哈哈，
马户也揽上了一个妹子的肩，笑呵呵地看着刘从。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啊，这家酒吧的生意好像没有上次那么好了。上次来的时候，那几乎是人山人海的，舞池里更是挤满了人。眼下虽然气氛依旧热闹，但也没有之前来时的热烈了。说不定只是低峰期。刘从压根就不在乎这种事情，手上已经拿上了菜单。他依稀还记得上一次，老板好像还送了他一瓶糖培里浓来着，口感还不错。从哥，上次你点的那瓶龙舌兰好好喝，人家还想喝吗？从哥，一会儿人家要第一个喂你哦。从哥，人家想搭香槟塔玩。妹子们故作娇柔的贴在刘从两侧，声音甜的仿佛下一秒就能掐出水来。故地重游呢，哥这又到了爷最爱的炫富环节。从哥为什么到这来？大家懂得都懂，看破不说破呀。这还不简单，肯定是因为这酒吧的酒最好喝啊！笑死，你小子搁这演戏呢？然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到了这间酒吧，都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了。这酒真大啊！啊，不是，这酒好白啊！楼上你小子还没喝上酒就直接醉了是吧？这小哥甚至都记得从哥上一次的包厢。泪目，都那么大的手笔了，能不记住吗？哈哈哈！卡座里娇柔的声音酥了马户半边身子，马户哪里顶得住啊？当即举杯爽朗的大笑着，来啊！今天咱们从哥请客，随便喝呀！哈哈哈！第一瓶酒很快就端了上来，香气、酒气跟酒吧的昏暗的灯光交织在了一起，酒一瓶接着一瓶，一杯接着一杯。而自从上次马户离开，刘从似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过酒吧了。几杯酒下肚，刘从的兴致也上来了。哈哈，喝呀！等等，他记得他到这来好像是要谈什么正事儿吧？算了，管他的，喝就完事了。很快，时间就到了深夜。老板，酒吧位于后方的老板办公室里，一位服务员小哥敲门进来。怎么了？老板王彪正靠在椅子上，正在查看最近的账本。老板，从哥说找你有事情呢。小哥似乎迟疑了一阵，这才缓缓说道：找我？王彪内心顿时一惊，脑海里顿时闪过上百个投诉的场景。怎么回事？我之前怎么吩咐你们的？不是让你们好好服侍从哥的吗？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要是我们店损失了从哥这位重要客户，你们就都给我滚！不是的，老板你冷静点。小哥被王彪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吼得一愣，连忙解释：从哥是突然点名要叫你的，不是我们的服务态度问题啊。话说上一次也是，从哥喝高了，忽然就把 DJ 给喊了过去，然后当时就传来了从哥包场的消息。哎，有钱人真会玩啊，完全不是他能够理解的。老板你赶紧过去吧。你确定不是我们的服务态度问题吧？确定。王彪一听，这才松了一口气。鉴于刘从上一次的包场行为，王彪这个当老板的当然要对这位重要客户的身份进行一番调查啊。而很快，王彪就查清楚了一切。刘从就是天印集团一直以来藏起来的继承人。虽说这是还未经过官方公开的小道消息，但只要王彪稍稍关注一下热搜，这件事的真实性就不言而喻了。要是能搭上天印集团太子爷这座大山，那他的酒吧可谓如虎添翼啊。喂，把老子珍藏起来的那瓶伏特加拿过来，我要亲自给他送过去。王彪的心思又转了一圈，虽说不知道这位太子爷想干嘛，但是自己还是稳妥点好。到时候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好歹也有找不的余地啊。还有，等会不管出了什么事情，今天都得给从哥的消费单打8折啊。而走的时候，王彪还跟服务员小哥千叮咛万嘱咐了一遍。好的老板，我马上跟总台那边传达。小哥一看老板这么一副如临大敌的神情，自己的神情也不由得紧绷了起来。天，他可得打起12分的精神啊，要是出了任何岔子，这位脾气不太好的老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呀。一会也得跟店里其他人通通气。第80章，喝酒的时候要记得保持清醒啊。喝呀。哥 K1 卡座。酒过3巡，这一次的马户难得还保持着清醒，但是不多。只见马户端起妹子倒满的酒，对着面前的香槟塔一抬手，干杯啊，从哥，来。从哥，你怎么不说话？惹得旁边的妹子们笑语连连。哎呀，从哥在这边呢。从哥，他已经醉了，不要理他，我们喝我们的嘛。来啊，从哥，这一杯酒是我给你倒的哦，你可不能偏心不喝完呀。妹子们形形色色，性格似乎也各不相同。气质御姐一点的妹子2、3杯就醉了，倒在刘从的大腿上咿咿呀呀的说着醉话。反而是那些长着娃娃脸的妹子们酒量很好，上来就轻轻松松的送走了马户。喝呀。还有什么酒，哥？刘从的脑子已经快醉成一滩浆糊了，靠在沙发上迷迷瞪瞪的看着面前乱七八糟的酒桌。周围的妹子们笑嘻嘻的围着刘从，动作也更加大胆了。嘻嘻，从哥长得可真帅呢。是呀，也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有女朋友又怎么了？有女朋友不就说明我们的竞争对手只有一个吗？哎呀，说的也是呢。这番话刘从是没听见，但直播间的观众们可听得一清二楚。你好，
我没有女朋友，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可恶啊，这特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皇帝生活？喂，难道你们已经忘了你们是来谈正事的吗？给弹幕酸的一阵头皮发麻。咋的？跟妹子喝酒不就是正事？操，楼上你他娘的还真是个人才。但很快妹子们的欢声笑语就低了下去。从哥，没想到你今天再次光临我们店，有失远迎，还望赎罪。这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你笑呢。只见王彪正抱着自己珍藏的那瓶伏特加，一脸恭恭敬敬地说道。甚至看到面前的刘琮，王彪内心还有点紧张。这可是他头一次亲眼见到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啊！刘琮醉意正浓，正犯迷糊，刚还想说再喝点别的什么酒，正好看到有人抱着一瓶看起来还不错的酒站在面前。放这吧。刘琮大手一挥，给我倒上。好嘞。但王彪顿时受宠若惊，抱着酒就进了卡座，给旁边的妹子们看得一惊。好家伙，老板亲自出马了，看来是要发生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了。妹子们连忙接过王彪手里的酒，好好的给刘琮满上，又给老板让座。哎，从哥，你可不知道，我天天在这里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把你给盼来了。从哥你日理万机，我又不敢给你打电话。只见王彪双手扶杯，敬酒的手还微微颤抖。哥，是吗？此时的刘琮已经醉到连说话都懒得睁眼，显然刘琮已经完全忘了自己曾经喊过老板这回事了。喝酒，喝呀，哥。而旁边的马户人已经醉得五迷三道的了，朦朦胧胧的抬眼看到了王彪。等，那是天上人间的老板吗？虽说王彪长得还挺有辨识度的，脸上有一条刀疤，看起来有些凶巴巴的，不过那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算了，可能是幻觉吧。接着马户一闭眼倒在沙发上睡死了过去。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天上人间的小包厢里，刘琮躺在沙发床上，意识渐渐恢复，但随着渐渐恢复的意识，一阵难以言喻的熟悉无比的胀痛也涌了上来。刘琮眉头一皱，下意识按了按太阳穴。昨晚好像又喝了个通宵啊，脑子难受的厉害。刘琮翻了个身，我们是不是来的有点早啊？看啊，从哥要醒了。嘘，小点声儿，让从哥自然醒。别吵，准备好啊，你们。而周围陡然传来了一阵窃窃私语，声音虽然不大，但意识逐渐清醒的刘琮还是听见了。话说他昨晚去哪了？不会还待在酒吧里吧？此时站在沙发床不远处的王彪一看刘琮隐隐有醒来的迹象了，猛地一转头，对着后边做了个手势。哈呀！接着只见刘琮一边伸了个懒腰，缓缓醒来。从哥好！王彪以及身后几十名酒吧的工作人员齐齐朝着刘琮90度鞠躬，声音雷动，尤其在不大的空间里效果甚佳，给刘琮震的哈欠都硬生生憋了回去。然而一睁眼，映入眼帘的便是王彪标志性的微笑。早上好啊，从哥，你睡得还好？王彪话还没说完，刘琮又猛地把眼睛给闭上了。等，一定是他醒来的方式不对，怎么回事？好像每一次喝醉酒醒来之后都能看到什么不得了的场景啊。不过上一次看到的好歹是一个姿色不错的娘儿们，怎么这一次换成凶神恶煞的爷们了？老天爷啊，他就不能拥有一个正常的宿醉之后的早晨吗？从哥。然而王彪看着刘琮睁开了眼，又猛地把眼睛闭上了，差点给王彪整不会了。从哥这是醒了还是没醒啊？于是王彪决定上前问问，那个从哥，你醒了吗？王彪的声音再一次出现。好吧，这下是没跑了。刘琮头痛欲裂，接受了眼前的事实。怎么回事？眼前全店的服务生小哥和妹子们齐聚一堂，看向他的眼神似乎还含着一丝敬意。从哥，我来向你解释一下，这是我们的店的规矩，换了老板之后，所有员工都要正式跟老板问好。王彪笑呵呵地说道。哦，这样啊。刘琮一听顿时松了口气，原来是换了个老板啊，他还以为是……等，换了个老板？从哥，这是我们酒吧的地契，还有产权合同，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了。接着就看到王彪笑容不变，将一沓厚度可观的文件呈了上来。第81章，粉到深处自然黑啊！这场面过于震惊，一时间刘琮竟然不知道自己要说啥了。难道这是什么新型的碰瓷手段？再一看眼前的这帮店员们，还有面前这个王彪，表情看起来无比正经，根本就不像是在开什么玩笑啊！从哥，咱们店的盈利一直都十分可观，你可以看看咱们的财务报表。此时的王彪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巧了吗？这不是他之前还寻思怎么跟天印集团的太子爷搭上线呢，没想到事情还进展得这么顺利。果然他们酒吧跟这位太子爷还真是有着不解之缘啊，他们天上人间跟从哥这位天选之子真是绝配啊！哈哈哈！相信在从哥的执掌下，咱们天上人间的生意一定会更加红红火火的。哈哈，是吗？
刘从嘴角一僵，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不是，所以说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再看旁边的马户，睡的那是浑身一点动静没有啊！要不是这家伙鼾声如雷，刘从甚至还以为这家伙就这么去了。是啊，从哥，早知道你我这么有缘，咱们也没必要整中间那些个弯弯绕绕了，哈哈哈哈！昨天晚上从哥说什么都要买下他的酒吧，甚至还没说上几句，眼都不眨的就把钱给转过来了，那场面简直震撼王彪一年。真不愧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啊！买下一家酒吧就跟去菜市场买菜一样轻松啊！给王彪整的，当场半天都还没回过神来。靠，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要是被从哥买下天上人间的话，那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天印集团的一份子了吧？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如今他可总算靠到天印集团这棵大树了，以至于王彪现在想起这件事，心情都还十分激动。从哥，没别的什么事情的话，我就让他们下去了啊！现在这家店已经是从哥的了，店里换了新的老板，当然要以一副全新的面貌营业才行啊。然而刘从却没吭声，只是一双眼睛已经瞪到了极致，一副仿佛见了鬼的神情。信息量过载， CPU 又给干烧了。这店现在是他的了吗？所以说他昨天喝醉酒之后就这么买下了这家酒吧是吗？从哥呀，能成为天印集团旗下的产业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没想到今天这么快就实现了。接着后边的服务员小哥和陪酒妹子们都恭恭敬敬地退下去了，包厢里就剩了个激动难耐的王彪以及睡得不省人事的马户。从哥，你放心，我王彪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一定会把天上人间打造成滨城的头牌酒吧。王彪看着刘从，大概是内心激动的心情实在是难以掩饰。王彪这嘴角翘的都快上天了，今天是成为天印集团一份子的第一天，开心，太他妈开心了！这他妈都哪跟哪呀？刘从的表情都快裂了，而眼角的余光这才注意到手机，屏幕上正显示着一条短信，银行发来的。龙国建设银行，您尾号0606的储蓄卡账户7月29日34分转账支出人民币1000万元，账户余额557万3000元。啥？我他妈的钱呢？1000多万就这么没了，只剩500多万了。刘从当场一个瞳孔地震，操，果然是喝酒误事啊！后悔，总之现在就是非常后悔。早知道这出，他还来喝个锤子的酒啊！他的确是想买店，但是不是这么个买法呀？66666，哈哈哈！笑死！你小子不是想买家店吗？这不是正好？咋的？送上门来的店你还不乐意了是吧？嗨，心想事成。然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简直是笑得炸裂。乐，你小子也有今天，笑一个呀，从哥，来笑一个。果然，你们这帮人粉到深处自然黑呀！哈哈哈！我们仍未知道从哥喝酒醉的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好，我想向节目组申请一下，晚上也能开个直播，尤其是从哥在酒吧的时候，这样也能保证节目组的透明公开性。楼上你小子那是想看从哥吗？我都不好意思点破你。只见画面上，刘从在酒吧的私人套间进行一个简单的洗漱之后，强行叫醒了马户，两人一起离开了酒吧。虽说临走时，王彪还想跟全体员工欢送一下刘从，但被刘从骂骂咧咧的给拒绝了。话说回来，这情况放到其他选手身上，恐怕早就亏到姥姥家了吧。而节目组的现场看着这幕，主持人和嘉宾们也是一阵调侃，在那样的地方买下一家店，DP 昂贵是一点，这也包括了那家店的各种固定成本，不过1000万这个金额还是有点高了。马化云甚至都是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了，正摸着下巴一本正经的分析道：是啊，因为一般的选手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吧。杨幂顿时一脸无奈的应道：恐怕连亏本的资格都没有呢。噗！主持人小撒差点又没绷住。嗨，真不愧是我们的大明星啊，说起话来还真的是杀人诛心啊。实话实说而已嘛。杨幂眯眼笑道。不过话说回来，咱们刘从选手之前不是就打算买下一间店吗？这也算是歪打正着吗？主持人小撒正强行将话题给转了回来。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其他选手此时在做什么吧。而此时路边的咖啡厅里，马户这会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饿得一阵狼吞虎咽。刘从一脸严肃地坐在对面，还想跟马户复盘一下昨晚的情景。什么啊？原来不是幻觉。马户刚听刘从说起酒吧的事情，下意识就想到了在睡死之前看到的王彪。哈，你这家伙昨天果然知道什么内情吧？第82章，好好上你的班，别来沾边。刘从顿时斜了马户一眼，这家伙怪不得突然说要喝酒，难道还有这一层关系在里面吗？哪有，我昨天光顾着睡觉了，什么事情都没看见啊。马户便仔细回忆着昨晚的情景。等等，中间我醒来的时候好像是听着你缠着那个姓王的说要买什么东西，还说了1000万定金什么的。怎么了从哥？突然问起这个。马户吃的腮帮子鼓鼓，一脸天真的看着刘从。算了，没什么。刘从一摆手，整个人又无力的靠了回去。
得，他就不该问这么一个酒量比他还差的家伙。嗨，不就是钱的事情吗？从哥你又不差钱，区1000万，随随便便就赚回来了。刘从虽然没有明说，但马虎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又下意识瞎安慰了刘从几句。说来说起，不就是钱的事情吗？1000万才多少啊？对天印集团的太子爷来说，简直是9牛1毛。等等，这么一说的话，他好像又错过了什么名场面啊！刘从顿时关怀傻子的眼神看向马虎，这家伙对1000万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不过话说回来，算了，事到如今，板上钉钉。刘从不由得叹了口气，就当他真的买了个店吧，钱就这么轻轻来了，然后又轻轻的走了呀。此时，天印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刘总，听说小刘总最近又买下了一家店呢。哦，在哪儿？就在太平广场那边，一家名叫天上人间的酒吧。刘天印老爷子刚忙完一堆事情，难得空闲了下来。李长青逮着空隙，便笑眯眯地跟老爷子汇报着刘从的事情。哦，天上人间？老爷子一摸下巴，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这名字好像有点耳熟。是的，就是曾经想找天印集团投资的那家酒吧。李长青对答如流。只不过当时这家店还处于发展阶段，并没有通过我们的风险评估。那些都是小事。不过那小子怎么突然把那家酒吧给买下来了？老爷子又仔细思索了一番。以小刘总的本事和眼光，说不定他在那家酒吧发现了巨大的潜力。李长青一边说，语气似乎也渐渐激动了起来。据我所知，小刘总最近似乎一直想盘一家店铺。他之前盘下了一家小超市，但是运气不太好，那家店被国家给征收了，所以没有开成。这一次，我想小刘总是认真的吧？说的也是。刘老爷子一听，顿时呵呵一笑。那就按照你想的那么办吧。好的，刘总。李长青朝着老爷子行了个礼，笑眯眯的下去了。哎，对不起啊，从哥，你之前说给你介绍售卖店铺的人，我刚才帮你问了，好像没有人有这方面意向，真是不好意思啊。从哥，你难得有事情要我帮忙，我居然都帮不上。而此时，马虎也到了要返回公司的时间了。毕竟这家伙只是来出差的，上午从酒吧出来，办完事后下午就得回去了。临走时，马虎还没忘刘从之前说过的话，正一脸懊悔的握住了刘从的双手。真是对不起啊，从哥，我下次一定会好好努力的。不，从某个方面来说，说不定你还是帮到我了。刘从正一脸残念的看着马虎。从哥你说什么？没什么。刘从轻咳2声，一本正经的看着马虎。兄弟，听我一句劝，要好好工作啊，不要老想着来滨城出差，脚踏实地才是加薪的唯一途径啊。好的，从哥。马虎感动的几乎落泪。我一定会以你为目标，好好努力的。只有成为从哥这样的人，才能在滨城混得风生水起吧。尤西，他以后得好好努力上班了。哈哈，从哥，好好上你的班，别来沾边。从哥一脸嫌弃点 JPG。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和马虎这一番互动，弹幕也跟着调侃道：笑死，明明是某人自己耍酒疯，还怪人家马虎。可怜的马虎又被从哥嫌弃了，哈哈哈。几天后，傍晚，同样作为节目选手的唐明结束了白天的卖唱工作，此时刚吃完晚饭，从一家快餐店里出来。今天可是周末，晚上要是接着去公园里卖唱，一晚上就能赚个500。但今天唐明却破天荒的没有去公园，而是转去了另一个方向。兄弟们，今晚是我第一次在酒吧卖唱，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捧捧场啊！哈哈。唐明背着自己的吉他，正笑眯眯的跟头顶的无人机说道。从比赛开始至今，唐明通过公园卖唱、街头卖唱、天桥卖唱以及各种卖唱，个人资产总算达到了2万。虽说赚的不多也不少，已经足够唐明的个人开销了，但唐明的野心远不如此。就算他个人再努力，遇上老天不作美，那也是白搭。就好比前不久滨城那场说来就来的暴雨吧，一天没赚到钱不说，自己吃饭的家伙还因为进水而出现故障了，送去维修又花了好几百，简直血亏。要是能找到一家酒吧当夜场驻唱，那赚钱是既稳定，速度又快啊。这样的话，白天他能在外面卖唱，晚上继续在酒吧驻场，赚双倍的钱，美滋滋。正好他最近也看到了一家小有名气的酒吧在找驻唱歌手，而且薪资开得相当优渥，几乎是普通酒吧的2倍。一般酒吧的驻唱歌手一个月也就5000左右，福利这方面几乎是没有。而这家酒吧不光薪资开了1万，再加上林林总总的福利，一个月下来拿到手里就有1万8了。唐明当时就不假思索的报名了，自己多多少少也算个主播，甚至还收获了那么一点粉丝，有了点群众基础，唐明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有信心的。第83章，你这是自投罗网啊！事实证明，唐明的猜想是正确的，他通过了那家酒吧的面试，今晚就能过去开唱了。而眼下，唐明直播间的观众和粉丝们看到这幕，弹幕也在为他高兴。牛逼啊，唐哥，这么快就应聘上酒吧驻唱了？可以，看来出道是指日可待了。
等你当了大明星，可别忘了咱们啊！话说，我怎么觉得堂哥驻唱的这个酒吧好像有点眼熟啊？我也觉得，好像在哪见过啊？管他什么酒吧，唱就完事了。堂哥冲啊！弹幕热热闹闹，纷纷给唐明加油鼓劲。唐明是从酒吧的员工通道进入的，由于今晚是唐明的第一次演出，店里的经理把他叫到一边，特意嘱咐他几句。我听面试的人说，你小子也是个节目选手啊。这店里的经理脸上有道疤，光看起来就是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唐明顿时喉咙一紧，手心冒汗。等等，是他的幻觉吗？他记得他上次来面试的时候，这家伙好像是店长吧？怎么就变成经理了？那行吧，来了就给老子好好干。而那经理上下打量了唐明一番，神情也更加严肃了。之前我们店也有个选手过来打工，连端盘子都端不好，差点惹到我们一个重要客户，我直接让那家伙收拾东西滚蛋了。虽然你不用端盘子，但要是惹到我们重要客户的不愉快，你的下场也跟那家伙一样，懂？可不就是王彪吗？虽说某人自从买下这家店之后，好几天都没出现过，但这也丝毫不影响他的一腔热忱。这不，在他三番五次孜孜不倦的邀请之下，某人还是答应说今晚会来看看。这可是他自己才能的大好机会啊，绝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尤其是从哥，他要是想听什么歌，你就得唱，懂？你要是干得不错，通过了试用期，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王彪眼神一凛，神情不微自怒。懂。唐明咽了咽口水，内心也更加紧张了。果然啊，到这种会员制的高级酒吧来，规矩什么的比一般酒吧多，而且要求也更严格呀。但一想到这就酒吧开出的高薪，唐明一咬牙，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这间酒吧的试用期，说什么都要好好通过，毕竟再怎么说也不能跟钱过不去啊。不过话说回来，从哥是谁啊？唐明可能一时没反应过来，但唐明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反应过来了。哈哈哈哈！操！我就说怎么这么眼熟，我他妈笑死！你这是自投罗网啊喂！巧了吗？这不是哟，这不是流浪歌手吗？怎么还上咱们从哥的店里来了呢？好家伙，所以说其他的选手终于要给咱们从哥打工了吗？尼玛的，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或许直播间内的老观众还没反应过来，但是新观众们则是当场笑了个前仰后合。唐明的粉丝们看到弹幕上的这些发言，看得几乎愣住了。卧槽！啥？从哥？是我想的那个从哥吗？我操，那家伙什么时候买了这家店？不是吧，阿 Sir， 这要巧，这尼玛也能撞上？不是，这才过了多久啊？那家伙已经能在这样的地方买下一间酒吧了。唐明的粉丝简直齐齐傻眼。虽说之前从那家伙给唐明打赏了100块那件事来看，就已经看出来这家伙很离谱了，但是这也太离谱了吧？嗨嗨，不过没关系啊，大家都是选手，都是自家兄弟，不用见外哈。没事没事，咱们从哥这几天忙着遛狗呢，不会到店里来的，不用害怕尴尬。笑死，楼上不愧是老粉啊！哈哈哈。我说你们能不能往好处了想，从哥大方的很，你要是唱得好，没准还会给你涨工资呢。那可不，唐明兄弟，这可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啊！唐明的直播间简直热闹的不行，弹幕的数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唐明本人此时一副严阵以待的神情，正等着开场的时间。唐明看着酒吧里来往的客人们，下意识抱紧着自己手里的吉他，他一定要好好表现。这酒吧的驻唱，他当定了。而此时，另一边，刘从带着啸天散步回去，人都准备洗完澡好好睡一觉了，这才想起来啊，他今晚好像答应了王彪要去店里的。真无语啊，本来开店多是一件美事啊，没事的时候打个盹，跟客人唠唠嗑，时不时逗逗狗，那简直是要多悠闲就有多悠闲。这种开小超市才是他理想的状态啊，而不是进去了之后仿佛就跟什么平行时空似的，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世界都变了的迷之酒吧呀。得，反正这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孽，就跟私生子似的，就算自己再不怎么亲，好歹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该看望还是得看望，尽一尽自己这个当父亲的职责呀。刘从一边叹气一边出了门，在等电梯的时候，左右也是闲着，刘从刷了会手机，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大数据推算出来刘从此时要去天上人间似的，点开自己最近常刷的 app， 营销广告瞬间就跳了出来。天上人间，槟城最值得来玩的酒吧，来槟城不去天上人间等于白来一趟。独家精选，槟城年度打卡圣地推荐，天上人间实至名归。今日探店，天印集团旗下首家酒吧，带你体验土豪的世界。刘从看着屏幕上这一条条推广视频，顿时来了兴趣。哎呦，看来这王彪还挺有一手啊！这广告打的，刘从甚至刷了好几条都是天上人间的广告，自己好像也只是几天没去啊。这家店已经这么火了吗？好家伙，看来自己今天可得好好去看看。第84章，资本主义纸醉金迷的世界。而等刘从已经到达天上人间的时候，
这里已经是一副人山人海的场景了，灯光、舞池、DJ 以及在台下正在享受音乐而疯狂扭动身体的。几天前还被马虎那家伙吐槽过生意不如从前的酒吧，摇身一变，再次变成了气氛更加热闹非凡，甚至还颇有几分声色犬马的意味。刘从随便看了2眼，发现这酒吧不但来往的人变多了，酒吧的设施也换了新的，连吧台都气派了许多，整个酒吧的格调似乎也更上了一层楼。这个叫王彪的家伙还挺能打算啊。但不管怎么说，这店现在已经是他自己的了，店里生意兴隆，他这个新老板当然也高兴啊。虽说来之前的时候刘从已经有了一点心理准备了，不过眼下亲眼看到这幕，刘从内心多少还是有点被惊艳了一波。好家伙，没想到这店还行啊。这么说，就算他当时喝醉时买的这家店好像还不错。小哥，来一杯鸡尾酒。而此时吧台那边刚结束驻唱的选手唐明一头的汗，背上仍背着他那把吉他，正打算在吧台这边好好休息一番。好的，请稍等。唐明卸下了吉他，看到面前调酒师很快调制好的一杯鸡尾酒，精致的玻璃杯上缀着一小片薄荷叶，里面盛着一汪浅浅的碧绿色，乍一看还以为这杯子里装的不是什么酒精，而是一颗祖母绿的玛瑙。不过从价格来看的话，这特么一杯酒的价格好像跟玛瑙也差不了多少啊。唐明毫不客气，抱着酒杯一饮而尽，清爽的味道让他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下的神经也不由得放松了下来。啊，这就是有钱人的味道。唐明不由得缓了口气，心情也美了很多。从今天开始，他也算是知道这座城市的有钱人是什么感觉了吧。哈哈，今天他虽然很累，嗓子都唱得有点哑了，但是经理似乎对他很满意，甚至还多给了他一份钱，就当是小费了。即使现在还只是在试用期，今天这一晚上赚的都要比之前在公园里唱好几天赚的还要多。哎，赚点钱不容易啊。不过他今天好不容易来这种有钱人的地方，趁机体验一把也好。等他转正了，就在这间酒吧好好赚钱，要是能成为常驻歌手，听说薪资还能往上涨呢。而且这酒吧还是会员制的，要是走运的话，没准还能遇见富婆什么的。嗨嗨，唐明越想越美，喜悦之情都快按捺不住了。然而下一秒，在唐明打算回小出租屋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个有些眼熟的身影。只见那人从门外进来，神情悠哉，还一副左顾右盼的样子。等唐明看清那人的脸，顿时整个人一惊。好家伙，那不就是之前比赛刚开始的时候给他打赏过100块的人吗？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见他了。兄弟，你怎么在这啊？唐明至今难忘那哥们给他打赏100之后潇洒离开的身影啊。这100看起来没多少，但是对于比赛刚开始时的他，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笔救命钱了。没想到啊，没想到，原来他们居然这么有缘。那人似乎听到有人在喊他，这才看向这边。只见刘从一抬眼，一下就跟坐在吧台这边的唐明四目相对了。这哥们有点眼熟，他们见过吗？刘从甚至还左右看了2眼，还以为这家伙叫的不是他。来来，坐过来坐过来，原来你也在这里上班啊，咱们兄弟一起。唐明高兴的不行，他一个流浪歌手，难得碰见个眼熟的兄弟，甚至这兄弟也还在这里上班，当真是太巧了。哇呀，我之前还经常想起你呢，没想到今天我们居然在这里碰见了。哦，是你啊。而刘从一看到这家伙身旁的那把吉他，这才想起来眼前这人是谁。哟，这不流浪歌手吗？兄弟，你之前给我打赏过100，我还没好好感谢你呢。这里的酒还不错，正好我今天赚了不少钱，请你喝一杯。唐明连连招呼刘从上座，几乎是连拖带拽的。小哥，再来2杯鸡尾酒，要味道最好的那种。好的，马上。而吧台里的调酒师一抬头，看到跟唐明坐在一起的刘从，表情顿时一僵。喂，这人不是他们的新店长吗？哈哈，你说巧不巧，今天还能在这里遇到我这位兄弟，当真是缘分啊。唐明正在兴头上，一脸乐呵呵的跟调酒师介绍道。是吗？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刘从也一副颇感兴趣的样子。哈，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一位选手，不对，准确来说是同事，同一个节目组的同事。小哥，愣着干嘛？上酒啊！唐明一转头，看到半天没动作的调酒师，还提醒了面前的小哥一句：我要跟我兄弟好好喝上一杯。好的，我明白了。调酒师当然不敢怠慢，连调酒的手法都华丽了很多，从摇匀到过滤，动作那叫一个一气呵成，简直就跟耍杂技似的。很快，2杯鸡尾酒就调制完毕，规格看起来明显比之前唐明自己喝的那杯要高很多，又是颜色分层，又是装饰点缀，连高脚杯都换成了水晶的，花里胡哨的。来来，兄弟你尝尝，我刚才已经喝过1杯了，味道真的很不错。唐明一看到面前这2杯鸡尾酒，内心顿时感慨，果然高逼格的酒吧就是不一样，连鸡尾酒看起来都跟个艺术品似的。哦，我倒是很少喝这种。刘从看了看面前的高脚杯，一脸随意的说道。确实很少喝这种，之前跟马虎过来，
那家伙上酒从来都不讲什么客气，黑桃 A 都是对瓶吹的，哪还有心思搁这边风花雪月啊？不过这种调制的鸡尾酒味道也很不错，比起唇齿留香般的浓郁，似乎多了一缕清爽和甘甜啊。看来以后也可以多尝试尝试这种。刘从摸了摸下巴，认真思考了起来。第85章，喝水不忘挖井人。这下好了，两人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两人坐到一起喝酒，弹幕简直难崩。操，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啊！这是拿着别人给你发的工资请别人喝酒是吧？喝水不忘挖井人啊！弹幕一条接着一条，密密麻麻。确实，他也在这里上班，但是人家是老板啊！兄弟，你他妈醒醒，你的工资还是人家发的啊！操，是资本家看了都要落泪的程度了。他真的，我哭死。话说回来，兄弟，你当初把100都给我了，后来你怎么样了？哎，一般吧。刘从缓缓喝了口酒，我之前还跟人收了2天废品呢。我跟你说啊，收废品还挺好玩的，就跟开盲盒似的，要是收到什么宝贝，那可就发财了。这可是实话。不过这么说来，他之前还想着跟赵四好好学学收废品的技巧呢。当时就应该早点要到那家伙的联系方式。不过没关系，等会晚上没事的时候看看那家伙的直播好了。刘从如此思考着。哎，兄弟，对不住啊。然而唐明一听，眼角一酸，差点当场落泪。这兄弟真是个舍己为人的大好人啊！明明自己过得这么不容易，都已经是要去收废品来糊口的程度了，居然还在苦中作乐。真是性格既坚强，心地又善良啊！没事，我后面也赚了点小钱，还行。刘从一脸淡定说道。别说了兄弟，我懂你。唐明一脸心酸地看着刘从。大家都是打工人，这种事情自然不必多说。不过没关系，兄弟，这家酒吧给员工开的薪资待遇可好了，咱们在这里好好干，以后一定能出人头地的。咱们都是打工人，在这万恶资本主义纸醉金迷的世界里，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啊！接着，唐明又一脸坚毅地拍了拍刘从的肩膀。唐明当然以为刘从是来这店里打工的，毕竟这样的酒吧待遇这么好，他们这种急需攒钱的人到这样的地方来上班，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了。你看我今天还是试用期的第一天就赚了2000多呢。甚至唐明还不忘打开手机给刘从炫耀自己今天的劳动成果。哦，有这么多啊！刘从一看唐明手机上的收钱记录，表情也跟着乐了。薪资开这么高，看来这些天店里的生意是真的很不错嘛。王彪这家伙果然有2下子，哈哈哈！噗，吧台里的调酒师当时就没绷住。嗨，不好意思，我嗓子有点不舒服。调酒师人要妈了，他们经理怎么还不过来啊？他真的要憋不住了喂！我说唐大歌手啊，你的这位兄弟已经在万恶资本主义纸醉金迷的世界里迷失过好几回了，何止是迷失啊，人家都快成资本主义的接班人了。现场的调酒师难崩，目睹全程的直播间观众更是都快裂开了。唐明快跑啊，这家伙可是魔鬼啊，快逃啊，他在忽悠你。哈哈哈哈！妈的，我真的笑发财了。对了，兄弟，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鸡尾酒喝完，虽然唐明还想跟他的这位同事兼兄弟好好叙旧，但是时间已晚，他今晚得早点睡，明天早上还得去公园卖唱呢。明天可是周末，早上的公园里有很多锻炼身体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他可不能错过这个赚钱的良机。不过遇见人家一次不容易，这一回可得好好跟人留着联系方式，没准以后还能出来聚聚呢。哦，叫我刘。然而刘从话还没说完，就被身后王彪的大烟嗓精准无比的打断了。从哥啊！只见王彪猛地从后边的办公室里冲了出来，到吧台前对着调酒师就是一顿输出。我操，怎么从哥来了都不跟老子说一声？你们眼睛都他妈长在屁股上吗？经理，我已经给你发过信息了，你自己没看到？调酒师小哥一脸委屈的辩解着，而旁边的唐明上一秒还跟刘从有说有笑的神情，此时已经僵硬在了脸上。等，从哥！唐明当场一个瞳孔地震，猛地去看旁边的经理和刘从两人，有没有搞错啊？这家伙就是刘从，这个长得跟个阎王似的经理说要专心服侍好的那个从哥。我操！唐明当时一个趔趄，差点把旁边靠着的吉他撞倒在地上。从哥啊，你什么时候来的？而这会王彪正情绪激动地看着刘从。哎，刚才在办公室处理文件交接去了，没注意到你的到来，真是不好意思。没事儿，我也刚到。刘从乐呵呵一摆手，正好遇到了认识的人，随便聊两句，你接着忙你的就行。哎呦，那可不行！王彪一脸严肃，一下握住了刘从的手。从哥啊，作为老板，你对店里花费了这么多心思，今天你难得来一次，我们这些当下属的当然也要尽一尽自己的心思啊。开玩笑，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酒吧了，而是天印集团的酒吧啊。看看这几天的广告投入，看看这几天的客流量，那简直都是之前的好几倍啊。所以说太子爷就是太子爷啊，一般不出手，
但一出手就能瞬间改变整个格局，势不可挡啊！从哥这么个老板过来，他们当然要好生侍奉。从哥，今天我可是特意吩咐下去了，咱们电星招来了几个妹子，都是咱们层层面试筛选过的，那个个都是大。然而，王彪正兴高采烈地说着说着，眼神忽然注意到旁边的唐明，你小子怎么还在这？你不是早就下班了吗？王彪看向唐明，刀疤眼不怒自威。我。此时唐明的大脑运转速度简直达到了人生巅峰。等等，老板。第86章，资本主义的泡沫，风一吹就散了。老板，不是，这酒吧光是消费都尼玛贵得吓人啊！这家伙居然是这间酒吧的老板。还有，之前这经理说的一个重要的名叫从哥的客人，这个重要的客人尼玛的居然是老板啊！操啊，不带这么玩的吧？事到如今，已经有能在寸土寸金的滨城的中心地段开酒吧的选手了吧？这家伙真的是选手，不是哪个集团的太子爷下凡来体验生活的吧？啊，看看这狗日的世界，真是太亏贼了。算了，正好刚才有客人要听人唱歌，其他人都下班了，你现在过去接着唱吧。然而，王彪并不在乎唐明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当即挥了挥手，唱完之后再去你领班那里打卡，今晚算你双倍加班费好了。说完，王彪一阵彩虹屁，连哄带拽的就把刘从给拉走了。而刘从走时似乎想起了什么，还回过头去朝唐明挥了挥手，加油啊兄弟，努力攒钱，我看好你。只留下一个几乎已经石化成雕像的唐明愣在原地，久久都没回过神。今天迫害其他选手，一反斜杠1，任务达成，欢迎今天的受害者归位。再说一次，不要靠近欧皇，会变得不幸。虽说直播间的观众们在看到唐明出场的那一刻就已经几乎预料到这一幕了，但真看到眼前的场景，弹幕还是绷不住想笑。唐大歌手，你现在看到了吧？这就是资本主义泡沫啊！哎，没有物质的友情就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痛，太痛了！连节目组的主持人和嘉宾看到这幕，现场的气氛都陷入了一阵诡异的沉默。马化云看了沉默，杨幂看了泪目，两人仿佛达成某种默契似的对视了一眼，接着看向主持人小撒，别这么看着我呀！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了，选手给选手打工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啊。导演组那边也是第一次见到。小撒顿时哽住，又一脸无奈的扶额。啧，这一届的选手真是了不得呀！那马化云还能说什么？只能缓缓叹了口气，好像上了这节目之后，他就经常叹气啊，这辈子的气都要被叹完了。不过从某个程度来说，刘从选手是个好老板啊。你看啊，就算面对试用期的员工，一点老板的架子都没有呢。而杨幂看向屏幕，一边翘着二郎腿，一脸的调侃。有道理，在这一点上，我也要向刘从选手学习呢。马化云一听，也是十分认同的点了点头。噗，小撒差点没绷住，直播间的观众再次绷不住了。泪目，大咪咪稳定输出哈，真不愧是代明星。可怜的唐明选手被从哥玩弄于股掌之间，没关系，早点知道，说不定也是一种解脱。哈哈哈，我他妈笑死！很快，王彪就拉着刘从到了后面的包厢区。包厢区这边环境安静，空中似乎还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中间是一道走廊，两头安放着绿植，而周围的环境则是静悄悄的，可见这包厢隔音效果之好。这种包厢区通常都是用来谈生意的。刘从上辈子跟老板出差，就经常到这种包厢来。不过眼下吗？王彪乐乐呵呵的。从哥，咱们这一次不仅招来了一批新来的妹子，酒也从外面收购了不少，都是珍藏的好酒呢，保证你今晚能尽兴。然而刘从还没多大反应，弹幕已经开始激动了。哦，难道我期待的画面就要出现了吗？操，这是我不付费就能看的吗？笑死，你们清醒点，咱们从哥是那种人吗？楼上你说明白点，哪种人啊？而刘从也没多大反应，还在打量周围的环境。话说他之前喝醉酒就是被挪到这样的包厢里了吧？好吗？看来他这一回是不用愁宿醉的事情了。话说等他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眼前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奇怪的场景吧。第二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们的城市百元生存，我是主持人小撒。目前距离我们比赛开始已经过去1个月了，按照惯例，我们节目组再次对目前选手的剩余人数进行了统计。主持人小撒正面带微笑地看着镜头，而身后的大屏幕也从选手的直播画面暂时换成了统计数据图。在上一次统计出来剩余的140名选手中，又出现了18位淘汰者，其中因为违反节目组规定向外界求救的选手10位，因为花光身上的钱而被迫淘汰的选手7位。小撒笑容不变，继续慢条斯理地汇报着。而剩下的1位是主动选择退赛的。当然，我们节目组是可以退赛的，但是错过这一次机会，下一次可就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哦。希望剩下的122名选手不要轻易放弃希望，
努力挑战极限，说不定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呢。是啊，各位选手千万不要放弃，胜利这种东西啊，你看起来好像远在天边，但其实是近在眼前啊。杨幂一听，也笑眯眯的顺着小撒的话说了下去。的确，坚持就是胜利啊。马化云也在一旁表示赞同的点点头。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主持人小撒点点头，继续面带微笑的说道：我来给大家翻译翻译，远在天边，指从哥的资产，近在眼前，指从哥本人。笑死，你们节目组现在也是深得咱们从哥真传，嗷嗷忽悠人啊。我知道退赛的那个哥是谁，但我不说。哈哈哈哈，你们给人家留点底裤吧。哎，你们节目组真是太坏了，本来还挺喜欢看你们节目的，楼上的现在更喜欢了是吧？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也是一阵喜闻乐见。挑战极限，只超过从哥，胜利的曙光是看不到了，前方的道路已经一片漆黑了呀。笑死，在挑战极限这方面，我们林轩墨妹子可有发言权了。你们林妹妹还是先赚到咱们从哥的一个零头再说好吧。第87章，一枪一个。而此时某栋写字楼的地下室，不好办啊，这件事。老大，我们已经损失了2个杀手了，再这么下去，我们的损失已经不是一单能捞回来的了。妈的，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连独狼都搭进去了？整个地下室嘈杂一片，杀手组织的高层们一直以来的冷静已经消失不见，甚至连领导者老魏脸上都出现了一丝惊慌。独狼可是咱们最好的杀手啊！查到刘从的其他背景信息没有？没有啊，这家伙查来查去就只是个游手好闲的太子爷，根本查不到其他的。该死的，这家伙到底是哪来的？手段这么狠毒，甚至他们还是从警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知道这件事的。那个叫刘从的家伙居然还用独狼的死领到了条子的悬赏金，居然还用条子来羞辱我们，真是欺人太甚。为此，杀手组织的高层们这几天没少开会，焦头烂额的处理独狼的事情不说，甚至还要面临被亲日集团问责的危险。喂，你们不是专业的吗？怎么连个人都杀不了啊？亲日集团那边的联系人也急得没边了，联系了他们好几次。该不会那家伙领的悬赏金就是你们派出去的杀手吧？他们干雇佣杀手这块的，要是信誉没了，那可就真的完了。亲日集团这桩生意，他们必须要拿下。既然他们已经顾不上失去的东西，考虑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大哥，事到如今，我们也顾不得被暴露的风险了。其中一位高层面色铁青，赫然看向老魏，只能用那个办法了。死！这话一出，在场的杀手组织高层们顿时一阵哗然。真的要用那个办法吗？这样做会不会太显眼了？显眼就显眼啊，只要条子查不到人，最后不还是只能不了了之？这一次咱们为了这桩生意都不知道搭进去多少了。杀手的上级们每想到这一点，都不由得叹着气。把这任务分给那家伙吧，这一次必须成功。连损失2大杀手，这对于组织的损失也是致命性的。但是目前为止，他们似乎连敌人的真实面目都没弄清楚。没办法，敌人在暗，他们在明，就算冒着暴露的风险，他们也得干掉这个任务目标。很快，时间便过了中午，刘从这才从自家床上悠悠转醒，渐渐恢复意识。而在睁眼的时候，刘从甚至还迟疑了一下。话说，这一次醒来的时候，面前不会出现什么奇怪的场景了吧？刘从缓缓睁开眼睛，还好，面前是一只乖巧的蹲在床前的啸天。王彪这家伙看着只是个糙汉子，没想到走的时候还记得给啸天喂2块肉，要不然他可能就不能这么安安分分的睡到自然醒了。估计天不亮，啸天这家伙就要给他闹醒吧。甚至无人机开启的时间都比刘从醒来的时间要早。直播间的观众看着逐渐醒来的刘从，弹幕也是一阵调侃：哟，你醒了，手术很成功哦。好家伙，今天醒这么晚，笑死！看从哥这样，昨晚怕是没少忙活啊。别吧，咱们可不能干违反节目规则的事情啊！哈哈哈！天知道从哥昨晚都干了什么好事！哈哈哈！虽说这一回是在自家醒的，但酒精的后劲还在，脑子还有点晕乎。不过跟前几次比起来，还是要好受点了。好吧，看来连他这个酒量不咋的人都快适应宿醉之后的身体了。晚上被妹子们争先恐后的灌酒，给刘从灌得5迷3道的，都还没喝几轮，刘从已经不省人事了。妈的，也不知道王彪这家伙在哪找的妹子，怎么个个酒量都这么好？甚至中间王彪还进来问了一次要不要再加一批。靠，给刘从都快整出幻觉了。难道他来的不是酒吧，而是夜总会？他最后没在那地方过夜，等酒吧下班之后，在他的坚持下，王彪这才开车送他回来了。啊，感觉再不离开那个地方，可能就会发生一些不能播的事情了。妈的，头疼！刘从扶着墙起来，打算先去上个洗手间。啸天大概是察觉出刘从此时有些不舒服，不叫不闹的，乖乖跟在刘从身后。刘从住的是高楼的大平层，而住的这一栋的优势就在于通风和采光，几乎各个房间都安装了窗户，
保证每一间屋子都能有充足的日照和采光。然而，此时刘从压根就没想到，附近某栋楼里窗户之后，一杆漆黑的狙击枪已经架了起来，正对着他家的窗户。韩飞，性别男，是个杀手，莫得感情。就在3个小时前，他收到了上级给他的任务，干掉这个家伙。现场你不用管，我们来收拾，这单的钱全给你。上级甚至连钱都不要了，都要杀掉这个家伙。韩飞正看着手机直播间的男人，他的任务目标名叫刘从，是雇主敌对集团的太子爷。这种整日无所事事的二世祖，也是他干掉的所有人里最好击杀式对象，自大而又愚蠢。但这一次不同，老魏说这家伙还有第2层身份，是一位连整个组织上下连暗网上都查不到的杀手。这人手段极其阴毒，城府极深，攻击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连独狼这种连老魏都敬他3分的家伙都惨死在了他的手里。他甚至还在条子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嬉皮笑脸地领取了独狼的悬赏金，这简直是他们杀手界的巨大耻辱。韩飞跟修罗以及独狼都不一样，作为一名见不得光的黑户，韩飞平日的生活都靠着这一杆狙击枪。韩飞啥活都接，不管是暗网上的团体组织还是生活中的个人组织，只要他的狙击镜里出现任务目标，一枪一个。第88章外卖杀人事件。他可跟那些只会头铁莽上去的杀手不同，作为狙击手，见证任务目标瞬间死亡，对于韩飞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试了服役去，深藏功与名，事情要解决的一个干净利落，这才是真正的杀手。而据他目前的观察，这个叫刘从的家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富二代啊！就算这家伙跟组织里的那些老东西们说的一样，是个实力极其恐怖的杀手，哼，功夫再高的杀手能快得过子弹，实力再强的杀手也是血肉之躯啊！一枪爆头，神仙都他妈救不回来。目前为止，所有的任务叠加起来，韩飞从未失手过一次。而韩飞眼下已经打算好了，正好干完这一单，他就休息一段时间，出去旅旅游，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等玩够了再回来继续干。此时枪已经架了起来，狙击镜一动不动，韩飞紧紧盯着狙击镜里的那片窗口，等着刘从的出现。而很快，狙击镜里只见刘从从洗手间出来，到了偌大的客厅里。刘从一副不但丝毫没注意到周围动静的神情，还笑呵呵的跟自家面前的那条狗子玩得不亦乐乎。可以啊，啸天最近表现的还不错。此时的刘从手上正一边摸着啸天的狗头，嘴里还一边哄着：“你都没拆家，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反正最近也的确没什么事干，在家闲个几天再出去玩好了。甚至今天实在是太热了，他连到公园里遛狗都不想去了。去吧，啸天，去把飞盘拿过来，咱们在家里玩玩。”刘从笑眯眯地说道。汪！啸天当然高兴，一转头就朝宠物房去了。很好，但这一幕在韩飞的狙击镜里，刘从仰躺在沙发上，却是一个极好的狙击角度。韩飞内心欢喜，脸上也更加冷静了。啊，这家伙可能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死在一杆狙击手的枪下吧？你小子的好日子今天到头了。韩飞的食指正缓缓地挪到狙击枪的扳机上。然而就在这时，原本正在刷手机的刘从似乎朝着他这边看了一眼。这一眼看似无意，但韩飞的后背陡然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韩飞内心赫然一惊，怎么回事？被那家伙发现了？等等，冷静一点，他可是特意挑的这个房间啊，无论是从被发现的角度还是狙击的角度来说，都是完美无缺的。这家伙绝对不可能发现他在这里架枪，一定是错觉。这家伙只是随便看了一眼而已吧。韩飞猛地一定心神，深呼吸了一口，再次将目光集中在狙击镜上。但这一次，刘从显然已经不是随意一瞥的状态了。只见狙击镜里的刘从正摸着下巴，眼神看着这边不说，甚至神情还有几分耐人寻味的感觉。等，这家伙！韩飞瞳孔一缩，架枪的手都忍不住抖了一下。他这是被发现了吗？绝对被发现了吧？要说刚才可能还只是巧合，那现在这家伙的表情又是怎么回事？是在挑衅他吗？而另一边的刘从人还坐在沙发上，眼睛确实正看向窗外。哎，那个妹子的身材还不错嘛。刘从一边摸了摸下巴，神情也有些恶趣味了起来。虽说只是随意一瞥，但是身材什么的还是能看出个轮廓的。哎呦，怎么这小区还有身材这么好的妹子？他之前天天遛狗都没遇上呢。什么妹子？在哪？让我康康！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们也被整乐了，弹幕顿时跟着附和。我靠，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小子给遇上了？不是吧兄弟，恰毒食，这不给兄弟们分享分享？而刘从看到的妹子不是别人，可不正是沈木秋吗？今天周末，沈木秋懒得去上班，干脆就在家里办公了。这会，沈木秋正穿着背心紧身衣在客厅里练瑜伽，身材什么勾勒得紧紧，当然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可惜看不清脸啊，要是以后在小区里遇见，还能打个招呼什么的。
但另一边，刘琮已经收回了目光，面前的啸天已经叼来了飞盘，正朝着刘琮汪汪叫。别急啊，马上马上。刘琮乐了，一边摸了摸啸天的狗头。我先喝口水啊。而狙击镜里，只见刘琮陡然从沙发上起身，2步便离开了狙击镜的范围。看得韩非一阵呼吸急促，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似的。这家伙去干嘛了？难道是去摇人了？韩非连忙调整角度，看看能不能在其他的窗户里发现刘琮，但一切只是徒劳。无论韩非看向哪个窗口，都没有见到刘琮的身影。完了，他妈的全完了！韩非瞳孔地震，瞬间收回了枪。他的位置绝对暴露了，此地不宜久留。说不定那家伙已经叫人在路上，正分几路再从楼下包抄过来。该死的，大意了。不过还好他反应得快，既然已经被发现了，那他只能暂时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然而正当韩非准备从房里溜出去的时候，叮咚，门铃响了。我操！韩非浑身一颤，枪下意识就端了起来，猛地对准了门口。他妈的，人已经来了吗？这么快？该死的，果然他一开始就被发现了。这个叫刘琮的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叮咚！而此时门铃又响了起来，像是催命的符咒，一下一下的刺激着韩非的神经。你好，你的外卖。门外拎着一袋炸鸡店外卖小哥正按着门铃，见半天没人出来开门，小哥还有些疑惑，奇怪，难道不是这一栋吗？但韩非躲在屋里，满头大汗，汗如雨下。妈的，居然还冒充送外卖的，真离谱啊，连这一步都想到了。之前他听老魏说这家伙的掩盖手段了得，甚至连被雷劈死这种高难度的伪装手段都能伪装的滴水不漏。如今看来，事实果真如此啊。第89章黑白通吃的杀手。难道今天他一代居王就要落下帷幕了吗？不可能！韩非猛地一咬牙，他可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啊！没办法了，只能全力一搏了。接着，韩非转头朝着阳台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他借力下去的。而此时，喝完水的刘琮刚回到客厅，在刘琮下意识朝外边看去的时候，瞳孔猛地一震，只见对面的那栋楼的楼顶上居然站着一个妹子。妹子一脸绝望，身体摇摇欲坠，仿佛一片破败的枯叶，紧紧倚着一根薄弱的栏杆，看起来像是要自杀的样子。我靠！刘琮陡然一慌，水杯都差点砸了。什么情况？有人要自杀？刘琮连忙伸出头去看，只见那栋楼的下面已经站了很多人，一阵人声嘈杂，纷纷往上看。我操！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刘琮顿时跳了起来，连忙往楼下赶。但另一边，都还没等韩非到达阳台，耳边竟然响起了一阵警笛声。警笛声由远及近，很快便从门口开了进来。谁报的警啊？楼下2名警察正从车上下来，一边往小区里走。我报的警。楼下身上还穿着浴衣的中年妇女正一副焦急的神情。警察同志，有人要自杀呀！你们赶紧上去看看。但韩非压根不敢看外面的场景，此时听到这阵警笛，韩非当场一个腿软，人都差点摔地上了。他妈的，这家伙居然还报警了！真该死啊，这家伙！大家都是同行还报警，讲不讲武德呀？操！他今天就不该出这么个门，就不该接这个任务，真他妈倒了血霉了！叮咚，甚至门铃都还在响着。有人吗？外卖！外边的小哥还在喊着。2种声音前后夹击，听得韩非都快心梗了。门口是刘琮那家伙派来的势力，出了小区还有条子。妈的，外卖个屁啊！死亡外卖吧，怕是。等等，难道他被组织给卖了？他就说组织怎么这么好心，居然连1分钱赏金都不要全给他了。原来还打着这样的算盘啊！想到这点，让韩非本来就焦急的心情更是火上浇油，真是他妈的狡兔死走狗烹啊！但是到如今，就算韩非内心再怎么怨恨，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妈的，豁出去了！韩非猛地一脚登上阳台，一个翻身，他今天就算废条腿也要活下去，只有保住自己的性命，他才能查清背后的真相，才能为自己报仇啊！该死的刘琮，给老子等着！老子出了院，先第一个除掉你！然而下一秒，哐！刚翻出阳台的韩非只觉得后背仿佛被什么重物赫然砸中，一阵钝痛赫然袭来，咚！接着更大的痛苦也瞬间翻涌了行来。韩非感觉自己整个5脏6腑都要摔炸开了，人都差点要当场晕过去。尤其是后背，韩非感觉自己后背上骑了个人似的，肺里的空气都要被活生生的给积压出去了。然而在韩非彻底失去意识之前，也不知道是不是杀手与生俱来的第6感，韩非浑身一震，陡然看到了周围人群里的刘琮。刘琮正张大着眼睛，一脸惊恐地看着他。哼，这家伙把他逼成这样，现在居然还特意装成路人过来嘲讽他吗？
韩非身体痛苦，心灵上也更加痛苦了。妈的，果然跟老魏说的一样啊，这个叫刘从的家伙杀人简直不用刀啊！韩非两眼一黑，彻底失去了知觉。而此时现场刚刚赶到的警察们蜂拥而上，将人群隔开，救护车姗姗来迟，医生们连忙将刚才那位跳楼自杀的妹子从韩非的身上挪开。两人都伤得不轻，浑身是血，双双被抬进了救护车。我靠，吓死了！你说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想着自杀吗？哎呦，可不是嘛，我刚在家里洗完澡出来，就看到这小姑娘站在楼顶，可把我吓坏了。还好我反应快啊，哎，今天还真是吓死个人。很快警察们留下维护现场，救护车已经开走了。周围的人群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不过还好，多亏了那位小哥，这小姑娘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是啊是啊，那小哥可真勇敢，居然直接接住了那个小姑娘，真是好人啊。舍己为人啊，现在的世界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年轻人喽。不过话说回来，这紫金阁是不是有点晦气啊？我这才住进来1个月不到，怎么又是被雷劈死的，又是跳楼的？邻居们惊魂未定。刘从也是一副震惊的神情。好家伙，他刚才可是亲眼看到，警察还没到，那妹子压根就不听劝，手一松就从上边掉下来了，跟个破布娃娃似的，给下面的人吓得呀纷纷散开，看得他刚才甚至都把眼睛给闭上了。但是就在这时，从低楼层里陡然跳出一个年轻小哥，一下就接住了那个跳楼的妹子，甚至不惜自己当垫背的，真是太勇敢了。刘从几乎都被感动得落泪了。哎，那小哥真不错啊，没想到他今天还能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场景啊，那小哥简直就是活雷锋啊。而看着开走的救护车，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们也都被震撼到了。我靠，我今天一点进来就这么刺激的吗？吓死！不过刚才听那医生说还有心跳，说不定没事。妹子肯定没事啊，希望垫背的那位小哥不会有事。哎，果然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弹幕们纷纷刷着，但愿人没事，表情下划线双手合十，表情下划线双手合十，但愿人没事。话说从哥这一天天过的也太惊险刺激了。尼玛，看来我这经常来看从哥直播的得自备救心丸才行啊，昨天还上酒吧呢，今天居然就看到这幕，嗨。第90章路过的杀手罢了。1周后，医院，韩非的意识渐渐恢复清醒，身体上的疼痛感也瞬间涌了上来，浑身疼得都没法发力，可能也因为缠着绷带打着石膏的缘故，韩非下意识想翻身，后腰却猛地传来一阵钝痛，昏迷了好几天，这股疼痛也格外的让人觉得清醒。然而在韩非缓缓睁开眼的一瞬间，病床的周围陡然爆发出一阵欢呼。他醒了，他醒来了，我们的大英雄醒了，小伙子，你可终于醒来了。韩非下意识警觉，右手神经反射的想去摸枪，但这才发现他右手的控制权也被石膏和绷带无情的夺走了。此时的韩非浑身缠满绷带，双手和双腿都打着石膏，甚至还用担架吊着，只露出一对惊恐的眼睛。陌生的天花板，熟悉的消毒水味，而面前正围着几个神情激动的老人，几位抱着话筒的记者，身后甚至还架着摄像机，病房外还守着2名站岗的警察。看到这幕，韩非的脑海里瞬间回想起自己当初晕过去之前看到的那幕，唯一露出的一双眼睛更加惊恐，身体下意识就要挣扎着起身。妈的，果然他还是没能逃出去吗？这次又在演什么戏码？还嫌羞辱他羞辱的不够吗？韩非目眦尽裂，在病床上挣扎的动作幅度也更大了。哎，小伙子你别动啊，你好不容易醒来，要是再晕过去对身体不好。而旁边的老人们看到韩非这副激动的神情，连忙上前劝导，但韩非一看到现场的情况，顿时挣扎得更加厉害了。这次又想干嘛？该死的姓刘的，直接来吧。韩非唯一露出的一双眼睛里怒意满满。小伙子，你胆子也太大了，虽然你的楼层不算高，但是那行为也太危险了。接着旁边的老人又一脸慈爱的轻拍了拍韩非的肩膀。不过还好，小伙子你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不忍心让你这样的好人牺牲，今天可算是醒来了呀。小伙子，你好人有好报，我们2口子得好好感谢你救了我们家姑娘。病床两边的大爷和大娘还一边擦了擦泪水。我们家那孩子有抑郁症，那天趁我们不注意偷跑去天台了，小伙子多亏你啊，不然我们老2口可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而这番话一听完，韩非挣扎的动作幅度果然减轻了许多。只见韩非眼里满满的怒意，中间又添上了一丝疑惑。什么东西？这他妈又是什么操作？现在杀手组织的剧本已经这么新颖了吗？这又是什么新型的折磨人的手段？真他妈令人摸不着头脑啊！小伙子，你舍己救人，他们都是那天你救下的那位姑娘的父母呢。听到后面的记者也是眼眶红红，还将话筒对准了床上的韩非。他们这些天一直都在等你醒来，想要亲自答谢你呢。我们现场还有很多人能为你作证呢。小伙子你
为了救那位姑娘，牺牲了自己。小伙子，你已经昏迷了7天了，医生说今天你的身体已经逐渐恢复稳定了，我们才赶过来看你啊。旁边的记者说道。听得床上的韩非整个简直更懵了，啥情况？这他妈啥情况啊？舍己为人，还尼玛救了个姑娘，救了个屁啊救！属实给韩非整不会了。来来，镜头过来点儿，给咱们好不容易醒过来的人民英雄一个特写。然而，只见面前的记者一脸感动，还给后边的摄影小哥让了个身位出来。我们要让冰城记住这位活雷锋。近日，在紫金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士勇敢地救下了一位失足少女，目前她已经在医院醒来。果然好人终有好报，我们由衷的希望这位好心人能早日康复。而电视上一则名为雷锋在世，小哥勇救失足少女的新闻正在播出，同时也迅速占据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毕竟这种事情的确是难得发生，尤其是听说小哥已经在医院醒来之后，记者们更是蜂拥而入。小哥，可以谈谈你当时救下这位姑娘的感想吗？听说你还拒绝了这位姑娘家里人的答谢，可以谈谈原因吗？你好，请问你为什么不愿意透露姓名呢？甚至没过多久，当地的派出所还给这位小哥颁发了锦旗，以表嘉奖。4个大字：舍己为人，就挂在韩非的病床床头上。小伙子，早日康复。送锦旗的代表还笑呵呵的轻拍了拍韩非的肩膀，还贴心的给他盖上被子。韩非也说不了话，只是一双眼睛直勾勾的看着周围，身体激动的挣扎着。小伙子，别激动啊，我们会再来看你的。你现在啊，安心在医院养好自己的身体就行。代表一副我都懂得的神情，又安慰了韩非几句，这才出了病房。然而躺在病床上几乎浑身都被打满石膏的韩非挣扎得更厉害了。妈的，他只是一个路过的杀手啊，啥时候想过要救人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什么了啊？这段时间他病房前后来了不知道多少人，都是来关心他的康复情况的。韩非简直这辈子没被这么多人看过，但他也不能做什么，只能躺在床上，用浑身上下唯一能动的部位传达着自己的信息。小伙子，你别灰心，我们给你安排了最好的医生，保证你恢复的活蹦乱跳的。医院方的人每次看到韩非灵活转动着的眼球，都如此安慰着韩非。我们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不能让好人心寒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当时韩非一听，内心顿时更寒了。完了呀，他妈的，完了呀！他成好人了。第91章，完了，我成好人了。好人？他妈的好人？怎么杀个人就他妈的成好人了？外界对这件事更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热闹个没完。杀手组织的内部此时更是炸开了锅，高层们没少看这几天的新闻，肺都要气炸了。这个叫韩非的什么东西？我们派他杀个人，他倒好，摇身一变成活雷锋了。这他妈干的什么狗屁？组织里的人都惊呆了。本来还寻思这一次派出个不一样杀手过去，喜欢玩近身战的杀手不行，那狙击手总能成功了吧？杀手组织本来还在等韩非的好消息，一枪一个，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事情，那这个叫刘从的家伙这回总得死了吧？谁知道刘从被击毙的消息没有，居然等来了这家伙成为大好人的消息，真他妈岂有此理！老大，我之前早就听说这家伙不光是接我们的单，他私底下还会接其他的活干。我他妈就知道啊，这小子没安好心，是不是想通过这一次洗白，好彻底甩掉我们？我呸！他这种家伙还想洗白，做他妈的春秋大梦去吧！老大，这小子黑白通吃，我们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啊！给一帮杀手组织的人都快气疯了。妈的，老子还是头一次被这种家伙算计。杀手组织的老大老魏此时也憋了一肚子的火，面前的屏幕上还在大肆播放着韩非此时在医院的恢复情况，镜头的画面还拍到了挂在床头的红色锦旗。我去你妈的，舍己为人！给老魏气的差点没当场撅过去。传我命令，找人做掉这家伙，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嚣张。是。哎，我跟你说啊，我当时就在现场，这小哥可勇敢了，当时就从阳台上冲了下来，给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吓得。不过还好人没事，现在也在医院醒来了呀。此时某家高级餐厅里，刘从正看着手机，一脸调侃的跟对面的沈木秋说道：沈总啊，这件事你不知道吧？之前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我还在你家楼下看到的。哦，你说这事儿啊，我后面也听说了。沈木秋正优雅的切着牛排，听说他既不求那女孩的家人回报，后面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行事低调。这样不求回报的性格，在如今的社会的确很难得呀。早之前沈木秋就寻思请刘从这家伙吃顿饭，好歹之前人家也请了他一顿，他当然要好好请回来，偶尔跟这位太子爷交流交流感情，对集团以后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嘛。不过话说回来，你最近盘了个酒吧，什么时候请我过去喝2杯啊？沈木秋笑道，他要是没记错的话，那酒吧似乎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酒吧呢。哎，
没想到刘从这家伙平日看上去粗枝大叶的，其实心思还挺细腻的嘛。沈木秋这么想，耳根又悄悄的红了。哎，你这就知道了。刘从一听，顿时叹了口气。其实一开始也不是很想买。刘从轻咳了2声，不过还是买下来了。嗨嗨，1000万的定金啊，现在想来他还是挺心疼的。是吧？我之前也挺喜欢去那间酒吧呢。似乎跟刘从找到了共同语言，沈木秋脸上似乎更开心了。看啊，这家伙在脸红吧？果然在脸红吧？果然啊，他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呢。原来沈总这么喜欢那家酒吧。而刘从一听，脸上顿时一乐。这样吧，沈总，你要是喜欢去，我等会跟经理说一声，让他下次招人的时候给你多留意几个帅哥。当然，费用也给你打个9折吧。沈木秋的笑容一僵，谢谢，不用了。啊，你确定？我这酒吧经理还挺有本事的，你就不期待一下？直播间观众一看到刘从跟沈木秋这对话，弹幕顿时笑不活了。笑死，原来是女粉福利啊！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跟直男谈恋爱的下场。你小子真是油盐不进啊！哎，心疼沈总一波。沈总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楼上你在想屁吃呢？小李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刘总，按照您的吩咐，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此时，天印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刘天印老爷子在处理完一部分集团事务之后，便叫来了李长青。据推测，天上人间的客流量涨了6倍，营业额相比上一季度至少也是4倍的增长。李长青笑眯眯地回应道：“那是，小李啊，对外宣传这块到位了吧？都打点好了。”李长青立刻点点头。现在外面传的都是小刘总，当然还有继承人的事情。可以，做得不错。老爷子满脸笑意地摸了摸胡须。其实我们只要不动神色地做好宣传工作就行了。趁着那间酒吧的名声，也能让我这继承人的名声响亮一点。哈哈，这小子当初不是还用了什么节目的借口推脱吗？等周围都传开了，这小子是他天印集团的继承人，看他到时候还怎么抵赖。老爷子笑得狡猾，又吩咐了李长青一句：“对了，最近怎么没看到小秋？这个呀，沈总最近经常跟小刘总一起吃饭呢。”而提到这个，李长青的表情也更加乐呵了。前不久，咱们公司的人还发现沈总在街上跟小刘总十分亲密的模样，很有可能在约会呢。我还听说沈总把他跟小刘总的照片发给了家里人，说小刘总是他男朋友呢。哈哈，好，好啊！老爷子一听，整个人顿时乐得不行。看到他们进展如此顺利，我这个老东西就放心喽。你看看我之前说什么来着？都是年轻人嘛，气血方刚的，相处的久了，该来的迟早会来的。第92章，名叫刘从综合征的怪病。哈哈，您果然料事如神啊！李长青也连连点头附和。小李啊，你等着看吧，说不定再过不久，咱们之前预料的事情就要成真喽。刘老爷子笑呵呵地看着窗外，心情好的不行。李长青站在身后，一边给老爷子捏肩，一边乐道：“哎呦，那我可要提前恭喜您了。”董事长办公室里一度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大妈啊，你这东西也要出吗？哦，这些都不要了，全给你收走吧。哎，谢谢您。此时，一家老小区的居民楼下，中年大妈正站在楼下，周围堆满了旧物、旧家电、旧家具，还有书籍等等常见的废品。大妈要去新家了，老家这边的房子也打算出掉，里面的东西也都卖掉，这才叫来了正好在附近收废品的赵四。赵四自然是笑呵呵的来，一看这小区老旧的不行，似乎还真有点历史，脸上的笑容也更加明艳了。小伙子，你一个人拉得动吗？我这东西还挺多的。大妈一看赵四一个人来清点东西，还好心的问了他几句。嗨，没事儿，我多跑几趟就行，不远。赵四正在收拾废品，便回了大妈一句：“哎呦，小伙子，我偶尔看你直播，你赚的也不少啊，招个人来跟你一起干，这做事的效率也能上去吧？”大妈闲着也是闲着，顺便又跟赵四唠了几句。没，大妈呀，我这人喜欢自己单干。赵四一听，脸上的笑容差点没绷住。别说什么招人了，大概之前招到某个家伙的阴影，恐怕到他入土的时候都记得吧。至今赵四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还会梦到从匣子里拿出来的明晃晃的金子和镯子。哦，这样啊，那你加油啊，小伙子。大妈还是个标准的热心肠，大概是看赵四做事还挺麻溜，顿时又提了一嘴：“我呀，直播看得少，之前不是有个叫什么刘从，听说那小伙子很有本事啊，之前他好像也收了几天废品，听说赚了有小几十万呢。小赵啊，你要不去跟那小伙子学习学习，反正你们有过一样的经验，互相学习也能一起进步嘛。”要说刚才大妈的话只不过是在刮痧，那这么一句就是他妈的一套平 A 连砍带顺劈了，给赵四听的这一口气差点没缓上来。哈哈哈哈，赵四不哭啊，大妈只是好心嘛。笑死，赵四选手瞬间受到1万点暴击。
捏马，心疼赵四一波。可怜的赵四啊，这个坎恐怕这辈子都过不去了吧。赵四直播间的观众们也不是不知道赵四跟刘从之前的情况，眼下看到这幕，给弹幕都整心疼了。没关系的，赵四，大不了咱们直接去酒吧嘛，找咱们从哥罩着你。是啊，咱们从哥可好说话了，他一定会罩着你的，哈哈哈！笑死！你们这巴不得赵四死是吧？吓人诛心啊，哈哈哈哈！接着，赵四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勉强维持住了脸上的笑容。接着他随便拎了几件货扔到三轮车上，跨上座位就蹬走了。大妈呀，我先把这些带回去了啊，等会再来拉剩下的。还行，慢点啊。大妈还笑呵呵的叮嘱了赵四几句。赵四头也不回的蹬着三轮车走了。来来回回拉了有几趟，赵四这才把大妈的废品都收回到了他的小废品站。事到如今，他的小废品站也初具规模，周围都是一些老小区，时不时就会有人搬走，剩下的旧家具旧电器都会让他来收。赵四的收获率上去了，资金也充足多了，无论是他的工作还是生活也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但不管赵四收回来多少废品，他都维持着一个习惯，箱子收来的废品都叠得好好的，到了赵四手里也统统要被重新翻个底朝天。尤其是箱子啊、盒子啊一类的东西，就算当天收到再多的废品，赵四宁愿自己事后重新整理一遍，也要翻遍。这也不能怪他，谁让现在赵四一闭上眼，仿佛就能看到那小几十万长着翅膀飞走了，飞到了刘从的口袋里啊。他还就不信了，他收了这么多天废品，收了这么多废品，难道就连一个奖都开不到吗？好家伙，这是得了刘从综合征。哎，看看给孩子折磨成啥样了。众所周知，从哥老折磨王了。直播间的观众又一次看到收完废品的赵四回来，在废品站翻箱倒柜的神情，弹幕也再次跟着调侃了起来。我说赵四啊，咱们实在不行就上心理医生那儿看看吧。是啊，赵四，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是垮了，那我们看啥呀？哈哈哈哈，笑死，合着你们都是刘从的内鬼啊。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赵四的努力下，只见就衣柜里啪的一声掉出个小匣子。虽说衣柜是旧物，已经磨损的不行了，但是小匣子的表面看起来十分光滑，一副被保养得很好的样子，花纹对称，古香古色，甚至凑上去闻，这匣子表面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这样的匣子一看就知道是被主人保护的极好，里面肯定放着宝贝。匣子虽小，但却有着一股极强的诱惑力。赵四看到这个从衣柜里掉出来的小匣子，眼睛瞬间冒出了金光。来了，今天，就在今天！赵四的内心陡然生出一股强烈的预感，拿在手里掂了掂，分量不小。今天老天爷终于开眼了吗？难道好运也终于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吗？接着，赵四一脸急不可耐，找来工具，对着小匣子上的缝隙就卖力一撬。小匣子是木头做的，且年代久远，一下就被赵四给撬开了。又是啪的一声，里面放着的东西也瞬间展示在了赵四面前。第93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这是……赵四一脸喜出望外，只见匣子里居然真的出现了一对翡翠玉镯，颜色青绿，看上去晶莹剔透，拿在手里触手生温。仔细去看，这镯子里面似乎还有飘花，这居然还是一对诺冰飘花的玉镯。这种料子的翡翠，价格至少都得小万起步，要是成色好的，奔着10万去也有可能。而且这只是一只镯子的价格，这匣子里可是有着一对，好事成双，双喜临门。给赵四看的一个激动，双眼紧紧地盯着匣子里的那对玉镯，浑身都在颤抖。感谢老天爷！我赵四今天终于他妈的能熬出头了。赵四一脸激动难耐地抱着匣子，泪水夺眶而出。卧槽！我不信！可以啊，你小子终于沾上欧皇的光了呀！靠，还真的让这家伙吸上欧皇的欧气了。而亲眼目睹全程的赵四直播间的观众，弹幕瞬间飘过无数问号。哎，我这复杂的心情，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我特么不行了，我明天要去滨城偶遇欧皇。拉倒吧你，欧皇住的那地方陌生人不让进，笑死，跟踪狂是吧？这可太行了。然而下一秒，只见画面里的赵四正捧着那个匣子，打算小心翼翼地揣到怀里时，脚下陡然被他刚才拆得乱七八糟的纸箱子给狠狠绊了一下。赵四当时身体一歪，整个人一趔趄，匣子瞬间从赵四里的怀里掉了出去，地面上传来了一声玉的铿锵，咔嚓，一只匣子摔成了2半，2只镯子碎成了4段，诺冰飘花的碎片躺在地上，闪烁着诡异的光。赵四人趴在地上，半天都没反应过来，脸上的泪水都还没干，看着面前碎了一地的镯子，表情更是呆呆的。直播间沉默，随即弹幕瞬间爆发。操！我他妈就知道，
没有人能逃过靠近欧皇就会变得不幸这个诅咒。老天爷，怪我喽！老天爷，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你的福气来，哎还没来呢。哎，虚晃一枪。此时赵四回过神来，整个人如同木头般碰了碰地上那碎成4段的镯子，冰冷刺骨，触目惊心。良久，啊！废品站里传来了男人的嚎啕大哭。眼看着今天就要转运了呀，这镯子居然碎了，就这么碎了，还碎成了4段。这打碎在地上的根本就不是镯子啊，而是他的心啊！他脆弱的小心脏，此时也仿佛跟着这对镯子一般碎成了好几段。老天爷啊，你也太残忍了吧！给了人希望，又当着他的面给他掐了呀！哎，大晚上的谁在哭啊？怪吓人的。不知道啊，听说这废品站里总是传来奇怪的声音，尤其是这个时间点。赶紧走吧！几个路人从赵四的废品站门口经过，听得一阵鸡皮疙瘩，连忙蹬着自行车走了。果然啊，这可能就是成年人的崩溃了吧？哎，虽然说我们不限制各位选手的赚钱自由，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提醒各位选手一句，大家还是要选择脚踏实地的赚钱模式啊，这样也比较稳妥。节目组的小撒正笑着看向镜头，大家一定要把希望这种东西寄托在正确的地方，要是寄托在其他地方，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小撒说的对，在这里我也呼吁各位选手可以去向排名第2的那位选手学习。林轩墨选手对商业的敏感程度可是有着很高的水平啊。马化云也在旁边应了一声，毕竟大家本事有限，赚钱这种事情的话，大家尽力而为就行了。是啊，不过要是实在赚不到钱的话，就去刘从选手的酒吧打工好了。杨幂笑眯眯的翘起2郎腿说道，听说天上人间酒吧已经准备开分店了，说不定需要一大批员工呢，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万一刘从选手会看在大家都是选手的份上，让大家一起赚钱呢。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节目组主持人和嘉宾们的吐槽，弹幕顿时坐不住了。翻译，飞球就别去买彩票了，老实当个打工人。好，不愧是你啊，大秘密。大秘密日常虾仁诛心了，哈哈哈，笑死。所以说这节目组已经开始默认选手给选手打工这种事情了吗？嗨，存在即合理吗？哈哈哈。等等，我感觉这节目组的嘉宾在疯狂针对我们飞球啊。楼上，你自信点，把感觉那2个字去掉。泪目，我们飞球又做错了什么？老板，买张彩票。好嘞，你要哪种？随便来一种吧。此时彩票店里，刘从跟沈木秋吃完饭回来的时候，陡然发现了一家新开的彩票店。这店还挺大的，中央空调开着，里面聚了好几个彩民，正在一本正经地分析着屏幕上的线状图，气氛十分融洽。刘从一看这彩票店的氛围，内心顿时还有些怀念。哎呦，想当初他到槟城的第1桶金就是在彩票店赚的呢。反正他现在身上也没多少钱了，正好来彩票店碰碰运气。而进了彩票店，老板一看进来的这位还是个自带摄像头的选手，也算是免费给他这家新开的彩票店打广告了。老板当然十分热情。那行，小哥你看这几种刮刮乐怎么样？老板眼神一动，笑呵呵地看向面前刘从，指了指一旁的广告牌。这种刮刮乐是最新出的，我们这周围的人都上赶着到我这来买呢。不信你问那位小哥，他跟你一样也是选手，刚才可足足刮出来2000块啊。哦，是吗？刘从来了兴趣，一转头便看到旁边的小桌前正坐了个年轻的小哥，神情还挺高兴，手上正拿着一沓新买的刮刮乐。第94张，手把手教你怎么摆给。哎，老板你就别拿我打去了，我这才刮了多少啊？别给我运气说走了。而坐在小桌前同是比赛选手杨硕，一听老板这话，顿时无奈的一摊手。哎，行，怪我多嘴。老板乐道，怎么样小哥，你要不要也买点？我听说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要看累计金额的吧，赚得越多越好啊。是啊，刘从也不在意，在店里广告牌上看了几眼，我就买几张这样的吧。好嘞，这种60元一张啊，收你300。老板一看这人出手够豪爽的，脸上更是笑开了花。哎，他就喜欢这种头上顶着个无人机的比赛选手，越是急着攒钱的选手就越喜欢这种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手段。他们可能小赚，但是他这个当老板的永远不亏，完全就当免费给他的店里做宣传了。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踏入这间彩票店起，弹幕的气氛都瞬间变了个样。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这是我愿意称之为快乐老家。欧皇驾到，飞球统统闪开。Big 胆，居然还敢向我们从哥推荐刮刮乐。老板，你这是自寻死路啊。兄弟，你也是因为身上没钱才来买刮刮乐吗？而刘从一坐下，旁边的杨硕便凑了过来，一脸好奇地问道。是啊，身上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来碰碰运气。刘从点点头，顿时叹了口气。嗨，我懂你的心情。杨硕顿时一副找到了组织的神情，脸上的表情更兴奋了。我之前在电子厂上班来着，但是上了1个月他们就把我开除了，工资我都快花完了，
就到这来碰碰运气。杨硕也叹气，一边从刮刮乐里抽出一张新的。不过这里的刮刮乐真的中奖率很高啊，我才刮了2张，就已经刮出2000块了。哎呦，你这小伙子，刚才我说你还不乐意，现在倒好，你还自己说上了。旁边老板一听，顿时调侃了一句：等会儿你要是没抽中，可别怪我呀。嗨，不怪你，不怪你。杨硕一摆手，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再怎么说，他刚才也刮出2000块的人了，这彩票可真是个好东西，就这么一刮，直接刮出他之前在电子厂的半个月工资。哟，那你运气还可以啊。刘从一听，一副颇感兴趣的神情看了杨硕一眼。那是，我今天运气还行啊。杨硕笑眯眯的，手上还有一沓刮刮乐，显然今天是准备在这大战300回合了。兄弟，我跟你说啊，这刮刮乐一次就要买1打，这样中奖的几率也高。中奖率高了，今天这趟才不算白来啊。嗨，我就买着玩，随便刮几张。刘从就买了5张，显然跟这位兄弟的1打比起来，倒显得寒酸了。兄弟，多一张刮刮乐可就多一个机会啊，你买这么点可不行。杨硕一看刘从这副神情，还以为是这家伙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刮刮乐了，身上一个子都没有。唉，可是可怜，难道是把自己所有的机会都压在这几张刮刮乐上吗？接着杨硕一笑，又换了一副坚毅的神情。这样吧兄弟，你看今天咱们能在这家彩票店见面，也算是咱们有缘，哥们送你1张刮刮乐，就当是见面礼了。说完，杨硕还大大方方的让刘从自己这沓刮刮乐里随便抽1张出去。哎，真的？刘从一听，脸上也乐了。谢谢兄弟啊，那我就不客气了。这刮刮乐也要好几11张啊，不要白不要。卧槽，兄弟，我敬你是个狠人啊！这似曾相识的一幕，手把手教你怎么白给是吧？然而，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给弹幕都整笑了。兄弟们，我有预感，今天这家伙彩票店会不会团灭啊？笑死，很有可能啊。我已经开始担心这位选手的精神状态了。这会，杨硕在自信给过刘从刮刮乐之后，注意力也开始落在自己的刮刮乐上了。我先来试一试。杨硕手上的刮刮乐一涂，几行号码一行行扫下来，再对照中奖的号码，又开出200。杨硕一看自己刮刮乐上的中奖数字，再次激动地喊了出来：老板啊，我今天真的运气爆炸啊！可以，今天的夜宵钱到手了。哈哈，还真是。只见老板脸上倒是笑容不减地看着杨硕，要不要试试2张别的？多刮几张，说不定就能中500万呢。行，那给我再来几张龙腾虎啸的。杨硕正在兴头上，一听老板的话，想都不想的又买了几张。好嘞，老板的表情也更高兴了，麻溜的从柜台下面拿了2张出去。兄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店的中奖率高的。接着杨硕又美滋滋的看向刘从，你也赶紧刮个看看。行。刘从点点头，熟练的刮开了第1张刮刮乐。50啊。杨硕好奇的凑了过去，看到了中奖号码下面的金额，神情还有些幸灾乐祸。没事啊，别急啊兄弟，都说幸运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的。杨硕咳了咳，还安慰了刘从几句。没事儿，这张回本了，不亏。刘从压根就没在乎，随手把那张中了50的刮刮乐放到了一边，立刻开始刮下一张。他是刮出经验了，等会一块去兑奖。是啊兄弟，买刮刮乐嘛，心态最重要了。杨硕嘿嘿直笑，捧着自己的刮刮乐也在一旁刮了起来。很快，杨硕也开出了自己的下一张，这张却没有中奖。杨硕丝毫不慌，顿时拿起了下一张刮刮乐。没事，反正他之前可是刮了2000，今天已经赚够本了。但旁边的刘从，500。刘从扫了一眼上面的兑奖数字，扫了一眼觉得马虎了，顿时又扫了一眼，哟，还真是500。第95章，低端局炸鱼时间。哈哈，可以啊兄弟，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运气这不是来了吗？杨硕一听也笑呵呵的凑了过来，加油啊兄弟，很快你也可以刮出2000块了。500啊。而刘从看着这奖金额度，似乎正在思索着什么。哈哈，小兄弟，看来你的运气也很不错呀。老板一看这新来的哥们也中了奖，也顺势问了一句，我记得你们节目之前好像有个选手，就是一开始买彩票中了好几百万吧？是啊，听说后面还去车行中了辆车呢，那运气好的简直螺旋升天爆炸。杨硕一听也在旁边连声附和，老板你说啊，这家伙运气这么好，会不会再来店里买刮刮乐啊？哈哈，哎呦，怎么可能？你后面没看新闻吗？老板一听哈哈大笑的摆摆手，人家可是天印集团太子爷，最近还在商业街那边盘了家酒吧，有钱的很，还会到我这种店里买刮刮乐，想啥呢你？也是，哈哈哈哈。杨硕一点头，也没在乎，忙着刮自己的刮刮乐了。接着老板又笑眯眯的看向刘从，怎么样啊小哥，要不要再来几张新的？说不定也能中500万哦。哈哈，
不用了，正好够我家啸天一顿饭。刘从一摆手，已经是一副想起了什么的表情。啸天？杨硕来了兴趣，转头看向刘从。对，啸天是我养的一只狗，挺可爱的，也很聪明，还听得懂人话呢。下次有机会带过来给你们看看啊。刘从乐道。狗？老板和杨硕顿时缓缓对视了一眼。好家伙，这得什么狗啊？一顿吃500，肯定在吹牛。两人也没当回事。哎，这家伙肯定是在吹牛，好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吧。中奖了就中奖了吧，高兴就完事了，这有什么好掩饰的呢？大家都是选手，都能理解，都能理解。操，原来啸天一顿的伙食是500啊！救命，我特么活的还不如一条狗啊！尼玛的，虽然我之前就看出来啸天的伙食很好，但是也没想到有这么好啊。但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也再次炸开锅。从哥，物种不要定得太死，我觉得我可以。从哥，我可以便宜点，我400就行，我300就够了，直接给我转钱也行，支持微信支付宝。你妈的，这也能卷是吧？操，这一层简直逆天，我笑死。从哥的粉丝是终于突破了瓶颈期啊！靠，又没中啊！很快，杨硕又连刮了好几张，都一无所获。看来我的运气已经到此为止了。杨硕看着一桌的刮刮乐，顿时叹了口气。不要气馁啊，小兄弟，你已经中了2000不是？老板脸上一副替他惋惜的神情，但内心已经乐翻天了。不过咱们店还有很多种刮刮乐，你要不要试试其他的？刮了这么多张都没中，下一张肯定中。嘎，都可以嘎，狠狠的嘎。哎，那我看看呢。听老板这么一说，杨硕似乎又来了点兴趣，一下就被老板转移了注意力。而一旁，刘从正一边哼着歌，一边刮开了自己手里的第3张刮刮乐。他也就买了5张，加上杨硕这哥们给了他1张，还剩3张。刘从悠闲得很，刮完之后又慢悠悠的去看中奖的数字。中奖的数字06。这个数字好像有点眼熟啊。刘从顿了顿，但也没在意，又接着一行行的往下扫。下一秒，刮刮乐中奖的那一列，那一行赫然出现了数字06，而下面的对应奖金哟5万。刘从眉头一挑，当时也乐了，看来这哥们还真没骗他，这中奖率还真挺高的，跟他当初赚第1桶金的那家彩票店有的一拼了。然而这话一出，旁边刚从老板那里又买了一沓刮刮乐的杨硕神情当场一顿，手里的刮刮们哗啦啦的洒了一地。5万！杨硕瞳孔放大，甚至还不信，伸过头就去看刘从手里的那张刮刮乐。中奖数字、中奖金额明明白白，可不正是5万吗？啊哈哈哈哈哈！恭喜你啊！杨硕的脸都僵了，嘴角强行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你看吧，兄弟啊，我之前说什么来着？这个中奖率啊，他就是这么高啊？还好吧，也就5万。刘从笑道，正好够我跟人吃一顿饭了。想起之前请沈木秋吃的那顿饭，也是5万左右。虽说只有区5万，但是蚊子腿也是肉啊！妈的，中了5万块，居然想着请别人吃一顿饭。杨硕一听，差点都要被气出内伤。这家伙装逼装的也太过分了，什么饭一顿吃5万啊？跟哪个董事长去吃的啊？不要脸！5万！连旁边见过大风大浪的老板听到这5万的奖金，内心也小小的震撼了一下。好家伙，上一个刮出来500，这他妈就加了2个零，不对劲啊！日妈很不对劲啊！那个小哥啊，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你剩下的刮刮乐也没几张了不？要不要再买点其他的续上？说不定还能刮出几个5万来呢！哈哈哈哈哈哈！此时，老板脸上的笑容也没比杨硕好看多少。没事儿，我这还有几张呢，刮完再说。刘从笑眯眯应了一声，又拿起下一张开始刮了。老板看着刘从这熟练的动作，内心陡然升上来一股不祥的预感。等等，这家伙好像有点眼熟啊！老板这才仔细观察到刘从的脸，他是不是在哪见过？游戏结束，游戏结束。从现在开始，这里叫做从哥广场，我愿意称之为刮刮乐 King。然而，这在刘从的直播间里当然是喜闻乐见的一幕。你搁这低端局炸鱼呢？别炸了，从哥，孩子都要被炸傻了！哈哈哈，笑死！刮刮乐都能炸鱼是吧？你们敢不敢再离谱一点？第96章刮刮乐，但是地狱模式。但此时旁边的杨硕人已经快疯了，似乎从刘从刮出个5万的奖金之后，此时只是随便刮着玩的心态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我也来试试！杨硕当场就笑不出来了，猛地定了定神，连忙开始刮起自己买的那些刮刮乐。他买的这些还跟此时刘从刮的那些是一个种类的，说不定也能刮出来呢。哈，这家伙已经刮出个5万，剩下几张肯定刮不出来了。那总不可能连续刮出2次2万吧？然而
等杨硕就跟风卷残云似的刮了自己手里将近一半的刮刮乐，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中奖数字。桌上很快布满了刮刮乐的残骸，但却没有一张是中奖的。操，不会吧？难道自己的运气就到此为止了？杨硕越刮内心越慌，而旁边的刘从忽然冷不丁问了杨硕一句：“哥们，你帮我看看，这是不是50万啊？”“嗨，当然是50。”杨硕正忙着呢，朝刘从手里那张刮刮乐瞟了一眼，手上还下意识挂着自己的刮刮乐，但就这么一眼，看得杨硕当时整个人一顿。等，50万！杨硕浑身一颤，再次看向刘从手里的那张刮刮乐，个10百千万10万，5个零，可不正是50万吗？杨硕人都傻了，不是上一张5万，这一张就是50万，翻了10倍啊！你哥这斗地主呢？6666，小场面了，兄弟们，小场面。所以说，每次看从哥的直播，总会让我产生一种钱很容易赚的错觉。珍惜生命，远离欧皇，笑死！这就是回到主场的从哥吗？刮刮乐硬是玩出了俄罗斯套娃的感觉啊！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们虽然看着开心，但笑着笑着，弹幕就绷不住了。我什么时候才有这么好的运气？刚来，请问什么时候刮刮乐也成为欧皇的专属娱乐活动了？我靠！要是我能跟从哥搭上话，我就买一沓刮刮乐让从哥帮我刮，奖金分他60%都行啊！楼上我忍你很久了，怎么老想屁吃呢？看得原本还一副运筹帷幄的彩票店老板，此时也陡然慌了起来。靠！这就刮出50万了！这就刮出50万了！这翻倍翻的，他玩斗地主都没翻得这么快啊！老板还想喝口枸杞泡水冷静一下，发现自己手抖的连保温杯都握不住了。冷静！妈的，自己可是彩票店老板啊！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不就是20万吗？难道这家伙的好运还能源源不断不成？不可能的！半天看着刘从已经笑呵呵的开始刮下一张了，杨硕才回过神。兄弟，你这运气还挺好啊！杨硕不由得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刮刮乐们，这兄弟自己总共才买了5张，眼下才刮了4张，已经刮出50来万了。而自己呢，买了一沓，中奖的金额都还没有这刮刮乐的数量多。杨硕满脸怀疑人生，甚至还下意识看了一眼老板。喂，自己这后面买的刮刮乐明明跟旁边这家伙是一样的，怎么这家伙买了几张就中大奖了？自己刮了这么多，连个零头都没刮出来，这老板不会跟这家伙是一伙的吧？隔着演戏来骗他？哈哈，那可不！刘从乐乐呵呵的，煞有其事的拍了拍杨硕的肩膀，还不多亏了兄弟你啊！要不是你告诉我这家店中奖率高，还我不会买刮刮乐呢。刘从手里还剩2张刮刮乐了，其中又一张还是他给的。不知道为什么，杨硕看着刘从手里的那2张，内心陡然冒出来一阵不祥的预感。刮刮乐，但是地狱模式。你说他运气不好吧，他之前还是刮出个2000块的，但你说他运气好吧，他又遇到了刘从。观众们看到杨硕的表情，弹幕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退了，兄弟们，我已经不敢再看下去了。没关系，兄弟，你好歹也跟咱们从哥一起玩过刮刮乐，这件事可以吹1年了哈。刘从看了看手里剩下的2张刮刮乐，还剩2张了，干脆一起刮了吧。接着，刘从拿着刮板，顿时将手里的刮刮乐们齐齐一刮。下午，彩票中心。话说回来，刮刮乐能刮出200万的人，我在这干了这么久了，还真是一次都没见过。不对，你单把200万奖金拎出来说，那当然还不算少见，但那是2次连续的刮出100万，这他妈的就很离谱了。我记得那次好像是小黎给他兑的奖吧？哈，是我，当时还跟他合影来着，照片就贴在大厅。你个小姑娘算是赚到了，我记得那小哥的真实身份还是一个什么集团的太子爷吧？最近兑奖处办公室清闲的不行，几个工作人员正三两两的凑在一起聊天。我真是服了，怎么有钱人运气还这么好？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又穷又飞的人一条活路啊？哎，这种事情很少的。你看咱们几个在这闲出屁了，这段时间哪有人来领奖啊？就是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啊，一次就够了，怎么可能还天天？工作人员们正嘻嘻哈哈的聊着，忽然一声男声打断了办公室的谈话声。你好，我来兑个奖。眼瞅着一道人影径直走进了兑奖办公室，被称为小李的小姑娘正在玩手机，这才从电脑前抬起头。请问你的兑奖金额是多少呀？1055万。听得小姑娘拿手机的手赫然一抖，手机都差点扔地上去，一跟眼前的来兑奖的人对视。你不就是上次那个中200万的？小李一脸的惊愕。你还记得我呀？而站在台前来领奖的人，可不就是刘从吗？第97章，投资和消遣仅1墙之隔。这已经是刘从第2次进彩票中心了，连领奖办公室在几楼几号他都已经轻车熟路了，甚至大厅还贴着他上一次来领奖时跟这里的工作人员拍的照片。
眼前给他兑奖的工作人员还是当时那位妹子啊！哈哈哈，当然记得了。小李一阵磕磕巴巴的看了看刘从，又看了看刘从手里递过来的刮刮乐，一时间不知道是先吐槽这个还真的再来一次的兑奖人，还是先吐槽这个兑奖人的中奖金额了。等等，这小哥好像有点眼熟啊！喂，这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中200万的小哥吗？哈哈，说曹操到啊！半晌，周围其他的工作人员们也反应了过来，压根没在乎刘从是不是来兑奖的，顿时一股脑围了上来，看向刘从的眼神简直就像是在看明星。等会，刚才说中了多少来着？我看他，我操，1000多万！连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们都惊呆了。小哥你这运气简直逆天！我去，我在这工作快20年了，都还没见过艺人在1年内中这么多钱的。得，这回给我赶上了，小哥啊，上回你是午休的时候来，咱们都在休息，等会你可得跟我们喝张饮。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们简直热情似火，围着刘从就唠了起来。刘从直播间里目睹全程的观众们却看乐了，弹幕也跟着调侃：老熟人了，老熟人了，笑死！兑奖中心的人都认识从哥了。你们谁还记得这妹子上一次给从哥兑奖时说的话吗？哈哈哈！哎呦，我记得人家妹子说的下次再来。莫如你所愿，真来了。从哥，我踏马来了。哈哈，我也不过就运气好了一点。陡然被人围了这么一圈，刘从还有些不适应。他上一次被人这么围着，还是跟马虎在酒吧喝酒的时候。好家伙，他是不是得跟上次一样，趁彩票中心午休的时候过来？不是，兄弟，你这运气已经好得超过常人了吧？工作人员接了刘从的彩票和证件，顿时笑道：我还没见过有谁的运气能超过你的，我敢说，这论起买彩票，没人能超过你啊！哈哈，嗨，这也是巧合。本来我买的这种只中了500万的，这一张是别人给的，谁知道也中了500万。刘从一听工作人员这么说，顿时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后脑勺，这可是真话。他当时就剩2张刮刮乐，其中一可不就是杨硕送的吗？还恰好都刮出了最高奖，2张都是500万，这可给刘从高兴坏了，当时想也不想就跑过来领奖了。哎，果然这比赛的选手还是好人多啊，不是教他收废品，就是请他喝酒还送他刮刮乐的，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啊！要是以后还能遇到那位兄弟，他可得好好感谢人家一番。哎，小哥你就别谦虚了，我这可是跟你说真的。工作人员明摆着不信，还别人送的，谁会给人送500万彩票啊？这不纯纯的大怨种吗？说实话，在我的意识里，我一直都以为买彩票只是一项娱乐消遣活动。此时节目现场，嘉宾马化云看着现场大屏幕上的画面，刘从不仅在彩票中心美滋滋的办完领奖手续，还跟工作人员们高高兴兴的合了一张影，甚至上一次那位给刘从兑奖的小姑娘也依旧笑眯眯的跟刘从打招呼，说什么下次再来之类的话。马化云一副如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这么看来，这似乎还能当成是某种投资啊，还是一本万利的那种。不，马总，你误会了，这就是一个消遣娱乐活动，只是某些选手因为运气太好，才让这个娱乐消遣活动妖魔化了呢。主持人小撒扯了扯僵硬的嘴角，连忙把话题拉了回来。不是，怎么感觉某个家伙的直播画面看多了，连他们节目组的嘉宾都被带偏了位？是什么活动？那得看什么人买才行啊。杨幂优雅的捋了捋头发，笑眯眯的说道。刘从选手买刮刮乐，那就是投资；其他选手买刮刮乐，那或许就是消遣吧。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当时心态就崩了。大幂幂的输出一如既往的稳定啊！别骂了，谢谢你，杨幂，谢谢你，杨幂。眼看着节目组的气氛似乎凝滞了一阵，嗨，好了，那么现在回到正题，在这里，我想再次向我们的选手重新声明一次我们的比赛规则。主持人小撒轻咳2声，敛了敛神情。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只要不触及到龙国法律和节目组规定，选手可以使用任何赚钱的方式。但是就在今天下午，很遗憾，我们有一位选手因为触及了节目组的底线，我们只能将他强制退赛了。小撒的表情渐渐严肃了起来。这名选手因为个人的原因，在某家彩票店对老板实施了一些报复性行为，并导致彩票店的老板受伤住院，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智的行为，我们节目组对其表示强烈谴责。想必已经有很多观众猜出我所说的选手是谁了，不过大家也不要对他过分苛责，人难免犯错，相对的他已经受到了惩罚，我们要对他施以宽容之心。主持人小撒正在节目现场正儿八经的介绍着，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里，弹幕也不由得一阵唏嘘。彩票店老板，好家伙，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原来彩票店老板是高危职业啊！彩票店老板，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没事，主持人你放心，我们非常能理解那位选手此时的心情哈。没事，哥们，咱们都能理解你，要怪就怪某些家伙的运气实在是好得过分。第98章，你看看你无形中伤害了多少人。
而刘从从彩票中心一边哼着歌，一边回到家，给啸天喂了狗粮，闲来没事看了眼手机，这才看到手机上弹出来一则节目组转发的新闻。咦，那兄弟怎么被强制退赛了？刘从扫了一眼，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又往下看，下面是一段采访视频。我怎么知道啊？我才是最无辜的好吗？光天化日之下，一拳给我砸了过来，还有没素质了？还有没有王法了？只见画面中，彩票店老板脑袋上绑着绷带，手上吊着石膏，就算人躺在医院病床上，也一副身残志坚、义愤填膺的神情，对着前来采访他的记者骂骂咧咧回应道：“他没中奖，还送了一张给别人，这还能怪我？关我什么事啊？我只是个卖彩票的，你有种你去找他啊！我真是毙了狗了，我毙！我祝他全家毙！”由于当事人情绪太过激动，视频只好用了消音处理。哈哈哈！好家伙，这老板上辈子怕不是个电报机啊！哈哈哈！从哥呀，你看看你无形中伤害了多少人！直播间的观众也通过无人机看到了刘从手机上的这则新闻，弹幕当时就看乐了。论一张彩票引发的血案，憋，咱们从哥可是无辜的，你们憋哥这引战啊！就是咱们从哥除了中奖1000多万以外，啥事都没干啊！我特么笑死！你们这帮比真不愧是从哥的粉丝啊！刘从看完这新闻，也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好吧，他之前还寻思中了这么大个奖，怎么报答人家一下呢？没想到这哥们不但整了这么一出，还被强制退赛了。那就没办法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啊！而眼下这1000多万到手了，加上刘从现在有的，总共1500来万，正好之前买酒吧花了的1000万，正好补回来了。但刘从可没忘，那间酒吧，那间名为天上人间的酒吧，眼下才交了1000万的定金，后续还得补3000万。刘从看着他跟那王彪签的售卖合同，顿时就一个头两个大。要是时光能倒流，那天就算是打死他，都不会跟马户进那间酒吧了。而旁边正在晒太阳的啸天似乎察觉到了两脚兽的心烦意乱，乖巧的凑了过来，用头拱了拱刘从。哎，还是你省心啊。刘从叹了口气，摸了摸啸天光滑的狗头，内心也勉强好受了一点，不像某些人。而回到家里，刘从似乎又闲了下来。客厅的落地窗正好能看到对面楼的情况，刘从也不经意朝窗外看了一眼。上一次练瑜伽的妹子这一次也在家，只不过这次妹子看起来似乎很忙的样子，在客厅里匆匆忙忙的收拾了一番，马不停蹄的出了门。啸天啊，把窗帘拉上。刘从看着看着，陡然意识到自己好像那个什么偷窥狂啊，这才对着啸天喊了一声。这窗帘全自动的，按个按钮就能自动拉上。而但凡刘从在家的时间，闲得蛋疼都会训练啸天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眼下正是啸天派上用场的时候。啸天汪了一声，找到控制窗帘的按钮，一爪子拍了下去。刷手机。接着刘从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打了个哈欠。我马上就到。很快，我从家里出发，5分钟。此时沈木秋正焦头烂额的从电梯里出来，匆匆忙忙的上了车，手里还握着手机，正跟自己的助理齐穗通电话。沈总，麻烦您快点，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电话那头的齐穗声音听起来也十分着急。马上，我要开车了，你先稳住他们，我到了再跟你说。沈木秋一关手机，启动车子开了出去。唉，宾利很快行驶上了正道，眼下正是红灯。沈木秋得空看了一眼手机，上边全是齐穗发来的催促信息。他难得享受一次假期，谁知道在这个时候，公司居然出事了。当齐穗在电话里一时焦急，只跟他讲述了一个大概。原本集团一个重要项目严重亏损，资金链断裂，导致整个集团运转不过来不说，股票也跟跳楼似的狂跌。这一连串事情出现，整个秋红集团此时仿佛一座已经倾斜的大厦，随时都会倒塌。而更加令沈木秋头痛的是，公司股票低迷，这也给了其他集团可乘之机。尤其是青日集团，这跟秋红集团曾经结过梁子的集团，在这个时候反击，要强行把他的集团收购，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说的再严重一点，一个青日集团不够，若是多个集团联起手来，把他的秋红集团强行瓜分，那是秋红集团创办以来空前绝后的大危机了。想到这里，沈木秋简直一个头两个大。又一个红灯出现，沈木秋停车看了看手机，上面显示着一个联系人信息：刘从，要不要向天印集团求助？沈木秋看着屏幕上刘从的手机号码，神情也十分复杂。但要是事情真的像他所想，青日集团铁了心要跟他作对，联合其他集团一起来瓜分秋红集团，到时候不但天印集团帮不了他，甚至自己还要被拉下水。但要是不求助，他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到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很快，沈木秋便到达了公司楼下，齐穗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了。一向注意管理形象的助理，此时头发有些散乱，脸色也有些苍白。沈总，您可算来了，董事们都在等着您呢。我知道了。
沈木秋再次叹了口气，但仔细想想，之前李助理似乎跟他讲过，在老爷子住院那段时间，天印集团也遭到过一次危机，而那一次正是刘从出手化解的。要是问问他，说不定他还真的有什么解决办法呢。第99章，事情有过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另一边正在刷手机的刘从，陡然手机一震，屏幕上显示出了一个陌生号码。谁啊？这是？刘从一看手机，这还是个滨城本地的号码。喂，是刘从吗？那个是我呀。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很好听的妹子，刘从倒是觉得这声音耳熟。你是？刘从还在跟啸天扔飞盘，但第二句话还没问出口，那头就匆忙把电话给挂了。刘从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当时也没当回事，放下手机又接着跟啸天玩了起来。来啊，啸天，接住！哇，怎么样，沈总？小刘总他怎么说？但此时秋红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沈木秋刚开完公司的紧急会议，手里正捏着手机，一脸的踌躇。我没跟他说。沈木秋叹了口气，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开口。沈总很少求人，尤其对方还是刘从，要是一遇到危机就求助对方，那岂不是让天印集团觉得自己很没用？这样他还怎么让那个家伙另眼相看啊？沈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助理齐岁也是一个头两个大了。您没听刚才董事们说的情况吗？青日集团那边已经联合了华天集团和鸿运集团，他们三家已经开始洽谈了。现在对我们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啊！哪儿那么快啊？别急，我再想想别的办法。沈木秋皱着眉头，还有，我们绝对不能乱了阵脚，这样只会给他们露出更多的破绽，尽量把消息给我压下去。哎，沈总啊，齐岁叹了口气。好的，我马上吩咐下去。这会还在家里跟啸天扔飞盘的刘从又收到了马户发来的消息。马户这家伙3天2头的往滨城跑，回回都跟任务汇报似的跟刘从说上一声，来的时候记得买点啤酒。但这次刘从却懒得出门，把自家位置给马户发了过去，又吩咐了马户几句。好嘞，保证完成任务。马户回得飞快，不一会儿马户就坐电梯上来了。刘从住的大平层，一层只有这一户。马户提着满满当当的2袋子吃食和啤酒，一边感慨着一边去按门铃。好家伙，果然是从哥住的地方啊，真他妈够气派的，甚至还是啸天给他开的门。狗子都是十分热情好客的，而刘从住在这里平日几乎没有客人，上一次有客人来还是从酒吧送他回家的王彪，但进门就看到一条摇尾巴的大狗，差点给马户吓一激灵。哟，等你半天了。刘从这才从后边慢悠悠的过来，径直从袋子里掏了瓶啤酒出来。嗨，我没来过这地方，稍微绕了点路。马户笑呵呵的搓搓手，从哥你家可够气派的呀，睁眼都看不到头啊。嗨，还行。刘从一摆手，摸了摸旁边疯狂摇尾巴的啸天的狗头，用来遛狗正好。马户脸上的笑容一僵，他的从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啊。哈，这王彪够意思啊，这么快就来汇报从哥你了。你还别说，这王彪总能给我整点新活。哈哈，那不然这天上人间能在他手里存活这么久？酒也喝了，嗑也唠了。刘从跟马户2个聊得正欢，陡然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马户晕晕乎乎的应了2声，这才从包里摸出笔记本。哟，你小子挺努力的呀。刘从一看，又一边笑着调侃了一句：嗨，我们打工人不多努力，还怎么成为从哥你这样的人啊？哈哈。马户连忙打哈哈，但也顺势问了刘从一句：对了，从哥你最近股票做得怎么样？股票？刘从一歪头，好家伙，他都快忘了自己曾经还买卖过股票这回事了。是啊，最近股市可热闹了，啧啧。马户神秘一笑，还让给刘从看自己的电脑界面。喏，你看看你这几只最近可都是新股啊，势头老好了，那叫一个突飞猛进啊，给股市杀了个片甲不留。怎么样，从哥，要不要跟一手？是吗？我看看。刘从本来都准备刷手机了，听马户这一顿吹的，这才扫了一眼。确实，名为华天重工和鸿运建设的2只股票一路飙涨，红了个半边天。我之前听人说是这2家集团最近有合作的意向，私底下已经签订了好几个项目了，当然这只是内部消息。马户还乐呵呵地跟刘从介绍道，当然自己好歹也是个职业经理人，他也想听听从哥这位真正的内部人员的口风。怎么样，从哥，要不要试试？但刘从却没吭声，眼睛倒是一直在电脑屏幕上瞧着什么。出现了从哥的专属眼神。而马户看到刘从这副神情，内心赫然一惊，嘴上也没打扰，还特意把电脑屏幕挪过去一点，好让刘从看得更加仔细。哈，想当初他跟从哥认识的时候，从哥买股票时就是这样的神情，没想到这一次又出现了。果然啊，看来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了。从哥可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啊，按理说这种集团之间的合作大事，就算官方上不公开，他们集团内部肯定会有一些消息的。操，早知道他昨天就加个杠杆了。
马虎越看刘从的神情，内心越发后悔。但是这只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他也拿捏不准。昨天看到涨停了，后悔也来不及了。麻蛋，早知道有这一幕，他就早点来问从哥了。我靠，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从哥要买股票了，从哥要买股票了。我操，我他妈直接蹲点。从哥，我准备好了，你就说买哪只吧。别说是马虎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刘从正在嫖股市，弹幕当场就炸开了锅。上一次我就没赶上，这一次还不让我多赚点钱。从哥，我的哥，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第100章，现在有多犹豫，等会就有多后悔。然而只见刘从在屏幕上看了几眼，似乎没有要吭声的意思，给马虎看得坐不住了。从哥，最近股市低迷，也就这2只股票势头好点儿。之前还有专家分析预测说这2只股票未来的势头也是一片大好呢。是吗？刘从仍然是敷衍性的应了一声，反正他最近赚了点钱，买点股票看看能不能多回点血。眼睛在屏幕上扫了2圈，最后落在了一只绿的发亮的股票上。等等，这只股票好像有点眼熟。这回他是真觉得眼熟，但仔细一想还是没想起来是啥。算了，估计是什么不重要的东西。嘿嘿，怎么样啊，从哥，要不要试试跟我投一次？马虎一看刘从一副还真的要看看的神情，顿时一个心花怒放。那这只呢？于是刘从便又在屏幕上扫了2眼，倒是看到一个之前涨势还不错，但是最近下跌的很厉害的股票。这只。马虎一看刘从指的那只股票，整个人顿时一愣。从哥，你确定吗？这只股票虽然一开始涨势还不错，但是最近已经……马虎话到了嘴边，顿时一副想到了什么的神情，表情也跟着变了。等等，这是从哥的内部消息吧？绝对是内部消息吧？已经？刘从一抬眼，嗨，没什么。而看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马虎，直播间里的其他观众们也狠狠躁动了起来。冲啊！听从哥指挥，能打胜仗，为从哥献出心脏，加仓啊！加，给爷狠狠的加，爷的杠杆呢？加上！从哥，你是我的神！但也有保持观望态度的。我靠，你们这么疯狂，万一扑空了，岂不是直接 GG？ 好家伙，新粉一脸懵逼啊！这从哥不就是打算买个股票吗？把全部身家都搭进去，会不会不太好啊？我害怕呀，这要是扑空了，那我死后怕是埋都没地方埋了喂。然后立刻被其他观众给对了回来，笑死！不信的这些都是假粉。记住你们现在一脸怀疑的心情哈，兄弟，你信我，你现在有多犹豫，你等会就有多后悔。咱们节目组都播出这么久了，怎么大家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啊？一开始我们的马总就已经教过大家这个道理了，对待股票一定要怀有稳定而冷静的心态，这样才是身为股民的基本素质啊！而且股票这种东西风险这么高，怎么可能像指挥打仗一样指哪打哪呢？大家赚的都是血汗钱，来之不易。对于这种高风险投资，一定要小心谨慎，冷静分析，不要随意听信他人的意见啊！而此时节目组现场，主持人小撒正神情严肃，一丝不苟地看着镜头，同时也请各位观众保持理智，不要发送多余的弹幕，这样会严重影响到我们主持节目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暂停1分钟弹幕功能了。小撒老师，你也该冷静一下了。旁边杨幂看着主持人小撒，面带微笑。你先把手机放下来再说话。不是，杨幂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掏出手机来看一下时间。小撒顿时轻咳2声，虽然放下了手机，但仍然时不时往上瞟了2眼。导演，这节目还能带手机上来的吗？杨幂简直无奈，还想去看台下的导演。喂，你们觉得刘从选手这一次会买哪只股票啊？你要不听听你在说什么？我他妈要是知道我还能在这……麻蛋，上一次我他妈就没买上，我媳妇差点骂死我，这一次我必买。那是，买就完事了。话说当初是谁选上刘从选手的？这不给人家加几波奖金？台下的工作人员们已经下意识聚拢在了一起，掏手机的掏手机，拿平板的拿平板，神情无比严肃。这要是不知道的去看，还以为他们在商量什么节目的有关大事呢。这节目没救了吧？绝对没救了吧？杨幂看了都摇头。没关系的，杨幂人各有志，大家这样的反应也是情理之中嘛。倒是旁边的马化云一脸正儿八经的看着杨幂，反正只是趁着镜头之外的画面不用在意的。也是，看来关键时候还是得看马总啊。果然是龙国的商业大鳄，就算在这个时候也丝毫不为所动，稳如老狗啊。果然是马总啊。杨幂顿时点点头。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为嘉宾，当然要好好的把这个节目拉回正轨上来啊。然而马化云话还没说完，整个人一顿，不好意思，我出去接个电话啊。接着就看到马化云一边从兜里掏出手机，一边匆匆忙忙下台。喂，很好，
帮我多盯着点这几个集团的动静，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即给我汇报啊。好，那就这样。看到马化云都出去打电话了，完犊子啊！这节目已经完犊子了吧？杨幂原本淡定的表情渐渐的转成了惊恐。马总你怎么了？马总，你得支棱起来啊！马总，你要是倒了，咱们节目怎么办啊？不要被选手轻而易举的打倒啊！咱们节目还得靠你撑场子啊喂！嘿嘿，我说杨幂啊，这我得采访一下你。潇洒的表情乐得跟什么似的，转头又看向杨幂，语气又转为了调侃。真不愧是我们的大明星啊，无论看到什么样的场面都十分淡定，就算面对股票的时候也能一脸坚定的毫不动摇啊。哦，这个我已经提前跟我的经纪人打好招呼了。直播间的观众顿时爆笑。哈哈哈！好，不愧是你，大幂幂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啊！大幂幂正在稳定输出。第101章，接着奏乐，接着舞。从哥啊，说真的，之前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你很不一样。是吗？有多不一样？就是。而两人本来就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根本没过多久，两人已经喝得相当醉了，红的白的黄的混着喝，效果仿佛也跟加了 buff 似的，开始翻倍。马虎正看着刘从，脸上还笑嘻嘻的，一边还想跟刘从说些什么的样子，接着打了个酒嗝，话都还没说完，当场就是一头栽倒在沙发上了，彻底不动了。哥，刘从看着倒在沙发上的马虎，刘从已经习惯了，虽说跟马虎一起喝酒也不是头一回了，但这在自家醉倒还是头一回，反正是在自己家里，爱咋咋的吧。啸天还在一旁安静的待着，也不闹，不是自己趴着，就是自己在那玩玩具，实在是饿了，这才叼着盘子朝刘从走了过来。汪！啸天吠了一声，倒是给刘从整精神了不少。哥，又饿了。刘从一回头，还一边扶着墙一边去冰箱拿肉，差点还踩到马虎，走得趔趔趄趄。冰箱一开，刘从低头，想也不想，看到冰箱里一整块雪花牛肉，看起来简直比啸天本狗还要大。刘从一整块拿了出来，咣的一声扔啸天面前了。来，啸天，今天整点大的。做完这些，刘从还不忘嘿嘿一笑。你看我是不是对你很好？啸天看了看面前的那一大团肉，又看了看刘从，眼神似乎有些欲言又止，仿佛就像是说，我不是人，你是真的狗啊？你看我像吃得下这团肉的狗吗？但啸天又低了低头，似乎思索了一番，还是把这块肉给拖走了。而等刘从喂完了啸天，马虎这家伙已经从沙发上睡得滚地上去了，笔记本电脑就在大腿上放着，差点给摔地上去。刘从迷迷瞪瞪的过去，扶了电脑看了几眼，画面还停留在股票的画面上，只不过眼下脑子实在是太过混乱，以至于刘从几乎完全忘了马虎之前重点挑出来的几只涨幅很好的，还有几只被嫌弃的。此时的刘从看向电脑屏幕上的股票图，眼神迷离，倒是旁边的马虎嘴里嘟嘟囔囔几声，意识似乎清醒了一点，顿时看到正抱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正不知道在干什么的刘从。等，从哥这是要入股吗？但马虎困得不行，身体根本就不允许他有其他的动作似的，马虎脑袋一沉，又趴在沙发上醉死过去。没办法了，所有能想的办法我已经想过了。哎，沈总，要不我们还是去问问，不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再坚持一会儿就再坚持会儿吧。沈总啊，再这么犹豫下去，马上就要到3点收盘了。此时秋红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助理齐穗急得团团转，而沈木秋紧锁的眉头就没松过。还有多久？只剩半个小时了。齐穗惊恐地喊道。没办法了。沈木秋看起来似乎还想挣扎一会儿，但是没办法，看了一眼时间，沈木秋又重重地叹了口气。那个，帮我联系刘老爷子吧，这条关系先他真不想动用的这么早啊。本来他还想等以后集团真的有重大危机的时候再用，没想到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候用了出来。这一次无论是他的集团还是他个人都亏大了啊。看来亲日集团那帮家伙真的是狗急跳墙，这是想跟他同归于尽。马上！而旁边的齐穗等的就是沈总这句话，一听沈木秋的命令，转头就去打电话了。虽然暂时动不了天印集团，但拿下一个秋红集团，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哈哈，这还不是多亏了华天和红玉那个2个老狐狸，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只不过这件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不要又被别人拿了把柄，反过来还来威胁我们了。拉倒吧，我们3家合作起来，等吃下秋红集团，他一个天印算个屁。是啊，俗话说得好，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此时亲日集团正在召开秘密会议啊，等等，我不是在说你们啊，我是说华天和红玉，他们2个才是臭皮匠啊。行了，都少说几句吧。董事会议上一阵哄闹，为首的男人眉头紧皱，虽然两鬓斑白，但神情不怒自威。要不是某人请的那些杀手们至今都没能将刘从干掉，我们他妈的还用得着用这种手段？亲日集团的李总身为董事长，
当然，所有一切都要从集团的利益上出发，无论是雇佣杀手还是恶意竞争，只要是为了亲日集团，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本来还以为之前那个叫刘从的继承人死定了，谁知道这家伙不但没死，买通的杀手们反而还没了下落。前不久甚至还有个洗白了，给李总都整不会了。妈的，这到底是他派出去的杀手太离谱，还是那个叫刘从的更离谱啊？不过这么一来，李总也暂时不敢再跟杀手组织那边通气了，打算消停一段时间，等那个叫刘从的家伙放松警惕了再说。当然，李总也不会平白无故的浪费这段时间。这一次我们在秋红旗下的药厂做了手脚，爆出了新闻，才让他们集团名誉扫地。不过为了不被发现，这件事我们也只有一次机会，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没关系啊，李总，所谓商场如战场，战场讲究的不就是一个兵不厌诈吗？反正他们秋红的股票已经暴跌了，等今天收盘，我们就开启收购工作了。另一位董事得意一笑，一边摸了摸下巴。到时候管他天印集团的太子爷死没死，天印集团不照样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哈哈，那是当然。李总也自信一笑。第102章，说了多少次不要半场开香槟，不然我之前做出那么多，不就是为了今天？距离收盘还有多久？还有10分钟。很好，正好我口渴了，开个香槟庆祝一下。亲日集团的董事们围在一起，给李总敬酒的敬酒，吹牛的吹牛。然而下一秒，李总都还没来得及享受下属给自己倒上的名贵香槟，其中一位董事陡然神情一慌，一脸惊恐地看向了他。我操，李总不好了，秋红药业的股票开始涨了。什么？李总当场一顿，装着香槟的高脚杯都差点摔碎。这不可能，你他妈给我看清楚点，他们出了这么大的丑闻，股票还能涨？秋红集团名下的公司有很多，其中秋红药业属于大头，秋红集团60%以上的资产都来自于秋红药业，直接拿下的话消耗的财力太多，当然若是刻意抹黑拉低对方的股票，那收购起来可就容易多了。而制药嘛，这个一直都是国民高度关心的话题，只要刻意曝光其危害性的一面，就像蝴蝶效应，很快就能造出一场谣言海啸。秋红制药的谣言对于秋红集团来说当然是致命的，因此他们这会只需要坐享其成就好了。但谁也没想到，秋红药业那惨不忍睹的股票居然还能涨。李总，这是真的。而旁边一个正在关注新闻的董事颤颤巍巍地抱着手机过来了。李总，我们之前派出去抹黑秋红集团的那个人被抓了。什么？李总瞳孔一震，咔嚓一声，手里的高脚杯瞬间在地上砸了个粉碎。此人声称受亲日集团某高层的威胁，在秋红制药有限公司蓄意破坏，并在网络公共平台上散播谣言，从而给秋红集团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目前警方已进一步调查，我们将……新闻里传来记者严肃的报道声。李总，这家伙还把我们卖了！我操，不是吧？这家伙这么阴险，这个二五仔，他妈的！而其他的董事们也看到了这则新闻，纷纷气得破口大骂。这他妈的！李总更是气得一阵哆嗦。妈的，明明就差一步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李总，股票！还没等李总缓过劲来，旁边又一位董事一脸惊恐地喊了一声。李总当时心里咯噔一声，猛地去看股票的图。这看到屏幕上的股票图，李总当场瞳孔地震。老爷子，你现在有空吗？啊，原来是小邱啊，以后直接打给我就行了吗？怎么还打给公司？哎，我是怕您太忙。而此时，秋红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沈木秋总算等到了刘天印闲下来。不忙，老爷子那头的声音听上去十分轻快。怎么了，小邱？老爷子，我想请您出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挽救集团的。沈木秋的声音既焦急又无奈。嗨，你说什么呢？我那孙子不是已经帮你了吗？然而电话那头老爷子的声音似乎还夹杂着一丝笑意。沈木秋一愣，起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看见旁边的齐穗正抱着个平板电脑朝着自己跑了过来，脸上的表情还十分惊喜。沈总，我们的股票开始上涨了。什么？沈木秋一愣，看了看平板，只见原本秋红药业绿的心慌的股票突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股高歌上涨，蹿红一片。沈木秋又看了看齐穗，懵逼了。啥情况？哈哈，小秋啊，我知道当下你遇到了难题，你也别怪我这个老头子不跟你说一声，这不是想给年轻人一个表现的机会吗？哎呦，也是，这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这个老头子再插手就显得有点不太合适了，哈哈。接着电话那头还传来老爷子爽朗的笑声。好的，谢谢您。直到挂电话的时候，沈木秋头还是晕的。沈总，你再看看这个。齐穗明显激动坏了，连抱着平板的手都在颤抖。沈木秋看着平板上的内容，只见秋红药业的股票从3.34美元每股，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已经涨到了3.57美元，
沈总，收盘了，收盘了。齐穗抱着平板，双眼更是紧紧地看着屏幕上的股票波动。秋红药业每股3.67美元，涨幅10%，涨停了。怎么会？看着平板上红的发亮的股票，沈木秋这才缓缓回过神来。刚才在电话里老爷子说的，这就是刘从的手段，这就是天印集团未来继承人的本事。沈木秋早就听说，之前天印集团陷入危机，那一次是赛创科技和青日集团暗中勾结，那一次听李助理说起，也是这位小刘总摆平的。而事后老爷子也曾经跟他说过，那一次不但摆平了赛创科技和青日集团，反将了他们一军，甚至还拿捏到了青日集团的把柄。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小刘总就开始对青日集团布局了吗？太好了，沈总，咱们的秋红集团终于安全了，股价也涨回来了，不用担心会有人恶意收购我们了。齐穗更是喜极而泣，仿佛跟劫后余生似的，差点就跟沈木秋抱在了一起。哎，是啊，想通了一切，沈木秋也豁然开朗，嘴角不由得勾了勾，露出了柔和的笑容。这一次可多亏了他。沈木秋不由得自言自语道：沈总？谁啊？齐穗这才抬眼看向自家沈总。嗨，沈木秋回神，尴尬了一阵。不过考虑过他的这位好助理之前还在公司散播他的谣言，这件事情就不告诉他了。那个晚上的时间帮我空出来。好的，沈总。齐穗笑呵呵的点点头。怎么了，沈总？您要去约会吗？这个你不用知道。第103章，又菜又爱玩。而此时天印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刘总，这一次反击青日集团，小刘总干的还真是漂亮啊。哈哈，是啊，还真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啊。刘天印老爷子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了一口茶。话说他跟刘从这小伙子接触也不是1天2天了，这小伙子年纪不大，本事挺大，光是这短短1个月，关于他这位继承人的话题就够多了。但老爷子越是耳熟，对这位天降继承人就更加满意。好，真不愧是他选中的继承人。听说青日集团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搞小动作，跟一个地下组织有联系，似乎还跟我们有关。接着李长青压低了声音，在老爷子耳边说道：哈，他们要是有那么大的能耐，还会搞这些小动作？怎么不搞大动作？老爷子丝毫不慌，缓缓喝了一口热茶，说到底就是忌惮。你可别忘了，之前我那孙子弄到了他们的内部文件，那可是个好东西，这不现在就派上用场了，既打击了青日集团，还解了秋红集团的困境，真是一箭双雕啊。老爷子满意的摸了摸胡须，脸上的笑意更深。亏我这个老骨头之前还想过撮合他们俩呢，现在看来真是完全没必要。哈哈，也亏得小刘总瞒了这么久，没想到还是暴露了呀。李长青顿时一副我懂得的表情，忙不迭点头。没关系，反正说来说去也都是他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们不插手，说不定他们还成长得更快呢。老爷子顿时哈哈大笑。从哥，醒醒。而此时另一边，正躺在沙发上睡得死死的刘从，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叫他。刘从的睡眠质量一直不差，尤其眼下还叠了一层酒精的 buff， 刘从这睡的就更死了。奈何旁边正抱着笔记本的马户实在是激动难耐。从哥，你的股票涨停了！马户对着刘从又大喊了一声，这一声仿佛正好喊在了刘从的心巴上，刘从当场就是一个垂死病中惊坐起。哎，从哥，你可算醒了！马户一见这么喊还真的有用，连忙把手中的笔记本朝刘从递了过去。从哥，你快看啊，你买的秋红药业涨停了，刚刚收的盘。马户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给刘从指着电脑屏幕上的界面，声音都沙哑了起来。秋红药业每股3.67美元，涨幅10%，而刘从投进去140万美元，血赚了14万，换算成人民币就是96万啊！但此时的刘从神情似乎还在梦里似的，整个人都是懵的。不是，我什么时候买股票了？刘从试图读取一下自己睡死过去之前发生的事情，读取失败。刘从光记得自己在看马户的电脑，显然对自己当时干了什么已经记不太清了。靠，从哥你也真是的，怎么还偷偷买股票啊？但面前的马户人也不知道是太过激动还是怎么的，脸上一副心态要崩的表情。呜，从哥，你为什么买股票都不叫我？你变了，从哥，你变了。你要是叫醒我，说不定还能给你加个杠杆。马户一脸欲哭无泪，原本因为突然醒来而晕晕乎乎的感觉也瞬间消失不见了。不是，我那个时候好像是乱点的呀。刘从还在努力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再通过马户的激情互动以及电脑上呈现出来的交易信息来看，这件事应该是他干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刘从自己还是能确定的，不是兄弟，我乱点的股票完全都是瞎猜的呀。兄弟，你就别谦虚了。马户根本不信刘从的鬼话。哈哈哈
哈哈哈！草，别为难咱们欧皇了行吗？从哥你也真是的，自己酒量那么差，这次还喝这么多，甚至还混合喝，又菜又爱娃啊！这是没关系，问题不大。我们这波跟的紧紧的，也就赚了20万吧。我操，楼上你他妈的有钱啊！我才赚了8万。好家伙，感情这直播间我最穷，我只赚了2万多呀。而看到马户和刘从的互动，直播间的弹幕差点没笑死。没关系，你们就算赚的再少，也比某个家伙强啊！哈哈哈。是啊，兄弟们，看看近在眼前的马户吧，天知道这家伙错过了多少啊！哈哈哈哈。你看看你啊，马户，亏你还是个经常跟咱们从哥打交道的，给你机会你是真不中用啊。只有马户受伤的事件达成了。事后，在马户即将返回公司上班之际，他甚至都还在惦记这件事。从哥啊，你下次炒股，不管我在干嘛，你都要告诉我呀，知道吗？从哥，求你了，炒股千万别丢下我，我就怕你不带我玩。马户激动地握住刘从的双手，反复强调：我都说了，这一次只是意外啊。刘从无奈地摸了摸后脑勺，这个马户是不是脑子让驴给踢了？怎么自己说了这么多次都不信啊？而马户走后，刘从拿出手机一登录自己的账户，但看到里面自己的钱陡然变多了，刘从内心还是爽道：好吗？喝醉这么多次酒，他可总算干对一件事情了。看来今天的运气还不错，阴差阳错随便选了个股票，居然还真的涨停了。但下一秒，手机的页面上，之前刘从还以为是骚扰电话的号码，此时却再一次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还正好是他买的股票涨停之后。刘从内心也更加确信了，好家伙，诈骗电话还打2次。喂，刘从。而这会那头的女生听上去似乎平静了许多，甚至还夹杂着笑意。刘从一愣，咋的？这骗子还知道他的名字，整得挺高级啊。我请你吃饭吧。好。第104章欧皇单刀赴会。哎，原来这个骗子是你啊。半晌，刘从这才认出电话那头的人是沈木秋。啊，没啥。刘从急答。好吗？看来自己这是忘记存上沈木秋的号码了。哈哈哈，沈总要是知道1分钟前从哥怎么称呼他的，恐怕要生气吧。沈总，生气倒是不至于。你们没看新闻吗？都说咱们从哥在危难关头抬了沈总一手。什么玩意啊？那个不是小道消息吗？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顿时整笑了。咋的？小道消息就不正确了？正确的那还能叫小道消息吗？你们冷静点吧。依我看啊，这件事恐怕是真的，不然沈总怎么会请从哥去吃饭？也是，有道理啊。显然，电话那头的沈木秋似乎也没察觉到这一点。沈木秋正握着手机，神情还有些踌躇，耳根泛红，说话还支支吾吾的。嘿嘿，我说啊，那个之前你不是请我吃饭了吗？我说要请回来。话说这个理由应该很好吧？不会显得很突兀吧？虽说自己一方面也是为了请刘从吃饭，但更多的也是为了报答刘从。沈木秋甚至之前还想请刘老爷子和李助理来着，奈何人家刘老爷子好像一开始就知道他想说什么似的，笑呵呵的回绝了。哈，这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这个老东西还跟着你们去掺和干嘛？天知道老爷子在打什么主意。我还记得你喜欢吃什么。对了，要不这一次你来选地点怎么样？这头的沈木秋一边说，一边还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齐穗。但沈木秋似乎忘了自己根本就没把这件事跟齐穗。此时齐穗正在欢快地处理公司后边的事情，眼神一跟沈木秋的对上了，神情还有些疑惑。怎么了，沈总？这是高兴的脑子坏了？等等，难道是？齐穗下意识推了推眼镜，眼神流露出八卦的神情。沈木秋多了解自己这个助理啊，一看到这家伙的表情就知道在想什么了。喂，肯定又在内心吐槽他吧？哦，那行啊。不过还好，电话那头的刘从回答得很爽快。好的，那么你选好地址之后告诉我就行。沈木秋这才交代完事情，缓缓把电话给挂了。沈木秋顿时深呼吸了一口气。好了，工作。他甚至还发了一会儿呆，看起来像在想什么事情。不过很快，沈木秋就变回了沈总，投入到工作中去了。看到旁边的齐穗，人都傻了。靠啊，这还是平日里乐于对人和事业为上的董事长沈总吗？天，稀有的表情出现了。齐穗当场趁沈总还在专心看文件的功夫，当时就掏出手机，噼里啪啦的一顿操作。我去，沈总居然开始约人吃饭了。齐穗正眉飞色舞的在公司他们私底下的群里扣字，而且神情看上去还很羞涩的样子。卧槽！我擦！齐助理，这话可不能乱说。你再说一遍。沈总害羞了。我尼玛，没想到咱们沈总还有这么少女的一面吗？靠！看到前面一句，我刚想说这不是正常的吗？但是我看到后面一句，打扰了。同感，我也以为沈总是要出去谈生意的，没想到啊，
没想到，好家伙，齐助理，你他妈还真是记吃不记打啊！你这么八卦，你忘了上一次沈总怎么罚你加班了呀？哈哈哈！很快，在齐穗发完消息之后，公司的群里就炸开锅了。这有啥？我加班是加班，但是加班公司照发啊！齐穗扣字扣得更加起劲了。还有，这不叫八卦，这叫向公司员工传达上级的。高啊，齐助理，实在是高，笑死！齐助理，你可别被沈总逮着喽。显然，经过齐穗的不断活跃，聊天群也更加热闹了，看得齐穗也更激动，笑得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去了。笑死，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八卦老板更有趣啊？齐穗，齐穗！但旁边此时已经看完文件，正抱着手机的沈总已经喊了齐穗好几声。齐穗！一声重呵斥，齐穗浑身一抖，这才看向沈木秋：“你帮我看看这家餐厅的位置。”“你在干嘛呢？笑得这么欢？”沈总正睨着眼睛，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看向齐穗。刘从那家伙很快选好了地址，现在已经发过来了。沈木秋一时半会没想起来这家餐厅的位置，正打算来问问齐穗，谁知道就看见这位助理一脸嬉皮笑脸的看着手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我没干嘛呀，在刷视频呢，哈哈。但认真严肃起来的沈总还是很有魄力的。齐穗差点都没敢跟沈木秋直视，连忙开始打哈哈。餐厅是刘从随便挑的，虽说已经来到滨城1个月了，但大多数地方刘从还是不太熟，毕竟来到这城市，他也是在自己熟悉的一带活动。至于餐厅吗？反正在手机上一搜附近评价最高的餐厅的排名，然后选一个最贵的就完事了。这是一家开在郊区的自助餐厅，人均消费600左右。刘从脑子里想到的那些好吃的这些餐厅应有尽有不说，还请到了世界各国的主厨、名手大师汇聚一堂，可谓真是饕餮大餐了。这家餐厅还不错，之前老爷子也跟我推荐过呢，但是我最近太忙了，一时间没想起来，没想到你也正好选中了这里啊。沈木秋落座，也笑眯眯地看向面前的刘从。啊，这么一来，果然亲日集团那帮家伙的落网，跟天印集团有脱不开的关系吧？虽说老爷子说自己没插手，但沈木秋觉得自己还是隐隐感觉到了什么。偏偏这一次还这要巧，正好在老爷子推荐的餐厅呢。想到这里，沈木秋脸上的笑容更深了。第105章，整点两眼一黑的活儿。哦，这样啊。显然，刘从看起来压根就没当回事。那你就多吃点，反而还一脸嬉皮笑脸的看着他。沈木秋的一腔热血仿佛被当头一盆冷水淋下，沈木秋不由得扯了扯自己僵硬的嘴角。好吧，难道是他一开始就想错了，还是……算了，这个不重要。刘从这家伙一天天不着调的性格，他似乎也习惯了呀。嗨嗨，那个……于是沈木秋还是决定回到正题上来。刘从，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不客气。这回刘从甚至看都没看沈木秋，正一本正经的看着菜单。这地方贵有贵的理由，除了华丽的装修和极其个性的设计风格，点菜也是用平板电脑。而刘从看了好一会儿平板电脑之后，这才反应过来，什么？就是股票的事。陡然跟刘从四目相对上了，沈木秋的脸腾得一红，连忙低头喝水。奇怪啊，这股心跳莫名开始加速的感觉是怎么回事？他这明明也不是第一次跟这家伙见面了吧？哦，刘从这才想起来，等等，他之前买的那只股票好像是叫秋红什么的，难道还真是这家伙旗下的产业啊？嗨，没事儿。刘从顿时一摆手，我当时只是随手买只股票打发时间，娱乐而已，不用在意哈。哎，你太谦虚了。沈木秋一听，还以为刘从这家伙是在给他解围来着，内心对刘从的好感不由得又升上了几分。哎，刘从这家伙原来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粗心吗？我说兄弟啊，你是不是弄反了什么？好家伙，把股票当娱乐，刮刮乐当投资是吧？好，不愧是你。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都被逗乐了。从哥在这方面就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哈。我说从哥啊，下次你去买刮刮乐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这家店的鹅肝还不错，味道十分细腻，你可以试试。而经过一番交谈，沈木秋似乎也渐渐进入状态了，开始跟刘从笑着谈起了菜单。是吗？那我点个试试。刘从点点头，本来正专心的看着菜单，但陡然间眼角的余光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晃了一下。接着刘从一抬眼便看到了沈木秋手腕上的那对镯子，想起来了，这好像是他之前收废品时，这镯子还挺衬你的嘛。刘从笑道，便随口这么说了一句。是吧？还是你眼光好啊，这样的镯子我平日在市面上都很少看到。沈木秋高兴道，他之前看到过类似的镯子，那都是在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东西，要价不菲呀。你今天怎么没有带你那个助理？刘从已经看完了菜单，便又随口问了一句。哦，他呀。沈木秋刚刚扬起来的微笑瞬间消失。他在加班呢。是吗？好家伙，连董事长的助理都这么卷。
刘从不由得想到，怪不得李长青那家伙总能给他整出点眼前一黑的活儿，感情这才是原因呢。这次还是多亏了你，哎，以后你要是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直接跟我说就行。嗨，客气，这些都是小事儿。哈，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很快，一顿饭吃下来，沈木秋和刘从都十分开心。沈木秋成功答谢了天印集团这位太子爷，他似乎也能期待日后的最新发展了。太好了，在跟天印集团接轨这件事上，可能眼下只是他个人的一小步，但是这可是秋红集团的一大步呢。刘从这家伙，要是真的能成为她男朋友的话，等等，他在想什么？当场沈木秋给自己整的脸都快烧了。没关系，你这不是请我吃饭了吗？而刘从则是觉得，这地方不错，鹅肝的味道果然很好，甚至以后可以常来这家店了。嗨，那个，你最近是不是投资了一间酒吧？沈木秋连忙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干咳了几声，看向刘从。也算是投资吧。一提到酒吧，刘从内心就不由得咯噔了一声。话说沈总，你不是感冒了，怎么老咳嗽啊？沈木秋刚还想说些什么，陡然被刘从这么打断，一时竟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感冒了就得多吃药啊，我之前也老是打喷嚏，真是奇了怪了。刘从又一本正经地看着沈木秋说道。好的，这是在关心他吗？这绝对是在关心他吧。沈木秋的小脸更红了，眼神都下意识看向了其他的方向。那个呀，你投资的那家酒吧，我听说最近是不是有开分店的意向？哦，好像是吧。刘从摸了摸后脑勺，之前王彪好像是给他发了份工作邮件来着，不过他当时在跟啸天玩飞盘，扫了一眼就关了。现在这么一想起来，好像里面是写了分店什么什么的。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皮吧？沈木秋确认了事实，脸上顿时又恢复了笑容。这件事就交给我吧，我手里有一块地皮，在天阁路那边，明天我让齐穗把合同发你，你看过之后签个字就行。这块地皮是我私有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就当是回礼了。这件事是沈木秋在来的路上想到的，人家可是帮了他这么大的忙，他当然得好好谢谢人家。这块地是他私有的，不用走公司账目，也不用被齐穗那个爱八卦的家伙知道，省得他一天到晚在公司里乱说。哟，沈总出手还挺大方的吗？刘从也乐呵呵地回应道。他所在的叫天阁区，而天阁路则是天阁区的中心，也就是之前他头一次住的索菲亚国际酒店双子楼那边。我靠，天阁路那边的地皮简直是你妈的天价啊！送黄金的搁这，连刘从直播间的观众都惊呆了。你们资本家送礼都这么毫无人性的吗？这特么也太豪了！沈总看看我可以。第106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最后沈木秋还是跟刘从一同回来的，反正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嘛。沈木秋笑呵呵地说道。好家伙，可算让他找到一个正经理由了。也是，刘从点点头。本来自己今天特意没开车出来，还想在这附近溜达一会儿。既然沈总开口，那他也别拒绝人家一番好意了。而到了地方，刘从刚要乘电梯上去，这才看到沈木秋还没下车，正准备朝另外一个方向开去。小区的地下停车场是分区域的，哪一栋哪一片当然是规划好的。刘从还以为沈木秋要跟他一起上去，这才多问了一句，我住那边。沈木秋一看刘从开口，顿时笑着回答道。刘从一看沈木秋指的方向，等等，这家伙住的那一栋不正好在他对面吗？好家伙，没想到这要巧啊。而不光刘从这么想，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也反应了过来。怎么你俩原来还是邻居啊？这哪里算什么邻居啊，这分明就是对门。笑死，大家都是一个小区，咋的今天才碰上啊？弹幕们纷纷调侃道。好家伙，话说从哥这套房子是之前沈总送的吧？哈哈哈，这么说沈总不会早就对咱们从哥心怀不轨吧？哎呦，难说。你们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之前咱们从哥不是正好看到对面楼里有个身材很好的美女吗？你们还记不记得？哈哈哈，那谁会忘啊？好家伙，你这意思该不会那美女就是沈总吧？弹幕顿时讨论得更加欢乐了。沈木秋回了家，这才看到齐穗发来的信息，上面信息很简单，也就是青日集团在事情曝光之后，高层还想跟沈木秋见面谈谈补偿。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谈的？沈木秋本来今天心情挺好，现在看到青日这2个字就来气。我之前跟你怎么说的？青日集团的事情一律拒绝掉。沈总，本来我也不想打扰到您，是青日集团那边为了请你帮忙说情，会开出很高的条件。助理齐穗也只有在工作的时候会稍微正经一点了。沈总，我们集团最近的亏损还是很……你直接拒绝青日那边？沈木秋揉了揉眉心。我们集团这边，刘从已经……噗！沈木秋本来正在按电梯按钮，这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话都到了嘴边，沈木秋还是硬生生收了回去。嗨，那个你不用管，我已经有补救措施了。
哦，好的。齐穗的声音听上去沉稳得很，然后乖乖挂断了电话。沈木秋看着手机上显示着的齐穗的号码，内心陡然松了口气。好家伙，差点就说漏嘴了。要是被齐穗这家伙知道，恐怕全公司也能很快知道了吧。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传出去多不好啊。问题是，可别让刘从那家伙以为他是个别有用心的人啊。然而电话这头，沈木秋刚挂断电话，齐穗在这边就打开了群。齐助理呢？也还等着后续呢。喂，沈总出去吃饭回来没啊？不会又出去过夜了吧？笑死，你这个过夜用的很灵性啊。你们这么紧张干嘛？人家沈总要什么男人没有？瞧瞧你们这副没出息的样子。上班摸鱼的时间，群里的消息早就炸开了锅。哈哈，这回小李没说对啊，沈总刚才已经回家喽，没有出去过夜呢。齐穗笑眯眯的在屏幕上扣字。哟，齐助理，你加班加完了吗？哈哈哈哈。不是吧，齐助理，沈总这回都没带你出去，你咋知道沈总没出去过夜啊？沈总要是出去过夜，那肯定不会回我信息的。齐穗继续扣字，而且据我猜测，很有可能还是上次那个男人。笑死，看来咱们沈总还是个喜欢吃回头草的性格啊。回头草怎么了？知不知道什么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从哥，上次给你发的分店方案你看了吗？此时刘从才刚刚到家，王彪就跟个嗅到猎物的猎手一样发来了信息。从哥，咱们店这个月的生意也好到爆呢，开分店的地址咱们一定要好好斟酌斟酌啊。而王彪正一边笑着一边乐乐呵呵的在手机上扣字。不过话说回来，从哥可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啊，那开分店的事情还能马虎？那不随随便便就能办好？很快刘从便回了信息，我还没看。刚才还满脸乐呵的王彪脸上一愣，等我看完。接着刘从又发来一句。此时的刘从这才看王彪发来的文件。天上人间半年下来的收入都十分可观，尤其是成功进入天印集团之后，营业额就跟打了激素似的蹭蹭往上涨。对于开分店这个想法，王彪一开始只是在脑海里这么过了一遍，但没想到刘从还真的点头同意了。是的，当时刘从正处于喝醉酒时六亲不认状态，王彪说什么刘从都点头同意了，于是就有了眼下的分店方案。真是喝酒误事啊。刘从叹了口气，不过既然这家店已经成为他的资产了，他还是好好经营吧。从哥啊，王彪的声音听上去似乎在颤抖。那分店天阁路怎么样？刘从也看完了方案，方案倒是没啥问题，而王彪这家伙他还是信得过的。天阁路，刘从是淡定的很，但王彪就不淡定了。电话那头，王彪的声音听上去仿佛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靠，就是那个比寸土寸金还要更寸土寸金的天阁路吗？好家伙，想当年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在天阁路那边开店啊，但是那边简直金贵的不得了，租金的价格根本就不是他能想象的得到，所以后边他才选择了眼下的地址，开了这间酒吧。没想到从哥这一开口就是天阁路，这特么就是天印集团的实力，上来就吃这么一口大的。第107章，人不能，至少不该，是吧？我记得是叫天阁路来着。话说回来，沈总发过来的合同他还没看呢。刘从在电话里这么回了王彪这么一句，你要是有空就过去那边看看吧，看看开在哪个位置。真的？这边的王彪听得简直瞳孔地震，险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去天阁路那边挑选店铺？不会吧？难道他曾经的梦想现在就要实现了？而且还实现的这么快？王彪整个人简直喜极而泣。从哥啊，那边的店铺我听说是私人的。王彪强压下内心的喜悦，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虽然天印集团的确势力大得很，但天阁路好像不是天印集团的地盘来着。他就是因为听说是私人的，价格太贵，他当时才望而止步的。哦，别人送的。刘从这才回答道。送的。王彪一听，脸上的神情也更加惊愕了。这个都是小事。刘从合同还没看，也不知道沈木秋那家伙送的商铺是什么样的，反正看王彪这意思，开分店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你先去看吧，完事回来再跟我说一声好了。刘从也没太当回事，又随口跟王彪招呼了一声，他还得去喂狗呢。好的，从哥，我保证完成任务。给王彪激动坏了，妈的，能遇到从哥真是太好了，呜！汪！趴在沙发后边的啸天一看到刘从过来，顿时兴奋地站了起来，直直扑向刘从。哎呦，咱们好像也很久没有出去散步了吧？刘从乐了，低头摸了摸啸天，脸上也笑呵呵的。啸天的眼神肉眼可见的闪躲了一下，但看在两脚兽这么高兴的份上，啸天也还是吠了一声。汪！哈哈，乖呀，咱们马上出发。刘从给啸天喂完了肉，很快便牵起了啸天，打算再去周围的公园逛逛。殊不知公园的附近，隐蔽的角落里，一个戴着兜帽的男人正在给什么人打着电话。
大哥，我已经跟踪那家伙到附近了，什么时候动手？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动手啊，也不要在那家伙住的地方动手啊。电话里传来老魏骂骂咧咧的声音。你给我记住了，你的任务是干掉那个叛徒，他的任务跟你没有关系，你明白了吗？明白了。戴兜帽的男人应了一声，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凶狠了起来。很好，暴露也没关系，他不是喜欢出名吗？让那家伙好好出个名。老魏的声音也夹杂着愤怒。老大，这点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男人冷哼了一声，又跟老魏交代了几句，这才挂了电话。前段时间，一则再世雷锋勇就跳楼少女的新闻红遍了整个滨城。这件事要是放在普通人身上，那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问题就出在，救人的那家伙居然是他们杀手组织的一员啊！这尼玛能人，没见过杀手还能黑白通吃的呀？这他妈的简直是杀手界的耻辱！这不是在变招法的打他们的脸吗？不但任务没完成在先，现在还将身份彻底曝光在媒体之下。那没办法了，他们也只能杀人灭口了。这家伙知道他们太多的秘密，哪能这么轻易就给那家伙洗白了？想都别想。而很快，那位洗白的杀手韩飞正从公园里走了出来。这家伙体质过人，现在不但能下床走路，还能到公园里来散步了。啊，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敢出来，胆子还不小吗？男人紧了紧兜帽，狞笑着跟了上去。而此时正从公园出来的韩飞一脸小心翼翼，似乎东张西望了一阵，确定周围没人了，这才放心的出来。哎，现在出来踩个点都这么困难啊！韩飞两条腿才好，人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离开医院了。奈何现在韩飞出了名，医院这方面对他也是高度重视，不但给他安排了医生和护士，不给韩飞治好是不会放人的。而医院附近也有很多蹲点的记者，韩飞简直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出名过。那没办法，韩飞只能自己出来踩点，查看逃跑路线了。这公园是离开医院的捷径，也是最近的一条路了。很好，等巡夜的护士换班之后，绕过这个人工河。此时韩飞已经确定好了路线，正打算返回医院的时候，迎面走上来了一位遛狗人士。啸天，慢点啊，靠边。只见刘从正牵着啸天笑呵呵的往公园的方向走，而面前的韩飞看到刘从，当时浑身一震，身上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这他妈那个男人吗？上次可不就是这家伙逼得他无路可走，最后只能从阳台逃跑啊！这家伙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的，实际上这手段，韩飞恐怕这辈子都没法忘记刘从的脸了。但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出现在了这里，怎么回事啊？这难道是察觉到他还没死，直接跟踪到这里，想置他于死地吗？韩飞几乎目眦尽裂，一个闪身躲到了树后。该死的这家伙，还想赶尽杀绝吗？汪！而啸天被刘从牵着出来散步，现在空气也凉快，自然是高兴的吠了一声，给躲在树后的韩飞又吓得一激灵。妈的，自己照过来都算了，这一次居然还带了狗来闻他的气味吗？这他妈的也太欺负人了！正好还趁着他身上的伤口没痊愈，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喂，等会啊，啸天，我记得这附近有个买热狗的小摊对吧？刘从拉了拉绳子，看了看周围，又是一脸疑惑。热狗这东西吧，之前跟沈木秋吃的那家自助餐厅里也有，那都是用盘子端上来的，还做了摆盘，看起来那叫一个精致漂亮。但话说回来，餐厅有餐厅的做法，路边摊也有路边摊的味道啊。这热狗，狗吃了都还想吃。第108章，干一行爱一行。汪！而啸天似乎一副发现了什么的神情，正冲着树后喊了一声：“刘从循着啸天狂吠的方向看了过去。对啊，我们找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哎呦，真不愧是边牧啊，居然连这点都想到了。但树后，眼角的余光瞥见正往这边过来的人影，躲在树后的韩飞顿时抖得更加厉害了。我操，被发现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好，请问你看到那个？然而刘从刚过去，话还没说完，韩飞紧绷到极点的神经瞬间炸开，猛地从树后一个闪身，而身后就是一条人工河。就听扑通一声，水花高高溅起，就看到韩飞整个人摔了进去，河面上还在冒泡泡。卖热狗小摊了吗？给刘从看的当场一愣。啊，刚才什么东西从他面前闪过去了？旁边本来正在散步的路人也看傻了。卧槽，这人在干嘛？喂，有人落水了，赶紧救命啊！救个屁啊救，我他妈不会游泳啊喂！别说是刘从和路人了，连刘从直播间的观众们都看傻了。啊，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好家伙，怎么咱们从哥身边最近老发生这种事情？弹幕更是飘过一阵阵问号。我去，不会是社畜吧？捏马，楼上你这么说，我觉得好像还真有点可能。都说冰城压力大啊，今天我算是信了啊。然而附近原本正在跟踪韩飞，准备暗中将他干掉的男人，
跟着，视野中陡然出现了刘从的身影，给男人吓得当场一激灵，转头就往旁边的绿化带里一躲。他妈的，什么情况？男人当场低声咒骂了起来。那家伙不是几天前被组织列为头号危险人物的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发现他的存在了？喂，这家伙可是组织里的顶级杀手，都被轻而易举反杀的存在啊！现在要是发现他了，那他岂不是已经跟死人没啥区别了？但正在男人苦思冥想之际，下一秒，只听韩飞的方向陡然传来了一声响亮的扑通，接着就看到刘从站在原地，正看着还在冒气泡的河面出神。我操！给男人看的当场倒吸一口凉气，这他妈，这不是谋杀现场吗？居然给他逮了个正着！完了，这他妈的恐怕下一步就要杀他灭口了吧？喂！给男人吓得当时盯梢也不盯了，掉头就跑，鞋都跑掉一只，好像后面有鬼在追他似的。老大！韩飞他跳河了！男人一边逃跑，回头看到河边的情形，一脸惊恐的跟老魏打电话。什么？跳河了？老魏的声音听上去似乎还十分愉悦。干得不错，这样的话我们的痕迹也不会被发现。不是的，老大！男人连连否认。是刘从那家伙也在这里。我操！你说什么？下一秒，老魏也跟着慌了。刘从他怎么在这里？我不知道啊，我刚发现他的时候，韩飞就跳河了。男人的语气听上去更加惊慌了，仿佛看见的不是什么刘从，而是什么魔鬼似的。撤！快撤！撤得干干净净，绝对不能留下任何痕迹。老魏的声音猛地拔高了好几层。刘从那家伙看到韩飞没死，现在肯定在盯梢那家伙，你可别把自己搭进去了。哎，男人忙不迭应着，手机攥在手里都险些没拿稳，慌慌张张的扭头跑了。老大呀，怎么了？而杀手组织这边听到身为组织老大的老魏都这么一副惊慌的神情，组织的其余人也不由得凑了上来。刘从那家伙很有可能发现了这一切。接着老魏定了定神，又一脸严肃地解释道，不单是我们之前派出去的韩飞，还有眼下这名我们派出去干掉了韩飞的人，很有可能都被那个叫刘从的家伙发现了。不是吧？这个叫刘从的家伙怎么知道韩飞在公园里？组织里的人听到老魏说出这番话，也不由得个个都惊恐了起来。以我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老魏一皱眉头，凝神屏息，这个叫刘从的说不定是想通过我们派出去的杀手来找到我们的位置。既然他盯得这么紧，连公园这样人多而又容易暴露的场合都不放过，那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而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杀手们都不由得惊慌了起来。我靠，那怎么办啊，大哥？我们要暴露了吗？不可能吧，咱们这里可隐蔽得很，除了我们自己人，谁都找不到这里的。靠，我觉得以这家伙的离谱程度，找不找得到咱们这里都很难说啊。整个办公室更是嘈杂不堪。安静，给老子安静！终于，老魏一声怒吼，总算让嘈杂的地下室彻底安静了下来。难道你们以为躲在这里就安全了吗？人家要是有心，迟早会找到咱们的。现在已经不是任务的问题了，你们懂吗？最近亲日集团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咱们要好好趁着这个机会在亲日集团面前挽回点面子。老魏清了清嗓子，大声喊道，老大，没办法了，那咱们只能请外援了。而其中又有一位杀手组织的高层震声道，是啊，这个时候只有他能挽救局面了吧？不是，那家伙听说他身价很高的，听说之前还当过一段时间特工。靠，难道你们说的是查尔斯？那个被称为猎杀者的家伙？除了他还能有谁啊？咱们干这行的谁没听过那家伙的名声？这话一出，杀手组织的高层们再次议论了起来。安静！老魏再次呵斥一声，你们不要以为请外援这件事有什么好丢脸的，咱们干一行爱一行，如果你们有能其他降低损失的办法，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没有的话就给老子闭嘴。第109章，这位更是老折磨王了。不过后面的事实证明，老魏的想法是正确的，甚至说这件事交给专业的人员来说就是相当不一样。另一边，刘从一开始在公园里等买热狗的小摊，到现在跟一大帮围观人员站在河边观看爱心人士英勇跳水救人的场景的这段时间里，猎杀者查尔斯已经收到了老魏发出来的通知，并已经上了飞机。查尔斯，你要小心这个家伙，他已经损失了我们多名精英杀手了。老魏跟查尔斯说的这番话简直就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哦，放心，一个小小的公子哥而已，对付这个我们很拿手的。电话那头的查尔斯声音听上去十分轻快，充满自信。不过话说回来，佣金你可得先付给我70%，只要你能干掉刘从，事后再给你1倍。老魏恶狠狠地说道，似乎从独狼失手后刺杀刘从这件事的意义就变了。不过那些都不重要，只要那个叫刘从的家伙在这个世上消失，其余的事情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好的，那请你准备好佣金，魏先生。电话那头的查尔斯还挺有礼貌，真不愧是专业的，
但说到底还是本人太过自信的原因。甚至查尔斯挂了电话之后，正看着老魏发过来的刘从的信息，脸上还时不时嘲讽似的哼笑几声。看看我今天的任务目标，这一单完成任务，或许能打破我一直以来完成任务最快的记录也说不定。查尔斯已经上了飞机，人工河里的韩非也成功的被爱心路人给捞了出来。只见韩非浑身湿淋淋的，又被好几个路人安放到了地上。韩非还在呛水，咳得浑身抽搐。刘从站在旁边的人群里，跟周围一群散步的打拳的遛狗的大爷大妈们一起纯看戏。好家伙，果然是冰城啊，精神压力这么大吗？周围的大爷大妈们也没闲着，看着救人，嘴上一边念叨：唉，现在的年轻人啊，压力也太大了。是啊，怎么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上一次我还在新闻上看到一个跳楼的，怎么这一次又看到一个跳河的？哎呦，上一次跳楼的小姑娘走运啊，是被一个小伙子给救下来了。虽说两人都重伤住院了，但好歹也就下了一条命啊。我怎么看这个跳河的小伙子眼熟啊？是不是在哪见过？哟，这不就是救了小姑娘的那位小伙子吗？韩非不是不会游泳，纯粹是因为当时受到的惊吓太大，一个猝不及防，陡然一下掉河里。韩非当时腿脚没抽筋都不错了。小伙子，坚持住啊！我马上给你人工呼吸。周围几个热心路人还给韩非做了心脏按压，见韩非没反应，给旁边一个热心壮汉给整急眼了，推过周围人群就要压上去。躺在地上的韩非当时就感觉脸上投下来一阵巨大的阴影，迷迷糊糊睁开眼，就看到一个壮汉正撅着个嘴，大脸盘子准备按下来了。可嗨，给韩非吓得浑身一抽，又咳出好几大口水。太好了，小伙子，你可算醒来了。哎呦，我记得你不是在医院里吗？你的伤还没好，怎么跑这来了？你看一个人晚上出来多危险啊，这黑灯瞎火的，还好有人发现了你。就是说啊，小伙子，男孩子一个人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啊。热心的路人们见韩非醒了，顿时上前一阵关怀。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围观的刘从。只不过对于刘从来说，他对这家伙的认识都还不如周围的围观群众呢。他甚至都还没认出眼前这位就是那位勇敢救下坠楼少女的在世雷锋。哎，真是好人有好报啊！这小伙之前就下了那姑娘，今天也被人救下了呀。可不是嘛，果然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周围的路人们还在感慨着。啸天，咱们回家吧。看来今天咱们是注定找不到那个卖热狗的小摊了。刘从一看这人已经醒过来了，当时也没再继续看下去，扯了扯啸天的牵引绳，人也准备离开了。谁知道这时已经醒过来，甚至还准备起身的韩非陡然看到了人群里的刘从，给韩非看的当场又是一个瞳孔地震，浑身剧烈的颤抖了起来。那个男人，又是那个男人，这家伙居然还没走，现在是在找机会对他下死手吗？靠啊，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一个了断？这家伙难道是变态？就这么喜欢看人受折磨的样子吗？哎呦，小伙子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抖得厉害啊？嗨，刚从河里捞上来，能不抖吗？赶紧送医院去。小伙子你撑着点啊，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把韩非从河里捞上来的路人还挺热心，看到还躺在地上的韩非冷得直抖，还好心的把自己的上衣解了给韩非披上。但这边看到人群又传来一阵骚动，倒是又给刘从吸引去了注意力，下意识转头去看了两眼。韩非当时跟刘从来了个四目相对，抖得更厉害了。妈的，他以为他这个干杀手的心里已经够变态了，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更加变态的。但狗子不乐意了，这地方人多，刘从这个爱看热闹的往前走，啸天挤在人群里闷得慌，顿时抗议般的吠了一声。哎，行吧，回家。刘从虽然今天扑了个空，但看到这幕惊险刺激的一幕，算了，也不算亏。很快，刘从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看到沈木秋发来的邮件，电子档的合同之前沈木秋已经发了一份，这份算是补发，里面除了地皮合同之外，还有一些店铺的照片。刘从依旧是粗略的浏览了一遍，没办法，王彪之前跟他说过开分店的事情，他也不得不上心啊。第110章，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但这么一眼扫过去，刘从顿时愣住了。好家伙，按照之前他在沈总嘴里听到的说法，只是我手里有块天阁路的地皮，刘从第一反应当然是以为沈总在那边有一间自己的私人店铺啥的。没想到沈总这送的直接就是一条街啊。天阁路，整整一条街全送给他了，这可是滨城的中心商业街啊。这条商铺店面外加地皮，要真说起来恐怕比几只股票值钱多了。出手够大方的呀。刘从一歪头，这才一副饶有兴趣的神情，详细看了看合同，无非就是转让协议，大致上沈总已经核对好了，只需要他去现场签个字就行。我靠，这沈总出手未免也太大方了吧。知道沈总有钱，但是没想到这么有钱啊。你们懂啥？这特么明明是看上咱们从哥了。笑死，我特么就知道沈总对咱们从哥有意思。提案链，
提案恋。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都被整乐了。哈哈哈哈！你们有钱人谈恋爱都是这么送礼的？行，从哥，你这么多店，分一家给我吧，求你了。从哥，让我给你打工吧。呜，楼上的，你特么给我排队去。连节目组的主持人和嘉宾看到直播间里的弹幕，顿时都有些想笑。哎，看来我们的刘从选手不单是赚钱的运气不错，桃花运也很好的吗？主持人小撒正笑呵呵的打趣道。哈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咱们沈总还是很看重刘从选手的呀。嘉宾马化云也跟着笑道。谁知道呢，其实这样的事情都是缘分嘛。杨幂勾了勾嘴角乐道，说不定他们从一开始相遇的时候就注定了呢。哈哈，那他们的相遇多少有点难忘了。没关系，小说的男女主都是这么认识的，他们眼下能有这样的发展，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啊。哎呦，真不愧是见多识广的马总啊。节目组的气氛无比欢乐，直播间的观众又看到主持人和嘉宾们的吐槽，顿时难崩。乐，咱们这主持人和嘉宾永远都在吃瓜一线哈。咋的？难道咱们整个节目就只有从哥一个选手了吗？哈哈哈！笑死，从哥可不就是收视率和热点流量的象征吗？哈哈哈！此时，另一边，既然店面的地址已经确定了，王彪这边也不敢耽误时间。在接到刘从肯定的答复之后，王彪便马不停蹄的去看了分店的地址。从哥这行动力真不是盖的呀！王彪内心感叹，在几天的考察下来，最后敲定了地址，一家高级时装店，店主打算入驻商场，正好腾出了一个位置。王彪考察了2眼，这地段人流量就别说了，位置也是绝佳，附近还没有什么竞争对手。是啊，酒吧的竞争对手都还没出现过，在天阁路，那基本都隔了好几条街。这地方要是用来开个酒吧，那生意简直是没话说啊！很快，店面就开始进行改建工作了。当然，刘从闲的没事，自然也会过来看看进度。从哥啊，王彪现在刘从，那简直比看到自己的亲爹还亲。这位置怎么样？是不是贼牛逼？还行。刘从对于位置这一块倒是没什么想说的，反正这一条街已经是他们的了。周围的路人们看到这块店铺以及站在门口的2人，不少都被吸引去了目光。哎呦，这个哥们长得很吓人啊，这不是之前的网上很火那酒吧的老板吗？这是要开分店了？什么老板啊？那个现在是经理，旁边那个才是老板。我去，这老板这么年轻，年纪什么的根本就不成问题，人家另一层身份可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开个店什么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好吗？我记得他还上了个节目对吧？还是第1名呢，就这身份，那能不拿第1吗？不少路过店面的路人看到刘从和王彪，少不了一番羡慕的议论。从哥，这是规划图，你看看还有没有要改的地方。接着，王彪笑眯眯的像献宝似的将手里一份文件呈给了刘从。规划图？刘从一脸纳闷的接过了，这才低头看了起来。是的，咱们这家新店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王彪一看刘从似乎有兴趣的样子，顿时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口若悬河的给刘从介绍了起来。殊不知身后，喂，查尔斯，你到了？是啊，不过具体来说是刚到。查尔斯已经出现在了天阁路，甚至就在刘从开的这家分店附近。槟城的外国人还是很多的，查尔斯连伪装都没弄，就戴了个墨镜，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一副饶有兴趣的神情观察着刘从。查尔斯自己曾经就被队友出卖过，因此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对任务目标下手之前，得由自己亲自观察一番。从老魏那里听来的信息都是一些无稽之谈，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这样才更利于他动手啊。什么？你已经到那家伙的附近了？然而电话那头的老魏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似的，语气瞬间拔高了好几个档次。嘿，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观察观察。查尔斯悠然自得地说道，我还没有愚蠢到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的程度，我可不想出国一趟还被条子盯上，赶紧离开那里。听我的！老魏在电话那头怒吼，你他妈的可能已经被发现了，那家伙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你可不能轻点。嘿，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吵到我耳朵了。查尔斯反而还不耐烦上了，小题大做也要适可而止吧，他都没有发现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要做什么？难道现在他还能直接控制个什么东西来往我头上砸吗？第111章，懂不懂5星杀手的含金量啊？查尔斯，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这边的老魏都快气炸了，他奶奶的，怎么外国佬还真听不懂中文啊？怎么这么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明白呢？你这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啊！老魏正在怒吼，给旁边杀手组织的小弟们都看傻了。我说啊，老大这是怎么了？不知道啊，怎么感觉最近老大的情绪都很激动啊？妈的，还不是因为那个叫刘从的家伙，可不是吗？自从咱们接了青日集团的单子，都好久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了。我真服了，
老子当杀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你能不能闭嘴？现在可是咱们组织的关键时期啊！你这家伙以为我们内心不憋屈吗？这他妈的还不是为了咱们组织的未来啊！依我看啊，咱们组织的未来可能要断送在这个叫刘从的家伙身上了。周围的杀手高层们小声讨论着。得了吧，老魏，你已经老了，你的话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杀手的生存了。然而电话那头的查尔斯语气听上去不但十分自信，对老魏还有几分嘲讽。啊，这老魏哪里还能忍得了这口气？我说你他妈的！然而正当老魏对着电话准备一顿输出的时候，电话里陡然传来了一阵杂音。下一秒，哐当，只听一声巨响。我操！先生，这位先生，你没事吧？先生，来人啊，这里有人被砸到头了。紧接着电话那头便被强制挂断了。老魏后半句脏话瞬间被卡在嗓子眼里。啥子情况？啥子情况啊？被砸到头了？查尔斯被砸到头了。而此时另一边，天阁路的某家咖啡厅的楼顶，老高，你他妈怎么办事的？没看到下面有人啊？我去，我也不知道啊，绳子突然就松了。他妈的，还好这位先生没事，不然你小子就给老子滚蛋！两名工人正站在楼顶拆广告牌，其中一位看起来老练一点的工人骂骂咧咧，正在训斥旁边那位看起来年轻一点的工人。哎，真不是我明明已经检查过绳子了，我也不知道这绳子说断就断了呀。年轻的工人看上去一脸的委屈。你他娘的还有理了是吧？这他妈的可是天印集团旗下的酒吧，要是因为你小子出了什么事故，把你卖了也赔不起。老练的工人揪着年轻工人的领子就下去了。去，赶紧给人道歉。而现场，查尔斯本来电话接得好好的，就听头顶传来砰的一声脆响。查尔斯整个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头顶陡然遭受到了一次重击，掉下去的是半块广告牌，所幸体积不大，虽然不至于砸出人命，但是该疼的还是疼。查尔斯人躺在地上，脑瓜子嗡嗡的，右手下意识的去摸额头，还湿乎乎的一片。周围也已经站了好几个围观人员。哎呦，这人也真够倒霉的，怎么正好砸中他了？小伙子，没事吧？哎妈呀，这还是个国际友人。哈，这不是祖上做了什么亏心事？嘘，说什么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围观群众们议论纷纷，七嘴八舌。而这会，上面施工的工人以及旁边本来还在查看店铺的王彪和刘从，两人也都过来了。怎么回事？王彪本来都没在意的，直到眼角的余光瞥见那是原本这位置的老店要拆的招牌，当时脾气就上来了。操，老子之前怎么跟你们交代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吗？砸着人了吧？说完，王彪连忙去看地上躺着的那位的伤势。小哥，你怎么样？我靠，还是个外国人啊！我没事。躺在地上的查尔斯不知道缓了多久，这才缓了上来。脑门上的钝痛感还在，这给查尔斯整的那叫一个晕头转向啊，差点不知天地为何物了。哎呦，实在对不起，我送你去医院吧，医药费我双倍赔给你。王彪连连扶起查尔斯，虽说一脸的愧疚，但眼神还是控制不住的朝查尔斯脑门频繁望去。好家伙，这么大一道口子，这家伙居然还能站起来，真不愧是阿美利卡人啊，真特娘的耐造。哎，不要紧吧？刘从也过来，看到自家店铺出了这么个事故，刘从内心也不由得的咯噔一声。好家伙，之前都这么久没出事故，怎么到了今天要改扩建的时候就出现这事故了？我没事，不用你们。查尔斯身为一个杀手，陡然这么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内心当然也是十分惊慌的。查尔斯连连推脱，甚至都不顾脑门上的伤要退出人群的时候，眼神无意间朝人群中瞄了一眼，猛地看见了刘从。你确定你没事？喂，你在流血啊？刘从向来是个心直口快的，看到查尔斯的脑门，顿时好心的提醒了一句。但查尔斯的眼神一跟刘从对上，配合脑门上的那股子钝痛，查尔斯顿时浑身一颤，鸡皮疙瘩掉了一地。糟了，这家伙已经发现他了。那个，十分对不起。而旁边施工的两位工人见老板出面，也连忙在旁边道歉。都怪我们施工不力。查尔斯猛回头，又看到眼前两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工人。等等，是这两个家伙把他头砸了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可是专业杀手，还是特工退役，不可能连这点危险都察觉不了啊！让他送你去医院吧，不要担心医药费，救命要紧啊！旁边的刘从一边说，还表情十分担心地看着他。你，查尔斯看着面前的刘从，又猛地往后退了2步。这家伙，难道这一切都是这家伙在自导自演？他早就已经发现他的跟踪了，一直在这里等他自己乖乖上钩吗？查尔斯简直瞳孔地震，难道老魏那个老东西说的都是真的？第112章，放心吧，杀人这种事情我是专业的。哎，是啊，小哥你就别犟了，这种事情可耽误不得啊。
王彪哪里不知道刘从的意思，连忙掐住查尔斯的手臂，就准备到路边叫个出租车。不！查尔斯一看到王彪，陡然像个失心疯一般，开始剧烈挣扎了起来。法克，这帮家伙居然还想威胁他，真要跟这个恐怕的刀疤脸去医院，那他还有的活吗？这他妈哪是去医院啊，这他妈是送他去见上帝吧！都他妈的给我放开！想到这里，查尔斯强忍着脑门上的剧痛，一把甩开王彪的手，连滚带爬的沿着街边跑了。剩下王彪和刘从两人面面相觑，两脸懵逼。从哥啊，这啥情况？我不到啊！看着这位外国友人跌跌撞撞的奔向马路对面，刘从都惊了。这家伙该不会是撞坏脑子了吧？不是，我也发现了，怎么咱们从哥身边老发生这样的意外啊？这难道不是显得咱们从哥运气好吗？吓死，这广告牌砸下来，还好人还没事啊。连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都表示有些心惊胆战。嗨，这有啥？在咱们从哥的直播间里，就算发生什么都不意外哈。一时间我竟然分不清这是真人还是节目效果了。之前小撒不是说过了吗？看刘从的直播间不带脑子就行了。但既然当事人没事，王彪也没再深究那2名工人的责任了，罚了半月工资，就叫两人接着回去干活了。2名工人对着王彪和刘从一阵千恩万谢，便欢天喜地的回去干活了。从哥，你看这地方用来安置吧台怎么样？这个你自己看着安排吧，你比我有经验，这种事情你以后自己决定就行。而刘从和王彪也回到了工作模式。刘从看了一眼王彪递过来的文件，便点点头。王彪这小子之前能把老店打理得这么好，现在新店的起点这么高，交给王彪他也是很放心的。嗨，不就是个店吗？反正地皮是白捡的，怎么着也亏不到哪里去啊。好嘞，王彪乐了，也欢天喜地的下去了。查尔斯，你他妈的，你没事吧？而此时另一边，之前被从天而降的广告牌强行中断了通话的老魏，此时也终于拨通了查尔斯的电话。嘿，你对待伤患能不能温柔一点？我的耳膜都要炸开了。查尔斯的声音听上似乎有气无力的。伤？你他妈的怎么了？老魏压根就没有在意查尔斯的警告，声音反而还更大了。不要紧，一点小伤。电话这边，查尔斯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临时住所，正拿着绷带小心翼翼地给自己包扎着。但查尔斯的眼神此时看上去却多了一层险恶。不过老魏，我向你道歉，我承认我低估了那家伙，没想到我猎杀者今天也会被一个小小的富二代给暗算了。什么？暗算？你给我说清楚点。老魏精准地捕捉到了关键词，嗓门瞬间又放大了好几度。接着查尔斯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简要向老魏说了一番。只是一种警告，老魏。查尔斯冷笑道，他和他的手下们在我面前演了一场大戏呢，为的就是让我知难而退吧。哈，老子早就告诉过你了，那家伙危险得很，而且神经极其敏感，你别以为你能伪装得多好，其实早就被发现了。老魏也冷哼了几句，不然你以为老子手里那几个顶尖的杀手怎么死的？不然还能有你什么事？老魏，话不能这么说。查尔斯包扎完了伤口，便重新换上了伤衣。查尔斯还优雅地凝视着冰城的万家灯火，缓缓说道，术业有专攻，你们拿不下的就让我来做吧，那老子拭目以待喽。接着老魏挂断了电话，查尔斯放下手机，凝视着房间墙上刘从的照片。下一秒，只听啪的一声，一只飞镖猛地击中了照片的中心，也就是刘从的脸上。刘从，你给我等着瞧。房间里传来查尔斯的狞笑声。阿 T。 此时紫金阁，刘从在天阁路那边转了几圈之后就回来了。本来刘从还想多待一会儿，奈何天色已晚，也拗不过王彪，只好自己无所事事的回来了。但谁知道刘从刚进门就忽然打了个喷嚏，汪！在门口就闻到了刘从的气味。正蹲在门口等刘从的啸天此时还听到了刘从的喷嚏，甚至还贴心的叼来了刘从前几天买的感冒药。哎，乖呀乖呀。刘从一看到自家狗子这么关心，心情也好了不少。最近还真是挨大喷嚏啊，难道是因为之前那场暴雨才着凉了？那也不应该啊，怎么现在还没好？算了，啸天啊，饿了吧？来咱们吃饭啊。刘从摸了摸啸天的狗头，转头哼着歌去了厨房。刘从从冰箱里给啸天拿了2条雪花牛肉，蔬菜水果什么的也有，刘从也都拿上了一点。而再回到客厅，刘从这才发现窗外天色已经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空气也开始变得闷热，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湿润的气息。这冰城的天气还真是奇怪。刘从看了一眼窗外，也没在意，又接着跟啸天玩起了飞盘。狗子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飞盘都毫无抵抗力的。看到刘从手里已经拿起了飞盘，啸天蓄势待发，接好。就看到刘从手里的飞盘飞了出去，啸天一猛子转头跟上，直直朝着窗台那边去了。汪！啸天叫唤了一声，一下便咬住了飞盘。好狗好狗，来到爸爸这里来。
刘琮笑眯眯地朝着啸天招手，然而只见叼着飞盘的啸天不见过来，反而冲着阳台似乎发现了什么别的东西，又汪汪吠了几声。第113章，狗比女朋友难哄啊！啸天坐在沙发上的刘琮喊了啸天几声没听，这才转过头去看。汪汪！啸天听着刘琮的声音，还没回头，飞盘也不理了，冲着落地窗外就直喊：怎么了？这是？刘琮满脸疑惑，这才跟去了落地窗前。汪汪汪汪！然而啸天不但没听刘琮的话，反而吠得更大声了。啸天啊，看见啥了？刘琮夺了过来，还打开落地窗左右看了两眼。窗外风倒是刮得越来越烈，还能看到地面的树被风刮得哗啦啦的响。汪！只见啸天还在叫，还对着外边龇牙咧嘴的。停啊，不许叫了呀！再叫明天别吃饭了。刘琮站在阳台上是左右都看了两眼，啥都没看到，内心也更加纳闷了。啸天一听，喉咙里顿时嗷呜了几声，摇了摇尾巴，但眼睛仍然看着窗外，似乎还在犹豫。风还在刮，甚至还吹折了树枝，咔嚓的一声，大半截树枝从树下掉了下来，砸在地上，哐的一声巨响。嗨，没事的啸天，外边只是刮风，等会要下雨了，只是断几根树枝啊。刘琮还以为啸天是听到这树枝的声音才反应这么大，还拍了拍啸天的狗头安慰道。啸天呜呜了几声，被刘琮牵进了屋，眼神还在往外瞟着，但很快啸天的眼神就被拉上的窗帘给强行断绝了。来啊，啸天，咱们接着玩。刘琮再次笑眯眯地拿起了飞盘。刘琮是没在意，而直播间的观众也开始就着这件事闲聊了起来。好家伙，啸天这么聪明的狗子，平时也没看见这样。这有啥？两脚兽理解不了四脚兽在想什么也是正常的。啸天，有脏东西！嗨，还能有啥？我看就是因为外边刮风刮得太大了，给啸天看怕了吧？也是，我小时候看到外面刮风，内心也慌得很啊。弹幕正零零碎碎地念叨着法克。而窗外，窗沿的上方，一根绳子正结结实实地吊着后方的凸起的装饰石柱上，绳子的另一头，查尔斯正吊在上面，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一脸的潦草。即使在风刮得这么大的日子里，查尔斯的额头上却还是冷汗直冒，差点就被那条该死的狗发现了。甚至一想到刚才那幕，查尔斯就一阵心惊。查尔斯本来已经计算好了，知道任务目标住在这里，查尔斯可是提前过来踩过点的。查尔斯对今晚拿下任务目标更是势在必得。谁知道这天有不测风云，查尔斯刚准备来个潜入式作案，这天就变了。怪不得说这几天这么闷热，原来都是为了今天的下雨做准备啊。查尔斯本来还准备悄无声息地进入任务目标的家，打算直接干净利落地给刘琮放倒，最后再布置一个完美的意外事故现场，这单就这么成了。这都算了，谁知道在关键时刻，他吊着的这根绳子居然断了。查尔斯一个翻滚从屋顶掉了下来，还好他反应快，及时逮住了抓力点，但很不巧，就这么一瞬间，他跟屋里正好叼着飞盘的啸天对视了。好家伙，那还是条边牧，多聪明的狗子，冲着他就是一顿狂吠。不过还好，这狗子的反应快，他的反应更快，一个翻身就滚上去了，差点让任务目标发现。该死的，果然这家伙养狗就是为了今天。而此时查尔斯吊在房顶上，脑海里不由得回想起来之前老魏说过的话：你他娘的可小心点，你别看那家伙住的高调，但是为了防备我们，他家里可远远不止咱们看上去那么简单啊。老魏从来没有对任务目标这么上心过，甚至态度也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妈的，老子手下3个杀手啊，折了3个啊！你知道我这些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吗？老魏在通讯器里声嘶力竭的声音到现在都仿佛在他的脑海里上演。不过没关系，他呀可是专业的5星杀手啊，特工就算退休那也是特工。察觉到任务目标和那条狗子似乎进屋了，查尔斯又将绳子稍微往下放了放，眼神透过落地窗朝屋里去看。这不看不要紧，再看，查尔斯瞬间又跟啸天对视了，还是透过窗帘的缝隙。这可真是他娘的缘分啊！查尔斯浑身一震，下半身一个用力又缩回去了。汪汪汪！当时啸天就嚎了起来，嗓门也更大了，冲着落地窗的方向嚎的那叫一个震耳欲聋啊！给面前的刘琮吓一激灵，顺着啸天吠的方向看去，落地窗那边甚至窗帘都是拉上的。刘琮都不知道啸天在嚎什么嚎。过去落地窗那边又看了两眼，屋外已经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打在落地窗上，倒是风刮得更加强烈了。紫金阁里种的那些绿化带也被吹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树，吹得那叫一个摇晃啊，就跟在蹦迪似的。啸天啊，我刚都说了，外面只是要下雨了，这回刮了点风，咱们在屋里吹不到咱们的。刘琮还以为这狗子见识短，被外边风吹的动静给吓着了，还是好心的安慰了两句。汪汪汪！然而啸天不但没有停下来，似乎还有越嚎越起劲的趋势，甚至挣脱了刘琮的手，张着嘴就要去咬窗帘。咋的？我今天给你喂肉喂多了是吧？刘琮一看啸天这家伙还不管了，噌的一声站了起来。给我回来！
嗷呜！啸天顿时委屈上了，尾巴晃了2下，看了看窗外，又看了看刘从。你看看你，吼你2句还不开心了？看到狗子一脸可怜巴巴的，刘从无奈了，又去拉啸天。行，今天就破例一次，你跟我睡卧室好吧？但是不准上床啊！他娘的，怎么哄条狗子比哄女朋友还难哄啊？第114章，哎呦，又下雨了呀！而屋外再一次失手的查尔斯掉在绳子上，差点暴露，脑子差点没反应过来，脸上还满脸惊恐。法克，怎么又是那条狗啊？那条狗到底怎么回事？还好此时因为下雨，家家户户几乎把窗帘拉上了，没人看到刘从窗外的场景。轰隆，甚至天空还极其符合时宜的响起了一阵惊雷。查尔斯猛地了咽了口水。绳子是吊在屋檐上的，卡在腰上，上面还有一个特殊装置，他则是通过这个特殊装置来调整他吊在绳子上的位置。但从眼前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容乐观啊！喂，他已经被那条狗发现2次了，怎么回事？难道这还是另外一种警告不成？查尔斯眉头紧皱，顿时计上心来。不可能的，他可是专业的，连设备都带来了。查尔斯打算趁其不备，潜入屋内，然后再使手段做掉任务目标，就像他一直以来的做法。这一切只需要在5分钟之内完成，他已经做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查尔斯咽了咽口水，很好，那家伙已经进屋去了，接下来就是他的舞台了。绳子缓缓落了下来，查尔斯已经来到了刘从家的阳台，而借着周围的风声的掩护，这一次甚至连啸天都没有察觉。各位滨城居民请注意，就在今晚，滨城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雨，请各位居民注意雷电防范，以免造成火灾。尤其是处于高处的居民，尽量避免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此时，刘从正躺在卧室里看新闻。轰隆，窗外也极其符合时宜的响起了一声炸雷。哎呦，又下雨啊！刘从打了个哈欠，看来他的分店计划的延迟了呀。这下暴雨，分店的改扩建工程也没法进行。看来王彪那家伙又有一肚子苦要嗷嗷待诉了。刘从耸耸肩。然而此时趴在刘从脚边的啸天却无比淡定，完全没有之前在客厅的凶恶。老大，看来今晚的天气很恶劣啊。是啊，老大，咱们要不要通知猎杀者一声，让他改天再行动？老大，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派出去的那2个杀手吗？他们不就是被刘从那家伙趁着雷雨的天气而伪造成被雷劈死的现场吗？还有啊，之前老大你不是说这家伙被从天而降的广告牌给砸中了吗？这一定是一种警告啊！老大，咱们得赶紧让那家伙撤下来啊！此时，写字楼的地下室，户外风雨欲来，杀手组织们也蠢蠢欲动。高层们齐齐看向了老魏，这位一向沉着冷静的老大。我来告诉他。老魏一想到自己派出去的杀手们不会被雷劈死，就是被高空抛物砸死，被车窗死，甚至还有个洗白当活雷锋去了。刘从这家伙实力还真是可怕啊！想到这里，老魏眼神一凛，猛地抓起手机。另一边，查尔斯已经轻手轻脚地落到了刘从家的阳台上。刘从在自己家里是随意惯了的，阳台上的落地窗压根就没锁过。但查尔斯还没落地，双腿正踩在阳台的横栏上，左手揪着绳子，右手正准备去解开装置，这样他就能将绳子固定在这里，以免等会事成好逃跑。到这回，查尔斯总算从前面2次跟狗对视2次的挫败感中找回一点杀手的自信了。草他奶奶的，等老子进了屋，管你人还是狗，统统给噎死！查尔斯一手接着装置，眼神阴鸷，背后还时不时响起几声闷雷。从某个角度看过去，查尔斯此时的姿势以及表情还真的有点恐怖。然而就在这时，滋吱滋，查尔斯别在耳朵上的耳机赫然一震。这个时候，查尔斯不耐烦地咂嘴，正准备去按下收听键。下一秒，轰隆，炸雷划过天空，闪电穿过云层，一具焦黑的勉强看得出是个人形的玩意从高空坠落，啪叽一声摔在了地上。第二天，所谓阳光总在风雨后，刘从一睁眼，窗外明亮的阳光已经洒了满床，照得整间卧室都有些暖烘烘的。但让刘从醒来的并不是屋内的燥热，而是窗外嘈杂的声响。啥事啊，一大早的又！刘从揉着眼睛打着哈欠，有些不耐烦的去开窗。他娘的，怎么感觉住进来之后没几天好日子过啊？这不是有钱人小区吗？怎么天天早上都不得安宁啊？回头找沈木秋那家伙商量商量，换个房得了。而刘从一推开窗往下看，正好看到楼下手忙脚乱的医生护士们正推着一个乌漆嘛黑的勉强看得出是个人形的玩意推上救护车，地面上还有警察，还有保安，几个正在接受采访的大妈，以及周围站的里3层外3层的围观群众。真的啊，我本来今天打算趁早去超市买菜，谁知道一出门就看到这地方躺了个人，哎呦，给我吓的呀！哎，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住这小区就没有过安生日子，怎么天天出事啊？也太晦气了！报警的大妈正说的唾沫横飞。还有啊，话说昨天晚上也奇了怪了，你说这种天气
谁还会在外面瞎逛啊？我昨天收衣服的时候啊，也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不过我当时没戴眼镜，看不清，就看到对面楼上有影子在晃。记者正在采访，警察就在旁边维护现场。一听大妈这话，警察顿时侧目。对面楼就是这栋吗？是啊。大妈连连点头。警察一听，下意识就朝上看了过去，跟往下看的刘从对视了。小伙子，又是你啊？警察同志上来了，笑呵呵的拍了拍刘从的肩膀。原来你住着，巧了吗？不是。嗨，缘分缘分。刘从刚醒，甚至脑子都还没完全反应过来，看到面前的警察同志们，下意识打了打招呼。嗨嗨，小伙子，你昨晚在家吧？警察也不含糊，简单寒暄几句便切入了正题。在呀。那你知道你昨晚的窗外发生什么事了吗？啊？第115章，同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发生2次？听到警察同志问话的刘从先是一愣，怎么？昨天晚上他家阳台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等等，难道他刚才看到的那场面就是他家阳台发生的事情？没关系，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随便问问。而面前的警察同志们看到刘从一副犹豫而又疑惑的神情，又开口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在你家楼下发现了一起意外被雷劈死的意外事件，刚才有人说看见是从你家阳台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就上来调查调查。站在前面的这位警察同志笑呵呵地说道：这样啊，昨晚我好像……刘从摸了摸下巴，啊，这么说昨天啸天是出反常，难道就是因为看到了这家伙？而站在后面的几个警察同志们神情一震，顿时摸出手机，似乎收到了什么信息。等等，小李啊，你看看这家伙的脸，是不是有点眼熟？我去，还真是。等等，我之前好像是在哪张通缉令上见过。还真是。后面的几个警察同志们脸上的表情陡然兴奋了不少，连忙掏出对讲机，开始跟局里的同志们核对信息。几分钟后，通缉犯的信息就核对完毕了。好家伙，某个被雷劈了个外焦内嫩的家伙，可不就是国际上臭名昭著的雇佣兵猎杀者吗？标价10万美元，人民币80万左右。这家伙无恶不作，阿美利卡那边为了抓这家伙费了不知道多大的劲没抓着，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出现在了龙国冰城。好家伙，这还是个国际通缉犯啊，奖金都是刀了。哈，小伙子，没想到你这么快又协助我们破了一桩案件，本事不小吗？我看你要不明天到我们局里报个道得了，以后就专门协助我们抓这些通缉犯。哈，当然，冰城的警察们简直是笑开了花，几乎将刘从围了个水泄不通。这个拍拍肩，那个握握手，满脸的赞叹。国际通缉犯在冰城落网了，这不光是在龙国，就算是在整个国际上，那也算的是大功一件了。啊！冰城的警察们是高兴了，但刘从还是一脸懵逼，两眼一黑。不是，这他妈什么情况？通缉犯？国籍通缉犯？什么玩意？王！连一旁蹲在刘从身后的啸天狗听了都摇头。小刘啊，这个领奖金的事情啊，你应该已经熟悉了吧？就算这家伙被劈成了焦炭，那奖金也是会有的。这个呢，等奖金下来，咱们就来通知你，还是咱们老地方老办公室啊。警察们笑眯眯的又跟刘从握握手，高高兴兴的撤了。笑发财了兄弟们，扣问号都是假粉，拖出去淹了。小场面也已经习惯了。这年头连悬赏金都跟着加倍了是吧？而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也一副津津乐道的神情。懂了，从哥，咱们以后去抓通缉犯吧。楼上你小子，你搁这抓水母呢？管你他妈的抓通缉犯还是抓水母，想跟从哥混能不能排队啊？说实话，马总，我真的有一种预感，说不定节目结束前，不对，或许说不用节目结束，咱们刘从选手恐怕就能收购咱们节目了吧。此时节目组现场，主持人小撒看着眼前的场景，虽然神情已经淡定了许多，但眼神却一刻都没有离开后方的大屏幕。好吗？事到如今，似乎连导演都懒得切其他选手的画面了。真看城市百元生存，还是得看刘从选手啊。不对，以现在刘从选手的资产来说，已经远远不止100元了，应该是城市100万元生存才对。小撒还能说啥？他只是一个路过的主持人啊。事已至此，只能选择微笑了啊。没关系，在刘从选手之前买下跌停的秋红药业的时候，我就猜到了。而马化云正言笑晏晏的神情，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这位选手的舞台可能已经远远超过咱们节目了。说到底，咱们刘从选手适合更广阔的舞台啊。不对，马总，舞台可不适合刘从选手。旁边的杨幂同样是一副笑眯眯的神情。刘从选手啊，他可是要继承天印集团的男人啊。现在加上一个秋红集团。马化云赞同的点点头，再次转头看向屏幕。话说回来，咱们好歹也看了这么多期了，要说刘从选手和沈总之间什么都没有，我是不信的。马总，你忘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样的了？
小撒顿时很不厚道的笑了，他俩的缘分说不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呢。嗨嗨，扯远了，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接着，主持人小撒又一本正经地看向镜头。刚才刘从选手的画面，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也看到了吧？我们的刘从选手刚才又协助咱们的槟城警方破解了一桩国际大案子，说不定我们很快又会在新闻里见到刘从选手的身影哦。演播厅内又双若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此时，写字楼的秘密地下室，这个杀手组织专属的地盘，此时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老大，你别急，那个猎杀者不接电话，肯定是在执行任务啊，不然他怎么可能不接你的电话呢？是啊，老大，你冷静。周围的高层们一副面面相觑的神情，小弟们站在后面更是冷汗直冒。他们说的对啊，老大，你仔细想想，被雷劈死这件事，怎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发生2次？老魏的助手，那位戴眼镜的男人观察了一番现场的气氛，顿时勇敢地站了出来。那就算真的在同一个地方发生2次，那也不可能发生的这么快。第116章，女人只会影响咱们从哥拔剑的速度。那你给老子说说，这家伙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都没有任何消息，这他妈的是为什么？只见老魏脸色铁青，气得眯眯眼都睁开了，砰的一声拍向桌子。难道这家伙真的这么厉害？咱们整个杀手组织都派过去多少人了，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老子真是他妈的吃饱了撑的养了你们这帮0-4的废物啊！老魏震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眼镜男推了推眼镜，连忙安慰震怒的老魏，老大，哪有人这么背啊，还能被雷劈2次，还都是咱们组织的。再说了，老大，这家伙可是专业的，被雷劈死怎么可能轮到他头上？这家伙要是被雷劈死，老子今天就他妈的硫酸炮 DIO！ 眼镜男话还没说完，门外咣的一声巨响，只见一个小弟满头大汗，满脸惊慌失措地闯了进来。老大，不好了，猎杀者被雷劈死了！只见上一秒还吵成一片的地下室，瞬间如同死水一般静了下来。哐当，什么东西砸到地上的声音。接着，地下室再次传来碰桌子撞椅子的叮铃咣啷的响动。老大呀，老大，你怎么了？老大呀，来人啊！老大晕过去了，快他妈的来人啊！近日雷雨天气多发，请各位槟城居民居家多留意家用电器，小心防范火灾以及引电上身。就在今天早上，槟城警方再次接到报案，紫金阁再次出现一具被雷劈焦的尸体。目前尸体已经查明身份，实为国际通缉犯，真名查尔斯。目前警方正在联系国际刑警。新闻里，主持人冰冰正一本正经地主持着节目。电视前，刘从正在给沈木秋发微信：沈总，我有个事要跟你说。沈总那边似乎一副有空的样子，信息回得很快，虽然只回了个标点符号。你给我选的这地方风水不好啊，怎么老是有人被雷劈死？刘从在这边飞快的扣字，能不能给我换个地方？沈总依旧回得很快，甚至多回了一个标点符号。我可没讹你，我说的可都是真实啊！你看看我才住进来多久，你看看这一桩破事。刘从的扣字速度惊人，消息一条接着一条。这还没完，对话框上边的对方正在输入就没停过。沈总，怎么了？而此时劳斯莱斯内，坐在对面的齐穗看到沈木秋正捂着嘴，肩膀还时不时耸动几下，顿时一脸纳闷。可没什么。沈木秋憋笑憋得痛苦，被助理冷不丁问了一句，这才有收敛的趋势。这个刘从啊，怎么以前没发现这家伙这么有趣？最近的槟城的新闻，沈木秋当然听说了。沈总怎么能不知道这位勇敢协助槟城警方连续破案的热心群众呢？那他是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嫌上紫金阁的风水了。平日里再怎么镇定的沈总也绷不住了。哦，齐穗点点头，这才移开了目光，但内心戏没闲着，脑子也在飞速运转。好家伙，看沈总这副面若桃花的神情，肯定跟那个男人在处对象呢。没想到啊，他居然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沈总铁树开花的一面。不过说起来，他这个助理好歹也是从首播追到现在的，吃瓜一线永不缺席啊。转头，齐穗就掏出手机，正准备好好在群里大肆宣扬一番的时候，齐穗，你帮我看看上次那家餐厅预约满了没有？沈木秋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过头，脸色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沉静，一双杏眼正看着他。好的。齐穗一跟沈木秋这眼神对上，顿时就有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齐穗嘴上先硬了，连忙切出 AP 假装寻找餐厅的样子。沈总，这一次是跟哪位？当然是天印集团，小刘总。沈木秋似乎心情很好，翘起修长的腿，半眯着眼，品起了红酒。好的，包在我身上。齐穗内心一震，又笑呵呵的在手机上开始预定位置。早在前几次吃瓜的时候，齐穗在内心甚至已经把某小刘总当成了自己人，眼下再从沈木秋的嘴里听到这个名字，那简直就跟家人一样亲切啊！哎呦，看来他们秋红集团很快就要和天印集团合并了呀！而此时另一边，
原本正在和沈木秋发微信的刘从，看着手机上沈木秋发来的最后一条微信，请我吃饭，我就给你换。表情下划线优雅，表情下划线优雅。刘从沉默。王旁边的啸天察觉到两脚兽疑惑的神情，狗看了也满脸问号。刘从看着手机，一副欲言又止的扣字。唉，又盯着手机屏幕看了一会儿，顿时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深深叹了口气。女人啊，就是麻烦。汪！啸天虽然听不懂，但是啸天表示赞同。哈哈哈哈哈哈！他坐不住了，他坐不住了！哈哈哈！看起来从哥输了，但其实从哥已经赢妈了。看似慌的一批，其实稳如老狗。笑死，这还不给他拿捏了？果然还得看咱们从哥呀。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也给整乐了。你好，能不能带上我啊？我吃饭就行，不会打扰你们的。你们懂个屁啊！女人有什么好的？女人只会影响咱们从哥拔剑的速度。楼上的，你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交不到女朋友了吧？不过真要这么想，一顿饭换套房也不是不行啊。刘从寻思自己都好久没开车了，自己那辆奔驰 GLC 扔车库都要生灰了吧。用手机定位到沈木秋发来的地址，刘从便哼着歌出发了。第117章，大仇不报，誓不为人。不过还好，虽然昨天是狂风暴雨，但是今天这雨还是说停就停了。沈总，青日集团那边说了多少次了，青日集团那些个事就不用再拿给我来看了，劳斯上。沈木秋正看着平板上的文件，听见助理齐穗的话，眼都不抬的回了一句：不，沈总，您还是先看看这个吧。齐穗却笑眯眯的摇摇头。什么东西？沈木秋这才皱着眉头，转头去看齐穗递过来的东西。又是赔偿？算了吧，哥让股份这种事情，秋红集团不太好出面。沈木秋看着平板上的数字，20百分号青日集团的股份，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啊。不好出面吗？齐穗听到沈木秋的回应，顿时愣了一下。青日集团这件事啊，决定权交给天印集团比较好呢。沈木秋摇摇头。话说，当初赛创科技被赐天印集团，这件事中间就有青日集团的从中作梗吧？他要是没记错的话，天印集团的确是拥有青日集团的把柄在手的。自从那件事之后，不过天印集团一直按住不表，说不定正是有自己的打算呢。要是在这个时候伤了跟天印集团的和气，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弊大于利啊。哦，原来是这样啊。齐穗正看着沈木秋的侧脸出神，似乎想到了什么，脸上的表情也悄然带了一丝笑意。不过话说回来，而正事谈得差不多了，也该说点私事了。齐穗换了副八卦的神情，一脸调侃地看向自家沈总：我们是不是要跟天印集团有新的合作项目了？一听到天印集团几个字，沈木秋这才看了齐穗一眼。怎么？沈木秋似乎还在犹豫要不要跟他这位喜欢八卦的助理把跟刘从的事情全盘托出，毕竟告诉了这家伙，差不多就等于告诉了全公司吧。喂，没怎么，这不是关系到咱们公司前途的大事吗？齐穗一跟沈木秋的眼神对上，内心顿时一阵心虚，尬笑了几声。到了你就知道了。沈木秋敛了神情，目光也收回了，一副无可奉告的神情。此时医院病床上的老魏缓缓睁开了眼睛，陌生的天花板，这是……老魏顿时一愣神。老大，你可算醒了！老大，你可吓死我们了！一看到病床上的老魏睁眼，周围的一干小弟们当时就是一阵鬼哭狼嚎。还好这是在私人病房，周围并无其他的病人。老大，之前你突然晕过去了，可把我们吓死了。眼镜男更是激动，整个人就差没直接扑到老魏身上去了。然而看到面前的一干小弟们，老魏瞳孔一震，某些不好的事情顿时如潮水般再次涌了上来。是啊，老大，我们已经失去了猎杀者，可不能再失去你了啊！有了眼镜男带头，周围的小弟们顿时一拥而上。老大，你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老大，咱们收手吧，外面全是刘从啊！呜，老大呀！病房里一阵哭天抢地的，这要知道的还好，换个不知道的，还以为老魏真的就这么驾鹤西去了呢。然而手下们的这番话听得老魏当时胸口一闷，当时一股气血猛地涌了上来。对啊，那个叫刘从的家伙几乎团灭了他大半辈子培养出来的精英杀手们啊！他的心血就这么毁于一旦了。老魏人躺在床上，怒从心头起。他妈的，这件事要是就这么算了，他还对得起那些走在他前面的兄弟们吗？这个仇不报，他是不为人。而此时另一边，刘从的奔驰 GLC 已经顺利开上了路。沈木秋发来的位置离市中心还是有一段路程的，刘从还得开过一座跨河大桥才能到达沈木秋发来的位置。这会还是出行的高峰期，前面似乎道路不通，车辆就跟挤牙膏似的，一次挤一点。从哥，我看新闻了，你也太牛逼了，从哥！正当刘从卡在路上一动不动的时候，手机震了震，马虎连续发来了好几条信息。
刘从看了一眼，回了个问号。哈哈，从哥呀，虽然我不在滨城，但是我也在时时刻刻的关注着滨城的新闻啊。马户回信息的速度一如既往的快。从哥，真的哦，要不我直接辞了工作跟你干吧？表情下划线崇拜，表情下划线崇拜，表情下划线崇拜。我算是明白了，从哥，跟着你，就算什么都不做，不管是爱情还是面包，都会接踵而至啊。刘从看着手机屏幕上马户发来的信息，这家伙啊，到底在哪看来的这些歪理？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反正堵车堵得厉害，刘从便慢吞吞地回了一句过去：从哥，我永远跟随你，你是我的神。然而，刘从的吐槽看起来不但没有使马户恢复理智，似乎还变本加厉了。那没办法呀，本来之前看到他的从哥假借股票直接捞了秋红集团一手不说，眼下还开始见义勇为了一番，开始协助警方破案了。这是什么？这简直是他娘的神仙啊！刘从看着对话框上那还在不断闪烁着的对方，正在输入几个打字，略微思索了一番，干脆把手机给关了。刘从摸了摸衣服口袋，看着前方一点一点的往前挪的车，无奈的点了根烟。嗨，这滨城啊，啥都好，就是爱堵车这点不好。他来这才多久啊？堵车这种事情都快给他心里留下阴影了。刘从半眯着眼，抽着烟，看着前面的车挪着挪着，空间似乎也大了不少。刘从又仔细去看，这才发现前面路段这么堵，并不完全是因为上下班高峰期，而是因为发生了一点纠纷，两个大汉正在争吵，警察正在调解。第118章，怎么又是你小子？眼下这纠纷似乎解开了，刘从看着那两个骂骂咧咧的大汉回了车上，后面的车流这才紧跟着动了起来。不过处理纠纷的那几个警察，除了交警以外，其余几个倒是有些眼熟，离现场倒是还有一段距离。刘从也没仔细看，吸了口烟便开始专心打方向盘了。但刘从压根就没有察觉到身后车流的后方正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骚动。眼下刘从正好开上了桥，目前正处于桥中间的位置，而桥头一辆黑车正从主路上一路朝着这边狂飙而来，虽然还是被车流硬生生堵在了桥头位置，但车上气势汹汹地冲下来了一大帮人。老大，老大冷静啊，就这么过去太危险了，我们会暴露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无法挽回了啊呀！只见从车上冲下来的一帮人里，老魏首当其冲，怀里还揣了把手枪，老魏满脸凶神恶煞，摔上车门，猛地朝桥上跑了过去。后面的小弟们都惊了，老魏本就牛高马大的，身手敏捷，几个小弟都没能按住，力度一松就让老魏钻了空子，只能在后面哼哧哼哧的追着。完了呀，老大上头了！老大呀，你教过我们做什么事都不能上头的啊！老大，这里要是有条子，那我们就完了。老魏义气当千，冲在最前，小弟在后面追得声嘶力竭。只见老魏面红耳赤，瞳孔充血，查到了这刘从的位置，他还能放过这家伙安安心心的去吃饭？不可能，今天他和这个叫刘从的必须要死一个。而这前前后后的架势给车里的司机们都看呆了。我靠，啥情况啊？好家伙，就算堵车也不至于这么激动吧？啥？这是在拍戏吗？还是咋的？啧，果然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啊，看看给人家急成啥样了。前方车流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老魏已经气红了眼，理智什么的早他妈的碎了一地了。而看到刘从的车牌号，老魏情绪更甚，右手猛地往怀里一掏，朝着车前就冲了过去。此时刘从刚掐了烟，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开走，刚踩上油门，下一秒车前猝不及防闪现了一道人影。我操！给刘从看的一惊，再去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哐一声巨响，刘从连那人长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看到那人一个抛物线飞了出去。话说回来，老何，你最近也快调任了吧？嗨，还早呢，8字都没一撇的事情。哈哈，谁说的？最近咱们滨城一下破获了这么多的案子，我看老何你很快了。此时那几个处理完纠纷的警察也打算收队了，正一边往警车走，一边聊了起来。哎呦，可别给我戴高帽啊，这案子能破，那都是人民群众的功劳啊。老何笑着摆手，手上下意识调了掉自己的帽子。他们本来从紫金阁那边出来不久，谁知道正好接到滨城大桥这边的报警，距离这边最近的他们也赶了过来。话说咱们之前抓的那几个杀手似乎还是一伙的。是啊，咱们不是已经查出来他们经常在同一个场景出现，还在他们身上查到了同样图案的纹身吗？我看啊，要是抓到他们的头领，恐怕下周我们就见不到老何了吧。哈哈，嗨，你们以为立功还是什么简单的事情吗？老何正跟同事们调笑着，前脚刚准备踏上警车，就听身后陡然传来一声巨响，砰！老何下意识回头，就看到一道人影被车给撞飞，以头抢地，在地上一阵脸杀，划出一道长长的血痕，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接着又是啪的一声，这人怀里还掉出一把枪，刚要收队上车的警察们愣住了，坐在车里的刘从也愣住了。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呀！我操，是条子！倒是刚好不容易追上来的小弟们，眼看着老大都快得手了，谁知道下一秒，眼前居然出现了条子！撤！快撤啊！他奶奶的，这里怎么有条子？小弟们简直一阵魂飞魄散，转头就跑！给我站住！警察们瞬间反应过来，大喝一声就追了上去。刘从坐在车里，看到眼前的场景，整个人都惊了。不是，这他娘的啥情况啊？喂，这可不怪他啊，这家伙明明是自己撞上来的，可不关他事啊。然而，只见面前的警察虽说看到手枪的一瞬间，已经下意识将这人按住了，但在把这家伙翻过来之后，从这人面目全非的脸上，在场的警察们还是勉强分辨出了几处特征。老何啊，这家伙脖子上也有纹身。喂，老何啊，这家伙好像就是……通知局里了吗？已经通知了，法医已经在路上了。连警察都惊了。好家伙，都知道网上玩梗什么叫光速出警，现在可算他们自己都也体验了一把。错不了的，我记得这家伙藏了这么多年，今天可算是逮住了。老何仔细检查了一番被按在地上已经没了声息的家伙，一脸严肃的点点头。这还是个有纪律的组织，咱们这些年压在手头的案子，恐怕大半都跟他们有关。把那几个逃跑的小弟抓到，这家伙的身份就水落石出了。对了，我记得这家伙刚才是被撞飞的。啊，我也看到了。周围的警察们顿时点点头。是哪辆车来着？接着，警察们的视线在周围巡视了一番，最终汇聚在了最近的奔驰 GLC 上。车的挡风玻璃有点反光，警察们一时还真的看不清车里的人是谁，但还是有站得近的警察察觉了出来。等等，核对啊，我怎么觉得这司机有点眼熟？第119章，坏事不单行，好事都成双。老何的注意力本来还在地上某个已经被按住且已经失去知觉的男人身上，听到旁边警察的提醒，老何这才抬眼看向了面前那辆奔驰 GLC。 等等，那不就是……老何也惊了啊！此时驾驶座上的男人已经下了车，可不正是刘从吗？我说啊，说实话，此时刘从的内心还是慌的一批的。好家伙，这桥堵了这么久，他在桥上卡了这么久，好不容易踩了个油门，居然就撞到人了。喂，这跟他可没有关系啊，绝对是这个家伙撞上来的啊！他可是安装了最新的行车记录仪，绝对不可能被碰瓷。哈哈，小伙子，看来你跟我们还真是很有缘啊。然而，还没等刘从把后面的话说完，队长老何已经笑出声了声。小刘啊，看来你今天还是得我们回一趟局里了，我可得好好跟上级汇报你的事情。你看看，这才过了多久，你又协助咱们抓获了一个通缉犯啊！老何一说完，周围的警察们也跟着笑了起来。刘从看了看地面躺着的家伙，又看了看周围一圈正兴致勃勃的警察们。通缉犯？哎，原来这家伙是通缉犯啊！早说啊！哈哈，是啊，嗨，我早就知道这家伙是通缉犯了，怕他跑了，就是对准了撞上去的。刘从一摸后脑勺，顿时爽朗的笑了。为民除害啊，这是咱们身为龙国人民应该做的吗？哎呦，这给他吓得还以为自己要赔偿呢。一番话下来，连周围的围观群众听了都叫好。好，这才是咱们滨城人吗？哈哈，哎呦呦，这小伙子我认识，上一次协助破案拿悬赏金的也是他吧？可以啊，小伙子够专业啊，这都几次了。哎，你不是那什么直播节目的第1名吗？给周围的围观群众看的，就差没齐刷刷给刘从鼓掌了。哈哈哈哈哈！你看嘛，别以为我们看到你之前在驾驶座一副惊慌的样子，完了，这小子现在也上道了呀！笑死，这次真的给他装到了。可以啊，从哥，现在业务能力熟悉了不少哈。全靠通缉犯自觉呀。而现场的观众看乐了，直播间的观众也乐得不行，笑死！之前跟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混熟，现在你小子要跟警察叔叔混熟了是吧？好，真不愧是从哥呀，从不让兄弟失望哈。操，我真的要笑发财了。我说啊，咱们节目啊，还真是包罗万象啊。是啊，新来的观众要是没看出来，还以为咱们这是刑侦节目。不，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刑侦节目呢？而此时，节目组的现场，由于现场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过于离谱，主持人和嘉宾们再次站到了统一战线上。主持人小撒缓缓看着屏幕上的画面，神情不但早没了一开始看到类似画面的惊慌，反而还一本正经了起来。我们这只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城市百元生存节目罢了。是啊，城市百元生存，只不过里面的个别选手存在继承集团土地拆迁、协助破案身价千万等其他因素罢了。杨幂则是一如既往的接住了主持人小撒的吐槽。哎，话说回来，其实我一开始还想签下刘从选手来着，不过现在来看，
人家有这本事，有这实力，恐怕已经看不上他了吧？杨幂不由得叹气。巧了，杨幂啊，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旁边的马化云接话很快，别的不说，刘琮选手的能力正是当今社会最为稀缺的一种能力，我们这些任重道远的人可得好好珍惜这样的人才啊！喂，你们在说什么不得了的话啊？主持人小撒简直难崩，说的好像这能力谁想有就能有似的，谁还不想拥有这股欧气了呀？咱们现在还没下班哈，有些话一定要等下班之后才能说哈。是他的错觉吗？怎么感觉最近主持这节目主持的越来越累了喂？啊，节目组已经坏掉了吧？绝对坏掉了吧？还有，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排行榜也很久没有更新了？是因为节目组摆烂了吧？肯定是摆烂了。哎，谅解一下啦，反正从哥夺冠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节目组肯定是为了图省事。以至于直播间的观众在看到现场主持人和嘉宾们的互动之后，弹幕也开始谈论了起来。是啊，我听说之前还有很多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跟从哥炒股获得了一大笔钱之后就离职了。哎呦，我公司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哎，没想到节目组也这样。没错了，这年头我要是像从哥一样赚钱，就跟喝水似的，我肯定也天天摆烂了呀。此时现场核对，刚才逃跑的那些家伙们已经全部落网了，现在正在押回局里的路上。之前被核对派出追那些剩余下的奔走的杀手小弟们的警察同志们已经返回了，旁边的交警正在疏通道路。核对一回头，笑呵呵地拍了拍刘琮的肩膀：“小刘啊，跟我们去一趟局里，你这功劳不小啊，咱们队长也想见见你呢。”哈哈，行啊！刘琮的脸上也笑开了花，尤其刚从核对的嘴里听说这家伙也有一笔极其丰厚的赏金之后，哎，他奶奶的，怎么以前没发现赚钱这么简单啊？小姐你好，请问这边什么时候能上菜呢？再等等吧。好的。但此时桥的对岸某家餐厅的包厢里，齐穗等得直犯瞌睡，而旁边的沈木秋都看完5份文件了。刚才门外的女服务员已经进来了3次，某个家伙还没来。第120章，重要的事情没法忘记，既然忘记了就不重要。沈总，是不是路上出什么事了？齐穗一边观察着沈木秋的脸色，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道。不可能。沈木秋虽然看起来已经不耐烦地翘起了腿，但还是摆摆手，一脸好脾气的样子。刘琮这家伙还能出事？运气这么离谱的家伙还能出事？那还不如说是这家伙在路上捡到了100万美金，高兴的忘乎所以才耽搁了呢。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离他们约定的时间的确超出了不少。喂，这顿饭不是为了给某个家伙换地方住吗？他就不能积极一点儿？但男人约会迟到，女人会胡思乱想，倒是真的。沈木秋揉了揉眉心，思来想去，还是吩咐了齐穗一句：“给他打个电话吧，问问他到哪了。”他本来是不想催的，显得他好像很主动的样子。俗话说得好啊，女人要是太主动，男人会被吓跑的。而齐穗正巴不得这么做呢，手机拿了出来，刚要照着号码拨过去，这时几则新闻弹了出来：滨城勇士再创辉煌，3杀拿下犯罪嫌疑人；滨城大桥突发事件，神秘组织终于浮出水面。滨城大桥啊！齐穗看着新闻的标题，内心陡然升上来了一股奇怪的感觉。等会到达这间餐厅，好像也就滨城大桥这么一条路吧？难道说……想到这里，齐穗一下点了进去。怎么了，齐穗？他来了没有？旁边的沈木秋还在等齐穗回话呢。见这位助理半天没吭声，沈木秋又好脾气地问了一句：“那个沈总啊？”这会齐穗已经点进了页面看了一会，听到沈总的回话，这才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句，声音似乎还有些颤抖：“怎么了？”看得沈木秋莫名其妙，接过手机一看，嗨，为滨城做贡献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一进去，画面上就看到一个人正在接受采访，那人正摸着后脑勺，对着镜头笑得那叫爽朗。我一看这家伙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当时我就唰的一声踩下油门，先把这家伙撞了再说，这叫为人民除害。画面上的刘琮对着镜头一本正经地说道：“行啊，小伙子，要是咱们滨城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那我们平日可就轻松多了呀，哈哈。行了吧你，这是咱们的工作，咋的你还想偷懒啊？”哎呦，不敢不敢，这不是今天局里热闹，我顺嘴说的吗？很快刘琮便从警局里出来了，还是老何亲自送出来的。滨城连连破了好些个答案，他这个当队长的当然高兴啊。小刘，这2次悬赏金我看是要一起发下来，到时候再通知你过来啊。老何笑呵呵地说道。好嘞。刘琮的脸上也笑眯眯的。好家伙，那他是没想到今天撞到的这位还是个杀手老大级别的人物啊。虽说这位老大是再起不能了，但是被抓的那些个小弟们倒是招了个一干二净，毕竟招的越多，日后也好将功赎罪。小弟们一寻思，转头就把老大给卖了，甚至还把之前派出的那几个杀手的事情全给交代了，给当时录口供的警察们听个一愣。他妈的，我说警察同志啊，这个叫刘琮的家伙，你们也得好好调查一下。是啊，真的，警察同志啊，你看我都进去了，
也没必要骗你们是不？我这还能将功折罪呢，真的。你们赶紧去调查这个叫刘从的吧，这家伙连我们专业的杀手派出去都拿他没办法呀。抓紧去的小弟们个个都是神情激动，唾沫横飞的神情。你们听我说，这家伙还把自己的现场特意处理为被雷劈死、被车窗死的场景，就是为了迷惑你们办案用的。警察同志，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啊！那家伙才是最危险的存在啊！你们真的要好好调查那家伙。杀手的小弟们在铁窗里鬼哭狼嚎，两个录口供的警察缓缓对视一眼，奇了怪了，没听核对说这帮家伙还有精神疾病啊。而从警局出来，刘从刚上车，嘴里还哼着歌，心情好的不行。要说杀手老大怎么是杀手老大，连悬赏金都是老大级别的，之前那位才10万美金呢，现在这位足足有50万美金，人民币140万左右，甚至对他来说相当于白给了，白嫖的快乐。刘从上车就美滋滋的点了根烟，吞云吐雾的吸了几口，这才打算掉头回家。刘从扫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眼下刚过7点，正是晚饭的时候。奇怪，怎么老觉得他忘了什么事情？虽说刘从是没想起来，但是直播间里的观众倒是记性好，看到刘从从桥上下来，到警察局，再到现在从警局出来，甚至准备回家了，弹幕都快笑死了。哈哈，看到没有？从哥这表情，我他妈一看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哈哈哈，从哥啊，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此时，沈总，我一直在餐厅候机，我真的要笑发财了，求沈总的心里阴影面积。直播间弹幕一发接着一发，没关系，他让咱们从哥去就去啊，就晾着他，咱们不惯他臭毛病好吧？从哥，咱们直接回家哈。哎呦，你们到底是不是从哥的粉丝啊？刚才咱们从哥白嫖了悬赏金，现在还能白嫖一顿晚饭，岂不是双喜临门？然而，不管弹幕怎么激烈互动，刘从都是看不到的。刘从甚至看了一眼手机之后，就把手机放回去了。啊，虽说总感觉忘了什么事情，但既然忘了，那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直接回去就好了吧。他还没给啸天喂饭呢。刘从笑眯眯的一摆方向盘，踩着油门，哼着歌回家了。第121章，赚钱的门路和真正的爱总是迟迟不来上门啊，这是什么意思？7岁啊，来，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但此时餐厅的包厢内，沈木秋正看着手机上的画面，面无表情。其实我们也没想到，这家伙最终被我们滨城人民给收拾了啊！哈哈，该怎么说呢？人民的力量果然都是不可估量的呀。画面上，队长老何正笑眯眯地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过经我们清点，这些杀手组织的家伙们已经全部落网了，多亏了热心市民刘先生的帮助啊！哈哈，我们又消灭了一个罪大恶极的组织，也算是对得起这座城市和国家了。而老何在画面上接受记者的采访，看得此时沈木秋的脸色也是一阵变幻莫测的，疑惑、震惊、无奈、冷漠。我刚才找人问了，说是在来的路上发生了事故，就是滨城大桥。连一向接受新事物很强的7岁似乎都有些就接受不了。还有一些小道消息说是那些人一开始就是冲着刘从去的，但是被刘从给反杀了。甚至7岁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自己都愣了一下，好家伙，哥这演什么黑手帮是吧？一整个组织谋杀一个还能被反杀，会不会玩啊？啊不是，总而言之离谱就对了。这个我们之前就听说过了，没有被证实的事情还说那么多干什么？倒是沈木秋看着手机上的画面，脸上看起来似乎还挺平静，但内心就不一定了。不是，这特么都是第几次了喂？为什么每次都能遇上啊？还成功端掉了一个组织，不会就是靠这家伙端掉的吧？不过要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老爷子应该会跟我们说吧？给沈总都整不会了。这就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原来是个黑白通吃的家伙啊！难怪啊，那家伙不但轻而易举就化解了他们2家危机，还成功拿捏了敌对的亲日集团。原来这就是原因。那个沈小姐，什么时候上菜？而这时门外服务员小姐又来问了一遍，给我全部打包好了。服务员小姐看不到沈木秋的表情，只看得到一个毅然决然的后脑勺。滨城某处公园里，哈哈，这么大的杀手组织居然落网了！哎，咱们滨城果然是人杰地灵啊！哈哈哈哈！哎呦，这人我见过，他之前经常到这来遛狗来着。你这么一说，我也记得，他是不是还到这来买过热狗来着？曾经的顶尖杀手，现在的再世雷锋韩飞，身上的伤口可算在医院好了大半，也终于找到了机会从医院流出来。妈的，再关在那个破地方，还不如让我去死算了。韩飞正换上了自己从办公室里偷来的衣服，一边从草丛后边走出来。自从来了滨城之后，他这一路上可不容易啊。一开始好不容易从那个叫刘从的恶魔手上逃掉，谁知道又被组织盯上了。而好不容易从组织的手上跑掉，最后他还得从医院的手里跑掉。还有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
明明看着蹲在门口的记者有渐渐减少的趋势了，怎么最近又多起来了？害得他现在才找到机会逃出来。不过没关系，现在他已经逃出来了，问题不大。此时，韩飞身在公园，已经提前踩好点了，趁着晚上接着人多的场景，混在散步的人里悄悄出去就好了。而公园人多，就算周围有组织的人来追杀，也不敢动手吧？啊，除非他们想提前暴露，这样的话，组织也完了。韩飞悄然走在小径上，内心正对自己的计划满意的不行。什么热狗啊？你记错公园了，这里只有卖唱的家伙，哪里有卖热狗的家伙啊？哎，好像也是啊。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叫刘从的真的很有本事啊。我听说那个叫马化云的企业家还想跟他套近乎呢。哦，是吗？不是为了立住自己的正面人设，而故意在镜头面前说的吧？什么啊？立人设不也是做生意的一环吗？哈哈哈！此时，路过的散步大爷过去了好几波。韩飞戴上帽子，缓缓走在了大爷们的后面，但听到大爷们交谈，韩飞的内心赫然一惊。刘从，喂，不就是他曾经的任务目标吗？甚至还差点把他反杀的那个恐怖家伙啊！但事实证明，韩飞还是想多了。所幸这帮大爷只是散步闲谈，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韩飞。很好，现在只需要从后门溜出去。韩飞沿着墙走，眼神乱瞄，鬼鬼祟祟。然而下一秒，哐当，脑门陡然传来一阵剧痛。只见一个音箱从天而降，不偏不倚，精准无误，砸中了韩飞的脑门。完了，被算计了。韩飞当场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紧接着又是哐的一声，一把吉他从围墙另一边被扔了过来。嘿，最后一个看起来比韩飞还要鬼鬼祟祟的青年又从那边翻了过来，但一落地，我操，砸到人了！曾经的选手唐明差点成为天上人间驻唱歌手的流浪歌手，看到倒在一旁一动不动的韩飞，当场吓了个魂飞魄散。不是，这地方怎么有人啊？我去，你没事吧？妈的，他可没钱赔医药费啊！但好在韩飞身为顶尖的杀手，血条还是很耐造的，就算当时被砸晕了过去，韩飞还是很快醒了过来。虽然确定过眼前这个流浪歌手不是什么组织里的人，韩飞还是一脸警惕，但他又不敢轻举妄动。喂，这他娘的不会也是那个叫刘从派过来的家伙吧？哎，真是不好意思，我本来在躲保安来着，正在跑路，没想到砸到你了。唐明拿了一罐啤酒放到韩飞面前，一脸的歉意。韩飞没接，一脸警惕。什么意思啊？给一鞭子再给颗糖？这是什么古老的拷问手段啊？第122章，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比赛中淘汰了呀。你是谁？在这干嘛？哎，兄弟，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只是个唱歌的，之前我还拥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呢。唐明叹了口气，在韩飞身边坐下了。不过现在我已经不是选手了。是啊，说起那节目，直到现在唐明想起来，选手要是真的能坚持到今天，那可能已经不能用一般人来形容了呢。那简直就是怪物啊，怪物！选手？但唐明说的这些东西，韩飞压根就不懂。在医院这几天，别说手机了，连电视都很少接触。杀手怎么会关注被定义为娱乐性质的直播节目呢？虽然某节目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娱乐性质了，在韩飞看来，选手啊，难道刘从那家伙也在弄杀手组织？最近是在选拔给他当手下的选手吗？哎，是啊，看你一副没听说过的样子，你是外地的吧？唐明看着韩飞一脸无知的表情，又叹了口气。无所谓，反正他已经退赛了。这也难怪，你不知道吧？这节目啊，简直就不是人参加的呀！你知道这节目有多残忍吗？你知道有多少人被淘汰了吗？你知道他们都是被谁淘汰的吗？唉。而说起这点，唐明仿佛就找到了发泄的口子，一般开始恶狠狠倾诉了起来。正好眼前这哥们是个外地人，没听说过，他一直以来压抑的感情终于能好好爆发出来了啊！不会是刘从吧？韩飞看着唐明的反应，简直瞳孔地震。这家伙啊，果然在秘密谋划着什么不得了的比赛吧？可恶啊！这么说的话，冰城不是已经完全成为那家伙的囊中之物了吗？他居然还想在人家的地盘给人家杀了，这尼玛简直是白给之王啊！对，就是他。兄弟，你不知道他吧？这家伙简直是魔鬼！魔鬼啊！唐明还一副痛心疾首地描绘着。妈的，他简直至今难忘，当时在天上人间，经理王彪出来找到他，这家伙离开时还冲他挥手加油的场景，简直是杀人诛心啊！杀人诛心，真是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啊！啊，兄弟，别说了。韩飞听完，连表情都变得悲伤了起来。我懂，我都懂，兄弟。淘汰？是啊，淘汰。比如被雷劈死，被车窗死吧。啊，真狠啊！果然，身为杀手，最后也要以这样的方式，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比赛中淘汰了啊！
你也是这节目的选手吗？唐明问。不，我连选手都算不上。韩非正一脸忧郁，45度角仰望天空。我只是一个牺牲品罢了。他堂堂杀手，被那家伙使手段洗白了，到现在还被组织追杀，不是牺牲品还能是什么？哎，兄弟，唐明简直泪目。我们都是苦命人啊。是啊，韩非也泪目。月光下，两个男人正忧郁对望。一会儿后，韩非站了起来，眼神又恢复了往常那样的平静。其他的我不知道，但你是幸运的，相信我。从那场残酷的比赛中活着淘汰，你才是真正被命运之神选中的人啊。说的再细点，应该是能从刘从那家伙手里活下来就很不错了吧。韩非看了一眼烂醉如泥的唐明，不过很可惜，他不能跟这家伙聊太多，杀手之间的交谈只言片语就够了，长篇大论只会让自己陷入危机之中。但话说回来，大家都只不过是用力活着的家伙罢了，从那个叫刘从的恶魔手里，是吗？像我这样被命运之神选中的家伙还有很多个呢。唐明喝醉了已经，倒在长椅上看着韩非。等等，是他的错觉吗？这个哥好像有点眼熟，之前是不是经常上电视来着？算了，管他的，不就是电视吗？说的好像他没上过似的。兄弟，保重啊！虽然很高兴认识你，但是我的时间不多了。韩非说道。没关系的兄弟，只要你肯叫我微信。唐明放下啤酒，正拿出自己的手机。滨城，城市不大，但最近事件频发，新闻不断。比如眼下关于一个庞大的杀手组织集体落网这件事，扫黑除恶，国泰民安。杀手组织一网打尽，杀手组织和那个男人不得不说的2、3事。走进人物，天印集团太子爷的传奇人生。唐明一边打开微信，脸上已经带了点醉意了。哎呦呦，最近的新闻还真是越来越离谱了。什么家伙啊，还能端掉杀手组织？要编的话也换一个真实一点的噱头吧。真是的，难道滨城就没有别的流量密码了吗？还不如多拍点大秘密的事业线呢。哥，兄弟，你微信号多少？唐明一边打着酒嗝，一边将自己的手机递向韩非。而面前的韩非本来都准备平静地离开这位流浪歌手了，直到韩非听到了唐明的话，又看到了手机上的画面。喂，那个挂在首页上的通缉犯的照片不就是老魏吗？那家伙被抓了？什么时候？等等，老魏可是组织的老大，这家伙就这么被抓了？韩非浑身一颤，一股凉意猛地从背后涌了上来。而老魏的照片正对应着采访老何的画面。刘从同志的行为很值得学习啊，就算是我们局里的同志，恐怕也得请教请教啊！哈哈，刘从同志的这一行为能为我们滨城，哦不，能为龙国添上不少光荣呢。画面上，老何的笑容无比爽朗，狠狠给了韩非脑门一记重锤，砸得韩非脑瓜子嗡嗡的，以至于当时韩非看了还以为自己没出院，好像还在那病床上躺着，脑子痛得快要裂开了喂！兄弟啊，你看看这新闻是不是很离谱？哥，唐明还在旁边打嗝，真是，就不能编点我们想看的东西吗？第123章，兄弟，团灭了呀，兄弟！但看着这一切的韩非，此时脸色已经变了。怪不得呀，原来那家伙在计划过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们杀手组织才计划了这么长的谋杀计划，但是结果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啊！整个杀手组织已经团灭了呀！原来他一直以来对抗的家伙，居然是这么一个怪物吗？韩非简直不敢相信，浑身颤抖。哪有什么杀手组织啊？你说现在这媒体为了流量真敢往上捅词儿啊？要是真的有杀手这种东西找上门，那家伙还能活蹦乱跳的上电视吗？早就挨枪子了吧？你说是吧，兄弟？唐明看着手机，醉得脑壳胀痛，骂骂咧咧，刚要去搭韩非的肩膀，哐！旁边的韩非两眼一黑，一头抢地倒在了地面上。兄弟，你怎么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兄弟啊？你没事吧？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哦，这么快就开分店了吗？是的，目前开业已经有1周时间，无论是营销还是营业，那家店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了。哎，真不错呀，这小伙子，不是，我的孙子，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那家店诞生出分身了呀！刘总，不是分身，是分店。此时，天印集团董事长刘天印的私人医院内，李长青正一脸无奈，将老爷子缓从床上扶了起来。那种东西，无论用分店还是分身来称呼，都是一样的吧？不，当然不一样。不过，这上面说的分店的地址在天阁路那边。老爷子看着手上的文件，刚要翻2页，顿时又咳了2声。嗨，是的，正是天阁路。李长青有些担忧，立刻将床头柜上的保温杯拿了过来，递到老爷子的手里。我记得那条街之前是被小邱买下来了吧？老爷子摸了摸下巴，那块地可是抢手货啊！小邱当时打通关系买下来，说是等结婚之前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没想到就这么给出去了，是吧？
没想到还给了我们的小刘总。李长青将老爷子在床上扶好，这才退了2步。这是不是也能说明您之前想的那件事已经离成功不远了？老爷子又住院了呀？李长青当然是挑好话讲，省得老爷子胡思乱想了。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嘿嘿，希望我还能坚持到那一天。但老爷子看上去十分乐观，还笑眯眯地看着李长青。老爷子啊，这个时候就不要说这种话了，不对，最好任何时候都别说。李长青叹了口气，又给老爷子掖了掖被子。什么呀，李助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啊。看到李长青的神情，老爷子却毫不在意地摆摆手。不然我做的这些事情不就没有意义了吗？相信小刘总在场的话，他也会这么说的。李长青像是没听到老爷子的话似的，将被子掖好，又叫了医生进来。不要轻易放弃啊，老爷子，要相信现代医学的力量。话说回来，最近小秋和那小伙子，我的孙子，他们之间怎么样了？医生进来之后，老爷子也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李长青的话。送一条街这样的事情算什么啊？我说李助理，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啊，只有物质的爱情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呀。少看点烂片啊，老爷子。话说这句话你都记错了。李长青整个一无奈，现在的年轻人可贪心了，无论是爱情还是面包，他们全都要。要这么说话的，沈总就是开面包房的了吧？啊，那么我们2家面包房联合起来，直接垄断所有的面包，听上去好像也不错呢。老爷子听了李长青的话，一副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真狠啊，从面包的搬运者直接变成面包的制造者，真不愧是天印集团的董事长啊。李长青看到医生正在准备针筒，知道老爷子极其不喜欢打针，顿时看向老爷子，吸引老爷子的注意力。看来你的梦想不仅仅是子孙满堂啊！嗨，我听说啊，我孙子好像住不惯现在的地方，要跟小秋商量换个地方住来着。而老爷子的注意力的确很快就被转移了。这么说，他们要同居了吗？绝对要同居了吧？我说老爷子，病房都没出过的你，消息倒是很灵通啊。是啊，不然你这家伙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我这个老东西，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都说了，那是为你的身体着想啊，喂，是吧，医生？老爷子现在可绝对不能操劳，绝对要静养啊！啊，就算是这样的话，我还不如早点入土，去另外一个自由的世界算了。我之前就说了吧，有些事情本身就已经注定不能乐观了。唉，事到如今，看来很多事情我已经没法亲自去办了。很快，医生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情况并不乐观，似乎还有加重的迹象。人会老去，身体里的器官也跟着衰竭。此时的老爷子虽然脸上还装作十分精神的样子，但是苍白的脸色是藏不住的。李长青半天没出声，只是低头沉默不语。我说啊，这件事不要宣扬出去。还有那件事情，你通知我那孙子一声，知道了吗？老爷子躺在病床上说道。知道了。李长青的眼睛乌黑，看上去就是没睡好的神情。这些天他都是寸步不离地照顾着老爷子，可能眼下也快到极限了吧。嘿嘿。但病床上的老爷子顿时笑了一声，一副完全不在意此时陷入悲伤的李长青似的。不过事到如今，让我能找到这么一位优秀的孙子，我也满足了呀。第124章，人生的舞台上，大家都是演员。什么？住院了？是的，你还不知道吧？老爷子把消息封锁了，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知道。啊，连我都不告诉啊，亏我之前还……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紫金阁，沈木秋算是第2次到刘从的家里来，虽说这里的环境和布置跟他上一次来没有什么别的变化，老爷子他有自己的打算。总而言之，现在他已经打算从董事会完全退出，打算好好隐居了。沈木秋说道。没办法，老爷子虽然平时看上去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但说到底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住院这种事情只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频繁啊。不过在沈木秋看来，就算老爷子再怎么嘱托，刘从这家伙还得知道。这样啊，不过没关系，听李助理说，老爷子的身体恢复得很不错，用不了多久就能下床走路了。沈木秋接着说道。是吗？那就好。刘从这才放心的点点头。那老爷子啊，虽然身为天印集团的董事长，经常上电视，但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本人了。在刘从的印象里，这位董事长不但是个不服老的，还是个鬼点子很多的老爷子。但无论精神上再怎么不服老，身体已经跟不上了呀。算了，只要老爷子身体健康，没什么大问题就行了。接着，刘从看着面前的沈木秋，那你呢？你来这干嘛？话说，只是为了通知一件事情的话，完全可以在微信上说吧。他还刚从警局回来，刚为了笑天，自己都还没好好歇口气，怎么这家伙就来了？沈木秋当时嘴角一抽，你到底要不要换房了？这家伙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呀？啊！只见刘从这才一副想起了什么事情的样子。我就说今天好像忘了什么事情呢。听得沈木秋当时深呼吸一口气，冷静，冷静，为了事业，为了人生，为了大局着想，你要冷静啊，沈木秋啊！
哈哈哈哈！油盐不进的从哥，我已经不想吐槽了呢。这乃是油盐不进啊，这明明是欲擒故纵。从哥，我就喜欢看你生气又奈何不了我的样子。当事人忍住了，但直播间的观众们没忍住。什么抖 S 性格呀喂？哦，原来从哥是这样的性格啊。喂，怎么感觉打开了新的大门啊？友情提示：以上画面只为参考，现实中以自己实力为主。楼上的我谢谢你啊。这些还有那些你都拖走吧。对了，明天能不能早点来？我们老店那边还有很多酒瓶子需要处理呢。好嘞，您说个地址，我明天一大早就赶过去。地址就是……此时天阁路天上人间的分店门口，选手赵四正站在后门，把一捆酒瓶搬上自己的小货车。那行，这一共是1200，收到了。卖酒瓶的小哥正拿着手机，招呼了赵四一声就回店了。嘿嘿，今天又收了这么多。赵四看了看收的这么多酒瓶子，顿时心情大好。之前在网上看到这家店很红的样子，他就想过来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在这家店收到什么好东西。而事实证明，他来这里还真的是来对了。这些贵重的酒瓶他现在低价收来，然后再转给那些专门收这些贵重酒瓶的厂家，一单的差价至少能赚个5、6千的样子。而看他今天这批货，质量比他前几天收的那些货都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哎呦，这一单看来恐怕赚的也比之前的单子能多个1、2千吧。赵四收了酒瓶，刚准备上车。大叔，打扰一下，那个，请问你是赵四吧？身后一道清亮的女声赫然出现。赵四一脸好奇的回头，林轩墨正站在身后，一脸严肃的看着他。四目相对，赵四一脸疑惑，这妹子不是排名第2的那位吗？怎么突然找上他了？哎，原来是这样。是啊，既然决定刚要搬走，不如就住到天辰府好了。此时身在刘从家里，好不容易把话题谈到正题上来的沈木秋说道，那边是独栋的别墅，环境绿化这方面跟紫金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那边在郊区，这边在市中心，看你自己怎么选了。沈木秋说，反正那块地也是最近跟天印集团最新签下来的，跟紫金阁是一个性质，只不过自己也住在紫金阁呀。沈木秋在内心多少还是希望刘从这家伙能继续住在紫金阁的别墅区啊。而刘从听了沈木秋一番叙述，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小刘总，天辰府那边也都是配齐全，你不用考虑家具家电这样的问题。旁边的齐穗见刘从这副犹豫的神情，还以为这位太子爷在嫌麻烦什么的，连忙说道，搬家的话我们也可以专门联系搬家公司，他们会1:1还原搬家前后的环境的。哦，那倒不是因为这个。只见刘从一摆手，我只有一个问题，能在屋里遛狗吗？天辰府啊，要我说不仅仅是天辰府，你看到那旁边还有个私人医院，那地方我也会去问问的。而不仅仅是收废品，若是能进去的话，我会去病房以及护士站那边转转，寻找一些专业的需求。此时另一边，赵四在前面走，林轩墨在身后跟。赵四，收废品这样的辛苦钱是远远不能超过第1名那个大魔王的，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清楚吧？啊，我谢谢你的提醒啊。这不说还好，一说赵四当时脸色就沉下来了。他娘的，这小姑娘年纪轻轻，说起话来也毛毛躁躁的。第125章，所有狗子的最终归宿都是煤气罐罐。我说大叔啊，照这么下去，你这个第3名不仅汤都喝不到，很快连剩饭都没得吃了。林轩墨一看这赵四竟然还没有离他的念头，顿时又提高了声调，我们都是赚钱的，你总不能跟钱过去吧？说到钱了，赵四的脚步看上去这才放缓了一点。小丫头片子，你少搁这吓唬我，就算第3名的奖励没有第1名那么多，但是我已经……不行，你不能觉得满足。林轩墨一个快步追上，仿佛知道他要说什么时候，连话头都给他截住了。就算你不想第1名的奖金，你也得想想第2名的奖金啊。第2名的奖金。赵四一听，下意识陷入回忆。当时比赛开始时，现场那主持人说了，第1名的奖金是1亿，第2名是多少来着？当时光听第1名，第2、3名的奖金好像没有听进去。第2名是5000万，第3名是2500万。林轩墨一脸严肃地说道，上升1名就要翻1倍啊。我说小姑娘，你到底想说啥？赵四顿时皱起眉头，我们合作吧，一起把第1名比下去。林轩墨看着赵四，深呼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赵四看着林轩墨，你没事吧？打败第1名，那个叫刘从的，做梦吧这家伙，我看过那家伙的直播回放了。大叔，你是唯一一个跟那家伙一起工作的还没被淘汰的选手，你肯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家伙，只要我们合作，一切皆有可能啊。虽然赵四看起来完全一副不情愿的神情，但林轩墨依旧不肯放弃。说实话，本来他还想照着自己的努力，好好跟这个神一样的第1名一较高下的，但没办法，这家伙就算天天搁外面游荡，天天搁公园里遛狗，
天天干着跟赚钱毫不相干的事情，但赚钱的速度也依旧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啊。稍不留神，这家伙的总资产又上升了几百万啊！现在这家伙的资产足足有1800万多万了。他们这第2名和第3名的总资产加起来都还不够人家的零头啊！喂，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虽然节目规定他们不能向外界伸出援手，但没规定他们不能选手合作，一致对外吧？你看过回放，那你还来找我？赵四顿时用关怀傻子的眼神看向林轩墨，他奶奶的，某个家伙的离谱程度是复个盘就能知道的。大叔，你也不想被那家伙再踩在脚下一次吧？林轩墨说道。话说回来，大叔你还不知道吧？你刚才收酒瓶的那家店就是刘从那家伙开的分店啊！你说什么？赵四本来都没打算再理会这个聒噪的家伙了，谁知道在刚要上车的时候，居然听到了这么一句话，听得赵四整个人顿时僵硬在了原地。然而都还没等林轩墨说什么，不远处新的广告牌已经投放了出来，全新的天上人间，带给你神仙般的体验，天印出品，必属精品。旁边还贴上了刘从的头像，旁边还站了几个路人。哎，这店我之前才去过，就开分店了。嗨，那可不，人家天印集团的小刘总都插手了，这酒吧的生意能差到哪去？这分店在哪呀？我看看去。路人们都津津有味地议论着。这都不算啥，我听说他最近还协助警方破了好几个大案子，还拿了不少悬赏金呢。哎呦，这本事了得啊，连这种事情他也能帮上忙，不会是动用了关系网吧？不然怎么抓这么快？你管他怎么抓到那些罪犯的呢？咱们滨城大集团这么多，也就这位太子爷帮忙找了好几次。路人们一边说一边走远了。赵四站在原地看着那张崭新的海报，沉默。赵四本来压根就不想看到某个家伙的脸了，眼下再看到，脑海里某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再次涌了上来。折磨，总之就是非常折磨。大叔，反正试试也不花钱。林轩墨站在身后叹了口气，趁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啊。很快刘从便准备搬家了。啸天，我们要去一个可以无限扔飞盘的好地方了。走之前，刘从还一边摸着啸天的狗头，一边笑着说道：汪！啸天听不懂，但他从两脚兽的表情来看，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好事。哎，啸天好像跟我上次来的时候胖了不少吗？眼下沈木秋没来，倒是把齐穗塞了过来。上一次刘从的搬家时间就是齐穗负责，眼下的当然还是他。眼下齐穗正在检查这个大平层，看到正在逗狗的刘从，这才笑着搭了几句腔。哈哈，所有狗子的最终归宿都是煤气罐罐啊！刘从也笑了，一巴掌啪的一声拍啸天屁股上了，听上去无比的敦实。汪！作为狗子里最聪明的边牧，啸天不但听懂了刘从的话，甚至还骂骂咧咧了起来。汪汪汪！啸天的情绪看上去十分激动。好了，啸天，冷静冷静啊，咱们只不过是要去搬个新家而已嘛，不用这么激动哈。刘从又笑呵呵的拍了拍啸天的屁股，而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幕，弹幕也跟着乐了。乐，好歹也是从哥的狗子，这点话还是听得懂的。哈哈哈，我就知道，别以为狗子就听不懂人话了。沈总的助手也是有点东西的哈，当初给从哥送狗子过来的不就是他吗？哈哈哈。弹幕密密麻麻。我说啊，你们就没人吐槽从哥又搬家了吧？还是搬的别墅啊？喂，嗨，这都是小场面了。我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从哥的粉丝啊？搬个别墅而已，这么激动干嘛？笑死，反正都是沈总送的，住的大平层跟住别墅根本就没有区别啊！哈哈哈。大叔，你肯定是最了解那家伙的人啊，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我。此时某家快餐店里，林轩墨喝了一口可乐，一本正经地看着面前的赵四说道：什么啊？我才不了解那家伙，我只是一个垫脚石罢了。赵四面无表情地吸了口可乐。什么才叫了解啊？话说他要是真的了解那家伙，当初根本不会找那家伙当他的助手好吗？人家现在千万身价，他还搁这收废品，到底是谁了解谁啊？没关系的大叔，只要你告诉我他的联系方式，我就介绍几条收废品的渠道给你，至于剩下的让我自己来就行。林轩墨一本正经地看着赵四，他就不信了，镜头画面里看到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了，他需要到那家伙的身边亲自实践一番。赵四看着林轩墨，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惊愕。我说妹子，你该不会是想到那家伙身边去工作一段时间吧？那当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林轩墨毅然决然地点点头，毕竟实践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好吧，你要是去了，说不定我就能拿第二了。赵四沉默了一番，随即一脸淡定了，嚼了一根薯条。啊，妹子啊，去他身边工作可是地狱啊。此时在齐穗的安排下，刘从已经成功入住了别墅。独栋的别墅位置在郊区，且考虑到舒适性，别墅和别墅之间的距离也是划分好的，跟开窗就看到邻居家的别墅群完全不一样。当然价格也得往上抬一抬，只不过这就不是刘从要问的事情了。小刘总，这一栋别墅也是我们沈总亲自挑的，
这里附带一个400平的小花园，正好能让啸天尽情奔跑了。齐穗笑眯眯地介绍道，看上去还不错。刘琮也跟着笑，顺着齐穗指着的方向看了一眼花园，又打量着眼前的别墅。地面4层，地下2层，每一层都有120平，家具家电什么的就不用说了，用的还是最高配置，也都是配置齐全的。进门2侧就是花园，中间有好几条小径，尽头就是别墅的大门了。欧式的小洋楼，暖色调的装修风格，布局动线也极其人性化，视野开阔，采光极好。这边属于开发区的范围了，环境这方面比市中心要好很多。齐穗观察着刘琮的反应，看来这位天印集团的太子爷似乎挺满意他们的这批别墅群开发，内心也稍稍放心了。不错不错，看起来的确比之前的大平层要好嘛。刘琮扫了2眼就转移注意力了。别墅区住宅结构都千篇一律，差别还是住在别墅区的人倒是比别墅的价值要高很多，但这也不是刘琮关心的地方。对了，这附近有其他设施吗？有倒是有，也就一些老式的居民小区。对了，附近倒是有不少美容养生的会所。齐穗笑道。哦，刘琮点点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靠，从哥这么快就住上别墅了？没关系，这才是从哥呀，我已经习惯了。话说，就算节目结束，从哥也可以继续在滨城发展吧？你这不废话吗？咱们从哥已经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了，不在滨城还能去哪啊？说的也是。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幕，弹幕也跟着议论了起来。就滨城这物价和消费水平，我一个月薪3K 的也就看看。笑死，哥们的月薪跟从哥零头的零头差不多。楼上的，你们别比了，还是多学学我，蹲从哥的点，只要能搭上从哥沾点欧气就行。拉倒吧你，欧气是因人而异的，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沾啊？别说了，正负得零，非求就算沾上欧气，结果也并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靠，你们要不要这么毒舌呀喂？不过我还听说最近这家伙又要搬家了，真是离谱的家伙啊！我们连房子都没有，这家伙已经搬了2次家了。眼下另一边，赵四不但没有把林轩墨劝回来，反而还更加激发了他的挑战欲。2人正从快餐店里出来，按照约定，今天赵四得去天上人间收废品了，而林轩墨则是要再找河沙厂的吴叔谈点事情。2人正沿着路走，一边闲聊了起来。这有什么奇怪的？那家伙不单是个富二代，还是个差二代呢，搬个家算什么呀？不过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废品要收？赵四听了林轩墨的嘀咕，下意识说道：大概是收废品收久了，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会下意识联想到收废品这种事上去，属实是肌肉记忆了。哈，你还想上门去收废品啊？这一点倒是没必要了。他住的地方可是紫金阁啊，那地方要是没有业主的许可和提前大招，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原来是这样啊，等等，你说他住在哪？赵四听着听着，陡然察觉到什么不对劲，猛地回过神来问林轩墨：紫金阁呀，你还不知道吧？我还听人说这紫金阁是沈总送给他的，就是那个秋红集团的女总裁沈木秋。林轩墨缓缓说道。话说自己的目标就是成为那样的人吧，只不过眼下还差得很远就是了。想到这里，林轩墨顿时叹了口气。紫金阁，但旁边正在细细笑话林轩墨这番话的赵四，脸色仿佛被雷劈了一般震惊。紫金阁，那不就是他之前收废品的地方吗？在紫金阁完成验收之前，他就是在那地方收了一批进口门，才攒到周转的资金，买下他现在这辆小卡车的。那地方可是滨城数1数2的富人区啊，给赵四本来就千疮百孔的心更加雪上加霜。第126章，世界的尽头就是资本家呀。不过现在紫金阁对那家伙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了吧？而此时的林轩墨不但没察觉到赵四的神情，反而还在旁边继续说道：现在那家伙啊，已经搬去天辰府了。天辰府你知道吧？那恐怕已经是咱们滨城最豪华的住宅区了吧？对了，你之前不就在那边收过废品吗？林轩墨说着说着，顿时回头来去看赵四。这样的话，没准你以后上门收废品的时候还能碰到他呢。哈，赵四顿时凉凉的笑了一声。我谢谢你的提醒。喂，自己虽然是个收废品的，但也是个有尊严的收废品的。大家都是收废品的，自己就没有必要到人家的家门口去收了吧？这不是舔着个脸上去白给吗？没关系的，赵哥，不就是收个废品吗？说不定从哥不会注意到你的。是啊，而且你见不见得上从哥还是个问题呢。之前我看到赵四到这片别墅区来收废品，都是保洁阿姨出的，我就没见过别墅主人还出来卖废品的。笑死，属实是贫穷限制了爷的想象。赵四虽然一副受到了打击的神情，但直播间的观众们却乐了。话说咱们赵哥好歹也排个第3吧，稳得一批。赵四能排第3，咱们从哥给他淘汰了多少选手，不用我多说了吧？笑死，怎么的，这节目已经被从哥统治了吗？哈哈哈哈，你们都不看节目组的实况吗？主持人和嘉宾都已经躺平，现在只等1年时间结束了。这么看来还用得着等1年？我看半年就能结束了。哥这折磨其他选手是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的城市百元生存，我是主持人小撒。那么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榜单分析时间以及选手情况总结时间。节目的现场，主持人小撒正笑眯眯地看着镜头说道：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呢，转眼又是2周过去，我们节目开展以来已经将近2个月时间了。是的，虽然时间过得飞快，但是榜单上的排名却完全没有变化。小撒的开场一结束，旁边正看着身后大屏幕上的马化云便说道：尤其是前3名呢，简直比滨城城东翻新时的钉子户还要钉子户啊！哈哈，我们马老师的发言真是越来越幽默了呀！小撒顿时笑道：是的，如各位所见，跟上个月相比，我们的前3名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第1名选手刘从的个人资产增加了800万以外，第2名和第3名的资产都在10万元的范围内逐步增长，相比上1月，这也算是很大的进步了。不过这1个月，同样也增加了不少退赛的选手。目前我们的参赛选手总人数为84名，跟上1月比少了35名。这么看来，似乎平均每天就有选手退出比赛啊。杨幂也笑眯眯地看着镜头说道：果然是因为赚钱太难了吧？赚钱当然很难啊，我年轻的时候摆过地摊，一天能赚个吃饭钱都很不错了。马化云在旁边附和的点点头。是吗？我看更恐怖的不是赚钱，而是其他的因素吧。杨幂说道。嗨嗨，那个杨幂啊，我们这节目还在直播呢，有些话咱们可以留到场外说啊。小撒连忙轻咳2声，截住了杨幂的话头，顺便转移话题。不过比赛的竞争日益激烈也是事实，现在呢，我们的选手数量越来越低，但是时间才过去2个月不到哎，是吧？就像弹幕里说的，恐怕不用等到1年，这节目估计就能收尾了。马化云同意的点点头。对了，是不是这节目的选手退光之后，时间就不用等到1年了吧？是吧？小撒简直无奈了。虽说节目组的确有这项规定，但他也没想到还真的有启用这条规定的时候。那他也不知道这才2个月，一开始的200名选手2个月不到就退出这么多了。上一届这节目也是他主持的，那时候选手们的差距都不是很大，能咬牙坚持的都坚持下来了，一直到比赛结束的1年后，选手之间的个人总资产差距也几乎持平，就算有个别差距大的，也没有这么大啊。好家伙，某个第1名的总资产已经比剩下所有选手的总资产加起来还要多啊！离谱，实在是太离谱了。没关系，滨城是个好地方，选择留在滨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吗？杨幂一听，依旧笑容不变地看着镜头。反正大家已经在滨城打拼这么久了，若是比赛结束就返回自己的城市，那岂不是又要重新开始呢？我个人建议，排名靠前的选手们还是留在滨城比较好哦。要是大家实在找不到工作的话，也可以去找第1名嘛。然而，直播间的观众听到主持人和嘉宾们的讨论，弹幕顿时绷不住了。好家伙，真不愧是大秘密啊，一眼看穿了真相哈！我说啊，你们资本家就不要随随便便的揣测别人的生活好吗？靠啊，跟你们这些资本家不同，我们普通人光是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喂！可恶啊，之前还以为从哥是咱们打工人的希望呢，呜呜呜！别说了，他现在不但也成为了资本家的希望，还成了资本主义的接班人。你们能不能清醒点？说到底，这节目本来一开始就是资本家的游戏吧？说的也是。看到这一条，弹幕竟然少见的沉默了下来。说的没错啊，果然宇宙的尽头就是资本家吗？资本家才是万物的终点啊！不是，你们冷静下来想想，大秘密这话说的很对呀哈哈。有一说一，选手去投靠从哥，大家好歹还是同事一场呢。就是，你愿意去，人家还不一定留呢。笑死，谁不想去从哥手下做事啊？说不定沾点欧气呢。确实，我建议选手们比起退赛，还不如直接投靠从哥哈。捏马，我特么想去投靠从哥都没门路呢。直播间的弹幕们如是说道。而节目现场也讨论的差不多了，小撒也看到台下导演的指示，接着主持节目。不过在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相信直播画面，一定要脚踏实地。毕竟只要自己做到了，才是自己的嘛，别人的终究都是别人的。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然而直播间的观众看到小撒这么一段话，当场又绷不住了。小撒每日阴阳怪气，一反斜杠1。哎，这天天跟大秘密主持节目，你小子也学坏了呀。小撒呀，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小撒。楼上他就是这样的小撒哈。我懂，对金钱没有欲望的小撒是吧？楼上的，为什么你可以在弹幕里发图片？李总，秋红集团已经拒绝了我们所有的往来项目，沈总那边也拒绝了我们的会谈要求。李总，我们……此时，青日集团的高层似乎自从跟赛创科技那件事败露之后，青日集团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直到眼下，似乎已经不能用下坡路来形容了。青日集团的股票就跟跳楼似往下跌呀，董事们个个都愁得头秃，血压增高，成宿的睡不着觉，最后还是得把矛头抛给董事长李总。李总，之前的新闻上说了，滨城的警方已经将潜伏在城市里的杀手组织一网打尽了，
会不会就是……后面的话，董事却没敢说下去。就是什么？只见李总目眦尽裂，狰狞的视线在周围每一个董事的脸上都扫了一遍。我们光脚的，还怕他们穿鞋的？不是啊，李总，要是这个刘从查出来是我们只是杀手组织干的，青日集团就跟原地自杀差不多了吧？说话的这位董事一脸残念的想着，他要是查出来，他有证据吗？难道还有这么大本事查到暗网？李总一咬牙，狠狠地说道：“反正杀手组织已经落网了，这件事我们就当翻篇了，不要再提了。”那他们当时也没想到啊，怎么整个杀手组织都进去了，刘从不但活蹦乱跳的，反而对他们的不利因素还越来越大，真是他妈的见了鬼啊！给李总这几天整的神经高度紧张，不仅怕警察，更怕某个家伙上门来找啊！李总整个人都麻了。李总，那要是刘从那家伙上门？另一个董事磕磕巴巴地提醒道：“李总啊，这杀手组织可是刘从那家伙协助的情况下才落网的呀，你说他会不会知道了什么？不可能，他要是知道了什么，肯定早就上门了。”听得李总神经一绷，当场就啪的一声拍桌子上了。你们不要在这自己吓自己了，还是想想怎么解开集团困境再说吧。我生病的这件事，你没有跟其他人说吧？此时，天印集团的私人医院，刘老爷子还特意从后门出来的，身边也没有保镖跟着，只有一个给他推轮椅的李长青。老爷子，你放心，这件事我还没有告诉其他人。李长青看着老爷子日渐苍白下去的脸色，便有些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哎，那就好。还有，我那遗嘱啊，你可一定要传达给我那孙子啊！老爷子陡然又想到了什么，顿时又转头叮嘱了李长青几句。哎，知道了，您都说了几十遍了，从病房里就听您念叨一路了。李长青失笑，但神情却有些悲伤。老爷子年纪大了，身上本来就有隐疾，这些年下来医院没少进，但老爷子不喜欢消毒水的味道，一直不愿意去医院。这家私人医院还是李长青偷摸着建立的。老爷子上了车，周围只站了2个保镖。这几天住院，老爷子为了避免被人发现，驱散了不少保镖和看护。嗨，我也就这一个念想了呗，不唠叨这个唠叨什么呀？老爷子上了车，窝在沙发里，笑眯眯地看着李长青。老爷子，李长青坐在老爷子对面，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似乎想说什么，但是又说不出口。不用说了，你只要按照我之前说的去做就行了。老爷子拍了拍李长青的手，笑容不变地说道。事已至此，有些事情不明说也没多大关系了，反正已经板上钉钉了。对了，青日集团那边有什么新的动作吗？接着，老爷子似乎是为了岔开话题，顿时问了一句。没有，李长青回答道。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过新的动作了，可能是被搞怕了，但是他们也没通过我们的意见方案吧？老爷子一听，顿时皱了皱眉头，也不知道青日集团是怎么想的，不接受他们的收购方案，还在这死挣扎什么？我会再派人去谈判的。李长青打量着老爷子的脸色，这才说了一句。收购青日集团对他们来说也是迟早的事情，早点解决这件事吧。老爷子点点头，便开始闭目养神了。几天后，啸天在家好好的呀，我去酒吧看看。刘从吃过早餐，一边跟啸天打着招呼，一边出门了。刘总慢走啊。厨房里正在收拾碗筷的王妈连忙招呼了一声，记得帮我喂狗啊。刘从朝着王妈摆摆手，哼着歌出门了。别墅的面积大，还附带小花园，再怎么说还是比大平层打理起来要麻烦的。而身为沈总的助理，齐穗在这方面考虑的还挺周到，给刘从请了佣人。但刘从平日也不喜欢人多，因此齐穗也就请了2个，一个打理花园，一个做饭和家务。您放心吧，保证照顾得好好的。王妈在厨房里应了一声，接着刘从便上了车，朝着酒吧分店的位置开了过去。第127章，你什么档次？跟我们抢聪哥？所以说，咱们这节目的性质果然变了吧？绝对变了吧？欢迎收看资本家平平无奇的日常。靠，把兄弟当外人是吧？我也想去给聪哥当小弟啊！呜呜呜！我也，聪哥我不要工资，只要你买股票和彩票的时候带我一个就行了。呜呜！小子，你以为佣人好当呢？干家务也有讲究的好吧？不是，咋的？我连去给聪哥当小弟都不配是吧？但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绷不住了。管他的，也要看恋爱日常，给爷整点。沈总呢，也要看沈总。笑死，楼上你想看沈总直接看电视不就行了？要看沈总跟聪哥同框是吧？好，我们这里已经招满了呀。哎，我可厉害了，什么都会，你随便安排我一个活就行。哟，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此时天上人间的分店，经理王彪本来正在看这个月的财务报表，门外的主管小哥忽然进来，说有个妹子过来面试。王彪本来都不想应，这种小事告诉我干嘛？你们自己处理不就行了？嗨，彪哥，那妹子实在是犟了，我都撵不走啊我。主管小哥也一脸无奈，不过那妹子长得还行，王哥你看要不？于是林轩墨这才被主管小哥引进了王彪的办公室。
我可能干了，真的。林轩墨一看里边坐着经理，顿时拍着胸脯保证：我打过几年工，什么活儿都干过。哎呦，他可是好不容易混进了刘从的地盘啊！那天应集团他可能一时间进不去，但是这间酒吧总有他的一席之地吧？要真的想了解刘从这家伙，当然得想办法先跟这家伙搭上线才行。本来他还想从赵四那边入手的，但是也被那大叔三推四推的给推出来了。妹子，这件事我真的帮不了你。当时分别时的赵四最后还是一脸生无可恋的看着他。你看我自己都还在收废品呢，相信我妹子，那家伙真的比你想象中的可怕多了。那家伙是魔鬼啊！赵四还不忘跟林轩墨强调一遍。而说完这些，赵四就走了，赶着去收废品了。然而这番话不但没削弱林轩墨的斗志，反而还加强了不少。靠，对于刘从这个家伙啊，之前林轩墨在独自打拼的时候，光看排名就见识到这家伙的厉害了。好家伙，自己一个礼拜拼死拼活，最多才能赚个10万块。这家伙呢，2天不到刷新一下榜单，资产就翻了几百万。看得林轩墨不仅仅是怀疑刘从的直播回放，甚至都开始这家伙的真实成分了。这样的赚钱速度真的是人类中存在的吗？林轩墨一不做二不休，单刀直入，到了天上人间的分店，他倒要看看刘从这家伙怎么赚钱的。此时王彪摸了摸下巴，上下打量了林轩墨2眼，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我看你眼熟啊，你是不是那城市生存节目的选手？而且跟从哥似乎还是竞争关系。不过从哥老早就是第一了，他们已经没把这节目的排名当回事就是了。是的，林轩墨一脸坚毅的点点头。我知道我无法超过第1名的刘从选手，但我想以一名实习者的身份到这来学习刘从选手的经验之道，这对我很重要，拜托了。哦，给王彪听得一乐。好家伙，真不愧是从哥呀，这已经开始征服节目组里的选手了啊！王彪一看林轩墨的外在条件还不错，正好现在分店开业，多个分为担当也行。林轩墨到店第一件事，先打听刘从的事情。从哥呀，他一般不来店里，我听彪哥说，除非是有朋友要来，从哥才会跟人来店里玩玩。服务员小哥也没啥心机，林轩墨这么一问，他也随口答道：这样啊。林轩墨在心里一寻思，他之前在办公室看到经理王彪似乎在看财务报表，一般说这样的日子，刘从这个当老板的总要来店里吧。哎，我一个新来的，都还不认识什么人。林轩墨又假装唏嘘，万一得罪了从哥什么朋友，从哥会不会扣我工资啊？嗨，那不会。小哥憨憨的笑道，从哥人可好了，他的朋友之前也是咱们酒吧的老客户了，不会怪你的。不过你还是小心点，我们经理脾气不太好，这酒吧已经走了2个像你这样的节目选手了。哎，林轩墨一听，顿时点点头。好家伙，走了2个选手了，果然还是有不少选手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嘛。赚钱赚得那么离谱，没人过来就怪了，怪不得自己来的时候那个主管小哥一副不太爱搭理他的样子。不行，我得抓紧时间。林轩墨不由得自言自语道。然而林轩墨直播间的观众看到此时的林轩墨，弹幕都快笑翻了。好家伙，林妹妹可真够努力的，追从哥追到天上人间来了。提暗恋，提暗恋，妹子你想多了哈，她真是只是运气好了一点点而已，我看是一点点吧。喂，笑死，妹子还是快跑吧，从哥这赚钱之道一般人根本学不来。而很快店里也快到了营业的时间，陪酒的妹子们也陆陆续续的来到了店里。主管小哥自然也跟妹子们介绍起了新来的林轩墨。妹子们风格各异，长着娃娃脸的，可爱活泼的，身材火辣的，高冷御姐的，事业线傲人的。尤其是主管小哥介绍到林轩墨的来意时，妹子们看向林轩墨的眼神都出奇一致的，从一开始单纯的好奇，渐渐转变成了满满的敌意。你什么档次，跟我们抢从哥？林轩墨看到妹子们的眼神，脑海中莫名出现了这么一句话：啊，他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林轩墨不由得扶额。虽说在这里工作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但这从情况来看，他日后的工作生活或许会热闹很多哈。第128章，不像演的，建议严查祖上3代。不过即便如此，林轩墨还是打算主动出击。那个，你们好，我是……以林轩墨一直以来的处事经验来看，主动出击比被动接受要好太多了。然而林轩墨话都还没说完，酒吧的门口陡然传来一阵喧闹。从哥，你来了！哎呦呦，从哥你可算来了，咱们这里的人都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您来呢。哈哈，从哥来了，今年还是咱们分店开业以来的头一回吧。这动静可不小啊，从门口一直到店内，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看了过去，无不欢天喜地的迎了过去。连经理王彪这个脸上还有条疤的壮汉，从办公室里一个夺门而出，直奔门口。从哥，标志性的大烟嗓几乎要贯穿整间酒吧。我可算把你给盼来了。给后边的林轩墨看得一脸错愕。好家伙，知道是知道刘从过来了，这尼玛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什么黑道皇帝驾到了。不用这么激动哈，我就过来看看。接着，这才看到门外被一群人簇拥着进来，一个满脸无奈的青年。那可不行，这分店开业之后，你可是头一回来啊！王彪嚷嚷着。从哥，咱们老规矩，我又搜罗到了不少。打住啊，我等会还有事，你小子别跟我整那些花活。刘从一听王彪这架势，就知道这家伙要干嘛了。好家伙，又给他整一堆妹子是吧？还给他往包厢里塞。他奶奶的，这到底是谁服务谁啊？哈哈哈，从哥最近比较佛系是吧？成，那我都给你留着，过几天你要是想起来了。王彪还在打哈哈，在刘从面前笑的那叫一个坏心眼。刘从当即斜了王彪一眼，你这样牛逼，怎么不直接给我送家里去得了？王彪一听，顿时摸了摸下巴。从哥你这么说也不是不行。刘从顿时用关怀傻子的眼神看着王彪。哈哈哈哈哈！从哥，给我也整一个。但刘从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幕，弹幕当时就笑傻了。从哥呀，是兄弟怎么能恰独食呢？从哥，你不要可以给我，要不我在旁边看你现场直播也行啊。楼上简直逆天。很快，店里的其他妹子也围了上来，拥着刘从往酒吧里走。从哥呀，我好想你。从哥，你都好久没来了，是来看我的吗？瞎说什么呢？从哥明明是来看我的。从哥，彪哥说的对啊，我可以上门的哦，嘻嘻。妹子们笑嘻嘻的围着刘从，差点把王彪这个经理给挤开。这些妹子大多都是王彪从老店那边拉过来的，毕竟新店开业，自然是需要业务熟练的妹子来活跃气氛什么的。当然，对于跟从哥贴贴这件事就更加熟练了。不会，我今天来这可不是来玩的喂。好家伙，就算刘从是个1.8米壮汉，也挡不住这一群莺莺燕燕的围攻啊！眼看着刘从都差点被妹子被拖进包厢了，刘从骂骂咧咧，朝着后边的王彪不断的使眼色。不是，是他走错地方了吗？他记得他开的天上人间是正经酒吧啊，不是什么夜总会啊喂！嗨嗨，等会。王彪本来还在后边看热闹，一接收到从哥发出的信号了，这才猛咳了2声插了进来。我说妹子们啊，我跟从哥还有点正事要谈，等会再把从哥交给你们啊。哎，但妹子们不乐意了，甚至还想向王彪抗议。彪哥，你这不厚道吧？就是从哥难得来一次，你还想独占啊？彪哥，有什么工作不能等会再谈吗？妹子们嘀嘀咕咕的，而林轩墨站在最后，压根都没敢吱声，甚至表情还跟刘从是出奇一致的错愕。不是，是他走错地方了吗？他记得这天上人间是正经酒吧啊，不是什么夜总会啊喂！行了，人家从哥下次还会来的，你们急什么？有的是你们表现的机会啊！王彪笑眯眯的，这才跟刘从去了后边的办公室。连林轩墨的直播间观众也看傻了。好家伙，这就是从哥的日常生活，笑死！我一点进来就看到这家伙被妹子包围了，不像演的，建议严查祖上3代。林妹妹，你还愣着干嘛？赶紧扑上去啊！妹子，你这业务能力不过关，哈哈哈！刘从这次来也的确是为了正经事情来的。王彪说财务报表出来了，他这才到店里来一趟。眼下天上人间已经成了滨城名声响当当的酒吧了，营业额什么的当然是飞涨。也因为新店开业，营业额没有老店那么高，但刘从一眼扫下来，还是被账目上的数字给惊艳到了。这么高，尤其最后那行数字，总计1200万元整。刘从微微瞪大眼睛，好家伙，知道酒吧生意好，但是没想到这么好，这特么的还是纯利润啊！哈哈，这还不是仰仗着从哥你吗？王彪却是哈哈大笑，眼神那叫一个谄媚啊！开玩笑，那天印集团旗下的酒吧能不赚钱吗？我跟你说，从哥啊，咱们也只是新店开业，以后这家店做大了，这营业额还能涨。从哥，别的我不敢说，这营业额咱们2家店，一家店至少800万，纯利润不在话下。王彪拍着胸脯说道。可以可以。刘从高兴了，笑呵呵的拍了拍王彪的肩膀。哎呦，之前他还把买下这酒吧的事情当成是一时失足呢，没想到还真的是捡到宝了。要是真的能达到这么高，我就给你涨5个点的分红。哎，不敢当不敢当。刘从这么豪爽，王彪内心也高兴的不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怎么能拿这么多？这以后还得仰仗从哥呢，赚再多的钱都是应该的。第129章，好日子要到头了。看到没有，那就是咱们的老板从哥了。而门外看到刘从和王彪2人进了办公室，服务员小哥还一脸兴奋的跟林轩墨介绍着，算你今天走运啊，我在这店里都工作2礼拜了，都没见到过从哥本人，今天算是见到了。等等，你们好像本来就是选手啊？这么说来，是不是早就见过？服务员小哥似乎想起了什么，语气有些调侃的看向林轩墨。啊，哪有啊，从哥本事这么大，想跟他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能见到吗？林轩墨反应快，一本正经的回答道。我也只不过刚好跟刘从是一个节目的选手罢了，
完全是巧合，也谈不上认识什么的。嗨，我要是真的认识从哥，也不会选择到这里来吧？哈哈，也是。不过之前也有一位选手，他当时来的时候，似乎就跟从哥是认识的好朋友关系。接着，服务员小哥又陷入了回忆，听说还跟从哥认识很久了呢，是一位流浪歌手。哎，居然是流浪歌手，他肯定很会赚钱吧？哪有，听酒保说，他第2天就没来上班了。服务员小哥说道，我在节目上也能搜索到他呢，可能是退赛了。这件事对林轩墨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力。退赛的原因呢？那可能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服务员小哥耸耸肩，我觉得还是挺可惜了。听说他在直播间还积累了不少粉丝基础呢，要是能变现的话。喂，别闲聊了，自己的工作都做好了吗？主管正冲着这边喊了2声。林轩墨，你可是新来的，做事机灵点儿。好嘞。林轩墨只能被迫终止了情报收集。话说回来，要说粉丝基础的话，现在恐怕无论哪位选手都比不过刘从自己吧。这么说的话，林轩墨似乎有点能体谅那位退赛的流浪歌手了。不过眼下最重要的，他还是得跟刘从搭上话。毕竟听说了刘从这家伙并不会常来酒吧这件事，似乎亲眼见到刘从这件事就变得格外稀有起来了呀。就像卡池里的 SSR 一样，还是活动时期才会有的那种特殊卡片。好了，那就这样，下次你再通知我好了。好的，从哥，要不要我送送你？不用了，我还得去一趟亲日集团。但很快，刘从就跟王彪从办公室里出来了。王彪在后面笑嘻嘻的送客，又被刘从一摆手给推了回去。这才几步路啊，不用送我了。刘从说道。无论去哪里，他还是喜欢自己开车呢。谁让他在来这家店的路上接到了李长青那家伙的电话？老爷子身体不太舒服，不方便出行，这件事只有小刘总你替老爷子去执行了。李长青的语气听上去很谦卑，很无奈。难道是被这家伙掌握了什么关键密码了吗？刘从的脑海里浮现出2个人的面孔，一个是李长青，一个是老爷子。算了，就当是帮老爷子一个忙好了。刘从叹了口气，一边往门口的方向走。林轩墨眼疾手快，一下摆好手中的酒瓶，快步跟了上去。你去哪儿啊？主管小哥在后面喊。我出去帮彪哥买包烟。林轩墨已经跟着从哥出去了。啊！王彪办公室的门还没关上，听到林轩墨这一声喊的，顿时回头。我什么时候喊那家伙去买烟了？车停在地下车库了。这样步行街当然不会将停车位划分到地面上。刘从一边往地下车库的方向走，一边在手机上定位亲日集团的位置。李长青那家伙说，只需要去亲日集团签个合同就行，事情什么的他们都谈好了。事情要是谈成了，他能拿到60%的利润。60%， 100块就是60， 10000块就是6000， 100万就是60万，横竖都不亏。从哥，你要去亲日集团呀？林轩墨在店里的时候就打听好了，手里拿着刚买的冰啤酒，笑眯眯的靠了过去。你是？刘从一抬眼，眼熟，十分眼熟。我是天上人间新来的氛围担当，不介意的话叫我小轩就行。林轩墨露出了自己的招牌笑容，脸上2个甜甜的酒窝，阳光开朗美少女的模样。哦，但现在身为酒吧老板的刘从，什么样的姑娘没见过？林轩墨这款的刘从只是扫了一眼，接着看手机了。有事吗？城南的那块地呢？谈的怎么样了？还不错，之前有个代理找上门，说材料那块他可以搞定。很好，搞定材料的话就只剩下施工。施工那边他也认识不少，已经确定过合作关系了。这么顺利。此时亲日集团的高层宛如咸鱼般的亲日集团几个决策层正在召开会议，他们正打算利用手里的仅剩的项目来打一场翻身仗，但是因为集团损失在先，资金链和供应链早就断了，再重新去找的话也很不容易啊。不过还好，天无绝人之路，眼下似乎还真的给他们找到了。李总听着手下人的汇报，表情就像是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他说他马上过来。手下汇报的人听上去也十分兴奋。很好，叫下面的人准备准备，给这位代理留个好印象。李总难得听到个好消息，神情都不免放松了起来。太好了，李总，看来我们这一次的危机终于能化解了。周围的董事们看到一脸欣慰的李总，神情也跟着舒展开来。取我的香槟来。李总大手豪迈一挥，今天我们总算能好好庆祝一番了。来来来，今天我们可得好好为这件事放松放松啊。等会下班谁都别走啊，我请客，老地方。哈哈，你小子还是不忘初心啊，又去夜总会，注意身体哦。那怎么，今天可是咱们亲日集团的好日子。第130章收购地皮。那个老爷子，我这么说会不会不太好？这有什么，咱们也算是跟他们提前打过招呼了，至于他们是什么反应，那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亲日集团的私人医院，老爷子正靠在床上半眯着眼睛。这件事充其量也不过是我们手里众多项目的一个，
虽然青日集团的确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老爷子，青日集团对我们采取的都是冷战的态度，不如我们……李长青的意思是，反正已经是一块到嘴边的肥肉了，要是再不动嘴，跑了怎么办？不急，跟他们耍耍。老爷子呵呵一笑，不然你以为我让你告诉刘从那小子是干嘛的？这也算是给其他集团的一个敲打了，这小子代表的可是我们天印集团啊。老爷子，那这算不算一个公开的声明呢？虽然听上去是一件好事，但此时的李长青神情却有些复杂。好消息是，天印集团即将迎来新的继承人；坏消息是，天印集团即将迎来新的继承人。姑且算吧。老爷子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似乎有些累了。李助理，而门外已经等候多时的医生和护士们这才进来，大多神情凝重，用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接下来请交给我们吧。”李长青默默起身，给医生们让出地方。随即，李长青再次深深地看向老爷子一眼，轻轻带上了门。7岁，今天下午的时间帮我空出来，我要去医院看望老爷子。此时，秋红集团，上一次某个太子爷购买股票的东风还在，秋红集团的股票势头一片大好，集团的经济也宛如旭日东升。沈木秋正一边从办公桌前起身，一边吩咐了齐岁一声：“沈总，李助理的电话打不通。”齐岁举着手机，一脸疑惑：“打不通？这倒是怪事。作为董事长的助理，手机打不通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少见啊。会不会是因为在医院照顾老爷子没注意？不太可能，李助理的性格我是知道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会接电话的，除非什么？”齐岁话音一落，沈木秋陡然想到了什么，眉头越皱越紧。齐岁，赶紧跟我一趟私人医院。哈哈，原来是这样啊，看得出来你真的挺会赚钱的。奔驰 GLC 上，刘从一手抽着烟，一手搭在方向盘上。嗨，跟你比还是差远了呢。林轩谟坐在后座上，笑得一副腼腆的神情。车里一度充满了快活的气息。哪有，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干啊，忽然就赚钱到了。刘从笑呵呵地说道。这妹子是比赛的第2名，之前节目组还给他们整活，什么打工人和资本家的巅峰对决，这不人就在车上巅峰对决了。林轩谟正好也要去青日集团，刘从寻思顺路，绅士一下送人家妹子也行。就连这间酒吧也都是我误打误撞买的，嗨，哪有你专门服务需求这么专业啊？啊，哈哈哈，说的也是。听得林轩谟嘴角一抽，自己真是嘴贱啊，好端端的提这个干嘛？看吧，这不是挖坑给自己的跳吗？自己这边就是需求产生利益，但人家这边简直是跟他反过来的一样。金钱这东西永远都先到一步似的。话说回来，你要去青日集团谈项目？嗨，是的，我最近正好代理了一家建设集团，想着过来青日集团来拉拉生意。哦，我今天也是。刘从说道。是啊，果然地皮生意才是来钱最快的嘛。林轩谟一听，顿时试探性的说了一句：天印集团和秋红集团合作开发地皮的事情，他是听说过的。加上城南那边的确有几块十分抢手的地皮，林轩谟简直很难不往那方面想啊。难道天印集团这是要跟青日集团展开合作了？话说这两家不是商业对头吗？这是要化敌为友啊。林轩谟瞬间展开了一阵头脑风暴。嗨，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但刘从一摆手，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那可不，李长青那家伙只跟他说了签合同的事情，其他方面却是基本没透露。刘从要问，那家伙就语气神秘地告诉他，说是跟收购地皮有关。再问，那头似乎有什么急事，电话就给挂了。想起这家伙之前交代的，青日集团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刘从便想着到了再问也行。总之，这种商业里乱七八糟的事情，他懂，但是懂得不多哈。哈哈，小刘总啊，你可真会开玩笑。而林轩谟一听，果然啊，这种事情人家怎么可能会轻易透露给其他人呢？其实我也知道你们两家的关系不好，天印集团那边我去过一次，暂时不需要合作，我就只能病急乱投医了。接着，林轩谟又打量着刘从的神情说了一句：嗨，这都是小事。只看到刘从点点头，神情波澜不惊的。以后会有机会的。哈哈，有小刘总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林轩谟这才展开了笑颜。很好很好，看起来他离成功不远了。等他得到这家伙的信任，他就能知道这家伙真正赚钱的秘密了吧。青日集团的大楼很快就到了。林轩谟是来过几次的，加上之前有李总的吩咐，门口的保安大叔一看到林轩谟，表情就像是看到自家闺女一样热情。林代理来了呀，快请进请进。但是大叔热情的表情并没能维持多久，看到林轩谟身边的那个男人刘从，保安大叔的表情就跟看见鬼似的。喂，这不是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吗？他可没接到通知，这个祖宗也要来啊。这就是青日集团。刘从走得慢，闲庭阔步的，还有心打量打量周围的环境。那个小刘总，我们是一起上去吗？还是
一起上去吧，我还没来过这里呢，只好请你带路了。刘从笑道。反正我们谈的项目是一样的，都是地皮嘛。第131章天印暗杀集团。城南那边的项目还被上面卡了好久啊，不过现在总算是通过了，这也说明我们这段时间受的苦总算要结束了呀，哈哈。此时，青日集团顶层的董事长办公室，香槟已经开上了，李总端着高脚杯，翘着二郎腿，优雅地坐在自己的老板椅上，面前的董事们也乐乐呵呵，站的站，坐的坐，董事长的办公室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嗨，人家代理等会就来了，那合同一签，咱们这不就跟过去说拜拜了吗？董事长都发话了，其余的董事们也乐呵呵的。李总，我之前叫人打听了一下，被抓进去的那帮家伙，说是已经判了，下场就跟我们之前想的一样。之前负责跟杀手接头的那位董事也凑了过来，一脸笑嘻嘻的对着李总说道：“这下咱们算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嗨，那就好。李总慢悠悠的将高脚杯送到嘴边，反正只要他们不说，他们之前做的那些事情也无可厚非了吧？哈，眼下可算能轻松起来了。李总悠闲的品着红酒，还打算享受眼下来之不易的快乐。然而，李总这快乐还没来得及细细感受，门口秘书陡然撞了进来。李总，不好了！助理小姐一脸惊慌失措。刘总，他来咱们公司了！噗！李总当场一口红酒喷了出来。他来了？他就这么来了？周围的董事们都惊呆了。不是，你们就不能早点来通报的吗？这家伙当咱们青日是他家呢，想来就来。倒是其他的董事们很快便反应过来了，顿时怒斥一声：“不是，他是跟林代理一起上来的。”助理满头大汗，惊魂未定。天印集团的家伙的确是公司的死对头不假，但林代理可是董事们特意交代过要好好招待的贵人啊，那谁敢拦？等等，你意思是他们认识？李总面色铁青，此时更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又问了一句：“是的，我还听林代理说，他之前还去过一趟天印集团，然后才到咱们青日集团来的。”助理颤颤巍巍地汇报着，这件事是保安大叔刚才紧急通知的，虽然他们现在还在等电梯，但估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上来了。这刘从都算了，就算能敷衍过去，但是林代理呢？他又该怎么处理啊？喂，拦了吧，万一黄了集团的生意；不拦吧，又怕高层们怪罪。这话一出，仿佛晴天霹雳，瞬间将在场的董事们劈了个外焦里嫩。李总，不对劲啊！有个董事陡然喊了出来：“为什么刘从这家伙偏偏挑在这个时候上门？他早不来晚不来，非要现在跟林代理一起上来？我靠，这他娘的不会又是天印集团耍的什么手段吧？不是吧？他妈的，之前我们跟赛创科技那事就够离谱了，这家伙又来这么一出，董事们都炸了。李总的脸色越来越青，气得都快跟公司的名字一个颜色了。喂，这还用说？肯定是那娘儿们耍诈呀！一名董事气得直砸桌子。李总，你看啊，这天印集团私底下肯定跟这个林代理有往来，才让他到咱们集团来谈生意的。他妈的，我就说这个时候怎么会有这种好事发生，还发生的这么顺利，我就知道不对劲。完了呀，李总，完了呀！董事长办公室都快炸锅了。冷静点啊，你们，人家只是上来而已啊，又没说是因为什么事情。旁边一位董事强装淡定，但手里端着的高脚杯却不停地颤抖着。喂，需要冷静的恐怕是你吧？李总，我们要不要派人去调查一下？又有一位董事提议道。都他妈的这个时候了，再调查还有用吗？李总简直要骂娘。可恶啊，怎么感觉这所有的事情就像是一场连锁反应似的，从他们雇佣这帮幺蛾子凶手去杀刘从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现在。喂，难道这家伙真的还有另外一层身份？真的跟那帮幺蛾子杀手说的一样，这家伙也是个顶尖杀手，这次接着林代理上来，不会就是暗杀他的吧？靠啊，这么一想，这家伙果然已经知道他们布置的这一切了吗？李总简直瞳孔地震，狗日的林代理只是个诱饵啊，他们居然想都没想就咬上去了。哦豁，完蛋！话说最近好像很久都没看见刘天印董事长出来活动了呢。此时电梯里站了不少人，一层一层的停，电梯缓慢上升着。刘从靠在角落，正一边给李长青打电话。喂，说好的有人接应呢，怎么半天都没看到人，只能跟林轩墨这家伙上来了。旁边的林轩墨正装作找话题的样子跟刘从搭话，试图从天印集团的太子爷嘴里套出一点有用的信息。是吗？刘从看起来想了一会儿，但没当回事，随口答道：可能是巧合吧。哈哈哈，也是。林轩墨尬笑。那个，我约了王助理，你也是吗？你约了王助理啊？李长青这家伙不接电话。刘从叹了口气，那我也跟你一起过去吧，反正签合同这种事情也是要交到总裁手里签字的，跟林轩墨这家伙一起去见见王助理也行。你约的也是王助理？
那倒没有，我过去看看。不是，你们资本家谈生意都这么随便吗？林轩墨要晕了，但林轩墨哪懂？等电梯一升上去，林轩墨去了王助理的办公室。王助理，林轩墨刚要敲门，发现门没锁，一推就开了。王助理不在办公室。啊，没人。刘从站在后边一探头，这一层宽敞几乎都是集团高管们的办公室，但也都是一副房门打开，空无一人的场景。只是尽头的董事长办公室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声响。第132章，咋的？这董事长办公室有鬼事吧？不可能，我可都打听好了，那些个家伙可是什么都没招啊！就算招了，我早就找人把记录给删了，也不可能查到我们头上的。亲日集团的董事们更加惊恐了，时间多走1秒，内心的恐惧就增加1分。我说，你也太天真了吧？难道你觉得那帮杀手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人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一位董事面色通红，眉头紧皱。我之前就有点怀疑了，那些家伙执行任务的时候到底靠不靠谱啊？但是眼下，你们看看他们的后果就知道了吧。甚至那帮家伙真正的死亡原因都被掩盖过去了啊！董事们一片哗然。他妈的，有道理啊！我就说啊，怎么这杀手里还洗白了一个当好人呢？一看就靠不住。不是，你们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屁用？人家都要找上门来了。李总深呼吸一口气，顿时看向之前来汇报的助理妹子。我说，这家伙只是跟林代理上来的，没有带其他的人。没有，保安大叔说他们是直接上来的。助理妹子摇头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董事长们面面相觑，李总的脸色也阴沉的仿佛都要滴出水来了。他奶奶的，自己跟这个林代理臭娘们上来，这不是来拼命的，就是来讹钱的呀！喂，这他娘的，好歹是亲日，是他的地盘啊，这家伙还敢这么放肆！李总啊，咱们这一次是不是凶多吉少了？旁边一个董事咽了口水，颤抖着声音说道：“怎么，用不着你提醒？”而此时的李总显然就像个气球似的，一戳就要爆炸了。董事顿时哑了下去。但或许是因为李总气火攻心，一时间上头了，也没留心观察周围这一帮家伙的表情。经过李总这么一吼，董事们的动静倒是小了不少，但表情却没法镇定。董事们一阵眉来眼去，看上去还贼眉鼠眼的。完了啊，看来不光是咱们集团，连李总也要砸手里了。不是，什么叫李总也要砸手里了？李总可是为咱们集团抗争到底的人啊！别吧，抗争什么抗争，打打杀杀的多不好啊！咱们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既然是生意人，那凡事不得讲究个利益吗？前边李总已经焦急地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的，身后董事们就跟心有灵犀似的汇聚到了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开启了对内语音。利益？事到如今还有个狗屁的利益？怎么没利益？我看变现就是咱们唯一的利益了。我去，老钱啊，你这老东西是想当叛徒是吧？我怎么叛徒了？我这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万一咱们集团复活了，我还会回来的。你们还真别说，其实投靠天印集团有什么不好的？这集团现在可是滨城的龙头啊，任他们当老大不香吗？至少也不会亏损吧？是啊，就算再亏，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亏了。董事们一阵眉来眼去，悄默声的议论着，一边看了看旁边的李总。李总此时整个人已经在爆发的边缘了，急得快要上火，就算一言不发，看起来也是十分暴躁的样子。唉，董事们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那个李总，我就先出去了。旁边助理小姐都快被这办公室里待得都快窒息了，硬着头皮退了出去。但人刚转过身，更令人头大的事情接踵而至。王助理，你好。林轩墨的声音冷不丁从身后转了过来。原来你在这呀，我还在找你呢。要说之前听到林轩墨的声音，王助理简直就仿佛听到自己亲妹妹的声音一般的亲切。但是现在，他刚从董事那里得知，林代理只不过是天印集团用来牵制他们亲日集团的一枚棋子。王助理再也没法轻松地看向林轩墨了。尤其是刘从，这家伙前不久似乎还被暗传是顶尖的杀手吧？喂，你要报仇就报仇啊！我只是个打工的，我啥都不知道，不关我的事情啊！王助理在内心尖叫，冷汗也从额头上下来了。王助理，面前的林轩墨又问了一声：“今天是我们约定要签合同的日子吧？”王助理，你现在方便吗？那个，王助理猛地一定神，但刚要开口，眼神又冷不丁跟旁边的刘从对上了。刘从站在林轩墨身后，正吊儿郎当的四处张望着。啊，这就是亲日集团高层的办公的地方吗？这风格果然跟天印集团那边还是没法比的呀。不过简约风也挺适合这种商务办公的场所的，让人隐隐约约觉得这家集团的办事风格似乎都效率很高的样子。这是不是能理解为一种心理暗示？刘从摸摸下巴，一脸饶有兴趣的样子。等他的酒吧做大了，或许也能办一家公司呢。就按照这样的风格来好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办公，果然很有电视剧里那种总裁的感觉啊。
那个，我们董事长在里面，你们有事就去找他吧。但眼前的王助理瞬间喉咙一紧，表情更是一副见了鬼似的神情。说完这句话之后，王助理就头也不回的跑了。等等，王助理，给林轩墨是看傻了？不是，啥情况？说好的是来谈生意的呢，为什么要跑啊？林轩墨还回头看了一眼面前的办公室，咋的？这董事长办公室有鬼是吧？啊，亲日集团的人都这么奇怪吗？刘从在旁边不由自主地说道。之前在楼下的时候看见保安大叔也是啊，神情惊慌，鬼鬼祟祟。啊，林轩墨是整不会了，咋整？他现在是去追王助理吗？还是直接进董事长办公室啊？没事，他不是说了吗？直接进去找董事长就行了。倒是刘从开朗得很，手已经按住门把手了。下一秒，亲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门缓缓推开。第133章，因为导演摆烂，所以节目也结束了。上一秒还吵吵闹闹的董事长办公室，瞬间恢复了安静。在房间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的李总，以及旁边正紧锣密鼓的商量着什么的其他董事们，十几双眼睛齐刷刷的看向了门口。林轩墨正站在门口，显然是没意识到眼下的房间里这么一副气氛凝重的样子，表情顿时愣了一阵。好多人啊！林轩墨站在门口尬笑。请问一下，这里？刘从站在后边探头，还想问点什么。刘从，就算你亲自过来，没有证据，你是奈何不了我们的。亲日集团的李总神经紧绷到了极点，此时猛地大吼了一声：还有，我们这里有摄像头的呀，你不要乱来啊！李总一脸英勇就义，打算跟邪恶抗争到底的神情，手里还抄着桌上的烟灰缸。我们这里人多，还怕你不成？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董事在内，他们可是有10几个人啊！就算刘从这家伙还真的是打算过来报仇的，他们这边这么多人，总能找到机会的。可恶啊！问题是他们雇佣杀手去干掉刘从这件事，不能跟其他家伙讲啊，多一个人多一个漏洞，要是被条子查到，他可不想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啊！哈！但李总这番话听得刘从简直是一头雾水，而办公室里的氛围本来就十分紧绷，此时看到刘从本人出现，办公室的董事们也爆发了。刘从，你手下留情啊，真的不关我们的事情啊！小刘总，手下留情啊！刘总，我们真的什么事情？真的？小刘总，不对，刘总，暗杀你的那些事情都是老陈干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操，你们他妈的也倒戈的也太快了吧！董事们都是一帮中年秃顶大叔，一看到刘从跟他的线人林轩墨，此时都不约而同的瞬间起立。什么倒戈？我们亲日集团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们这帮家伙不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吗？可恶啊！你们还真的是不带犹豫的，害得我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啊！喂，现在早点倒戈就是赚到啊！喂，亲日集团的董事们甚至都顾不上李总在不在场了，开始吵了起来。哈！但此时听到这番话的李总以及刘从，表情都出奇一致的愣住了。你们！李总人都傻了，瞳孔地震的看着面前曾经还聚在一起为公司的后路而一同愁眉苦脸的董事们，眼下简直跟川剧变脸似的，都纷纷开始讨好刘从了喂。但刘从没听懂啊，表情还十分困惑。他干啥了？没记错的话，这还是他第一次到亲日集团来啊。这帮家伙的反应不太对劲啊，好像他已经来了很多次似的。李总，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啊。是啊，李总，你要不要也考虑一下？毕竟这可能是咱们损失最小的一条出路了，还有可能是唯一的出路了。周围的董事们眼疾手快，反应迅速，此时已经开始包围刘从了。刘总，实不相瞒，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把我手里的亲日集团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你。是啊，刘总，你大人有大量，咱们既往不咎，我手里的股份也都转让给你，我以后生死天印的人，死是天印的鬼。刘总，我连合同都准备好了，你过目过目。我靠，你他妈的连合同都准备好了，合着你们这都是有备而来啊，未雨绸缪嘛，总没有坏处啊。可恶啊，王助理，帮我打印一份股份转让的合同。董事长办公室里瞬间乱成了一团，甚至连小刘总都不喊了，一口一个刘总。你们这帮家伙，给李总气的差点一口气没缓上来，两眼一黑，当场倒在了沙发上。站在门口的林轩墨人已经完全看傻了。喂，这还是亲日集团吗？他来的真的是亲日集团吗？真的没有来错地方吗？这突如其来的倒戈又是什么情况？话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倒戈啊？亲日集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喂？等，我只是过来签约的，你们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刘从都惊了，看到这帮围上来的大叔，整个人顿时往后退了一步。还有，我不是什么刘总。刘总，你别说了，我们都懂得。是啊，签约嘛，都是签约嘛。都还没等刘从辩驳几句，
就被旁边惊恐的董事们给打断了。董事们纷纷拿出合同，谄笑地看着刘从。刘总，你看看这合同吧，然后在这里签个字就行了。先看我的。刘总，我的股份最多，你先看我的吧。滚一边去，明明是我先来的。董事们瞬间把李总抛到了脑后，纷纷一股脑地往刘从旁边挤。所以说，咱们从哥还能更离谱点吗？操，这就是亲日集团。很难想象这他娘的还是之前能跟天印集团抗衡的大集团啊！喂，笑死！什么大集团啊？你没看到他们的股票吗？那跌得比跳楼还快啊！是啊，那人跳楼好歹能落地啊，这几把股票那就跟跌到深渊里似的，简直恐怖如斯啊！喂，所以说这些董事们在抱大腿是吧？别说了，我也想抱从哥的大腿！呜呜呜！连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眼前的场景，弹幕都接受不了，纷纷吐槽着。亲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简直前所未有的混乱。队长，我们还要等多久啊？你催什么催？李总还没下命令呢。咱们要是贸然闯出去，耽误了咱们公司的大事，把咱们卖了都赔不起。可是那个叫刘从和林代理不是已经进去很久了吗？此时安全通道的门口，整个亲日集团的保安都汇聚过来了。按照王助理之前的吩咐，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得冲进去保护李总的安全。虽然他们这些底层打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李总要这么做，但老板的命令嘛，执行就行了。而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没等来李总的通知，一直潜伏在安全通道里。啥情况啊？队长，你要不再跟王助理说一声，让他进去看看啥情况？是啊，怎么这么半天下来，咱们连其他董事的身影都没见过？楼道里的保安们顿时小声议论道。眼下他们在这楼道里待了起码有半个小时了。王助理不回我信息啊？保安队长抱着手机皱着眉头说道。小五，你出去看看。哎，我说队长啊，这一层可都是董事，我这么出去要是坏事儿了。亲日集团扣钱扣得很，打工人压根就不敢动。保安们在楼道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都有些骚动，但这个时候又没人敢出去。那个队长，你要不看看这个？队里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保安拍了拍保安队长的肩膀，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看向队长。什么事啊？此时保安队长的神经绷着，被这一声惊得一震。咱们亲日集团好像出事了。那名保安拿着手机，一脸茫然地说道。于是几天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城市百元生存，我是主持人小撒。往常节目组现场的气氛都十分快活，但似乎今时不同往日，主持人小撒以及两名嘉宾杨幂和马化云三人正站在台上，连镜头都是同框的。想必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咱们节目组最近更新的榜单了吧？是的，想必咱们城市百元生存系列的老观众应该知道，这次咱们节目呢出现了一个不得了的选手。是的，他就是咱们的第一名刘从。主持人小撒正笑眯眯地说道。目前咱们刘从选手的个人总资产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我们节目组也无法在榜单上公开了。而就在昨天，经过我们导演组的商议，这个节目已经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是啊，第一名已经继承了一家集团不说，还把敌对的集团收购了，甚至还跟另外一家集团的总裁谈起了恋爱。马化云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同样是笑呵呵的。这样的成绩，就算剩下所有的选手加起来组个公司，炒个股票，买张彩票什么的都没法超越了吧？说什么呢，马总，明明不管是组公司还是炒股票和买彩票什么的，都之后越来越亏损了。杨幂站在旁边亭亭玉立，笑得唇红齿白的。所以说无论如何，刘从已经是冠军了，导演组想赶紧结束节目去拍其他节目呢，所以这个比赛就要结束了哦。啊呀，幂姐，虽然已经临近尾声了，但是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这些话不要在节目上讲了。这样啊，真是抱歉。杨幂笑容不变。嗨嗨，总而言之，其他选手的话我们在几天前已经下达了通知，当然因为节目提前结束，我们也根据其他选手的个人资产提供了相对应的补贴金。剩下的第2名和第3名的奖金，以及目前坚持到现在的选手们，我们会在官方出示一张具体表单，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点击观看啊。小撒咳了2声，强行将话题拉了回来。节目组将近尾声，从直播间看去的话，画面的右边已经出现了工作人员的名单表，一幕接着一幕缓缓划过。啊，哥们追了这么久，没想到这就结束了。我说啊，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发点补偿金啊？发个锤子，你当节目组是慈善家呢？直播间里弹幕也一条接着一条刷了满屏。我就说呢，之前我记得导演还挺活跃的，怎么最近都没看到出场了？导演摆烂了吧？所以说这节目他才打算提前结束吧？关键是现场的嘉宾和主持人怎么也想完结的样子，哈哈哈。喂，别急着落幕啊，给我把从哥的地址交出来。第134章。所以说很多事情靠脑补就够了。接着节目在导演组刻意安排的特效中结束了。于是1个月后，哟，幂姐，你来这么早？是你来的太晚了，潇洒。
啊，是吗？真是抱歉。哎，你看看，我可是特意推掉通告赶过来的呢。哈哈，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高级咖啡店的包厢里，小洒是最后一个来的，一边推门进来，一边抱歉的跟包厢里的人问好。那没有，他是带薪休假。坐在最里面正中位置的马化云优雅的喝了一口热茶。哎，这种事情就不要拆穿我吗，马总？我说啊，小洒这样的性格就不要逗他了吧。怎么了，马总？原来我在你眼里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吗？啊，谁知道呢？马化云笑道。嗨嗨，路上堵车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小洒一边落座，捧着茶喝了一口。没关系，我们这一次只是私底下的聚会嘛，不用那么讲规矩。杨幂笑道。不知不觉已经有1个月了呀。是啊，离节目结束已经有1个月了呢。话说回来，这应该算是咱们这个系列开始以来节目最快结束的一次吧。小洒细细抿了一口茶，缓缓说道。连我这个主持人都觉得短的有点过分了。哎，没办法的呀，谁让导演已经摆烂了呢？反正某个家伙不仅继承了集团，还合并了2家集团，现在可以说已经在滨城登顶了吧。导演已经在筹备他的下一个节目了，已经没我们什么事情了呢。杨幂说道。啊，不过反正没有扣我们的奖金。那当然是因为后面又有集团对我们进行赞助了。小洒慢悠悠地说道。啊，说起来我记得是天印集团吧。马化云摸了摸下巴。是啊，刘从选手，不对，现在应该要叫刘总了。小洒点点头。刘总从老刘总手里继承了集团之后，第2天就赞助我们节目了呢。那叫赞助吗？那叫购买吧。杨幂看了小洒一眼。总而言之，现在节目的版权已经掌握在天印集团手里了。马化云笑道。说不定下一季开拍的时候，我们还能再次相聚在演播厅呢。话说回来，刘天印老爷子直到去世前都没有通知其他人啊，瞒得很好啊。这有什么？事情不是都交给刘从选、刘总去做了吗？这不还收购了亲日集团？年纪轻轻拿下2个集团，啧。马化云直啧舌。现在年轻人的潜力真是了不得。错了，是3个。杨幂优雅地翘起了长腿，缓缓说道。你们忘了秋红集团了？按照刘总和沈总的关系，天印集团和秋红集团合并，恐怕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哈哈，谁说结婚之后就要合并的？马化云顿时哈哈大笑。依我看，双剑合璧不如携手并进，利润和好处都是双倍的，干嘛要吊死在同一棵树上呢？毕竟刘总和沈总最后走在一起，他们谁都不觉得意外。不过因为直播画面结束的早，似乎刘总还没回复沈总的表白呢。妈，不过那都是后话了。哎，这就是资本家的看法呀。杨幂顿时也笑了。好了，能不能体谅一下我这个打工人？小洒颇无奈的扶额。此时滨城的天辰府附近，曾经的节目选手赵四在拿到第3名的奖励金之后，赵四的废品生意也小有起色了起来，现在已经成功的开上了一个废品回收站，手底下有了好几名员工。虽说收废品这样的活儿已经可以派给其他人去做了，但赵四这个老板还是闲不住，登上了自己曾经的宝贝3轮车，哼哧哼哧的朝天辰府开。别的不说，这富人区连废品的质量似乎都要高一些啊。再来这地方，赵四还颇觉得有些怀念。话说回来，那个叫林轩墨的小姑娘怎么样了？比赛结束之后，官方就撤走了无人机，而跟其他选手不同，她也没有再开直播间的打算。不过这小姑娘排名第2，拿的奖金比她还多呢，应该也差不到哪去。正这么想着，赵四哼着歌，刚准备去约定好那栋别墅去收废品，小3轮拐了个弯，忽然就看到了不远处的街边正坐着一个失魂落魄的妹子。赵四看得眼熟，等把3轮车登进了，顿时吓了一跳。好家伙，这不正是林轩墨吗？林妹子，你在这干啥呢？赵四顿时上前问了一句。只见林轩墨抬起头，双眼无神，还有浓浓的黑眼圈，表情更是生无可恋。大叔，你来了呀？你该不会是特意在这等我吧？林轩墨这副神情倒是给赵四整不会了。曾经意气风发的小姑娘去哪了？怎么变成了这副鬼样子？不是，他记得这家伙不是去找刘从了吗？怎么出现在这里啊？大叔，林轩墨本来是想跟刘从去学点财富之道，谁知道他这财富之道还没开出，就特么的结束了。喂，第一次去人家集团就把人家的集团给收购了，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林轩墨简直至今难忘当时在亲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看到的场景。那些个平日不怒自威的高层董事们，个个都在围在刘从身边，嚷嚷着要将自己的手里的股份转让给刘从。这绝对是被刘从这家伙抓住了什么把柄吧？而刘从呢，这家伙一开始还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哎，这不对吧？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还跟人家推3阻4了一番。不好吧，我今天才第一次来你们集团啊，我只是过来签个合同的，李助理没跟你们说吗？不过最后还是在人家的再三坚持下，哈哈，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哎，这才是刘总吧？对了，以后你就是我们的新老大了，
刘总，刘总，咱们以后可多多担待了呀！嗨，见刘从答应了，亲日集团的董事们高兴的跟个什么似的，给旁边的林轩墨看的，因为太过震惊，半天没反应过来，事后才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什么事情。3句话让亲日集团的董事交出自己的股份，这尼玛合理吗？合理吗？人间不值得呀，不值得。他还是来收废品吧。给林轩墨当场就干破防了，自己拼死拼活才跟亲日这么大一家集团搭上线，谁知道这集团转身就把自己给卖了。臣等正欲死战，陛下何故先降？林轩墨越想越崩溃，当场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叔，我还是回来跟你收废品吧。另一边，咖啡厅的包厢内，我想起来下午我还跟天印集团还有一个项目要去看，先走了呀。茶话会似乎也进行的差不多了，马化云掐着时间拿上外套，笑眯眯的走了。行吧。小撒一摆手，哎，果然当老板的人就是忙啊。哈哈，要不你也过来看看？马化云乐道，说不定还能见到刘总呢。免了吧，跟你们这些大老板待在一起，我有压力。小撒打趣道，那行吧，我先走了，改日再聚。说完，马化云离开了包厢。马化云走后，啊，说起来，我晚上也约了刘从吃饭呢。杨幂优雅的一撩头发，微笑的看着小撒。小撒顿时看向杨幂，今晚？是的呢。杨幂点点头，放下翘着的长腿，缓缓起身。我得先回去准备准备了。哎，没想到大幂幂，你的速度也这么快啊！小撒顿时失笑。哪里哪里？杨幂一摆手，要不我让司机送送你？不用了，我在这里再坐会儿吧。哎呦，看来只有我很闲嘛。果然啊，你们都是大忙人。小撒打趣道。嗨，马总是从商的，他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也不能落后啊。杨幂一本正经的说道。毕竟咱们既然搭上了这根线，我可不能白白看着马总占尽先机啊。失陪了。说完，杨幂也优雅退场了。小撒倒是没走，招呼服务员将桌上打扫干净之后，又喊了一杯拿铁。记得之前看节目的时候，他好像经常点拿铁呢。小撒摸摸下巴，还有意无意的整理着自己的仪容仪表。话说回来，他约的这位客人还是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面呢，自己可得郑重一些。哈，别以为只有女明星和老总有关系，自己好歹也混迹主持界那么久了，影响力还是有的。而没过一会，包厢的房门再次打开，淡雅的男性香水飘了进来，西装笔挺的男人出现在了门口，保镖跟在身后，忙不迭接过男人脱下的外套，旁边还有递烟的，但被男人推了回去。这里是包厢，就不抽烟了。男人气质不俗，但神态轻松，丝毫没有老总架子，跟印象里那副悠闲的状态相差无几。小撒连忙起身，恭恭敬敬地迎了上去。刘总，您来了。全梳完，